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李元将心中的火气压了又压，看着崔夫人沉声道：你果然糊涂了，从今日起不必出门，也不必再管外面这些事了，把家里管好，就算是帮了我的大忙。说完也不看崔夫人是个什么表情，叫了李姓、李满娘出去商量此事怎么处理。毕竟事情已经发生，此时发怒发火都于事无补，还不如集中精力考虑怎么补救。李满娘直言不讳地道：我以为这事儿在之前并算不得什么大事，这是什么时候？不管孟如人是不是真得了宁王的示意，丹娘不肯，想来宁王也不会逼她。倒是那孟如人狐假虎威，又刚好弟妹有私心，犯了糊涂，做得太过，不然哪里会闹这么大。要我说，这孟如人实在也是过分张狂了些，一个不如意就竟敢叫皇家的雪娘给她下跪赔礼道歉，看上丹娘这样的更是一串珠子就想算计了去，是该好好教训教训才是。不知她平日里在王府中如何？李元道：她是先王妃的姨表妹，也是出身名门，除了先王妃，论位分就是她最高，而且宁王看在先王妃的面子上，平时也对她也多有看顾，乃是自视甚高的一个人，不过却不是很得宁王喜欢。这样的人说不定还有野心，想着做那第二个宁王妃，也难怪的他钻头蜜缝的到处找机会讨好宁王了。李满娘皱了皱眉头道：既然他家世身份在那里，这事儿就算宁王知道了，想来也不能动了他的根本，不过就是挨一顿训斥，受点惩罚而已。皇家不怕得罪他，我却只恐他迁怒丹娘，故而还得原出你亲自去拒绝他，做得妥当一点，比如说丹娘有病什么的，至于宁王那里再另外想个妥当点的法子，慢慢试探一下。李元叹道：我也是这样想的，何家那里还得烦劳阿姐明早走一趟，替我们赔礼道歉，等这事儿完全了干净之后，我再登门谢罪。这亲戚关系能补救多少就补救多少吧。李满娘苦笑道：我不上谁上？李元看了李姓一眼道：这件事情的确是你母亲处置不当，做得太过分，可她再多有不是，一心为你也是事实。你早听了我的话，哪会有这么多事出来？罢了，我也不说你了，你好自为之。李姓淡淡的应了一声，起身道：我累了，先睡了。李满娘见他走远，回头对李元道：你得防着点，孟如人不是个好东西，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行之他娘，做事顾首不顾尾，做了这次，下次他还能推脱吗？更何况连自家外甥女都肯出面帮忙了，那其他人家就更不在话下。给宁王送女人，巴结后院的妇人，传出去会坏了你的名声，连带着孩子也会受影响，我看短时间内别让他再和那边的人接触了。李元叹道：阿姐你不说我也是打算这样做的，先前没有说他是因为当着孩子的面，你放心，我会让他好好待在家里养病的。第二日一大早，李满娘抢在何家男人出门之前赶去了何家，门房看见是他，吃了一惊，有些拿不准是该如同往常一般直接让他入内呢，还是该去通报了再说，正在犹豫间，就被李满娘须抽一马鞭，笑道：赶紧的让开，误了我的事可不饶你。门房见他在笑，态度很好，便也跟着陪笑。李夫人，您等等啊，马上就去通报。李满娘也发现了这其中的差别，沈笑了一声，心想自家兄弟媳妇昨日才闹成那个样子，人家生气也是正常的，便也就坐在门房里等。他并没有等太久，岑夫人很快就亲自迎了出来，笑容虽不怎么自然，言谈举止间还算客气。李满娘松了口气，亲热地握了岑夫人的手往里走，笑道：先时不许我进门，只当是连着我也一并恼上了。岑夫人收了笑容，微恼道：我没那么糊涂，不过你可不许替他说情，这事儿我和他没完。他的孩子是宝，我的孩子就是草，都是宝。李满娘笑道：我可不是为他说情而来的。说话间到了屋里，何家人刚吃过早饭，还未散去，正坐着七嘴八舌地说些生意上的，方式里的奇闻异事，并没有苦大仇深的样子。李满娘一眼就看到了牡丹，牡丹穿着件玫红色的罗襦，配条墨绿色的八幅长裙，腰间系着一条捻金线盘云纹裙带，头发梳得光洁整齐的坐在何志忠身边，将手放在何志忠膝盖上，微微侧着头，神情乖巧地听大家说话，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外，精神面貌还不错。众人见李满娘进来，都起身很有礼貌地和她打招呼，让座，奉茶。李满娘却晓得他家的脾气，此时看着虽然好，若是自己向着崔夫人，那是铁定马上就要翻脸的。她也不废话，直截了当地将李元的歉意表达道，让众人别担心，一定会将事情解决好。何志忠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我前些日子因缘巧合认识了一位初进京的御史台忠诚，也是姓何。他喜欢我爽直好酒量，并不嫌我是商人，曾几次邀我去他家做客。我昨夜还和丹娘说，得去请教一下这珠子该怎么处理才妥当。既然原初已然有办法处置了，我就不舔着脸去求人了。他经商这么多年，并不是只认的，只靠着李元一个人，他的钱也不是全投在了珠宝香料上，实在到了那一步，鱼死网破谁怕谁。御史台有的是不怕死的人，他就不信宁王会舍得自己的好名声。李满娘暗叹了一声，何家是当真把崔夫人恨上了的，这关系想来是无法修补了。也不怪何家上下如临大敌，平头老百姓沾惹上王府，连自家亲戚都来落井下石，自是伤心气愤惊怒交集的。他略一思索，便不再提这事儿，而是饶有兴致地表示想看牡丹那个牌子。牡丹想到她到底是李元的亲姐姐，李姓的亲姑姑，看到那牌子多少心里都会不舒服，便有些尴尬地推脱到不知收到哪里去了。李满娘瞅着他笑，不知道，那么重要的东西，如果是我还得做个趁手点的，大一点的字一定要用朱砂来写才醒目。见牡丹面色古怪，遂不再追问，捏捏牡丹胳膊，赞道：不错嘛，这段时间结实了许多，看来中秋节后去打猎，你是能随行了。牡丹垂下头没有说话。李满娘看着他道：哟，这是连着我一起恨上了，再不和我来往了吗？牡丹忙道：没有，我只是不知到时有没有空。李满娘眼睛一瞪：没有空就抽空，你连举着牌子游街都敢去，死都不怕，还怕跟我一起去城外跑一趟？多认识几个人对你有坏处吗？何志忠道：丹娘想去就去吧。又别有意味地道：多跟着你表姨学点本事。生意人交游越广越好办事，牡丹交好的人越多，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办法也就越多，就越能保护自己，这是必须的。忽听一个婆子来报，外面来了一位姓白的夫人，说是丹娘的好朋友，特意来拜访丹娘的。姓白的夫人，自己可以称作是朋友的人中，姓白的除了白夫人还能有谁？牡丹惊喜地站起身来，和李满娘告了罪，急匆匆地出去迎接白夫人。白夫人捧着杯茶，正在来回打量何家中堂里的那座香山子，见牡丹出来，回头望着牡丹嫣然一笑，顺带认真细致地打量了一番牡丹，见牡丹脸上有笑，衣着也得体，便隐隐松了一口气，笑道：今日这身衣裙很不错，若是再涂点我送你的那个紫色假尖口脂，就更抬色，气色也会更娇艳。牡丹笑道：你今日也打扮得挺美的，可是有什么好事？白夫人此番打扮得不同以往，非常华丽，16红宝香花的八幅长裙，净藕色绫子宽袖披衫，金霓虹绫披帛倒也罢了，但发上戴的金丝花冠却是金碧辉煌，镶嵌了好几种宝石珠子，2道精心描绘的远山眉，唇上又涂了16红的假尖口脂，看着似比从前丰腴了一些，加上身上淡淡的木樨香，那种冷清的气质也淡了些。白夫人听见牡丹赞叹，便在她面前轻轻转了个圈。你觉得这样好吗？牡丹赞道：很好呀，特别是这花冠，尤其精致，雍容华贵，却又不落俗套。对了，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白夫人似笑非笑地道：你不便上我家的门，我只好来找你了。其实是我一位姑表妹临出嫁，要办一个赏花宴，就是几位相熟的长辈朋友姐妹，我想请你陪我一道去，不知你可否有空？这种时候去参加宴会。可是白夫人又兴冲冲地找上门来邀约自己，牡丹很是为难，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个时候不宜出门，便抱歉一笑：我只怕是要辜负你的好意了。白夫人伸手替牡丹理了理裙带，笑道：我和你客气，你还真就客气上了不行，今必须和我一起去。她顿了一顿，道：我本是不想去的，差不多就是为了你，我才决定去的。莫非他已经知情了？牡丹狐疑地看着白夫人，白夫人抿嘴一笑：你不够意思，这样大的事情不和我说，却要我从旁人口里知晓，实在是没意思极了。今日梦如人也会去，等到宴会结束，你就会感谢我了。他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牡丹心情激荡，握住他的手，笑道：我不告诉你，是因为觉着还能处理，不过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说来也奇怪，从看到何志忠平静的表情，他也就跟着平静下来，认为这件事一定能解决好。信心从何而来？来源于全家人的团结和爱护。白夫人犀利地道：你是怕找我帮忙就会让我生出误会，认为你和我交往就是为了请我帮忙的吧？你放心，这人和人交往本就是情投意合之余互相扶持，你若是总把门第高低放在心上，我觉得倒没意思了。是谁告诉你的？你怎么安排的这样快？弄个宴会什么的，不是要花上好几天功夫的吗？
牡丹微微一笑，并不反驳他的话。白夫人说这话，不过是因为她喜欢自己，愿意与自己交往，所以认为朋友之间相助是理所当然的。但若是自己一开始就抱着结交权贵的心情和目的去，白夫人还会这样想吗？不会的。白夫人笑道，自然有人告诉我就是了，人家也不是要你去谢。东道主不是我，操心的人也不是我，我只管将你带过去，自然有人在那里等着替你解决问题。牡丹越发狐疑，笑道，是什么贵人？说来我运气也真好，命里总有贵人相助。你还自称是我朋友，不和我说明白，让我不能去答谢人家，可不是叫我失礼吗？白夫人笑而不答，只道，衣服就不要换了，这套就很好，赶紧进去收拾一下头脸，戴点漂亮的首饰，上点脂粉，涂上口脂，记得要用我送你的那个紫色的，也莫要用香挠，用这个。宁撵玉递了一只像牙雕花小盒上来，亲手打开给牡丹看，里面是2只攒成鸽蛋大小的木樨花球，用了5彩丝线系在一处，新鲜可爱。白夫人将袖子退到腕后，露出自家带的2只花球来。今早天微亮，他们就去摘了木樨花来结的，戴在手腕上最好不过，香味浓淡也刚好合适。连我这个从来不喜欢这味的人都爱上了，你这年轻新鲜的正好试试。记得将梦如人送你的那串珠子一并带上，咱们稍后还他。牡丹让树儿接了花球，让宽儿去请薛氏来陪白夫人，自己入内禀过岑夫人，又与李满娘告了罪，自去收拾不提。少请。牡丹收拾妥当出来，白夫人眼前一亮，笑道，我仿佛又回到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了，也是这样的鲜活明亮。想来那人一定会喜欢你的。牡丹奇道，到底是谁夫人，你莫要卖关子了。白夫人笑道，叫我阿欣就好。走了。牡丹跟着白夫人出了宣平坊，拐了一个弯，直接就沿着大街往前走，到了崇业坊后，径直往浮云观而去。牡丹没想到竟然是去道观，便笑道，我听说这里面住着位公主女官的，就连买芍药牡丹之时也没能进去。难不成咱们今日竟是去她那里做客的吗？白夫人笑道，就是去她那里，不过这事儿也和她没多大关系，不过是有人借她的地方一用罢了。这些日子她那里的木樨开得极好，正是宴客的好地方。进的浮云观，立时就有年轻貌美的女道士迎上前来，将众人引入后馆。未到地头，但觉清风拂过，木樨特有的甜香味就扑鼻而来。牡丹深深吸了一口气，笑道，真香。引路的女道士笑道，客人进的里面更是舒服。说话间，转进了一条乱石铺就，道旁便直金贵的蜿蜒小道。路走到一半，前面隐隐约约传来女子欢快的调笑声，似是非常热闹。又前行了几步，就见一红一蓝2个女子在不远处大笑着互相追打过来。撵玉指着其中一位梳双环望仙髻，穿石榴红绫短如细同色巴弗罗裙，身姿丰腴，正掐着同伴的脖子猖狂大笑的女子道，夫人，那不是邱家的曼娘吗？她是主人，不在里面坐着陪客人，偏要跑出来和人追打，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性子。白夫人笑望着牡丹道，看看，都是一群野丫头，年龄也没比你小多少，正是自由自在天真烂漫的年纪，正好玩的时候。白夫人虽然在笑，牡丹却从她语气里听出了一丝怅惘。回想到她与潘荣夫妻2人之间那种古怪的相处模式，牡丹暗想，白夫人大概是不怎么快乐的。那2个女子已然发现了他们，欢天喜地地跑过来。邱曼娘一边好奇地打量牡丹，一边与白夫人行礼问好。新表姐，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白夫人替她把因为打闹散下来的碎发别在耳后，笑道，我自是要来的。闵王妃来了吗？还没呢，现下就是几个本家姐妹在。邱曼娘指着牡丹道，这位姐姐是谁啊？长得真好看，这身衣裙搭配的也挺漂亮的。白夫人显然没有和她认真介绍牡丹身份的意思，只淡淡地道，我的好朋友，姓何，小名牡丹，都叫她丹娘。邱曼娘微皱了眉头，轻轻咬着鲜红欲滴的唇瓣，显然在想这京中有什么姓何的人家。牡丹已然命顺儿将手里的锡盒递上去，笑道，没有经过您的邀请就来参加宴会，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奇楠香扇坠，做的还算精致，寓意也好，还请您不要嫌弃。邱曼娘见牡丹话说的客气，又见那锡盒精致，便微微一笑，亲手接过去，也不忌讳什么，当着众人的面就打开了。但见那锡盒却是2层，第一层里面放了少许蜂蜜，用以滋养香木，第2层满满一盒子奇楠香末中放着一只雕成蝙蝠灵芝样式的扇坠，果然做得非常精致，也很适合自己这个即将成亲的人用。邱曼娘立时就叫身边的侍女取出来给她换上，欢喜地道，
我太喜欢啦，当下连带着对牡丹也生出了好感，也没心思去追究牡丹的出身了，转而热情地指着身边那穿蓝衣的女伴介绍给白夫人和牡丹认识。这是秦家的阿兰，我们也是才认识没多久，可是彼此都喜欢得紧。秦阿兰落落大方地上前与白夫人好牡丹见礼，她生的肌肤如玉，长眉大眼，下巴有点方，身段玲珑，年方及笄，也是个美丽的女子，举止很是沉稳大方。扮相虽然较邱曼娘来说朴素了许多，却自有一段难掩的富贵风流气质。白夫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秦阿兰一眼，笑道：“你是太原秦氏的吧？”秦阿兰一笑，左边脸叶上露出一个浅浅的梨窝。正是，我在族中排行26，仙宁王妃是我的亲姐姐。牡丹闻言，不由多看了秦阿兰2眼，果然从她身上隐约找到了些宁王妃的影子。只不过宁王妃整体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温润，而秦阿兰为着那有点方的下巴的缘故，更多了一些坚毅。白夫人点了点头，缓缓道：“你是仙宁王妃的幼妹，你姐姐是个好人。”秦阿兰眼圈一红，垂手不语。邱曼娘见状，嚷嚷道：“新表姐，你又来引人家的伤心事，今日我最大，谁不许提伤心事？”只准笑边说边搂住秦阿兰的肩膀往前推，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望着牡丹笑：“和姐姐，你别拘束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白夫人抬了抬下巴：“你们去吧，不用管我们。”邱曼娘巴不得她这句话，搂着秦阿兰低声说了几句，二人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手牵着手飞快地跑远了。牡丹此时方有空问白夫人：“阿欣，你说的那位贵人是闵王妃吗？闵王是不是那位皇叔啊？”白夫人笑道：“你也知道闵王？那可正好了，难怪呢。”牡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闵王是那次在宁王庄子上看打马球时远远见着一面，只知道他是皇叔，其余统统都不知晓。白夫人拖长了声音道：“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牡丹见他一脸的促狭，撅着嘴轻轻掐了他的胳膊一把：“干什么呀，笑得这样坏？”白夫人笑了一回，道：“实话同你说了罢，有人请托了闵王妃替你出头。闵王妃不是世家女子，最爱替天下受了冤屈的女子伸冤出气。稍后她要是和你说什么奇怪的话，或是做了什么让你惊讶的事，你统统都不要惊讶，只管应承就是。”牡丹被他引得心痒难耐，揪着他的袖子不依：“到底是谁？你不说，我不放你。”白夫人笑：“你真的想不起来？你好好想想，这事乃是昨日才发生的。那么除了李家以外，你可曾遇到过什么熟悉的人，或是求过谁？”牡丹皱眉沉思片刻，猛然想起乌三当时那样严肃认真的和自己说，让自己无需担忧，这不过小事一桩，就和毛毛雨似的，用不着多少时候，他自然就停了。小事一桩，毛毛雨，用不着多少时候，因为偶遇雨和求救，就他于马蹄之下。宁王府庄子上的管事巡视，好心示警，热心帮忙，还有买石头，白夫人出面，潘荣与蒋长阳的关系，牡丹此刻几乎可以肯定那个人是谁了。白夫人看牡丹的神色，便知她已猜出是谁，便道：“的确是他。虽然他让我别和你说，可是我想我得给你提个醒，是谁帮你忙，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原因是什么，这个人情你还得起还不起，你总得心里有数才是。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次两次可以看作是因缘巧合，这个人古道热肠，可是如果3次4次反应还如此快，甚至请了闵王妃来帮忙，欠下的人情不能说特别大，但铁定也不会小。这远远超出了一般范围内的同情或者讲义气。”白夫人就是不提，牡丹也想到了，她沉默良久，道：“想来你也知道，他帮我忙不是1次2次了，我觉得他是个好人。”白夫人轻轻叹了口气，低声道：“我没说他是坏人，只是我总希望你小心一点才是，该问清楚的都问清楚，别这样糊里糊涂的。也不是说他会怎样你，可真到了人情大道还不起的那天，你怎么办？”白夫人这席话说到了牡丹的心坎上，她来了这里后，亲人间的关怀不少，天真如雪娘那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这样心理年龄差不多，能说上几句话，又肯真心为自己着想的朋友，却只有白夫人一个。她忍不住在路旁站定，轻声道：“我心里有许多事，平时总找不到人可以说，今日听你和我说这个，我倒是想趁机和你说一说。”白夫人道：“此时尚早，我们就暂时不进去，在这外面游一游，等会儿再进去。”女道士闻言笑道：“夫人，前面不远处有个亭子，周围风景不错，要不要去那里坐坐？”白夫人一言携了牡丹一道走下小道，岔入林中，行不多远，果然看到小小一个亭子。二人进了亭子并肩坐下，后赏了女道士，吩咐她自去，
撵玉就领了宽儿等其他侍从在外守候，不打扰二人说话不提。牡丹把蒋长阳所给过他的帮助都说给白夫人听了，道：端午节那次是非常偶然的，我很感激他，但当时不过觉得他侠义，其他并未多想。后来几次不大不小的相助，虽然不安，但也没有觉得特别突出，毕竟每一次事件中，他做的并不是特别过分热情。而且我遇到的人中，有能力且遇到旁人受困肯出手帮忙的人实在不少，例如说你，例如说康城长公主，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如此。换作是我，如果我能心里真的同情谁，我也会那样去做，并不是为了求回报或是抱了什么其他目的去。所以真的没有多想，还幻想着多培育几株好牡丹花送他，日子也还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还了这份情。可这次的事情确实让我有些惶恐，他太热心了些。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还不起他的情了。他在马蹄下救了他，答谢礼物要了牡丹花，送他头痛药，又言明可以给钱。宁王府庄子里管事刁难，他虽然示警并做出了一定的反应，但也并不是特别急，事情也是和家人自己解决了的。他过后才知道，买石头虽然便宜了自己，但也是他的朋友需要钱周转，而且也还另有所托。只有这次的事情，他不声不响就迅速解决了，快到他完全想不到，已经与前几次那样的帮忙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确是还不起这越来越重的人情，尤其是在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为什么要帮他的情况下。想到此，牡丹有些烦躁起来，他是有些不识好歹了。按理危难之时能得到别人伸手援助，他应该很高兴很感激才是。可是假如蒋长阳出手之前事先问过他的意思，他大概是不到迫不得已之时不会把主意打到他头上去的。人总是这样的，有事先求身边亲近之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求外人，开口求人是一件很难的事，他也是这样的心思。可他不声不响就办妥了，难道他真的要去问他什么心思吗？去问，万一人家根本没什么其他心思，就是单纯的想行侠仗义，他贸贸然的开了口，徒惹笑话，还有可能会失去一个本可以真心交好的朋友。可不去问，这样继续下去，他会憋到难受死。人情一次大过一次，特别是他刚刚经过了这样的事情，他再不可能如同从前那样与他坦然相处，还可笑的以为送几颗好牡丹就可以还了这份人情。白夫人沉思良久，很慎重地认为，在不知道蒋长阳到底什么心思之前，他是不该引着牡丹往那方面去想，万一那他岂不是好心做了件坏事？便斟字酌句地道：也许是我们想多了，你也不要看得太严重。我猜他也许是同情你。他的母亲是从前的朱国公夫人，因为一些事情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与朱国公和离了，当时闹得有点大，他想尽了办法才能带他离开。听说母子二人离开朱国公府后经历非常坎坷，大约他是看到你遇到这些事情心有戚戚，感同身受，才帮你的也不一定。牡丹笑道：也许是的，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已经到了现在，我也得成情，过后我总要去谢他，该问的还是要问清楚。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就是惊弓之鸟，也许他是刚刚经过了宁王府这件事，所以也用那样的心思去猜测蒋长阳了。白夫人叹了口气，轻轻抚抚牡丹的肩膀：假如以后有需要，记得要和我说，一定要说，也别怕给我添麻烦。我若是不能，那便是不能，自然不会勉强，但大多数时候多个人多条路是一定的。朋友间的亲疏远近，其实很多时候也体现在这上面。假如是很亲密的朋友，一般有事第一个就会想到，也便于开口，关系越远，越是不到迫不得已不会想到并求到。牡丹认真的点头：我知道了，你也是，兴许我帮不了你什么大忙，但是听你说说话，陪你散散心什么的，还是可以的。白夫人失笑：傻丫头，最难得就是后面这个了。走吧，该进去了。如同这个时候大多数人爱好一样，今日这个赏花宴也是在室外。在小径的尽头，专门留有一块相对来说比较空旷宽敞的空地，设了屏障，居中摆放了一张长而宽的大桌子，桌上摆了梨、石榴、栗子、胡桃、葡萄等果品，又有酒水若干、奶油酥山等物。桌旁顺次放着精雕细刻又用华美的彩穗装饰过的月牙凳。几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正一边谈笑一边拿了桌上的东西吃，看到白夫人与牡丹进来，姐姐妹妹的乱叫一气，笑着闹了一回，都问牡丹是谁。这回白夫人的回答又与先前略有不同，倒是我的好朋友，有次机会巧合被闵王妃瞧见了，闵王妃很是喜欢，今日特意叫我把她带了来玩。那几个女子闻言便都不约而同的不再追问牡丹的身份，亲亲热热的叫了丹娘，拿东西给她吃，看着倒是个个都热情的很似的。没有多少时候，先前引路的女道士引了5、6个女子过来，
当先那个穿向牙白素绫披袍，发髻上插着白菊花，神情端庄，唇角含了浅笑的，正是那孟如人。众人见了他，也还是如同刚才看到白夫人与牡丹时一样，热热闹闹的打招呼，并没有特别和孟如人行礼问候，也没有特别给他让位子，还是如同先前一样乱坐。孟如人心里有些不高兴，但想着这些世家女子，个个没出嫁之前都是如此倨傲，自己这个亲王五品如人，自然是不被他们看中的，便也忍了。可一眼看到对面白夫人身边的牡丹，就不由大吃了一惊，几疑自己眼花看错了，便以目示意身边的侍女丽娘，叫她看看是不是牡丹。牡丹见孟如人主仆二人都盯着自己看，表情狐疑，便坦然地望着他们一笑。这一笑，笑得孟如人直皱眉头。经过4只眼睛鉴定，对面的人果然长得和那何家的女儿一模一样，可他怎会在这里出现？还这样闲适地坐在了自己的对面。崔氏昨日不是按着自己的吩咐去何家办那件事了吗？到底是办妥了还是没办妥？自己一大早就急着出门，也没等到崔氏来回话不对劲，何家只是商人，这何丹娘就算是从前嫁过刘尚书之子，但那毕竟是从前，而且有清华郡主在那里搁着，她怎能混入这样的地方？这些眼高于顶的世家女子竟然容许她跟着他们同坐一桌。孟如人越发认为自己是看错了，琢磨了半晌，便也望着牡丹微微一笑，试探地叫道：何妹妹，你妹个头！牡丹恨得咬牙，仍脸认为李笑嘻嘻地道：如人抬举了，小女子实不敢当。果然是她。孟如人惊得捏紧了帕子往后一仰，随即又恢复了正常，娇笑连连：果然是你，我刚才看到唬了我一跳，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可我看着实在是很像，心想这天底下哪里有这么相像的人，便壮着胆子一问，果然是你。牡丹笑道：正是我，我刚才看到如人进来，也以为自己看错了，原来没错。孟如人听了他这句话，又看他与从前迥然不同的态度，心里非常不舒服，便道：我便是我，怎会看错到是你？你怎会在这里？实在让我惊奇。邱曼娘的一个堂妹笑道：你无需惊奇，她是闵王妃的客人，白姐姐的好朋友，出现在这里再正常不过了。事先并不曾从崔氏那里听说她还有这样的人情交际。孟如人骤然捏紧了帕子，震惊不已，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白夫人倒也罢了，再是白氏的嫡女，也不过一个侯爷世子的儿媳妇，夫君又是个纨绔子弟，没什么出息，不足为虑。倒是闵王妃难缠得很，和牡丹怎会认识闵王妃的？好吧，认识白夫人和闵王妃都算不得什么稀罕事，稀罕的是她才刚吩咐崔氏去做那件事，这么凑巧的和牡丹就出现在这里。到底昨日崔氏有没有去过何家？何家和这女子的态度又是什么？她出现在这里与那件事有没有关系？孟如人盯紧了牡丹的眼睛，笑道：真是凑巧，那次别后，我一直挂念妹妹好人才，还以为不知要什么时候才又能见面了呢，一直非常遗憾。那现在不遗憾了吧？突然有人打断了孟如人的话，随着这声音传来，不远处7、8个人簇拥着一个年过半百、又胖又白的妇人走了过来。那妇人披着紫色绫披袍，内着黄色巴弗罗裙，脚下一双奢华到了极致的高头草履，峨眉长目，笑得犹如太阳花。牡丹猜着，这大概便是那闵王妃了，这样的身姿与那胖胖的闵王果然是一对。果然众人皆起身与那妇人行礼问好，簇拥了她做了上手，又叫人去将邱曼娘和秦阿兰找回来。牡丹有些紧张，白夫人撒了谎，说她是闵王妃的客人，深得闵王妃喜欢，如今正主儿到了，却不认得她是谁，那可不是当众出洋相了吗？正想着，白夫人已然笑道：王妃，人我已是给您带来了，任务完成，您可有奖赏？边说边拉了牡丹一把，示意牡丹跟他一道往闵王妃身边去单独行礼问好。你们听听，这丫头难道就不是他好朋友了吗？他带了他的朋友来玩，难道不是人情？难道不应该？现在却要向我讨人情？也罢，这人都是贪心的，更何况你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崽子。好吧，你想要什么？说出来。闵王妃半是嗔怪，半是宠溺的一笑，待牡丹行了礼，亲手将她扶起来，命她在身边坐下，上下打量了一番，道：过段时候不见，人才越来越好了。说的就和真的似的。牡丹抿嘴一笑，并不言语，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闵王妃也不要她回答，只自顾自地在那里说话，和周围人夸牡丹如何能干，如何聪明，如何有志气，听得牡丹汗颜。其他人很给闵王妃面子，也在一旁跟着瞎起哄。刚回来的邱曼娘也在一旁娇滴滴地道：正是呢，这位和姐姐最合我眼缘了，下次我还要请她来玩。白夫人只是笑，孟如人听着倒是越来越不是滋味儿。不知是不是心里有鬼的缘故，
他觉着闵王妃说人都是贪心的，仿佛是专门指他一般。他是个阴谋论者，以己推人，越想越觉得今日这场花宴不同寻常，似是针对他来的。低头想了一想，便往闵王妃身边凑。闵王妃夸完了牡丹，又将其余的女孩子一一夸赞过来。孟如人挤到她跟前的时候，她正好在夸秦阿兰，比之夸牡丹不遑多让，夸得秦阿兰脸红耳赤。闵王妃笑道：你害羞什么？你姐姐的风姿品性在宗室中是有目共睹的，更是广受赞誉。圣上和皇后经常说，王妃们就该像她那样谦和心善大度正派才是。同是一家人教出来的女儿，你能差到哪里去？我看你半点不比你姐姐差，我的称赞你当之无愧。孟如人猛然呆住，拿秦阿兰与先王妃相提并论，还是出自于与皇后娘娘关系向来很好的闵王妃之口，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想续亲吗？他看着脸红红的秦阿兰，心里充满了愤恨。凭什么？就因为他们姓秦，是武姓女，她什么地方比他们差？正自愤恨间，闵王妃已然看到了他，招手叫他过去。你过来，我正有事要和你说。孟如人脸上堆满了笑，笑盈盈地走过去，盈盈行了一礼，讨好地说了几句吉祥话。闵王妃是上了年纪的人，听到这些吉祥话自然是非常喜欢，听得咪咪笑，不住点头。你有心了，说话嘴巴还是这么甜，这么讨人喜欢。然后伸手将立在一旁的邱曼娘赶开。你不是说准备了好琵琶手吗？还不赶紧的叫人出来奏着。你这个主人倒比我们还闲事。起去，让你孟姐姐坐。孟如人得以挨着闵王妃坐下来，却见另一边坐着牡丹，不由心里生出一丝怪异感来。只听闵王妃笑道：我前些日子和皇后娘娘闲聊，说起宁王妃刚薨，府里没个能干且放心的人撑着，宁王又接了那样紧要的差事，皇后娘娘很是担忧，奈何鞭长莫及。一说就说到了你孟如人一心想升官，又惊现竞争者，骤然听得顶头上司提到了自己，自是打起12分精神，调动了全身细胞，捕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正等着下文呢，闵王妃却突然不往下说了，转而让牡丹给她剥个石榴来，右手把手递教牡丹怎样选皮薄大粒子还小的石榴。孟如人听到关键处骤然被打断，心里犹如7、8只小手在抓啊挠的，难过的要死。忍了几时忍，实在忍不住了，便旁敲侧击地道：妾身许久没有觐见皇后娘娘了，娘娘凤体安康。闵王妃猛然回神，笑道：哎呦，我真是老了。是这样的，娘娘说宁王如今要操劳政事，没空管府里的事。如今宁王府中位分最高的人就是你，你要向先王妃学，把府里的事情处置妥当，切记不可出现任何有损王府声誉的事情。下面的奴才们该管好的要管好，府里的姬妾们也要拘谨了，若是有那没眼色、不懂事、不安分、敢乱来的，不拘是谁，一并重重的罚。若是祥位分不够，那便赶出去，若是还不够，那该怎么问罪就怎么问罪。你听明白了吗？妾身听明白了。孟如人一僵硬的咧咧嘴，偷眼去看牡丹，但见牡丹捧着个银盘子，正垂了眼认真的剥石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闵王妃重重地拍了拍孟如人的肩头，笑道：你是个聪明人，听明白了就好。孟如人身娇肉贵的，被他拍得龇牙咧嘴，还不敢喊痛，呲着牙陪笑。闵王妃叹道：看看我又下重手了，到底是种过地刨过土克拉的人，这蛮力气就是大。我是不担心你不懂事的，听说你平日里待人就很好，比如说我这位小朋友，你一见面不就送了他一串珠子吗？听说那串珠子很值钱，很了不起呀。孟如人全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斗鸡似的瞪着牡丹，这小贱人果然是告状告到闵王妃这里来了，难怪的闵王妃和他说这些含沙射影的话。他咬牙切齿地道：王妃说笑了，什么值钱的珠子啊，不过就是一串小玩意儿而已，平时拿着玩还可以，上不得台面的。正如这和牡丹一样，平时玩玩还可，上不得台面的。闵王妃突然翻了脸，厉声道：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你也敢拿了诓人，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孟如人吓得立时从月牙凳上站起来，垂了手低着头，不安的小声道：王妃息怒，妾身做错了什么？闵王妃也不管其他人是什么神情，只将手伸到牡丹跟前，牡丹会意，立刻拿了那串珠子出来，放在她掌心里。闵王妃将那珠子砸到孟如人脸上去，高声道：人最紧要的是正派，歪门邪道的东西少来多少事情，就是坏在你这起眼皮子浅，愚蠢没见识的东西，手里一串珠子就敢算计了我的小朋友去，你好大的胆子。孟如人当众受辱，气得一张脸惨白，浑身发抖，不但恨牡丹，心里更恨的是崔夫人，
恨不得把崔夫人戳上几10个透明窟窿。这崔氏不但不和他说实话，昨日去了何家后，出了什么事也不肯来和他说一声，他要有个准备，今日也不至于当众受这奇耻大辱。冯王妃看到孟如人的样子，微微冷笑：怎么，你不服气？觉得我说错了，管错了，不该教训你？在座众人多数都是知道冯王妃脾气的，冯王妃是个争议比较大的人，她出身不高贵，正如同她自己所说的，她是个农家女，可是她不但将冯王迷得晕头转向，想方设法将她立了正妃，而且在她大闹过几次之后，亲王府里按着当有的正5品如人2人，正6品腾10人，一个都没剩。早年冯王不得势，他却并不低调，以脾气暴躁、不留情面、爱管闲事、爱替人出头闻名，经常得罪人，弄得冯王很为难。可是祸福难料，就因为这样，夫妻2人反而没有卷入城位之争中。事到如今，冯王成了当今圣上唯一的皇叔，还很得敬重。现在他辈分这么老，又是这个的理不饶人的脾气，就是皇帝也会让他几分。那么他抓住理由并发作一个孙儿辈的皇子的小妾，实在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更何况他站着正理，行事比人强。孟如人的神色瞬息变了几遍，深吸一口气，将愤恨不平全都收下去，委曲求全地道：王妃教训的是能得到您的训导，那是妾身3生修来的福分，求也求不来的。妾身实是一时糊涂，中间有误会，所以才做下糊涂事，幸亏没有酿成大错，还请王妃给妾身一个机会，让妾身向何妹妹赔礼道歉。言罢向冯王妃深施一礼。冯王妃对孟如人这样的反应早在预料之中，并没有丝毫意外之色，长叹一口气，慢慢敛了怒容，淡淡地道：罢了，我原也不想多管闲事讨人厌，但这小朋友，我实是舍不得他受一点委屈，既是误会，你赔个礼，那便罢了，以后你可不许再犯同样的错，不然我不饶你。这话落在孟如人耳朵里，就是冯王妃警告他不许再打牡丹的任何主意。人就是这样奇怪，之前如果冯王妃顾着他的面子，好好和他说，他兴许还会以为不过就是情面上的事，敷衍2句就算了。可如果冯王妃勃然大怒，当众发难，他反而会认为牡丹在冯王妃的心目中分量果然不一样，再要做什么事，便要三思而后行。孟如人心思转了几转，含笑道：以后再不敢的，和妹妹就和我亲妹妹一样，谁要敢对不起她，我也不饶她。言罢上前执了牡丹的手，亲亲热热地道：和妹妹，请你原谅我的不是，别和我一般见识牡丹暗想，事到如今已是结上了仇，看孟如人这样，只怕是恨透了他。不过要想不得罪孟如人，除非他听从孟如人任意拿捏，否则都是迟早的。既然如此，又管他早晚呢？便也与他互相行了一礼，表面上算是将此事接过。邱曼娘等人看了半天戏，只晓得孟如人招惹欺负了牡丹，其他就一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见2人和好，便都凑过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孟如人哪里有脸说出来，只笑不语。牡丹自然也不会傻乎乎地讲出来，说孟如人想将她弄去给宁王做姬妾讨好宁王，故而也只是推脱，就是一个小误会，不提了。白夫人微微一笑，扯那些做什么？该干嘛就干嘛。一时琵琶声响起，貌美的少女出来跳舞，又有那位公主女官领了几个善诗的女官来凑热闹，一时之间花香月明，酒酣诗出，先前的不愉快仿佛从来就不存在。孟如人的忍耐功夫极佳，一直忍到最后席散，方才起身依依不舍地与众人别去。因为冯王妃从始至终就没有走的样子，白夫人便领了牡丹留在最后，待到所有人都去得差不多了，牡丹这才上前与冯王妃行礼道谢。冯王妃摸了摸牡丹手心里的细茧，道：听说你母亲家也是家财万贯，奴仆成群，不愁吃穿，你家里人就舍得你吃这苦头吗？不想做妾，那就好好找个人嫁了不好吗？牡丹笑道：舍不得，但我不想闲着，他们便也有我了。那个人不是那么好找的。冯王妃不置可否，松了他的手，严肃地道：我听说你本想游街喊冤，还要撞死在宁王府前，难道你不知这样对宁王府来说，很可能就是小事一桩，人家还要说你小题大做？你可知道这天下间这样的人和事有多少？牡丹沉默片刻，道：我知道。他知道在某些人的眼里，他这样的小人物就是地上的泥，微不足道，但小人物也该有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尊严并没有任何应当质疑的地方。冯王妃挑了挑眉：你知道你可能白死，你还要做？牡丹不想也觉得没必要和冯王妃说什么尊严之类的话，只轻轻道：不到万不得已，我自然不会走那一步，但假如真的到了那一步，众口悠悠，总有人知道真相。冯王妃微微一笑：
你不用死了，你很幸运。孟如人以后再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了，我想过了这次之后，这种事也应当再不会发生了。先前当众说算了，不过是给宁王府面子，但这事儿是必须让宁王知道的，这都是托了王妃的福。白夫人上前给焚王妃行礼，含笑道：王妃，以后您那里办宴席，我可以带她来吗？焚王妃扫了牡丹一眼，自然可以，就算是不办宴席，你也可以带她来玩。白夫人喜不自禁，见牡丹还是静静站在一旁，并不见特别欢喜，不由着急地拉了她一把。牡丹还不知道她得到了什么，可以自由出入焚王府，意味着她将是焚王妃的座上客，这给她带来的好处不是一般的。不光光是孟如人这样的人再不敢随意欺负她，就是她一心要做的牡丹花生意也会得到很大的便利。这个时候的牡丹并没有表现出生意人的精明，而是呆呆地想，再见到蒋长阳她该怎么说。被白夫人这一拉，她才回过神来，对着焚王妃行了一礼，多谢王妃。焚王妃看到她这有点发傻的样子，反而笑了，罢了，我也是受人之托中人之事，去吧。出了浮云观，牡丹叫淑儿先回去报信，你先回去报信，让家里不要担心，看看李夫人可还在，说与她知晓，若是她已经回家了，便使人去说一声，我稍后再回来。白夫人笑道，我看你这样子，似乎也不打算陪我去哪里的，要不然你是要我陪你去取江池芙蓉园？牡丹笑道，假如你有空的话。白夫人叹道，送佛送到西，我陪你去就是。牡丹与他相视一笑，一同行往取江池。一路上白夫人详细和牡丹说起焚王妃的事情，末了忍不住长叹一声，有那看不惯他的人，总爱背地里嘲笑他，说他一切都是靠着焚王得来的，我却不这样认为，能得到焚王如此信赖还不够吗？他能靠谁？还不是靠他自己。更何况那么多人，只有他夫妻二人全身而退，这又说明了什么？我这生最羡慕最佩服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他，一个就是蒋大郎的母亲王夫人。牡丹忍不住看了白夫人一眼，这两个人，一个得到丈夫全部的爱和信任，一个以决绝的姿态弃了身居高位的丈夫，都是酣畅淋漓的人。白夫人抚了抚脸，轻轻一笑，只有无法酣畅淋漓的人才会羡慕酣畅淋漓的人。她明媚地看着牡丹，希望你也能酣畅淋漓。牡丹认真道，我会的。待得到了蒋长阳家，撵玉上前叩门，说了来意。不多时，乌三急急忙忙地赶出来，满脸喜色，也不知道乐个什么。稀客，稀客，快里面请，公子马上就过来。白夫人见牡丹神色凝重的样子，轻轻扯扯她的袖子，低笑道，莫怕，我这个泄密的都不怕，你还怕什么？牡丹闻言也笑了，抬眼看着一旁不时偷瞟自己的乌三道，乌管事，多谢你了，事情都解决好了。乌三笑得眯缝了眼睛，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又恍觉失言，闭紧了嘴，只是笑。牡丹从前看他搞怪，只觉得他有趣，此时见他这样子，一种怪异的感觉油然而生，便扯了扯嘴角，低头不语。乌三将他二人迎入厅堂，命人奉茶，才刚捧起茶瓯，蒋长阳就进来了，神色自若地和白夫人、牡丹打了招呼，大约是已经猜到事谢，便也没有故意隐瞒，直截了当地道，你们才从浮云观过来，事情如何？白夫人抢先笑道，焚王妃威风不减当年，孟如人收回了珠子赔礼道了歉，想来以后再不会了。我这是来负荆请罪的，他一定要来答谢元首之人，我心软，就忍不住说了。蒋长阳垂下眼一笑，这就好。也不知道是说焚王妃解决了事情好，还是说白夫人把他帮了牡丹的事情说给牡丹知道好。白夫人又略坐了坐，低声请了个婢女带路，倒是要去方便，任由牡丹与蒋长阳说话。牡丹起身对蒋长阳扶了一扶，多次蒙你相助，不知该何以为报，我心里很是惶恐。蒋长阳沉默片刻，道，其实你无需放在心上，也不要觉得有什么负担，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不要你回报。见牡丹满脸的犹疑，他笑了一笑，我的母亲早年很不幸，我们母子在危难困窘之时，曾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母亲常和我说，欠了别人的情要还，即便是不能还同样一个人，也可以还到别人的身上去。遇上了，我就做了。比如你，比如说袁十九，都是朋友，是我认为值得帮助的人。把他和袁十九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都当是他的朋友。牡丹一时找不到可说的，顿时觉得自己先前那想法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又或者是自作多情了。沉默良久，笑道，我听说了一点点令堂的事情，听说他很了不起。见他说起这个，蒋长阳暗暗松了一大口气，脸上的笑容也稍微自然了些，
很是自豪地笑道：那是当然，我母亲的确很了不起，她敢独自领我穿过万里江山，观海踏沙，赚了钱的时候带我一掷千金吃美味珍馐，没钱的时候也能把野菜做成美味。蒋长阳的表情格外柔和，仿佛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中，舌头还忍不住轻轻舔了舔嘴唇，仿佛那美味还在他嘴里盘桓不去。牡丹看到他那沉迷的样子，好奇地道：真有这么好吃？赚了钱的时候，莫非王夫人也曾做生意来着？蒋长阳扶了扶额头，轻轻一笑：假的，是我有点夸张了，可能别人不会觉得有多好吃，说不定还会嫌它太过腥味，不过在我记忆之中，饿极了的时候，山溪里捕来的小野鱼和野菜熬了汤，再放一点点盐，的确是极其难得的美味。牡丹忍不住道：听来很好，但其中的艰险一定超出常人的想象。蒋长阳道：是呀，小时候我也哭过怨过来着，不过长大以后再回想起来，确实很好，最少我这辈子就算是身无分文，或是什么吃的都不给我，就这样把我丢在山林里，也饿不死我。他的表情很好，又柔和，又充满了强烈的自信。牡丹觉得他都被他的情绪给感染了，他试探着轻声道：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当然，如果你不想说可以不说的，我只是有点好奇。白夫人说她此生最羡慕最佩服的人之一就是令堂。蒋长阳抬眼看着牡丹，平静地道：假如你感兴趣，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想来你也知道了，我母亲她曾经是朱国公夫人，后来圣上又另外给朱国公赐了一位夫人，二人并敌，都是国夫人。朱国公受了，我母亲不受，提出和离。朱国公不许，圣上也不许，就是我舅家也不许，所有人都反对，可他到底是做到了。他顿了顿，看向牡丹，眼神很柔和，这个情况有点像你从前。牡丹微微一笑：是有点像，不过他比我强多了，也不容易得多。人家曾经是夫妻感情甚笃，突然出现了强势的第三者插足，王夫人走的时候约莫是哀莫大于心死的，而他呢，走的时候只有开心和鼓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可是人家王夫人走得潇洒，活得潇洒，还把儿子培养成才，培养出来的还不是复仇天使，而是个正常人，这很不错。蒋长阳笑道：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我母亲她说话间，乌三进来伏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紧接着白夫人也走了进来，见状问道：程峰，你可是有事？蒋长阳为难地道：有点事情必须马上处理。牡丹赶紧起身：没关系，你忙。蒋长阳笑道：我送你们出去。却又望着牡丹道：假如你方便，我斗胆请你帮我接一颗神样锦，明年可以给家母庆生，价钱方面好商量，不知你方便不方便？牡丹一呆，鸡啄米似的点头：方便。至于价钱吗，就不必提了。蒋长阳也没再多讲价钱的事情，只道：不知是在你那里接，还是将我这些牡丹花接，那样最妥当？牡丹道：要接的花木要提前处理过，过后也要精心管理，你这里的不合适。等过了中秋节后，我会先请你去我庄子里，你自己挑几个品种我再接。蒋长阳微微一笑，目送牡丹和白夫人出了门，转身正要吩咐乌三做事，但见乌三贼眉鼠眼地望着自己，不由微恼：你看着我做什么？乌三谄媚的道：小人是替公子高兴，恭喜公子可以有一株活生生的神样锦献给夫人尽孝，得来多不容易呀。其实何家小娘子这个人，您帮了她以后，还是得随时这样问她要点谢礼才好，不然下次就不会要您帮了。您到时候选花一定得多选点好的才是，让她多花点心思，多花点时候，不然不值得。我倒是希望她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的事情需要我帮。什么值得值不得，乱说什么。蒋长阳狠狠瞪了乌三一眼，随即又忍不住笑了，转身进屋去见另一波客人不提。这一天他的心情很好。牡丹与白夫人别过，回到宣平房，还未到家门，就看到张五郎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他赶紧下了马，和张五郎行礼问好。张五郎还了礼，道：我今早去府上打听消息，听说丹娘妹妹与朋友出去解决事情了，不知事情办得可妥当。牡丹笑道：谢张五哥挂怀，很顺利，应该是没事了。张五郎孩子似的笑起来，一双豹眼眯成一条缝。太好了，恭喜丹娘妹妹。牡丹道：张五哥既然来了，便请家里去坐，我爹大概在家，正好可以陪您喝一杯。张五郎却只是摆手：不必麻烦，我就是来问问，知道好就好了，我还有几只斗鸡要料理，大伙儿等着呢。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牡丹回家将事情经过与何志忠、岑夫人等人详细报备过，说到又是蒋长阳帮的忙，
何志忠与岑夫人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里看到了疑虑和不安。何志忠经过一整夜的深思熟虑，决定还是亲自去拜谢蒋长阳，毕竟这么大的事情，他这个家长不去登门拜谢，实在是不合情理。更何况他过了节后就要领着大郎出海，有些事情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才行。可连接去了2次都扑了个空，门房说蒋长阳出去办事了，只怕要过完中秋节才会回来。何志忠怀疑蒋长阳是故意避着他，便去找牡丹旁敲侧击地问。牡丹正谋划着中秋节后要将那株紫斑牡丹移栽到方圆去，听到何志忠的话，不在意道：过了中秋，我便要去庄子住段时间，一来照料那些花，二来也要顺便帮他接棵花，到时候要请他过去挑选品种的。如果爹爹要谢他，不妨跟了女儿一起去。你好久没去过方圆了，如今已经初具规模，等你和哥哥们从海上归来，就再也看不到如今这景象了。何志忠闻言笑道：你确定到时候他会去？牡丹奇怪地道：他说过的话还没有不算数的，这花是他定了给他做寿的，事关紧要，他自然不会不去。何志忠道：丹娘，你是怎么看这事儿的？牡丹沉默良久道：他说他把我当成和袁十九一样的，都是他的朋友，又说我遇到的事情有点像他。何志忠皱眉道：你也这样认为？牡丹抿抿唇：不然我该怎么认为啊？现在他又没做什么失礼的事情，已经成了情，退也退不回去。总之我会小心的。那天时机也不对，有些话不好说得太直接，反正我是说了我无以为报的。何志忠失笑：你这个傻丫头。牡丹睁大眼睛看着何志忠：我不傻，我只是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蒋长阳现在看来很正常，他如果总是纠结，反而是他比较不正常，装傻 X 较好。何志忠叹息：如果你是怎么个想法？牡丹垂下头，认真地道：暂时没有如果。爹爹您放心，女儿知道分寸。蒋长阳很不错，再有那样洒脱的母亲，也无法摆脱他是诸国公嫡长子的身份，他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他不是他需要的，做不到他想要的，便是浮云。在没有确定之前，他非常清楚应该怎么做。眨眼间，中秋节到来。在世人眼里，中秋节的意义非常重大，指今年中秋是阴天，无月可赏，更无月可拜，和家人只好坐在厅堂里分吃了一顿用桂圆、莲子、藕粉精心调制而成的丸月羹，然后在厅堂里坐着说了一回话，便散了。第二日一早，何志忠才要出门，就听人说有位姓蒋的公子来访。蒋长阳还是第一次跨进何的大门，何家如同他想象中的一样，也和他从前去过的、喜欢的许多人家一样，跨进大门就能感受到浓软温馨的生活气息。被扫得干干净净的庭院，已是中秋仍然生机勃发的花木，被小孩摸得油亮的廊柱，有些老旧的家具，下人脸上诚恳快乐的笑容，一切都让人感受到一种由衷的舒服和自在。完全不似他最近出没的一些公卿人家，庭院比这样大上10几20倍，奴仆遍着绮罗，朱漆生辉，奇花异木不少，却只能给人以冷硬的感觉。轻松、愉快、温馨、自在，这更符合他想象中应当生活的地方。蒋长阳很喜欢这种感觉。何志忠在一旁不露声色地打量蒋长阳，他从这个年轻人的眼里看到了快乐和欢喜。虽然不知道蒋长阳为什么快乐欢喜，但从客人眼里看到这样的情绪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这意味着客人接下来的交谈将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入了中堂，分宾主坐下，寒暄过后，蒋长阳认真道：小侄听说世伯曾2次造访寒舍，不知是为了何事？果然是因为自己曾经去找过他2次的缘故，这不是个骄傲的人，很懂礼节。何志忠捋着胡笑道：让蒋公跑这一趟很不好意思，无他，就是专程登门拜谢您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上次的情分还没有机会回报，如今却又欠下了，实在惶恐。丹娘是我的心肝宝贝，比我的眼珠还要宝贵。我左思右想，不知该怎么回报您才好，还请您说出来吧，只要我能到的，定然不会推脱。蒋长阳早有准备，微微一笑：世伯无需客气，请直呼小侄表字成风即可。他顿了顿，低声道：我并不是求回报，原因我已经和令爱说过了，只是为了心里舒坦。伯父做生意，见过的人情世故比我多，在京中也多有人侠之名，想来历年欠下您人情的人也不少，难道您都是为了求回报的吗？还真是滴水不漏呢。何志忠眼珠转了转，笑道：实不相瞒，有些人我还真是为了求回报的。边说边打量蒋长阳的神色，但见蒋长阳面不改色，一副洗耳恭听的样，何志忠暗叹了一声，继续往下说：我就是做生意的人啊，要想生意兴旺，除了信誉第一之外，还得人脉。
有些人我是特意去结交的，也是特意施恩的，因为我知道，说不定有一天我就会求上他。还有就是为了换取他手中的某些东西。蒋长阳略带狡猾的一笑，不敢有瞒世伯，这种事情我也会做的，人之常情。但在利益之外，还有真心和仁义，不是？不然这关系也不可能长久了。关键时刻也找不到可以真心付的人。何志忠缓缓道：你说的没错，以利相交是下乘，以真心真情相交才是上乘。用情与用力，关键时刻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须知，你可以算计别人，别人同样也可以算计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算计。蒋长阳暗叹了一口气，抬眼直视何志忠，很严肃很认真地道：我的朋友不多，但个个都说我很讲义气，值得一交。至今在大事上，我从不曾让我的朋友失望过。当然，他的朋友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做的。何志忠明白谈话只能到此了，便哈哈一笑：少年出英豪，程峰你很不错，欢迎你以后经常来家里坐，我其他本事没有，喝酒下棋还能行。蒋长阳眼睛一亮：下棋吗？何志忠笑道：勉强拿得出手，不然怎么做人雅士的生意呢？我总不能叫他们开口就说那个全身铜臭气的姓何的人，而是要记着我上次输给那个姓何的，我不服，得寻个机会找回场来才行。这样一来二去，铜臭味就淡了，然后不知不觉他的钱就跑到我荷包里来了。很聪明的老人。蒋长阳忍不住哈哈大笑，眼睛亮亮地道：以后小侄少不得要向伯父讨教棋艺。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就要了解他的棋风。虽然说不见得就能分地看出来，但多少总能看出个大概。这是何志忠多年以来的心得体会，他也眼睛亮亮的打蛇随杆上。择日不如撞日，程峰你若是有空，不如现在就来。蒋长阳微微踌躇，却也有些跃跃欲试。听说你很忙？何志忠笑眯眯地道：不管再忙，招待客人的时间也是有的，就不知道你忙不忙了。蒋长阳含笑道：我不忙。何志忠领着他去了自己的书房。蒋长阳不露痕迹地打量了一番，但见沿墙一溜书架上摆满了书，不是新书，而是旧书。靠桌最近的地方有几本特别旧，可见是主人经常翻阅的。这些书并不是装饰，而是真的有人在读。何志忠一直在默默观察他，见他看向书架，便笑道：我家的书不多，而且还是杂书比较多，丹娘从小到大都喜欢溜到这里面来躲着看书。有时候又没和身边的人说，弄得大家到处找他，为此没少挨他母亲骂。蒋长阳微微一笑，着重看了看那几本特别旧的书，却是几本游记传奇类的书，倒是比较符合牡丹纳性。何志忠已然将棋捧了出来，却是一副用墨玉与羊脂玉分别琢成的棋。蒋长阳将那棋握在手中，但绝润则致密，色则纯净，不由大爱，爱不释手的看了又看，毫不掩饰喜爱之情。世伯好福气，这副棋恐怕花了许多时候才找齐的料吧。何志忠微微一笑：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这棋也是有灵性的，你既然爱棋，那我便送你如何？蒋长阳沉默片刻，竟然应了何志忠，显得特别开心，道：先借用他一回。二人一直从早上下到了午间，期间没有人出过书房一步。牡丹几次去打，都是看到两个皱眉沉思的样，便只命人送了茶汤和糕点进去，又叫厨房备下吃食，专等他二人下完棋后即刻送上。牡丹退回正寝，岑夫人笑道：如何？牡丹摇头道：一直在下棋，就没出来过，送去的糕点没动，我命厨房备了馄饨，只等他们下完就送上去。岑夫人道：还棋逢对手吗？边说边看着牡丹道：我是没想到他会亲自上门来。牡丹低了头：我也没想到，不过也正常。假如真的把他当朋友看，朋友的父亲上门寻找自己2次，回来后去问一声，打声招呼也是正常并且应该的。只不过呢，这古人之间男女朋友真的那么好做吗？岑夫人握了牡丹的手，轻声道：你是打算什么时候去庄里住？让英娘和荣娘陪你去吧，这次也让林妈妈跟着一起去。她和我抱怨了好几次，说是你去庄里总把她扔在家中，她身体没那么差，就算是骑不来马，驴车也还是坐得的。牡丹笑道：适合接牡丹花芽剩下的10日不多了，明日就得走。这次去的时间比较久，我还巴不得多有2个人陪我，省得我寂寞。甩甩我也要带去的。其实他心里明白，岑夫人还是不放心，希望他与蒋长阳相处的时候，最起码能有家人陪着。岑夫人叹了口气：你要记着，26那日你爹和哥哥们要出远门，先往广州，然后出海，这一去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要记着提前回来住2日，陪陪他们。
牡丹见他表情多有忧，便安慰他道：您别担心，我爹和哥哥们出海那么多次，次次都还顺利，这次定然也是到时候就回家的。岑夫人苦笑片刻，道：菩萨保佑，那是一定的。你也莫替我忧心，每次你父亲出海，我总是要忧虑许久，这都成习惯了。牡丹乖巧地靠在他身边，找些其他事情来说，又特意讲了几个笑话，不多时就引得岑夫人直发笑。母女正在乐呵，何志忠走了进来，笑道：笑什么呢？这么开心？牡丹忙站起身来，道：爹爹，客人走了吗？何志忠故意道：他不走，难道还要留在我家里吃晚饭吗？棋下完了，馄饨也吃了，难道还不该走？牡丹一跺脚：哎呀，我还有话要和他说了。说着赶紧追了出去。何志忠扫了他的背影一眼，低声对岑夫人说：棋风还不错，稳健沉着，不到最后一刻不罢休，有毅力，有耐心，是光明磊落之人，我还放心。岑夫人喟然长叹：那又如何？这差的还是远了些。何志忠沉默片刻，道：那也不一定，先看看再说吧。牡丹跑到大门口，但见蒋长阳正要上马，忙喊道：蒋公你且慢。蒋长阳没想到还能见到牡丹，闻声忙飞快回过头来，开心地望着他微微一笑，露出2排雪白整齐的牙齿和娘。牡丹的目光与他对上，微微有些不自在，错开了一些，笑道：我明日要去庄里，你若是有空，可以过去挑选牡丹种。蒋长阳开心地笑：一定。别过牡丹，乌捧着那副贵重的旗，不解地道：公，您为何要接人家这样贵重的东西？就不怕人家说你贪财？蒋长阳轻轻道：你以为何老爷真的就只有这副旗了？他分明是特意拿出来送我的，如果我收了，他和何娘都会觉得心里舒坦些，与我交往更坦然，那么我便收下又有何妨？他那样的人并不会认为我是贪财之人。乌撇了撇嘴，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关于朱国公2妻并敌的有关说明，此种现象绝不是普遍，但的确是有真例，而且不是孤立。本是一妻多妾制，按唐律规定，有妻而更娶妻者，处1年徒刑，如果女方知情，也须一起治罪。如果有妻而言无，妻妄而娶者，徒1年半，女家无罪，但须役。然而也有2娶并敌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基本和皇帝离不开。比如说高丽人王毛仲本来有妻，玄宗又为他妻，2妻并敌，其妻以号国夫人，次妻李氏又为国夫人，每入内朝谒，2夫人同承次级。再如唐宗也曾打算将女儿嫁给尉迟敬德，但被尉迟敬德拒绝。还有安禄山也有2位嫡妻康氏、段氏，并封国夫人。第2日天气晴好，温适宜起了个大早，拖带口弟把英娘、荣娘、刘妈妈、甩甩等人一并带上，算上服侍的人，大大小小一共20几号人，用2张骡车拉了满满吃食用具，以及他挖出来的那一大株紫斑牡丹，浩浩荡荡地开往方圆。才出起厦门行了约有半里左右，封大娘就指了前面不远处的2人2骑给牡丹看。丹娘，您看那不是蒋公和乌总管吗？牡丹定睛一看，果见那2人放马缓行，边行边说笑，走得慢，像这样的脚程，自己这一大群人只怕用不了片刻功夫就要赶上他们。反正都是不可能避开的，牡丹幸马上前，主动招呼了一声：蒋公、乌总管，你们也是这个时候出发？真巧。乌张口要说话，蒋长阳抢在他前头笑道：是呢，早上天气好，不冷不热，最适合出门。我还以为你们早往前面去了。他含笑看着牡丹，一双黑眼睛在朝阳下闪闪发亮，年轻的小麦色皮肤散发着健康柔和的色泽，唇角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看上去很顺眼。牡丹忍不住多看了他2眼，笑道：我们人多东西多，总是很拖沓的。她今日穿的是一身翠绿色的襦裙，这个颜色不是那么好把握，一不小心就把人穿成了菜青虫，还是青嘴绿脸的那种，但是牡丹的肤色好，穿着很漂亮。加上那个懒洋洋的堕马髻和发间一只通透的水晶发簪，怎么看怎么好看。蒋长阳默默地想，从他认识他以来，从来就没有看到他在衣着方面出过错。他心里想着牡丹的装扮，嘴里却冒出一句话来：我们虽然人少东西少，但是乌也挺拖沓耽搁的，不然早就到了。乌的嘴顿时张成 O 形，略带了几分气愤地看着蒋长阳，也不知道是谁故意磨蹭，这会儿却把责任全都推到他身上来了。蒋长阳收到他愤愤的目光，神色不善地盯了他一眼，乌顿时闭紧了嘴，皮笑肉不笑地道：是呀，人老了，记性不好，总是丢落四，自己的事情都常常忘了。蒋长阳只做没听见。牡丹看在眼里，
微微一笑，将蒋长阳介绍给在一旁好奇的偷偷打量蒋长阳的荣娘和英娘。荣娘、英娘，这位是蒋。话音未落，荣娘和英娘已经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齐声笑道：蒋叔好。这位蒋公听说过他的名头许久了，却一直不曾见到过，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此时看着还算不错，就是不知道相处起来有没有李家表叔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和蔼可亲了。荣娘和英娘都只比牡丹小几岁，蒋长阳和乌并不知道这是牡丹的侄女，只当是她的朋友。此时听到这样的称呼，一时之间二人的表情都有些发呆。乌瞬间弯起了唇角，只等着看蒋长阳的笑话。无论男女，谁都不喜欢人家把自己喊老的。牡丹也注意到了蒋长阳的神色，变性不急着解释荣娘和英娘的身份，戏谑地看向蒋长阳，且看他怎样应对。蒋长阳待过之后，很快就调整过来，镇定地笑了一笑：你们好。然后望向牡丹：这是你侄女吧？牡丹见他脑转得快，只好道：是我大哥家的长女和次女。蒋长阳突然笑起来，笑得牡丹莫名其妙，荣娘和英娘羞窘万分。牡丹忍不住问道：你笑什么？可是我们失礼了。蒋长阳摆了摆手道：不是，我是觉得自己真是托了你的福，才20岁就被这么大的女孩叫了叔。乌的脸皮一阵抽搐。20岁，知道你不算老，可也不算年轻了吧？旁人在你这个年龄时还都可以骑马了，你又何必特意解释呢？牡丹确实才知道原来他20岁了，略想了想，笑道：想来蒋公也快成亲了吧？到时候可得和我说一声，让我好生备上厚礼一份才是。他早就从白夫人口里知晓蒋长阳不曾婚配，有此一问却是故意的。蒋长阳飞速扫了他一眼，垂下头低声嘟囔了一句。牡丹没听清楚，探寻地看向他，乌大声道：不怕和娘笑话，我家公眼光高得很，人又英武又能干，心肠又好，也不知道谁家的娘才有这个福气。话音未落，就挨了蒋长阳一边。牡丹从侧面看过去，但见蒋长阳让乌闭嘴之后，就再不看向任何人，只专注地看着远处已经收割得差不多的稻田，却不知他一张脸已然红到了耳朵根，任何人都知道他其实害羞了。牡丹垂下头，微微一笑。一旁一直在车窗边观察情况的林妈妈见状，与风大娘相视一笑，将头缩了回去，躲在阴影里认真细致地观察着蒋长阳的一举一动，任何一句话，一个神色都不放过。最终还是好奇的英娘和荣娘多得数不清的问题，把蒋长阳从羞窘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待到的他的庄附近时，他已经将田间地头出现过的各种鸟的名称、习性和英娘、荣娘尽数讲述了一遍。乌不合时宜地提醒他：公，咱们庄到了。蒋长阳看了看天色，不假思地道：听说接牡丹花很费时间，我看我们还是直接跟着和娘一起去芳园，先把花挑出来，也省得耽搁和娘。说到此，他探寻地看向牡丹，不知和娘是怎么安排的，可方便？本来也不急，这里芳园并不算远，他若是吃了午饭以后再过来也不迟，但他既然开了口，牡丹也不好回绝他，便笑道：我本来也打算今日就一定要把此事做了的，能够早点完成那是更好。蒋长阳低声吩咐了乌几句，乌点点头，骑马飞快地转入小道，直往蒋家庄去了。牡丹道：乌总管不和我们一起去吗？蒋长阳一笑：我让他去庄里拿点东西，稍后就来。众人才到的芳园，就见乌纵马追了上来，马鞍旁还挂着个滴水的竹笼，见牡丹看过来，笑道：自带口粮。牡丹一笑，心中暗自猜测那竹笼里必然是水产，只不知道是不是鱼了。英娘忍不住凑过去道：乌总管，这里面还滴水呢，是什么？乌笑笑，神秘兮兮地将竹笼盖打开一条缝给他瞧。英娘一见之下，忍不住低声惊呼起来，荣娘也忍不住赶紧跳下马凑过去看。牡丹将缰绳和马鞭扔给一旁的仆役，笑道：是什么？让你二人如此惊奇？荣娘握紧双手，控制不住脸上的喜色，小声道：姑姑，是蟹。牡丹闻言轻轻皱了皱眉。蟹在当时乃是颇受人们珍视的一种美味，就是何家这么爱吃能吃的人家，也不是经常吃的，而且吃的还是加工过的糟蟹和糖蟹，活蟹更是不容易一见。也难怪荣娘和英娘会高兴成这个样。蒋长阳在一旁观察着牡丹的神色，但见她神色淡淡的，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的高兴，便小心翼翼地道：是中秋节时一个朋友送的，我家里就是我一个人，吃着什么都没胃口，那就是浪费，何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希望你嫌弃。牡丹见英娘和荣娘一脸期盼地看着自己，只好道：这不是普通的食材，让你破费了。蒋长阳有些不高兴，抿了抿唇，道：
再好也不过是吃食而已，反正都要下肚的，勉强给不喜欢的人吃了那才是浪费。牡丹微微一笑，招呼阿桃将这些蟹送到厨房里去。想来周八娘既然能做蛤蟆，做这些蟹也应当不在话下。蒋长阳这才高兴起来，见牡丹忙着安置英娘、荣娘，一栽那一颗紫斑牡丹，便也不要人管，自领了屋一道，在已经初具规模的方圆里四处游荡，与工人们聊天，还热心地纠正了几处工人不小心犯下的错误。周八娘果然没让牡丹失望，一顿美味大餐吃得众人皆都心满意足。蒋长阳见牡丹吃了一只蟹后就洗了手，不再多吃，可表情分明是还很馋的样，忍不住道：既然喜欢，为什么不多吃一点？他一直觉得牡丹稍微瘦了点，假如再胖一点，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牡丹平静地道：我身体不好，这等大寒之物是自来不敢多吃的。不要说这个，就是快鱼也不敢多吃，不过满足一下舌头而已。与其一顿吃个够，不如留着慢慢吃才有滋味。哪里有这样自暴其短的？就是这个身体不好害死人，明明现在已经好了，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住，要把人给吓走吗？林妈妈一听大急，忍不住使劲拉了牡丹的袖一把。牡丹默然不动，轻轻将袖从林妈妈的手里扯出来抚平。她的身体不好从来都不是秘密，传言更是满天飞，起心要瞒又能瞒得住多少？何必自欺欺人，又让人瞧不起？蒋长阳将二人的小动作看在眼里，轻轻一笑，将漱儿地上的帕擦了擦手，道：何娘说的不错，什么东西都是总是吃不够才会更有滋味，再好的身体也要爱惜才会更好。英娘和荣娘听了，忙住了手，眼巴巴地看着牡丹。牡丹一笑：你们和我情况不同，可以再吃一只，但多了也不好。蒋长阳见英娘和荣娘拘束的样，心知是因为有自己在一旁的缘故，便起身笑道：何娘若是吃好了，不如一起去挑选牡丹如何？我听如满小和尚说，你的种苗园里有许多种，他手指头脚趾头都数不过来，可否一观？牡丹笑道：有何不可？不如就此一道插了吧。还请你先稍等，我去换身方便的衣服，拿了工具就来。蒋长阳微微汗，目送牡丹而去，但见林妈妈紧跟在牡丹身边，紧紧皱着眉头，严肃地低声和牡丹说什么。牡丹只是笑，一言不发。见林妈妈急了，差不多要跳起来的时候，方伸手安抚地拍拍她的背，低声说了句话。林妈妈一脸的无奈，伸手轻轻戳了她的头一下。牡丹也不生气，望着她嫣然一笑，林妈妈也跟着笑了，一脸的宠溺。乌在一旁道：何娘这脾气真好，若是我奶娘敢戳我脑袋，看我不狠狠打她的手一下，和她说要把她的手剁下来喂狼。蒋长阳一眼扫到站在不远处等着领自己去种苗园的雨禾，瞬间收了唇边的笑意，瞪着他道：话多成水。乌委屈地道：公，小人又说错什么了？蒋长阳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又笑了，低声道：我小时候脾气的确是不好，不过那女人也不是好东西，你别总拿出来好不好？我不就是扔了你一个荷包吗？你怎么就这么记仇？和我作对多少天了？乌低声道：也不知道记仇的人是谁，这态如此好，分明就是怕给人家的小丫鬟听去了，才这般低声下气的罢了。蒋长阳立在种苗园内四处观望一番，又听雨禾热情介绍之后，不由暗自点头。这种苗园被分作了好几大块，其中一块种着许多牡丹四处价买来的用作砧木的烈牡丹，这些牡丹并没有因为种不好就遭到区别待，一样被照料的生机勃发。另一块种的却又是同样留作砧木的芍药，还有阴凉通风避雨的竹篾片草帘搭成的小型草棚，遮挡着刚结芽不久的牡丹，又有高价购买来的各种名牡丹茁壮成长。蒋长阳很肯定地道：日后这园定然会成为京中名园。雨禾笑得眉眼弯弯，托蒋公吉言，若然果真如此，也不枉我家娘花了这许多心思，累成这个样。蒋长阳笑道：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不会白辛苦。雨禾眼珠转了转，特意领他到一个草棚下，指着几株刚结出来没多久的牡丹给他瞧。您看，这是我们娘特意为您接的，有玉楼点翠、瑶黄、魏子，还有一株是二乔，用的砧木和秸穗都是精挑细选的。蒋长阳默默看了许久，又问：我记得何娘前段时间种了一批种，可出芽了吗？是在哪里？怎么不曾见到？雨禾忙领着他过去，指着几垄上面盖满了稻草帘的地道：就在这里。蒋长阳好奇地掀开草帘一瞅，只看到光秃秃的一块泥地，上面零星冒着几颗绿油油的才有米大的草，便道：这就是牡丹苗。牡丹已然换了方便劳作的衣裙过来，还没看就很肯定地道：不是，是野草。
说着蹲下去，毫不容情地将那几株野草拔起来扔到了一旁。牡丹一靠近，一股细细的幽香就如同一支疾驰的箭从蒋长阳的鼻腔进入，准确无误地射入了他的肺里，接着又将这种味道传入到他的脑中。他有点发晕，只知道很好闻，然而具体是什么香味，他都没法分辨出来。他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在耳边干巴巴地说：“我记得你种下去很久了，这么久都不出芽，难道是不会出了吗？是不是种老了？”周围一片寂静。乌恨铁不成钢地瞅着他，他才惊觉自己懵懂间说错了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补救，只是抱歉地看着牡丹：“我什么都不懂，你别生气。”只希望他不是那种过于看重兆头的人，会认为他一句话的缘故就会使这一整片牡丹种都不出了芽。牡丹只是微微一笑，轻轻道：“我不会生气。牡丹种下后，10天后可以发出幼根，然后一直往下长，我们在上面是看不见的。要看芽苗出到土面上，得等明年的春天才能看到，约莫在2月下旬，月初就基本出齐了。听来长得很慢。”蒋长阳决定好到底：“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开花？”牡丹道：“长得很慢呢，得过好些年才能。”蒋长阳啊了一声，忍不住道：“那岂不是很不划算？”牡丹指了指远处那堆繁茂的烈牡丹和芍药，笑道：“所以主要还是靠它们嫁接才行。好啦，过来挑挑你要接的花吧。令堂是喜欢色彩清雅一点的呢，还是色彩对比明艳一点的？”蒋长阳还在懊恼他先前说错了话，有些闷闷地道：“我对于这个半点也不懂的，不比你是行家里手，你帮我决定就好了。”牡丹见他有些蔫蔫的，不明白他的兴致怎会突然变低了，便热心的给他推荐几种方案。一种可以用赵粉、白玉、洛阳红、二乔来接，这个开花要早一点；还有一种可以用胡红、蓝田玉、瑶黄、洛阳红来接，这是中花；还可以用豆绿、紫云仙、圣丹炉来接，这是晚花。你觉得令堂会比较喜欢哪一种？又或者他的生辰是在什么时候？蒋长阳听他温言细语，不由暗自嘲笑了自己一回，笑道：“他的生辰并不是在春天里，你觉得那种最好看就是那种，我相信你的眼光。王夫人那样的人爱恨分明，想来会更喜欢色彩浓艳、对比强烈一点的吧？”牡丹拿定了主意：“那就用胡红、蓝田玉、瑶黄、洛阳红来接好了。”他笑看着蒋长阳：“若是令堂不喜欢，可不能赖到我头上来。”蒋长阳忙露出一排白牙：“不会的，不会的。”牡丹认真挑选了一颗约有1尺高的独干多枝的洛阳红出来作为砧木，认真细致的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拿了一把锋利的小刀在手，熟练的将事先准备好的胡红1年生角芽下端削成一侧稍厚，另一侧稍薄的楔形，削面留了半寸许。接着将洛阳红一根较为粗壮的枝条拿在手里，精巧地将它的顶端削平，在横断面1/2处垂直削了一个长半寸许的裂缝作为接口，将胡红枝芽下端插入，让两者形成层相对。然后用麻自上而下缠紧，又利落地将蜡接在了接口上，将针木与插穗之间的缝隙封死。如此，牡丹方才松了一口气，有条不紊的又一次将蓝田玉、瑶黄、暗红等几个花色花型各异而开花物后长势基本一致的种的枝芽分别接在了那株胡红上。在此过程中，蒋长阳在一旁正大光明地盯着他看，从他专注的神情、微微颤抖的卷翘睫毛，再到他小巧玲珑、冒了点细毛毛汗的鼻，一直到他因为过分投入而紧紧抿得有些变了形的唇瓣，然后是灵巧白皙的手。那双手并不大，白玉一般的皮肤下还隐隐露出微微泛蓝的纤细血管，看上去很娇弱，完全不能和他这样骨节粗大的手相比。但是他握刀往那些价值不菲的花芽上切下的时候，却没有半点的迟，十分果断力，毫不拖泥带水。蒋长阳忍不住抬起自己的手掌看了看，他相信牡丹握着小刀切花芽的时候，是和他握着刀做他该做的工作的时候是一样的。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在操作那把刀时，他和他一样的完美。待到牡丹把背下的最后一根接穗接上，他方发出了一声轻叹，好奇地看着那株已经获得新生的牡丹，低声道：“这样，明年春天它就可以开几种颜色的花了吗？”“呢，只要管理妥当，想来是没问题的。明年春天可能会有将近一半的芽开花，真正要到全盛，还得等到后年。”牡丹拿起小刀，将针木根部的萌孽枝全部剔除干净，又抹去了枝干上所有的叶芽和不定芽，亲自施肥浇水，请蹲在一旁看热闹的乌把这花端到草棚下去遮阴避雨。乌刚要伸手去抱花盆，蒋长阳已然蹲下去抱住了花盆，笑道：“我来。”言罢小心翼翼地将那个花盆端到了草棚下，见花盆倾斜放不平，还捡了个小石头将花盆给垫平了。
乌也懒得和他争，就在那里懒洋洋地笑看着他动作。林妈妈立在不远处的树荫下，越看越喜欢。她认为，在初期，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在意程和紧张程基本成正比，除非那人是花丛老手，那又除外，否则总是难逃紧张和小心的。蒋长阳此时在面前越表现得忐忑，他就越喜欢。眼看着牡丹已经停了手，便上前笑道：刚煎好了茶汤，了些苏珊，正好去新建好的那个草亭里坐着歇歇。牡丹净了手，领着众人行至种苗园外时，只见郑花匠领着个14岁的少年守在外面。见到牡丹，郑花匠忙推了那少年一把，让给牡丹行礼。喜郎快给娘行礼。那少年闻言，立刻上前跪在地上给牡丹行了个大礼。牡丹忙叫他起来，这是做什么？他是谁？郑花匠嘿嘿笑道：回娘的话，这是我族兄里的，名唤喜郎，自小就爱10朵花木，可惜爹死了。小人听雨荷姑娘讲，这园里还要招人来照料花木，正好的他年龄差不多了，便特意带他来给娘看看，是否可以让他随了小人一道入园做点粗活。工钱什么的都请娘看着办，只要能填饱肚，有个地方栖身就行。牡丹闻言，忙叫林妈妈引了蒋长阳先过去。我有点事要处理，蒋公还请先过去喝茶吧。蒋长阳背手而立，四处逡巡。不急，我看看周围这些花木。牡丹勉强他不得，只好回头认真亮那少年，但见他穿了一身平常贫苦性惯常穿的白色粗麻布衣，补丁不多，却也不少，袍角提起扎在腰上，脚上穿着麻鞋，手脚关节粗大，皮肤黝黑，表情中有种不符合年龄的沉默，垂着眼一动不动，看上去为憨厚老实的样。但是他这种苗园事关重大，不是谁都能随便进入的。就是郑花匠，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入内的。就比如说他在秘密行动的时候，园里就只能留雨荷一个人，其他人统统都不能入内，而翻土浇水等事都是定期开了园门，由固定的正娘等几个庄户女在雨荷或者他的亲自监督下行动。似这样初来乍到，人名声什么都没有底数的人，一来就想入园内去帮忙，哪怕就是做粗活，他也不放心。郑花匠见牡丹只是打量人，并不说话，有些着急，忙伸手帮那少年将扎在腰间的袍角放下来扯了扯，陪笑道：娘，这还有些呆木，却是个好孩。您看，小人让他好生收拾一下，他也不懂得将袍穿得撑展点。牡丹心中已然拿定主意，认真道：老郑，你我认识不是第一天的事，我的脾气性格你也应当知晓。认真做事，忠心耿耿的人绝对不会亏待，这还是你领来的，又是你族里的褶儿，想来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我先前定下的规矩不能废，这园还是不能随意出入。方圆需要照料的花木很多，就让他在外围试试手，过段时间再说。至于工钱，就比照其他人的来，该拿多少就拿多少。你若是忙不过来，我会吩咐正娘他们多过来几趟。郑花匠似是没料到牡丹会拒绝，一时表情有些僵硬，却又找不到任何可以反驳的理由。牡丹也不管他，只望着那少年笑道：你是叫喜郎对不对？今年多少岁了？那少年的脚趾头在麻鞋里紧张地往下一抠，声音比文还小。回娘的话，小人是叫喜郎，今年14了。牡丹和颜悦色地道：好好干，干得好了可以涨工钱的。你什么时候可以上工？喜郎道：回娘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的。牡丹点点头，叫郑花匠领他去吃饭，安置住处。大约是看到牡丹的太好，喜郎猛地一抬头，冲口而出：娘，您让小人跟着叔叔进园吧，小人会非常非常小心的，绝对不会碰，也不会乱动，您就放心吧。牡丹一愣，似笑非笑地道：你就这么想进这园？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喜郎猛地一缩脖，心虚地瞟了郑花匠一眼，低声道：小人不知，小人只是想点叔叔的本事，好早日养家糊口，让我娘和弟妹他们过上好日。不知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不知道还这么想进去。牡丹淡淡一笑：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你有这个心也很好，但我说了不能进园就是不能进。想本领，外面种的好牡丹也不少，你若是能将它们都给伺弄好了，再来和我说进园的事情。郑花匠还要说什么，喜郎已然上前一步，喜滋滋地道：小人绝对不会让娘失望的。牡丹淡淡地瞥了郑花匠一眼，道：那最好不过。见牡丹神色不悦，郑花匠干笑着，不敢再多话。目送郑花匠和喜郎远去，牡丹轻声吩咐雨荷：你让人好好盯紧了喜郎。说是死了爹，又是第一次出来做事的人，却一口一个小人，一口一声回娘的话，未免也顺溜了些，倒像是个长期给人做奴仆的，不是他心过重，他实在是不得不万分小心。
牡丹心种的培育是一个十分复杂漫长的过程，短期内想要得到收益，并以花养花，就必须得靠大量繁殖这些现有的名贵种，优中选优。而神样锦更是压轴，也是打响方圆名声的招牌，绝对容不得半点闪失。至今为止，就是天天出入种苗园的种花匠都不知道哪些是神样锦，哪些不是。他怎能容许一个来历不明的人随便就进这个园？蒋长阳淡淡地道：既然怀疑，便不用留着了，直接找个借口回绝就是。牡丹见周围人都站远了，只有他自己最近，便也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笑道：我倒是想，可又怕万一冤枉了人怎么办呢？毕竟手艺人想偷师艺的多了，不求上进的不是好手艺人。如果他果真上进好，人端正，我不介意教他一点，培养成才，让他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这是一则。二则，他是老郑的侄儿，老郑把人都带来了，就是认定我不会拒绝，我完全拒绝了，只怕是会让他寒心。呵呵，你明白的，我现在根本找不到更可以信赖的花匠。蒋长阳微微一笑：你倒是坦诚。牡丹笑道：你又不是我的竞争对手，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说说这个并算不得什么。蒋长阳道：你不能总把宝压在一个人身上呐，万一某一天你这园出了名，有人恶意花10倍20倍的工钱来挖老郑，你怎么办？如果这园真的如你所愿运作起来，你不能事必躬亲，这里必须有信得过的人替你随时看着才行。牡丹不由皱眉：我也想过了，这些日也一直在找人呢，就是不到合适的。在外围打理花木的倒是不少，可能进这园的真是不多。真要是有人恶意来挖，也由得他，反正我主要并不靠他，到明年的时候，雨禾大约也能帮我做上许多事的。大不了到时候又另外选个可信的进来处理日常事务就好。蒋长阳默了一默，缓缓道：如果是死气，你还会这么操心吗？死气，他不是没想过，这个时代还有什么能比把一个人的身气命运全部捏在手心里来得更保险更踏实的呢？但是从家奴中培养一个熟练的花匠，那需要很长的时间，而现成的熟练花匠呢？想到要让一个良民从此成为一个民，他就迅速打消了这种想法。可此时蒋长阳却把这个提了出来。牡丹迅速抬眼看向蒋长阳，蒋长阳的一双眼睛平平静静地看着他，并没有他所想象的或是阴险的或是冷漠的神情，他就是那样平平静静地看着他，仿佛就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提议。就连他这样的人都可以把逼良为贱这种事不当回事的说出来，果然是因为生长时代不同，所以思想差异才会这么大吗？牡丹垂下眼，低声道：固然安心，但逼良为贱似乎过分了。蒋长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好笑又好气的往前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低头望着牡丹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逼良为贱？我几时说过要你逼良为贱？就算是你想，也要你；就算是他想，也要他能做得到才行。看看他吧，是做那样事的人吗？牡丹看他的样，似乎是自己误会了，有些脸红，壮着胆不依地道：也要我怎样？瞧不起我是吧？蒋长阳哎了一声，先前的拘束和紧张一扫而光，自己先笑了。莫非你还能？你倒是说给我听听，你会怎么做？牡丹见他坦坦荡荡，不急不恼的样，到此已然完全相信自己刚才是误会了。幸咬着牙，恶狠狠的道：做好事难，做坏事还难吗？当然是要先设个圈套给他钻，然后逼得他家破人亡，走投无，然后再适时伸出援手，让他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做了我的家奴。到那时，不是我想怎么拿捏他就怎么拿捏他吗？管他多少倍的工钱，他也别想伸手。蒋长阳见他鼓着腮帮，咬牙切齿，还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样，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你说起来真的很厉害呢。说起来真的很厉害，这是什么意思？牡丹瞟着他，把我惹急了，我也会做坏人的。我说的是真的。蒋长阳见牡丹瞟过来，眼波流转，似嗔非嗔的，脸还有点微红，又粉又嫩。明明不是有意的，偏生就是这种无意间的风情万种，让人更加心跳加速，不由脱口而出：假如你信得过我，我把我那个花匠卖给你吧。他是死气，行也不错，知根知底，永远不用担心他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你把这个园交给他管理，你最起码可以少操一半的心。就是想做坏人，他顿了一顿，戏谑地道：就是真那么想做坏人，也可以多有点时间去做。牡丹被他的眼神看得很是不自在，飞快把头撇开，盯着脚底下的青苔，轻声道：我不能总承你的情，这样下去，我是一辈都还不清你的人情了。蒋长阳故作轻松地叹了口气，开玩笑地抱怨道：何娘，你平时那么豪爽的一个人，为何总是想不开这事儿呢？
你可不可以别随时提这个，弄得我站在这里全身不自在，仿佛就是一个上门逼债的。你真要是不肯要，那就算了。牡丹抬眼认真看着他，严肃地道：蒋公难道没有欠过旁人的情吗？实不相瞒，我是最怕欠人情的，却又不得不经常欠人情。欠了情的感觉比欠人钱的感觉还要让人不自在。欠人钱有一还一，有二还二，是怎样就怎样。可欠了人的情，有些可以还，有些却是不能随便就能还得清的。积少成多，真到了还不起那一天，少不得已命相还若是不能，那便是梦里也不能忘，随时记挂着，总觉得自己这条命不是自己的，不是家里人的，不知什么时候人家一开口就得送上去了。最要命的是，愿意偿命也不能倡议。虽然说的有点夸张，但说完这席话，牡丹就觉得轻松愉快多了，她这算是主动出击了。欠他的情越来越多，却不知道该怎么还，还一条命还是小事，到底还能还，怕的就是用命也还不起。他不喜欢玩暧昧，他玩不起。他之前说是朋友，但今天的表现根本就不是普通朋友的表现。偶遇送螃蟹，厚着脸皮混饭吃，又要送人，花栽好了还赖着不走，这是什么意思？做普通朋友不是这样做的。他没谈过，并不代表他不懂。好吧，就算是他人果然不错，他也瞧他还顺眼，但原则性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就算是不能说清楚，他也该表明自己的态才是。假使他想要的是寂寞时的一个安慰，或者是将来年老时回忆起来的一个青春剪影、风流事件，而不是与他并肩相伴、珍惜一生的人，那么不如请早。蒋长阳看到牡丹严肃认真的神情，知道是不能随意糊弄过去了，深吸了一口气，强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多了，我不要你用命来赔。我只是，他皱着眉头，想找一个最合适的词来形容他的想法和心情，既不能说的露骨，以免给人唐突轻浮之感，又要表现出他的诚意。但他这方面的经验明显不够，他想了许久，才挤出一句：我只是觉得看你种花很好玩，有种很亲切、很熟悉、很舒服的感觉。假如你不喜欢我打扰你，或者是我之前不经意间给你带来了困扰，那么我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可是这句话又怎么是那么轻易就能出得了口的？他犹豫很久，最终改成：总之，你要相信，我绝对没有怀着任何歹意。他带了几分讨好的看向牡丹，努力露出一排白牙。我真是个好人，不信你问我朋友们，那福源和尚最不喜欢我，他也不敢说我是坏人。现在我们还不算熟悉，慢慢的，你总会知道。牡丹见他脖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语言也有些语无伦次，明明急得不得了，但一双眼睛仍然还敢直视他，心中不由暗自好笑，强忍了笑意，严肃地道：不是坏人和好人的事，我是想问，蒋公真的把我当成好朋友看待吗？不是我不够洒脱，也不是我小心眼，实在是这世道对女人苛刻了些。假如你真的把我当成福源大师和袁十九那样的朋友看，我是非常高兴并深感荣幸的。他们说的兴许是两个完全不同意义的概，自我标榜或者世人都认为道德高尚的人，一样可以纳妾照记，没有人会认为他失德无礼。可是对于他来说，如果存了心，让他去做先前孟如人提出的那种要求，或者是他们自以为的更高级一点的身份，都是侮辱。蒋长阳听出了牡丹的言外之意，理性的事情和宁王府的事，他更是再清楚不过。他飞速地道：我当然是把你当作值得尊敬的人看待，同时也是如同福源、袁十九那样真正尊敬着你的。他认真地看着牡丹的眼睛，慎重而突兀，缓慢而坚定地道：我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牡丹静静地看着他，他一毫不退缩地看着牡丹。牡丹分明看到，他说出最后那句话后，神色明显地轻松了一大截，眼里闪着快乐期待的光芒。但是牡丹收回了眼神，他亲切地笑：能有蒋公这样的朋友，我不胜荣幸，我以后再也不会提还什么人情之类的话了。那么，蒋公请这边走，去尝尝林妈妈特意煎的蒙顶花茶，还有周八娘做的酥山。好吧，他没存着那种恶心的心思，那么是可以先看看再说的。但在之前，他们还只是朋友，而不是那种随便言两语就轻易许了情，过后反悔就不好再见面的恋人。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他一点时间，互相了解的时间长了，才会明白彼此合适不合适，心意会不会改变。还有什么比先做朋友更合适的呢？喜欢就更进一步，不喜欢退步的时候也会更从容，更有余地。蒋长阳没有想到牡丹转换话题这么快，他甚至没有从他脸上看出更多的情绪，他真的就像招待朋友那样热情地招待起了他。他有些沮丧，他甚至有些怀疑牡丹到底有没有明白他最后那句话的含义。也许他应该说得更明白一点的，
他懊恼地了自己的掌心一下。但是才走了2步，他又听到牡丹说，不知蒋公那位能干且让人放心的花匠是从哪里寻来的，兴许我可以请你帮帮忙。他听到这话又由衷的高兴起来，还肯要他帮忙，那就是个好兆头，便大着胆试探道，刚还说是朋友，还总这样叫，是不是生分了？我真的朋友就没人叫我蒋公的，都叫我的表字成风，包括白夫人也是如此，你也听见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牡丹微微一笑，从善如流，调皮的将刚才的那句话重新复述了一遍。不知成风那位能干且让人放心的花匠是从哪里寻来的，兴许可以请你帮帮忙。蒋长阳的唇角控制不住地往上翘，故意轻描淡写地道，我一个信得过的朋友送的，如果丹娘需要，我改时候帮你问问看，只是可能会要高价，不过看在朋友的面上，我会帮你杀杀价。牡丹一愣，真是打蛇随赶上，这就叫上丹娘了。好吧，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认识的人10个里有6、7个都是叫他丹娘的，便微微一汗，那就拜托了。待到了草亭处，英娘和荣娘早就在那里候着了，正在拿了松仁逗弄甩甩，甩甩换了新环境，又没上练，很是兴奋，一眼看到牡丹就扑棱着翅膀飞过来，停在牡丹的肩头上，疯狂地怪叫起来。牡丹，牡丹真可爱，甩甩。他略停了一停，侧着头仿佛是在思考，然后欢喜地叫道，甩甩更可爱。叫完以后，他侧过头，圆睁着一双小眼睛，讨好地看着英娘。英娘捂着嘴笑起来，姑姑，甩甩还是一样的聪明，随便一叫就会了。牡丹伸手让甩甩停在自己的手上，接过2粒松仁喂他。小东西又会自吹自擂了。蒋长阳含笑道，平时都是谁教他说话？牡丹不假思地道，多数是我。说完才反应过来，牡丹真可爱，不是也是他自己那时候苦中作乐，自吹自擂才整出来的吗？蒋长阳正要开笑，英娘和荣娘已经对视一眼，起身对他行礼，蒋叔好。紧接着甩甩犹如被打开了开关，蒋叔好，蒋叔好。虽然知道一定是英娘和荣娘刚才教的，但蒋长阳还是一下喜欢上了这只古灵精怪的鹦鹉。他向英娘要了几颗松仁，这牡丹的样小心地将手伸到甩甩面前。看到蒋长阳伸过来的手，甩甩并不立刻就吃，而是小心翼翼地用嘴壳轻轻敲了敲他的手，见他不动，又侧着头盯着他看，一人一鸟用眼神交流了片刻，甩甩才吃了蒋长阳手上的松仁，然后理所当然地跳在了他头上去蹲着。牡丹唬了一跳，忙喊道，甩甩快下来。听到牡丹的叫唤，看到迅速靠过来准备抓自己，明显不怀好意的乌三，甩甩傲慢地看着乌三，拍了拍翅膀，示威地在蒋长阳的头上踱了2步，赶在牡丹发怒之前飞起，落到了牡丹的胳膊上，嘎嘎怪笑了2声，歪着头看着牡丹的脸，讨好地说了一声，牡丹真可爱。牡丹看到他乌豆似的小眼睛，怎么也硬不起心肠来，只能是讪笑着讨好地看着蒋长阳。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失礼的事情，我猜他应该是喜欢你。蒋长阳微微一笑，我猜也是这样。他在桌上拿了一颗葡萄放在手心里，递给甩甩。甩甩小心地打量着他的神色，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叼走了葡萄，飞到他自认为安全的地方后，将一只爪子灵巧地抓住了葡萄，大叫了一声，蒋叔好，然后低头专心地吃起葡萄来。蒋长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见他毫不生气，也跟着笑起来。牡丹知道，从此以后在甩甩的眼里，蒋长阳就只能叫蒋叔了。蒋长阳在方圆一直待到快要吃晚饭才走，牡丹相信，如果不是林妈妈旁敲侧击的，一会儿问他庄子里可忙，一会儿又问他不在时是谁打理庄子里的事，或者又问天黑后路好走不好走，想必他一定会赖到吃完晚饭才会走，但林妈妈显然认为他待的时间太长了，不怎么好。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继续做下去，只能是起身告辞。英娘和荣娘很是有些遗憾，蒋长阳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他知道他们所不知道的京城以外许多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说海，比如说沙漠。他甚至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说起怎么找矿，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蟹，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上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牡丹不相信他真的跟着人找过矿，或者是真能一眼就能辨别出什么地方有矿，是什么矿。他的这些知识多半是看杂书，或者是从他那些朋友口里听来的。但他确信蒋长阳是在绞尽脑汁，费尽心力地讨好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宠物。和一看到流畅就会装聋作哑，假装自己不存在的甩甩相比，这个敢跳到蒋长阳头上去捣蛋的甩甩更令牡丹放松。他相信动物有一种天生能看透本质的本能，就比如那个时候
他刚从这个身体里醒过来的时候，他最害怕的是和挂在床前不远处的甩甩对视。甩甩总是会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黑黑的小眼睛基本不会动。他觉得那双眼睛可以看到他心里去，穿透他的灵魂，识破他的身份。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但他坚持着，没有让人将他拿开。他学着友善地和他对视，和他对话。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傲慢的，对他也是道理不睬的，他甚至毫不客气地啄过他的手。可是慢慢的，他成了他的甩甩，他学会了一见到他就喊。牡丹真可爱，他是他来到这里后的第一个朋友，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陪伴寂寞孤独的他了。牡丹把手放在甩甩的头上，轻轻摩挲着，小声说着只有他们俩才能听见的话。甩甩，你今天吃的零嘴够多了，这2天都不能再吃了。甩甩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显然很享受他温柔的抚摸。牡丹又轻声道，你觉得他怎样？你还喜欢他是吧？甩甩侧着头，轻轻啄了啄他的掌心。好甩甩，你这次懂得喜欢的意思不？牡丹记得曾经看到过，说大鹦鹉的智力相当于5岁孩子，受训越多，年龄越大越聪明。甩甩多数时候都表现得比较有自己的意识，而不是单纯性的只会重复几个简单的词汇。这次甩甩没有回答他，他快睡着了。牡丹微微一笑，自言自语，其实我觉得我运气真不错，虽然之前有点麻烦，但最后都解决好了。将来也会这样的是不是？兴许他也会是他期待的那个人呢。牡丹猛地甩了甩头，暂时还是别想了吧，来日方长，水到自然渠成。林妈妈捧着换洗衣服进来，正好听见牡丹这句话，便笑道，丹娘你能这样想，那就最好不过了，只有想得开，身体才会好。说到这里，她放低了声音，小声道，妈妈还等着你嫁人那一天呢，你一定要过得很好，气死那些小人。牡丹笑道，知道了。林妈妈立刻道，蒋公子人不错，但是你该矜持的时候一定要矜持，该和气的时候一定要和气呀，有些话不该乱说的，就比如说今天。牡丹忙把林妈妈往外推，知道了，忙了一整天，你也累了，赶紧去睡。林妈妈无奈，只好边走边回头，你这次一定要听妈，下次她再来的时候，你得比今天淡一点。牡丹鼓了鼓腮帮子，还欲拒还迎呢。这一夜，牡丹做了一个美梦，梦里只有她一个人，但是身旁开满了雍容华贵的牡丹花，甚至还有这里所没有的黑色品种，多的数也数不清，以至于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她就自动醒了。醒来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笑。值夜的块儿昨日忙坏了，睡得正香，牡丹便轻手轻脚地避开他，轻轻开了门，走了出去。清晨的方圆被笼罩在一层稀薄的白雾之中，没有风，看不出天气是否会晴，但空气非常清新，还带着一股潮湿的泥土青草香味儿，这是生命的味道。牡丹伸手从一片草叶上接下一颗晶莹的露珠，喂到嘴里，咂摸了2下，尝到一股淡淡的灰尘气，他把它吐了出来，孩子似的笑了。他看了看天色，估计其他人怎么也得再过1刻钟才会起床，便往种苗园去。一路上，他尽情欣赏他的方圆。移栽过来的花木，有些已经活得很好，有些却蔫蔫的，可是从袁十九那里买来的石头，真正的非常漂亮，非常的适宜。牡丹认为，假如他精心种下的这些牡丹和花木算是一件华美的衣服的话，那么袁十九的这些石头就是撑起这件华美衣服的骨头。现在骨肉丰韵，他只需要管理好它，带活它，让它精神饱满，生机勃勃，它就会是一个难得的美人儿，会拥有让人一见倾心的力量。想到这里，他又想起了蒋长阳，那个爱脸红的白牙齿的身上带着青草味而不是熏香味的年轻强壮的男人。他忍不住开始预测他下一次登门拜访是在什么时候，又会用什么样的借口。他猜，他最多不过3天功夫就一定会再次登门，而借口正是他请托他帮他找的花匠。兴许那花匠不会那么容易找到，但是他一定会中途来报信说他朋友怎么说，让他再等等云云。牡丹忍不住翘起了嘴角。快行至种苗园附近时，他听到前面不远处传来对话声，是郑花匠的声音。喜郎，你好好干，和娘子心很软善，也很懂牡丹，你若是能得了他的赏识，教你一招办事的，这辈子就够你吃喝了。喜郎低声道，我知道。九叔，你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了？郑花匠低低叹了口气，他防着我呢，多数时候都不要我在旁边，但我总希望有朝一日，他能看在我这么勤快本分的份上教我一点。九叔，那小园子里真的有很多很多牡丹花吗？我听说今年城里各道观和寺庙里的街头都被曹万荣买得七七八八，他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呀？郑花匠道，
其实有些是劣品牡丹和芍药，但结出来的花也不少，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何娘子很有办法，你也看到今日那位公子了，他这样的朋友不少的，兴许是人家府里分给他的，也不一定。喜郎哦了一声，低声道：今年曹万荣花了好多钱买街头，又高价把周围能买的地都买了起来，也是到处在请名家设计，若是建起来，只会比这个还要大。这还不算，他还打算高价把明年的各个寺院道观的街头给定下。他到处和人说，方圆就是空的，牡丹少得可怜，不值得一游，买了那么多石头，不如改名叫石头园好了。我打算把这件事说给何娘子听，你说她会不会一高兴就让我进园子了？只听正花将道：你千万别再提那人，当心被人听到起了疑心，或是说你刚来就背了前主，把你赶出去，那时你可白白浪费了我这番心思。我可在此警告你，你手脚干净点，不许再偷拿这方圆的任何一个街头，不然我先就不饶你。喜郎郁闷地道：九叔，我说过多少次了，那时候我真是没法子，我爹等着要用药呢，我和曹万荣借钱也不给，提前支取工钱也不给，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做贼。牡丹暗叹了一声，又是曹万荣。正花将给他介绍了一个小贼来，是果然吃准他软善吗？存了欺瞒之心，还自认为勤劳本分，还想他教他技术，叫他怎么说他好呢？还有曹万荣，他以为他把街头都买光了，就能置他于死地吗？不能，他有这个时代的花匠们还没有掌握的牡丹繁殖新技术，那就是幼芽嫁接法。传统的牡丹嫁接方法中，历来是以硬枝嫁接为主，这必须要有大量的牡丹接穗。可是如果利用牡丹根颈部那些多达20-30个甚至上百个本来会被抛弃的幼芽，也就是角芽来接在芍药根上，那就不同了。成活率又高，还利于牡丹矮化，便于盆栽，它最多就是多等2年。所以他曹万荣再买多少牡丹街头，再建多大的园子出来，他都不怕。既然他那么有钱，还这么喜欢攻击人，他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钱能把这整个京城里的牡丹街头全买光。他能想到从源头上将他的牡丹规模给控制住，他就不会把他的资金给耗光吗？到了后面几年，看他怎么和他争。牡丹轻轻往前几步，绕过一丛罗汉竹，看到了蹲在一块太湖石旁的正花匠叔侄俩。他二人正在刺弄一颗豆绿，喜郎的神色非常专注，刺弄花的动作也很轻柔，看着倒像个真正的爱花之人。牡丹默想片刻，决定不去打扰这二人，不管喜郎是真还是假，他都打算让他暂时留下来。曹万荣那种阴狠狡诈的脾气他知道，假如他果然是曹万荣弄来的人，那么就算打发走了他，也还会有人再来，不妨就留着他在明处好了。牡丹悄悄转身，绕到种苗园，问看门的婆子取了钥匙，打开紧闭的大门，顺着垄间小道，将他的宝贝们一一看过来，越看越喜欢。待到全部接过的花都被他检查完，雨禾也找了过来。牡丹把喜郎的事和自家打算和雨禾说了，道：我打算一回城就去四处看看，说我要预定明年的牡丹街头。雨禾皱眉道：可若是那喜郎说的是假话呢？这么多的街头，咱们要得过来吗？牡丹花贵，就算种出来也没那么多的人买得起呀。说不定他就是今年买的太多，也想要咱们跟着吃回亏心理才舒坦理。牡丹笑道：不是真的要买，而是说我打算买。他曹万荣是真的想预定下明年的街头也好，是哄骗他的也好，他都帮他加把火。2大园子争街头，如此一来，想必明年的牡丹价格会很好。虽然方圆还只是个半成品，但英娘和荣娘都非常喜欢这里，他们学着牡丹一样换上粗布衣裙，跟着他到处看，到处走。傍晚时分，又跟了正娘等人去田间散步，看小孩子在田埂里捉醋汁，玩得不亦乐乎。晚上背了段大娘和林妈妈与牡丹姑侄3人一起就着周八娘弄来的油酥古雀，小酌到半夜，却是在城里家中从没有过的悠闲与自在。第3日清早，牡丹照例在种苗园里巡视她的宝贝们，不出所料的，蒋长阳果然来了。他轻车熟路地进了种苗园，找到正在观察牡丹花伤口愈合情况的牡丹，笑道：那株神样紧长得如何了？仿佛他是专程来看那株花的。牡丹抿嘴一笑，手下不停，随手指了指方向：那在那边呢，你自己过去瞧。蒋长阳在他身后默了默，轻轻走了过去，不过在草棚那里打了个蘸水，立刻又快步走了回来，也不打扰他，就在一旁静静地候着。牡丹也不管他，径自做自己的事情，直到过了约有小半个时辰，才算是把所有花木都观察完了。回过头，蒋长阳还在一旁站着，见他看过来，立刻绽放出一个笑容来。雨禾在一旁候着，偷偷朝牡丹挤眼睛，示意他看蒋长阳的衣服。
牡丹注意到他今日穿了件玉色的新袍子，没有带刀，腰间还垂挂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玉佩，头上的黑纱幞头虽然不是新的，却打理得很有型，鹿河靴也是一尘不染，这可真是难得。蒋长阳注意到牡丹在看他的衣着，唇角含笑，微微有些不自在，索性拉了拉衣服，笑道：我这身袍子年前就做的，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颜色，可是巫三说还可以，我不怎么相信他的目光，正好穿来给你们评判一下。牡丹和雨禾差点没笑出声来，不喜欢还穿了来，这明摆着就是暗示他们快夸奖他嘛。牡丹忍着笑，认认真真地道：其实挺好的，看着很精神。蒋长阳忍不住扬起了眉毛。牡丹左右一张望，不见巫三，便道：巫总管呢？蒋长阳不在意的道：他有其他事情来不了。他边跟着牡丹往外走，边道：我去问过了，我那朋友同样的花匠还养得有，愿意分一个给你，我替你挑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你觉得如何？牡丹一愣，这什么人？同样的花匠养了多少？还可以任意挑一个不会说话的？是不是各式各样的很多？见牡丹迟疑的样子，蒋长阳的神色反而显得更轻松，他力劝牡丹将人收下来。无儿无女的，又是个老头子，只要你肯给他养老送终，他必然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先撑过这几年，到时候你自己挑选的人手也教导出来了。牡丹忍不住道：不知你可方便告诉我，你这位朋友是谁？蒋长阳犹豫片刻，道：不知你可曾听说过景王？牡丹茫然摇头：我对这些大人物并不熟悉。蒋长阳笑了一笑，温和地道：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原本也不出名，圣上10多个龙子中，他最名不见经传，相当于大贤人一个，不怪你不认识他。这花匠就是他养的，你敢不敢要？牡丹皱眉道：他是你的好朋友。蒋长阳认真纠正他：是朋友，是朋友，而不是好朋友。牡丹沉默片刻，道：若你觉得可信，我愿意试。蒋长阳的笑容越发温和，异常自信地道：我挑的，你尽可以放心。他的身价有点高，10万钱，但是非常值得。我听说10多年前，他曾经管理过芙蓉园，你见到人就知道了。牡丹从他眼里看到了一丝狡猾和得意，不由期待起这位哑巴花匠来，笑道：如果他真如你所说那般厉害，这可真说不上高，再多一点又何妨？蒋长阳一笑，二人默默低头前行。良久，蒋长阳突然轻喊了一声：丹娘。他微微有些低沉的声音，犹如上好的丝绸，在牡丹的耳边轻轻划过，留下异样的感觉。牡丹的心猛地一跳，直觉笑容都有些僵硬起来，低声道：什么？蒋长阳抬眼望着牡丹，在他白玉一般的耳垂捕捉到一丝美丽的红晕，虽然稍纵即逝，但他仍然很敏捷地捕捉到了这细微的变化。他眼睛闪着亮光，欢快地道：我过2天要请潘荣夫妇俩来我庄子里住上些时候，你可愿意过去陪陪白夫人？不等牡丹回答，他又飞快地道：主要是为了答谢上次白夫人帮忙。那还问什么愿意不愿意的？答案就在那摆着呢。牡丹略微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那我必须过去喽。虽然他不怎么喜欢潘荣，可是他喜欢白夫人。蒋长阳欢喜地笑起来，低声道：我刚修了个水榭，也堆了假山，已经完工了，你正好也去看看。我种了种台莲和白莲，明年夏天一定会很美丽，到时候你可以领了英娘和荣娘他们去玩。牡丹戏谑地笑道：那你收不收钱呢？蒋长阳敏捷地反问：你说收不收？牡丹突然觉得他的目光太过灼人，他不雅地白了他一眼：我怎么知道你收不收？说完又忍不住把脸别开微笑起来。蒋长阳沉默片刻，闷声笑起来。他第一次挨了他的白眼，也得到了一个脸红和一个羞涩的笑容。这身新衣服还是穿得值得的，也不枉他费尽口舌去缠了景王半日，弄了那位花匠来。牡丹听到他的笑声，越发不自在，特别是看到一旁嘴角一直往上翘就没放下来过的雨禾，他越发有些羞恼，便假装东张西望：你笑什么？什么这么好笑？蒋长阳一眼看穿了他的小伎俩，越发笑得大声起来。甩甩仍然跟着英娘和荣娘在草亭子里玩耍，所不同的是，他今日是衔着一根树枝不住地啃咬。看到牡丹和蒋长阳过来，他扔下树枝，照例往蒋长阳头上冲。蒋长阳站直不动，在他即将登陆的那一刻，手臂快速伸出，迅捷地抓住了他的脖子。甩甩圆睁着一双乌豆似的小眼睛，惊恐地看着蒋长阳，不明白这个昨天还一脸憨笑的好好先生，今日怎会突然变了脸。他捏着他的脖子，虽然捏得不紧，可是他仍然捏着他的脖子。他在他的手上使劲挠了几下，
他半点反应都没有，手上的力气却也没有因此加紧或是放松。他张狂地看向牡丹，牡丹站在一旁，似乎没有解救他的打算。他沉默片刻，用尽力气大叫了一声：“蒋叔好！”当的一下，他的会被蒋长阳衔着的另一只手用力弹了一下，弹得他晕头转向，不但疼，还有些怕。高亢的声音虚弱下来：“牡丹，牡丹，甩甩，甩甩。”他是在求救。牡丹心软了，蒋长阳却没有松手的打算，于是甩甩又换成了：“蒋叔好，蒋叔好。”蒋长阳这才松了手，将他放在了他的胳膊上：“小东西，这才是你该待的地方。”甩甩蔫蔫地垂着头，半天不动。这一天，蒋长阳并没有在方圆多待，只坐下来喝了一杯茶后就告辞离去。他没有久留，倒让跑到厨房去准备了许多吃食来的林妈妈不高兴了。他不停追问牡丹：“蒋长阳今天为什么走得这么早？”牡丹无奈地道：“人家有自己的事情，该走的时候当然要走。”林妈妈无话可说，便又怪甩甩，说一定是因为甩甩失礼的缘故，拿了银锁链，毫不客气地把甩甩锁在了架子上，又逼牡丹吃东西，要他把身子养胖一点。牡丹很郁闷，只好狠狠咬着糕点，拿眼瞪着在一旁调皮地看着他笑的荣娘和英娘。第二日中午，乌三就把那位哑巴花匠送了过来。那花匠姓李，约有60来岁的样子，头发胡须尽数花白，人又干又黑又瘦，一双眼睛也浑浊不堪，穿着件赭色的短衫，手里牵着条又肥又傻又大，不停往下滴口水的大黑狗。即便是他进了厅堂去见牡丹，也没有松开那狗的皮环，一人一狗须臾不离左右。李花匠立在牡丹面前，沉默地注视着他，眼神漠然而且挑剔。牡丹不喜欢他的这种眼神，毕竟以后他们将长期相处，他还将会是他倚重的左膀右臂，被自己倚重的人用这种眼神盯着，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牡丹决定开门见山：“我听说你老人家曾经管理过芙蓉园的花木，手艺很了不起，我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李花匠没什么特别的表情，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个漂亮的小女人自己不也说了，那是曾经，她如今就是一个任人买卖的奴仆，说这些好听话做什么？有什么用？牡丹有些无趣，硬着头皮继续道：“我的朋友告诉我，只要我给你养老送终，真心相待，你就是能相信的人。养老送终，真心相待，我都能做到。”李花匠还是没反应，死在哪里不是死？一床破席子卷了扔在土坑里，也算是送终。当着乌三，牡丹的笑容有些维持不住，她索性收起来，严肃而认真地看着李花匠：“我的种苗园里结了一些珍贵的牡丹，我需要一个能相信的有技术的人替我看园子，在我不在的时候替我料理那些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李花匠这回有片刻的思考，他对着牡丹比了几个手势。乌三自动担起了解说员：“他问您，那个接花的人呢？为什么不让那个人来管理？”牡丹笑道：“那个人就是我。既然不能利诱，那么他就只有让他心服口服，让他知道他不是不学无术的傻蛋。”李花匠略微弯了弯腰，又比了2个手势。乌三道：“老李说，请娘子带他去园子里，只给他看他要干的活儿。”牡丹忙领了他们去种苗园。他先领着李花匠看了几棵经由郑花匠嫁接的牡丹花，李花匠的表情没什么变化，而且有些兴趣缺缺。牡丹微微一笑，又领了他去看神样锦。李花匠蹲下去，死死盯着那几颗神样锦。牡丹紧张地等着他评判，就连那条大黑狗靠过来，不停去嗅他的鞋子，将口水全部滴在他鞋子上，他也没心思去管。李花匠看了半天，方回过头来看着牡丹，指了指那花。牡丹此刻方松了一口气，微微一笑：“这是我接的。”乌三也笑道：“正是呢，这可是我和我家公子一起看着和娘子接的。”李花匠笑了一笑，对着牡丹伸了一个大拇指。牡丹一时有些受宠若惊。李花匠从腰间取出一个几子皮包，打开几子皮，里面宛然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嫁接刀和一把剪子，还有一束细麻线。他把这些工具放在身边的地上，对着牡丹又比了几个手势。乌三没看懂，无法翻译，牡丹却是懂了。他的意思大约是，他的技术已经得到他的认同了，他也要露2手给他看，便笑道：“这些花你都可以随意取用。”李花匠斜眼看着牡丹和乌三不动。他的嫁接技巧是秘密，可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给人看的。乌三干笑一声：“我们走远点。”待牡丹和乌三走远，李花匠确认他2人看不到他的具体动作后，方才开始行动。乌三等得无聊，便和牡丹说话：“这老李脾气古怪着呢，走的时候都没给景王行礼，景王也没计较。不过和娘子您脾气好，也不至于和他呛起来。这年头有点真材实料的人脾气都够怪的。”
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又没那些歪门邪道的心思，忍忍一个老人的坏脾气，算不得什么。牡丹紧紧盯着李花匠的动作，虽然隔得远，但他仍然能从他的动作上大体看出他在做什么，取材、削枝、对接、绑扎，做得很娴熟，动作也比他快。快到晚饭时分，李花匠终于住了手，招呼牡丹过去。牡丹从他嫁接的方位和一些具体细节看出来，他做的是皮下接，做得很完美，而且他同样接了一株神样锦，不过是用的昆山夜光、葛金子、银粉金鳞相接，白、紫、粉三色晚花。真的没有想到他同样也能做到，蒋长阳找来的这位真的是个宝贝。牡丹满意的一笑，学着他对他伸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园子以后就要拜托李师傅了。他真心实意地喊他李师傅，而不是老李，没有以买主和主人自居。这是给一个技艺高超的匠人应有的尊重。李花匠微微一笑，开始比划手势。乌三忙道：他说他要住在这园子里看守着，问房子在哪里。牡丹指着不远处刚修建起来没多久的一排房子道：那一排房间都是空的，你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说话间，郑花匠走了进来。小人看见园子门开着，心想着往日娘子这个时候是在吃晚饭，便特意过来看看。既然娘子在，小人就先告辞了。郑花匠一边给牡丹问好，一边缩着李花匠，满脸的猜疑之色。牡丹笑道：老郑你来的正好，这是新来的李师傅，以后我不在的时候，种苗园就由他管。不出所料的，他从郑花匠的脸上看到了惊愕失望之色。郑花匠不服气：凭什么？他来了这么多天，最苦最累的时候是他帮着牡丹渡过来的，这园子之前也多数时候是他在打理。作为唯一一个能进出种苗园的师傅，他俨然就是这方园众多花匠中的头领人物，谁见他不低头？可是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糟老头子，就要夺走他的东西，还有他向牡丹学技术的希望，他当然不服气。他一眼看到了李花匠身边那株才刚接好，还未来得及施肥和浇水的牡丹，便笑着走过去。这是李师傅接的吧？好手艺。他的手才伸出，还未碰到那株牡丹，一旁又呆又傻又肥的大黑狗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闪电一般的朝他的手腕冲过去，白色锋利的牙闪着光，透明的口水带着一股腥味儿在半空中洒落下来。妈呀！郑花匠吓得大叫一声，脸色惨白的连连后退，但他哪里快得过狗？虽然是条肥狗，却也比他快得多。而且他还很笨地坐到了地上，牡丹以为他最少也要挨一口，但关键时刻，李花匠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呀，大黑狗停止攻击，将两只前爪搭在郑花匠的肩头上，黑亮的眼睛盯着郑花匠张皇失措的脸，透明粘黏的口水滴湿了他的前襟。李花匠又哇了一声，大黑狗放开了郑花匠，跑到他脚边蹲了下去。李花匠对着牡丹比了几个手势，乌三低咳了一声，大声道：老李说这狗从小就是养了来看花的，谁敢不经主人允许就伸手碰花，必然挨咬。他刚才是误会了，请这位郑师傅别计较。原来还是个哑巴。郑花匠愠怒地擦着头上的汗，嫌恶地扯了扯被狗口水浸湿的前襟，气冲冲的不说话。牡丹忙上前打圆场：老郑你受惊了，今晚让厨房给你夹菜，下去看看可有伤着的地方，若是有，去请大夫来看看。他知道李花匠是故意的，这是警告郑花匠。这些牡丹花匠，他们的技术自有传承，轻易不会给旁人知晓，更别说学了去。这刚接的牡丹，拆开之后就会知道接穗和针木是怎么处理的，不到伤口愈合，他根本不会让其他人碰。他以为他已经够防得紧了，谁知这位李花匠更是防得紧。目送郑花匠气冲冲的离去，李花匠淡然地收拾了工具，处理好花，由雨禾领着，带了大黑狗自去挑选房间不提。乌三笑嘻嘻地道：何娘子，我们公子让和您说，后日潘世子和白夫人就到了，请您一定过去吃晚饭。牡丹应下，留他用晚饭，乌三不留，只说庄子里要备席，需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不能久留，径自告辞离去。牡丹用完晚饭，雨禾过来回话，说是安置妥当了李花匠，又特意安排了阿顺过去和他办做些小事情，李花匠还算满意。正说着，宽儿进来道：娘子，家里来了人，领了一位客人来。来的却是大郎铺子里的一个姓贾的伙计，领着个穿团花锦缎圆领袍子，戴黑纱幞头，约有20来岁，长相仅只是端正的青年。贾伙计笑道：娘子，这位是扬州来的卢公子。牡丹疑惑不已，他并不认得这什么扬州卢氏的人。那卢公子朝牡丹行了一礼，用带了浓浓扬州口音的官话道：在下卢全，族中行伍，人称卢五郎，我母亲姓段，人称段大娘。
之前令兄曾使人送了一封信去，言道我的小姨秦三娘遭了难，家母因为随船在外行商，辗转到1个多月前才收到了信，故而派了我来接小姨归家，并向府上致谢。秦三娘啊，当初大郎送了信给段大娘之后，一直没有回音，他还以为信送错了。这个秦三娘的姐姐并不是那位女富商段大娘，原来却是。说实话，这位卢全的长相也和秦三娘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牡丹叹了口气，卢公子只怕是白跑一趟了，他第2日就走了，我现在并不知道他在哪里。卢全正色道，适才我去见了令尊，令尊也是如此说。可我来之前，家母曾经吩咐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您是最后见到他的人，想来他曾经和您说过一些话，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还请您将那日的情形与我说说。当日的情形，牡丹倒是记得的。卢全听牡丹说完，沉吟片刻，道：依您这样说，我小姨只怕是打定主意一定要报仇了。在盐八郎没有倒霉之前，只怕他是不会离开京城的，我打算到盐八郎那里去看看。牡丹道：今日天色已晚，我想卢公子是赶不回城了，不如在这里留宿，明日一早再去也不迟。卢全抱拳谢过。谢谢何娘子，家母让我一定要答谢府上，我之前问过令尊，需要我们为府上做什么，但是令尊说当日全是您一个人的主意，让我来问您。您想要什么？我其实并没有做过什么，就是请他吃了一顿饭，住了1夜的底店，请了个大夫，陪他说了2句话而已。花的钱还是我父亲的钱，所以你们不必放在心上。牡丹有些汗颜，她并没有为秦三娘做过什么，但是段大娘却这样郑重其事，说明段大娘心里还是牵挂着秦三娘这个妹妹的。也不怪秦三娘那时候会因为自己误会了姐姐而羞愧如此。卢全认真地看着牡丹道：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当时街上来来往往的那么多人，只有你一个人伸了手。他望着牡丹微微一笑，段大娘从来不欠任何人的情，为了不让家母这个名声从此没了，还请您不要再客气了。他的表情认真诚挚，虽然是在开玩笑，却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牡丹想来想去，好像他真没有什么需要的，不过段大娘的商船的确是很有名，兴许有朝一日，他能把他的牡丹通过段大娘的船队卖到京城以外的地方。牡丹望着卢全笑，我早就听说了令堂的大名，心里非常倾慕他，很想和他这样能干的人结交，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运气。如果牡丹这次要了报酬，他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但他想和段大娘做朋友，那他将来可能得到的就远远不止这一点。同样的，卢家如果能在京城里交上何家这样的朋友，也非常不错。卢全微微一笑，缓缓道：我母亲很喜欢交朋友，假如何娘子有机会去扬州，她一定会办最好的宴席宴请您。牡丹抿嘴笑道：卢公子人生地不熟的，我家的人能领你去找盐八郎的居所。他指了指雨河，他当时曾经去过盐八郎住的通膳房，明日就让他陪你去。卢全谢过，自跟着小桃下去吃饭休息不提。第2日一早，雨河便领了他和他的几个随从骑马进城，直往通膳坊而去。牡丹则一整天都留在种苗园里，看李花匠怎么打理花木，学习怎么和他沟通，然后自己给那大黑狗起了个名字，叫他大黑，喂了他一堆鸡骨头。李花匠板着脸，一整天只和牡丹比了不到3个手势。一次是牡丹问他想选几个年轻聪明品行好的小厮来和他一起学怎么护理牡丹，问他好不好，他摆了摆手，说不好。但牡丹没打算听他的，人他是一定要弄来的，哪怕就是他让他们浇水松松土，远远的看看也好。一次是牡丹叫那大黑狗大黑，喂那狗吃鸡骨头，他生气的比了个手势，牡丹没看懂，但他猜他是气他给他的狗乱起名字，但是他没把他给大黑带去的鸡骨头踢开，而是看着大黑全吃光了，所以牡丹决定忽视他的怒气，任由那狗继续在他的鞋子上滴口水，趁机抓了那狗的头皮2把。最后一次是吃晚饭的时候，牡丹送了他2件夹袍和2双鞋子，以及1瓶紫葡萄酒和1盘炸骨雀。他沉默片刻，比了一个谢谢的手势，然后收下了东西。但牡丹不认为他是个小恩小惠就能轻易收买的人，看来他还需要长时间和他死磕。他走出种苗园时，喜郎在外面不远处游荡，见他出来，立刻过来和他打招呼，仿佛是有什么话想和他说。牡丹因为猜得到他想说什么，所以并不着急，只问他在方圆住的习惯不习惯，又问正花匠昨天有没有摔到哪里，因为今天他一整天都没看见他。喜郎犹豫片刻，道：九叔他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今天一整天都在湖那边修整花木，所以娘子才不曾看见他。
他最终也没把曹万荣的事情说给他听，而是再三保证他会好好干活。牡丹夸赞了他2句，温和地道：我听说你父亲去世了，假如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说，只要能帮的我都会帮你。喜郎有一点点吃惊，低低地应了一声，垂手目送牡丹离开。牡丹问段大娘：大娘，你觉得他是不是个坏人？段大娘是晓得喜郎的来历和他曾经偷拿过曹家花园的牡丹接头的，她慎重地想了片刻，道：老奴也不知道，但他绝对不是个老实人。牡丹笑了一笑，这天下真正的老实人有几人？当然，自称老实的人还是不少的。第2日中午，乌三亲自过来接牡丹。白夫人已经先到了，公子请您过去先陪她。牡丹皱了皱眉，潘世子没有跟他一起来。乌三殷勤地替他牵稳马，好让他方便上马。没有，说是潘世子有点事情要耽搁一下，会赶来吃晚饭。不过白夫人除了带了潘小公子以外，还带了一位娘子一起来，好像是清河吴氏的17娘，听说和你也是认识的。牡丹笑道：见过一面的。据傲清高的吴锡莲，19娘都已经许配给了李姓，想必她也是许了人家的吧。牡丹骑马穿过被收割干净后显得光秃秃的稻田，一直走到蒋家的庄子门口。围墙边的柳树已经黄了叶子，开始飘落，但是松树和柏树仍然青枝绿叶的，映得那高高的院墙格外的白，墙顶上的蓝天也格外的蓝。乌三见牡丹注视着院墙，笑道：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公子才让人粉刷过，现在看起来特别新，但之前却是斑驳一片，青苔都爬到了墙上。哎呀呀，老鼠都老得黄了皮成了精，有半只猫那么大，看到我们来了也不怕，竟然就敢当着我们的面登堂入室，我猜他一定自由自在地活了10多年，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害怕。牡丹觉得乌三仿佛是意有所指。蒋家庄子的结构和方圆的完全不同，一进门是一大片整洁宽阔的场地，用青石方砖铺成，纤尘不染。乌三殷勤地介绍，这里每3天就要用清水冲洗一遍，用的就是你们那条河里的水。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丛冬青树，那条河沟就在那后面，沿着这条小河走，前面不远处就是我刚建起来的水榭，白夫人此刻就在那里等您。和娘子请随小人过来，路在那边。冬青树后是一条约有3尺左右宽的铺了鹅卵石的小道，小道旁边就是那条河，河水清亮见底，可以看见水底的彩色鹅卵石和郁郁葱葱的水草，偶尔还有1、2条小鱼游过。河的另一边种着一排柳树，落下的黄色叶子蜷曲向上，落到水里犹如一叶一叶的扁舟。蒋家的这个庄子同样也很美丽，比宁王那个有着造价昂贵的马球场的庄子漂亮多了。牡丹问乌三，这个庄子有名字吗？以前它叫柳园，现在没有名字了。蒋长阳站在小道的尽头，欣赏地看着牡丹。牡丹今天穿的是一件银白色折枝牡丹锦襦，系着浓艳的紫色巴弗罗裙，黑色的烫金缎子裙带，裙带上系了一对胡桃大小的精致镂空花鸟香囊，交心髻上只插了一对素净的双股金钗，唇上还点了粉色的口脂，显得特别娇俏可人。他觉得她现在比他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还要美丽。牡丹也在看蒋长阳，他今天穿了件青色的圆领窄袖袍，那块玉佩还在腰上，没有戴幞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用一根玉质上乘的发簪固定起来，脚上也没穿惯长的靴子，而是穿着双加长的青布鞋。他站在树荫下，斑驳的阳光犹如碎金，随着微风浮动，不断在他的头上、脸上、肩膀上来回移动晃动，有时候晃到他的眼睛上，他就会微微眯了眼，但他一直在望着牡丹笑，目光也不曾移开过。牡丹觉得这样的他看上去非常亲切，很顺眼。下了狭窄的鹅卵石小道后，牡丹和蒋长阳中间隔着2尺远的距离，一前一后的沿着清澈的小河往前行，绕过一座高达1丈有余的灰色太湖石假山后，一个碧波荡漾的池子带着一股清凉之气迎面而来，池子周围遍植垂柳花木，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桥从他们的脚下开始，穿过水池，一直延伸到一个高台之下，化作台阶。高台周围有溪流，溪水叮叮咚咚地从台上奔流而下，流入池中。沿着溪流往上，一直到高台顶上，种满了斑竹和紫竹，竹林环抱中是一个石柱木栏围起来的宽大的亭子，石柱没有精雕细刻，木栏也是本色，色彩和谐而优雅，真漂亮，真舒服。牡丹感叹不已成风，这就是你新造的水榭。蒋长阳黑黑的眼睛熠熠生辉，这是我跟着福源和尚做朋友学来的，你觉得我这个水榭与他设计的园林相比如何？牡丹有些发愣，是你自己设计的？蒋长阳快活的一笑，是呀，虽然有些法子是从他那里偷来的，但好歹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觉得如果是福源大师，他大概只会在上面设计一个小巧精致的亭子，而不是这么宽大的亭子。虽然牡丹觉得比不上福源和尚的来的精巧，但他这个也很漂亮，最关键的是实用，最适合居家了。想必在盛夏酷热难当的夜里，抬了碧纱橱往这亭子里一放，纳凉休息，是件非常令人惬意的事情。蒋长阳笑道，对了，这就是我和那和尚最大的区别，他更注重好看，我更注重实用。我只送你到这里了，你自己上去。他指了指上面，一身飞衣的白夫人牵着一个粉妆玉琢的小胖娃站在阶梯尽头，看着牡丹温柔的笑。牡丹和他挥挥手，轻松欢快地领着段大娘和淑儿涉级而上，一直走到尽头，蹲在小胖娃的面前，双目与他对视，微笑道，你一定就是阿景啦，我猜的对不对？潘景睁着一双酷似白夫人的杏仁眼，好奇地看着牡丹，突然把一只又胖又白的小手塞进嘴里去含着，望着牡丹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容来。别含手。白夫人蹲下来，将他的手从他嘴里拔出来，用帕子给他擦拭上面的口水，温柔地道，阿景叫丹姨。潘景害羞地看了牡丹一眼，回头紧紧抱着白夫人的脖子，把额头贴在白夫人的下颌上来回摩擦。白夫人把他抱起来，跟着牡丹一起往前走。这孩子其实已经会喊人，会说些简单的话了，只是平时见生人的机会不多，有点害羞。牡丹绕到潘景的前方，变戏法似的从袖子里摸出一个穿着彩色丝绸小衣的人偶来，对着潘景做了个鬼脸，晃了晃手里的人偶，然后拉了拉人偶身后的绳子，人偶便挥动起了两只手。潘景吃惊地睁大眼睛盯着人偶瞧，眼巴巴地看着牡丹，小脸上充满了渴望。白夫人笑道，想要就要喊丹姨。潘景难为情了片刻，低低喊了声丹姨。牡丹把耳朵侧到离他不远的地方，夸张地笑道，什么？我听不见，大声点啦。潘景抿嘴笑起来，交握着两只小胖手大声地喊了一声丹姨哎。牡丹哈哈大笑，将手里的人偶递到他手里，摸了摸他粉嫩的脸颊。阿景真乖。白夫人宠溺地看着被人偶吸引了所有注意力的潘景，笑道，这是演傀儡戏的人偶吧？难为你还记着给他带礼物，谢谢你啦。他可从没见过这种人偶。牡丹有些吃惊，傀儡戏那么流行，后府的长房长孙竟然没见过。白夫人淡淡地道，他祖母认为他年龄太小，这些东西的声音太过喧嚣，会惊吓到他。这大概也是潘景很少见到生人的缘故。牡丹一时对白夫人充满了同情，却不敢表现出来。白夫人带了几分憎厌，讥讽地道，我说怎么会呢？后府的公子又是什么能吓得住的？比如他父亲。他顿住了话头，抱歉地看着牡丹笑，我希望他能比我快活。牡丹看着无忧无虑的潘景，低声道，一定会的。穿着玉色披袍、粉色巴弗罗裙的吴希莲拿着把象牙丝编的扇子，优雅万分地走过来，上上下下打量了牡丹一通，矜持的一笑，丹娘你越发精神了呢，你今日这身打扮很好。17娘你也很精神。牡丹注意到吴希莲手里那把象牙丝编的扇子和吴19娘当日出席李满娘的乔迁喜宴时拿的那把一模一样。这把扇子让牡丹想起了吴19娘，也想起了崔夫人，还有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刚刚才过去没有多久。吴希莲注意到牡丹在看这把扇子，便道，很眼熟是不是？这扇子是一对，先宁王妃送了我一把，又送了我那19妹一把。我听我19妹说过了，那天李夫人搬家，她说她见了你，与你相谈甚欢。牡丹语态平静地道，那天我们论香来着。吴希莲慢摇着扇子道，下个月她就要和你那位表哥定亲了，你知道的吧？就是那个在那次刘家花宴上和刘畅打架，把刘畅打成乌眼睛的那个。19妹曾经问过我你那表哥如何，我和她说了，你表哥很不错，敢打那种男人的必然不会是那样的男人，他才肯了的。我说你该替你表哥谢谢我替他说了好话。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是故意炫耀吗？还是间接的警告？段大娘和淑儿不悦地皱了皱眉头，白夫人则担心地看着牡丹，试图转移话题，但吴希莲不想听，只等着牡丹回答。这可真像是个讽刺。牡丹暗自告诉自己，吴希莲不是故意的。其实这不但不关吴希莲的事情，也不关吴19娘的事情，吴家兴许连这件事都毫不知情。所以他赞同地道，我已经恭喜过我表哥了，19娘很不错。至于你要我替我表哥谢你，恐怕替不来，不如等他们成亲的那一日，你再问他好好要个谢。吴19娘是李家最需要的、最渴望的那种儿媳妇，出身高贵，人又端庄大方俏丽，最主要的是她能极大程度地提升李姓的身份。
对于吴希莲的牵线搭桥，李家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他才对，特别是崔夫人，应该给他磕2个响头。吴希莲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人都不喜欢这个话题，只自顾自地道：那是当然，等到崔庄之时，看我怎么戏弄他。你到时候肯定要去的吧？牡丹不好回答吴希莲这个问题，礼物他会送到，但人是肯定不会去的，没必要让大家都不舒服。但若是答他不去，吴希莲必然要追究到底，而他虽然痛恨崔夫人，却不愿意因此坏了这门亲。李姓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亲事呢？哎，你倒是说得高兴，可到时候你定然已经嫁去太原府了，在不在这里都是另一回事。白夫人实在听不下去，不得不出言打断吴希莲。吴希莲就是这个脾气，从来不会看人眼色行事说话，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管你高兴不高兴，也不管你为什么不高兴。白夫人实在有些后悔不该带了他来，但如果没有他，只是他们夫妇俩和蒋长阳在一起，牡丹又没有这么方便出入，真是有利有弊。但愿牡丹别和他计较才好。吴希莲不高兴起来：阿欣，和你说过多少遍了，这门亲事我并不满意。我是跟你出来散心的，你为何总是扫我的心？因为你扫旁人的心了。白夫人淡淡地道：是你先提起19娘的婚事来的，要不我也不会想到你的事。你再不满意又如何？总不能悔婚吧？正因为对自己的婚事不满意，所以才会不停地讲他以为的好姻缘。阿欣怎么就不懂得他的心思呢？吴希莲将手里的象牙丝扇子啪地一下扔在石桌子上，从草墩上站起身来，咬牙切齿地道：那我嫁过去就和离，就和丹娘一样。丹娘都能做到，我也能做到的，你我都清楚得很。你还不如早点面对现实的好，人家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差。白夫人怜悯地看着吴希莲，牡丹垂眸不语，他们都很清楚，吴希莲这方面可比不上她，世家联姻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和离的？就算是能，最起码也得耗上好几年。吴希莲高贵优雅的面具突然崩溃，她可怜兮兮地望着牡丹道：丹娘，你不知道，那就是个浪荡子，和潘荣、刘畅是一样的，那样的男人，给我提鞋也不配。这是连着白夫人一起骂进去了，不过白夫人很淡然，没什么反应。段大娘低低地咳嗽了一声，牡丹抬眼看过去，不远处俨然就站着3个男人，一个是表情淡然的蒋长阳，一个是嬉皮笑脸的潘荣，还有一个脸如黑铁的刘畅。显然刚才吴希莲的话全被他们听进去了，他怎会在这里出现？可真是晦气，原本很久没看见这个令人不悦的人了，却在这样本该很愉悦的场合里倒了胃口。牡丹看向蒋长阳，蒋长阳给了他一个抱歉的眼神，以目示意潘荣，表示是跟着潘荣不请自到的。潘荣倒是一脸的若无其事，不管是吴希莲对他和他朋友的鄙视轻蔑也好，还是因为他不打招呼就把刘畅带来让身为主人的蒋长阳尴尬也好，他都无所谓，最起码牡丹没从他脸上看出任何在意来。他先对着白夫人挤了挤眼睛，然后对着一旁拿着人偶又扯又咬的潘景夸张的大叫：哎呦，儿子，快过来，爹爹给你骑大马。爹爹！潘景高高举着手里的木偶朝潘荣冲过去，潘荣也冲上来，在半道上接住了潘景，将潘景小小的身子高高举起过了头顶，骑在他的脖子上，疯子一样的围着亭子跑起来，边跑边大声的喊冲啦阿景，骑大马啦！潘景发出一连串欢快的笑声。不得不说，潘荣看似冒失的举动很好的冲淡了尴尬的气氛，给大家以调整表情的时间。吴希莲瞬间恢复了她的高贵冷艳，拿起扇子挡了半边脸，轻蔑地扫了刘畅一眼，望着蒋长阳微微一笑：蒋公子，你这个地方很雅致，也很舒服。蒋长阳微微颔首：吴娘子谬赞。白夫人则静静地看着潘荣父子俩，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牡丹却是因为潘荣这个冒失的举动而稍微不那么讨厌他了，因为假如他平时不爱陪潘景玩，潘景是不会这么亲近他的。也许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也谈不上一个狠父亲，但最起码他还能陪孩子玩。刘畅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牡丹，他不过是因为日子过得太无聊，烦躁且令人抓狂，听说潘荣要来黄渠边蒋大郎的庄子里小住几日，想着能避开因为发现刘成才居然敢养外室，而日日吵闹哭骂不休的戚夫人，还有总爱争风吃醋，脾气日渐古怪暴躁的清华，一有机会就抱着儿子守着他哭的脸上还带着疤痕的碧梧，他便跟着潘荣来了。当然他也幻想也许会在这附近遇到牡丹，毕竟他听说他的庄子就在这附近，遇到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路上他东张西望，因为没能遇到牡丹而失望，可当他真的如愿以偿地看到牡丹时候，他突然怨恨起她来了。她打扮得这么娇艳美丽，悠闲自在地坐在这样幽静美丽的地方，和女伴们轻松交谈，喝着上好的茶汤，还有男人献殷勤，
别问他为什么这样以为，反正他就是知道，假如蒋长阳如果没有对牡丹献殷勤，牡丹怎会坐在这里？他应该比他过得凄惨才对，凭什么他这样悠闲自在，他却这样辛苦劳累的犹如一条精疲力竭的狗？他之所以能好好的活着，在这里逍遥自在，完全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他之所以落到这一步，也是因为他的缘故，他恨他。刘畅想到这里，本想狠狠地瞪牡丹一眼，可看到牡丹对他视若无睹的样子，又不由勃然大怒。他看不起他是不是？他还更看不起他呢，于是他便也装作没有看到牡丹，冷冷地看向高台下的水池。可是日光反射着水面，白茫茫的一片，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的心情越发烦躁起来。白夫人扫了阴沉着脸，不知又在打什么坏主意的刘畅一眼，暗里握了握牡丹的手，低声道：有我在，别怕。吴希莲凑过来道：我也在。牡丹微微一笑：我不怕，这可是他的地盘，谁敢作乱，可得先看看他饶不饶。蒋长阳将亭子里几个女人的对话听在耳里，不以为意的微微一笑，到底已是深秋，再过些时辰天气就要凉了，既然人已到齐，不如我先让人送酒菜上来，我们边吃边聊，如何？牡丹闻言抬眼看向蒋长阳，正好与他的目光相对，不知为什么，牡丹接触到他的目光后，经遇流畅的不悦与不安便淡去了许多，他不由得轻轻点了点头。蒋长阳朝牡丹一笑，轻轻一弹亭子上方挂着的几只铜铃，铜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吴希莲奇道：这是做什么？我适才还以为就是个风铃。蒋长阳笑道：这里离大厨房远，若是由得他们从那边送菜来，许多菜都冷了，没什么意思。故而我在水榭背后竹林深处另外建了一座小厨房，铃声一响，便要送酒菜上来。吴希莲见这亭子不曾挂了匾额，那就是不曾起名，便想给这亭子起个名字，于是含笑赞道：好呀，这又比让人去叫更节省时间。听风听水听铃听竹，若是在此辅上一曲，更妙。蒋公子，你这亭子可有名字？我看不如就叫听音亭如何？蒋长阳还不曾回答，刘畅走过来坐到牡丹面前，肆无忌惮地看着牡丹，嘴里淡淡地道：什么听音亭？俗我看这水是要种莲花的，下风送莲香，爱煞此间人，便叫西莲台好了。吴希莲自来貌美，又自持身份，即便是为人矜持高傲，但在京中上层年轻男子中始终很受欢迎，基本就没遇到过敢这样直截了当说他俗的人。当下粉脸微红，羞怒焦急地瞪了刘畅一眼：刘子书，你这个人好生无礼，你起你的名字，编排我做什么？刘畅故作惊讶的一翘嘴角，从牡丹脸上收回目光，看着吴希莲道：十七娘，我哪里编排你了？你就算是要说我无礼，也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才是。蒋兄，难道这里不是要种莲花的吗？我分明听了潘二郎说，这里已然种下白莲与种台莲了，建这么个高台在这里，难道不是为了夏日纳凉灌莲？西莲台，虚莲他，哪里错了？吴希莲讨厌死了他，忽然冷笑道：刘尚书教的好儿子，随意就拿女子的闺名来开这种玩笑，真是让人不齿。我不屑于与你这种人坐在一起，起开。刘畅做大惊状，站起身来，对着吴希莲深深一揖，无比诚恳地道：十七娘，请恕罪，我从来只知你叫十七娘，却不知道你的闺名，唐突冒犯之处，还请你原谅。则个想来你自来高风亮节，是不会和我这样的人计较的吧？三言两语就逼得这些所谓的名门贵女失态，实在是件很让人愉悦的事情，这让他心里的阴郁散了不少。牡丹轻蔑地弯了弯唇角。刘畅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了，用吴希莲的名字来命名蒋长阳家中的水亭，他可真会安排。刘畅眼角的目光一直就没离开过牡丹，他很敏感地捕捉到了牡丹唇角的讥讽和轻蔑，不由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暗恨道：和牡丹，让你难过的还在后面呢，让你笑，让你笑，叫你很快就笑不出来。吴希莲见他戏弄了自己还不认账，气得额头的青筋都爆了起来。白夫人轻轻拉了他一把，缓缓道：都少说两句吧，主人还没开口，客人倒先吵上了。蒋长阳一直埋手分茶，此时方将面前的越州瓷茶瓯分别递了一杯到吴希莲和刘畅面前，朗声笑道：都是好名字，不过这水台的名字已然有了，就叫香鹤。潘荣边抱着潘景击打那几只铜铃玩耍，边漫不经心地打趣道：香鹤，蒋大郎你要和谁相和？蒋长阳微微一笑：想和谁相和就和谁相和。潘荣怪笑一声：哎呦，难得你如此直白啊，我倒是好奇起来了，这是谁呢？蒋长阳淡淡地道：我自来如此直白，莫非你不知吗？潘荣忙跑过来，抱着潘景挨着蒋长阳坐下，眼珠子乱转。那人在这里吗？
蒋长阳根本不理他。刘畅敏感地在蒋长阳和牡丹脸上来回逡巡，希望能看出点什么蛛丝马迹来。蒋长阳低着头弄茶，牡丹和白夫人一起低声劝慰，犹自怒气冲冲，拿着扇子不停地扇的吴希莲。二人表面上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不同来，可是他就是觉得不对劲。他清了清嗓子，挺起胸膛，望着牡丹微微一笑，刻意温柔地道：丹娘，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他又打什么鬼主意？牡丹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随即笑了。谢刘凤一郎关心，我很好。吴希莲在一旁淡淡地道：丹娘，你弄错了，如今该称刘四成才对。牡丹从善如流。啊，我不知道您升官了，请您原谅，刘四成。丹娘，刘四成怎会怪你？你一天有这么多正事儿要做，哪有空去管这些闲事？刘四成也挺忙的，不知清华郡主可能下床行走了。听说你日日都过去探望伺候他，很是孝顺。哦，说错了，很是贴心才对。刘四成，我口误，请别和我这个小女子一般见识。吴希莲很不厚道戳了刘畅的心窝子一下，然后得意地笑了。小人，敢惹他，他就叫他知道厉害。按着刘畅以前的脾气，以为他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发，或许还会把他面前的那杯热茶汤泼在吴希莲的脸上去。但出乎他的意料，刘畅竟然没有，而是面不改色地道：谢谢17娘的关心，虽然还行动不便，但清华他好歹已经能下得走动了，想来在你大喜之日，他一定能登门祝贺。如果我没记错，你未来的夫是袁府的岑家吧？岑十郎曾经在京里待过2年，他可算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论诗，说不定将来也会在一起。所以你不该对我这样无礼，17娘。说到这里，刘畅的脸上露出一丝冷酷的笑，牡丹对他这抹笑意再熟悉不过，他知道他即将吐出口的话一定非常伤人，不是吴希莲这样的女所能承受的。他低咳了一声，准备用其他话题转开，但是刘畅没有给任何人机会。他望着吴希莲，笑得无比灿烂。你知道，就在平康里，那里的酒很不错，总是比其他地方的酒更加香浓一些。他每每总是醉得马都上不了，不得不在那里常住下去。吴希莲眼里的亮光突然暗淡下来，装点成16胶装样的朱唇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平康里那是什么地方？妓女云集的地方。他刚说了那岑十郎是与刘畅和潘荣一样的浪荡，他立刻就证明给在座的所有人看，岑十郎他未来的夫婿果然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但其实这京中的大多数贵家弟、读书人、朝廷命官，有几个不去平康里的？许多贵妇能够到和白夫人一样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能做到戚夫人那样的凶悍难缠，但他2样都做不到，更做不到如同刘畅那样脸厚心黑。于是他注定要被刘畅刺伤。他沉默了片刻，愤怒地瞪着刘畅，想把手里那杯还在滚烫的茶汤浇得他一头一脸都是，但是白夫人沉稳地按住了他的手。他看到牡丹沉默而同情的表情，他突然想起了他和牡丹之间是不同的。她是出身高贵的武姓女，她的家族绵延了几年，天下的男人娶到她会比娶到公主郡主还要感到荣幸，她的身份和教养不容许她做这种泼妇一般的行为，特别是在牡丹这样的她从来只是可怜的并且高高俯视的弱者面前。吴希莲缓缓收回了颤抖的手，脸上浮起一层寒冰一样的神色，瞥过眼，不肯再看刘畅一眼，仿佛刘畅是一堆令人作呕的东西。刘畅不以为意，欢快地欣赏着吴希莲的表情，满意地将手里的茶汤一饮而尽。关于吴希莲那段戳心窝的话，他曾经很在意，就如同当初一看到牡丹，一听到和何家有关的话题，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给了一个病得要死的家女冲过喜，被自己没有出息又贪心的父亲给当成货物一样的卖过。那时候他还很年轻，所以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总想不顾一切地发泄出来，只为了得到片刻的扬眉吐气。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自从与牡丹和与清华郡主定亲以来，比这样更难听10倍的话他听过更多，多到他已经记不清了。当恶毒的话听得多，不安于2种下场，一种是愤怒反击再被击一直到麻木忘却，另一种是深深记住却不必表现出来，以另一种方式去还击，找到对手的软弱之处，然后一击致命。他选择了后者，他找到了吴希莲的软弱之处，轻轻一句话，一个笑容就让他遍体鳞伤，无法做出反击。呵呵，什么名门世家女，也不过如此，高贵正义的白夫人，高贵冷艳的吴希莲，他们都不敢把自己心里的怒火真正的发泄出来，他们不敢像牡丹那样敢当人不顾形象的朝他吐口水，当街大声辱骂他，也不敢像清华郡主那样的肆意妄为。他们好面，他们道貌岸然，他们表里不一。虚，这是刘畅给他们下的定义，他也虚伪，不过他就是要着做个虚伪冷酷的人，
他才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刚才明明喝下的是带着咸味儿的茶汤，可是他却觉得他喝下的是酒，唇舌、咽喉、胃，火辣辣的一片。他狠狠地看着牡丹，他夺走了他的一切，所以有朝一日，他必定要他10倍偿还。牡丹毫不退缩地与刘畅对视，他静静地看着他阴鸷的眼睛。当时他的表情是什么？但他想，兴许他是包含了轻蔑和冷漠的，也有可能是什么表情都没有，因为除了怕他用武力伤害他之外，其实他对于他来说什么都不是，甚至比不过牡丹花叶上的一条虫。可是现在他丝毫不怕他会用武力伤害他，所以他完全有可能是什么表情都没有。蒋长阳半起身，将一杯茶汤递到牡丹的面前，轻声说：没有放盐的。他高大的身体阻刘畅的视线，身上的青草味将刘畅身上传过来的浓浓的熏香味阻断。牡丹捧着那杯茶，一错觉，蒋长阳就像一座紫檀木做的6曲屏风，厚重宽大，把他不喜欢的东西统统都阻断在了外面。没有放盐的茶汤，在座的所有人都听到并看到了蒋长阳的举动。牡丹不爱放盐的茶汤，之前没有人听说过，但是蒋长阳递给他这样一杯与众不同的茶汤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自己的喜好，或者是牡丹新近培养出来的特殊喜好。不管怎么样，他是在向牡丹传递他的关心和安慰。刘畅把这个举动视为挑衅，他垂下了眼帘，目光透过睫毛缝落在了牡丹手上和他捧着的那只刻莲花纹月瓷茶瓯上。青瓷美如玉，素手倩若兰，但是青瓷不是他的，素手也不是他的，他们都有可能被另外一个男人握在手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笑道：丹娘，你什么时候喜好上了喝这不放盐的茶汤？我们一起年，日夜相对，也曾恩爱无比，我从不曾知道你有这样的怪癖。什么时候有了这怪癖的？莫非是从李性那里来的？你变得可真快，先是我，然后是李性，现在又是谁？难怪人家说女人心海底针。他不肯承认，他是痛恨着他轻易就变了心，也痛恨着他的无情无义。亭里一片寂静，吴希莲忘记了他自己的伤痛，他惊异地看着牡丹，却只是从牡丹的脸上看到一片不能称之为表情的表情。吴希莲赶紧看其他人，看其他人是不是和他一样，从刘畅的话里行间听出了同样的信息。蒋长阳还在专注地分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潘荣在苦笑，白夫人的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而风大娘和硕儿眼里已经喷出了怒火。于是他又把目光投向了牡丹。牡丹端起那杯没有放盐的茶，轻轻啜了一口，淡淡地道：既是怪癖，你不知道并不稀奇，一起年你都不知道，现在就更没必要知道了。他没有解释吴希莲想知道的，因为刘畅不配提问，也不配听。李性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统统都和他没有半点关系。白夫人道：叔，一日夫妻日恩，日夫妻似海深。你们已然和离，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又何必苦苦纠缠？好合好散不好吗？纠缠这些又有什么用？在场的人中，刘畅痛恨的人绝对不少白夫人一个。他答应他去替他劝说牡丹回心转意，可是他却背着他去联合了康城长公主，联合了清华郡主，把他卖得干干净净。他有今天，白夫人脱不了干系。因此他淡淡地看着白夫人，声线平板地说：白夫人是个很仗义的女豪侠，女诸葛，为了朋友不惜两肋插刀，不顾一切，所以我一直很敬重你。潘荣在一旁嘀咕了一声，把潘景放到白夫人怀里，挨着白夫人坐下来，轻轻拍了拍桌，瞪着刘畅不满地道：我说刘叔，我说你未免管得也宽了，我家夫人爱怎样那是我们两口的事情，你可管不着。他有些后悔了，原本就不该带刘畅来的。他以为他能弥补一下白夫人先前做的那件关于牡丹的不理智的事情，但还是不能。刘畅微微一笑：那是自然。他看向蒋长阳，想看蒋长阳会对他刚才的那番话做出何种反击或是反应。和牡丹，你以为美貌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门第、才情、权势、金钱缺一不可，容貌却是次要的。这天底下如此身份的，愿意给你保留正妻身份的，只有我一个人。不碰南墙不回头，碰了南墙你会不会回头？蒋长阳直视着他，笑容亲切，语气坚定，不容辩驳。刘四成，你是潘二郎的朋友，吴娘是白夫人的朋友，潘二郎夫妇，何娘则是我的朋友。你们都是我的客人，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招待好你们每一个人，但如果谁敢欺辱我的朋友，那便是欺辱我。欺辱主人的客人被驱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话大家都能听明白，虽然他拉上了潘荣夫妇做陪衬，但谁都能明白他是专指的谁。刘畅冷笑了，他的确抓不着蒋长阳话里的任何破绽，
可是他清清楚楚，蒋长阳和牡丹绝对有什么。精心烹制的水陆珍馐被装入鎏金动物纹银盘或是银质折枝16纹折覆碗中，源源不断地从竹林深处的小径中送过来，热腾腾地摆满了众人面前的桌。酒是上好的乌城若夏酒，筷是金瓶脱膝头筷，还有一对穿着绿罗裙的美丽少女在一旁弹奏琵琶，歌助兴，技艺高超，歌声清越，从食的种类味道，食具到表演的歌技，无一不是精心准备的。潘荣很是满意，摇头晃脑地道：程峰，你这次为了花了不少心思，如果不是因为地点不对，种类不够，器皿过珍贵，我几乎要以为是官宴了。我怎么值得你这样盛情款待？蒋长阳微微一笑：你自己也觉得不值得。潘荣眨了眨眼，哈哈大笑起来：我当然值得，谁说我不值得？他把目光投向一旁的，暗道原来如此，果然如此。蒋长阳淡淡地道：但愿你永远都值得我这样招待你。潘荣朝他举起酒杯，露出一排白牙齿：我值得的，蒋大郎。刘畅威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头，白夫人却是轻轻松了一口气。这个小小的宴会一直到将近日暮时分才算结束，气氛勉强还算融洽。蒋长阳的那句宣告了所有纷争的终结，每个人都尽力扮演好自己的客人角色，但并不代表吴锡莲就可以不抓住每时每刻观察牡丹，暗自揣测刘畅的话是什么意思，也不代表刘畅不可以在心里默默盘算。所以他们都是吃的最少的人，相反牡丹却是吃得很满意，她也很喜欢歌妓的精彩表演，享受美食的同时听得津津有味。宴席散了以后，蒋长阳领了包括潘景在内的个男人去看他马厩里的马，而白夫人、吴锡莲、牡丹人则在庄的花园里散步消食。吴锡莲率先破了沉默：丹娘，刘叔真讨厌，他那样说你，但你晚饭吃得真不错。牡丹静静地道：不吃饱饭就没有力气，而没有力气我就不能站起来。吴锡莲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怎么还吃得下，难道有人他侮辱他，他就应该表现得悲伤得吃不下饭才正常吗？不吃饱怎会有精神战斗？不但要吃饱，还要吃好。刘畅爱怎么说那是他的事情，他不能缝上他的嘴巴，不能缝上其他人的耳朵，就像当初刘四处散布谣言一样。至于蒋长阳，他就是这个样的，他既然有心，就应该了解。吴锡莲惊讶地看着牡丹，但他还是决定问下去。他说：你和李信。白夫人沉下脸：阿莲，他是我的好朋友。刘畅是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吴锡莲咬了咬牙，坚定地说：不行，事关19娘，我必须问清楚。牡丹止住白夫人，坦然大方地看着吴锡莲：如果你是想问我和李姓有没有私情，那么我告诉你，没有。吴锡莲皱眉道：你敢发誓吗？牡丹好笑地一弯嘴角：发誓？凭什么？如果有人天天这样造谣，我是不是得天天对着人发誓？17娘，不管你信不信，我都是这个回答。吴锡莲道：可是……牡丹正色道：以后我不会再回答这种问题，如果你再提，我会直接泼你一脸的水。吴锡莲有些恼：明明是刘叔，你该泼的是他。牡丹俏皮地朝他挤挤眼：他不配，你稍微好一点。吴锡莲的脸瞬间变得通红，说不清是恼怒还是羞愧。牡丹掠过他，对着一旁皱着眉头满脸歉意的白夫人挥手：天色晚了，我2个侄女还等着我，我必须得回去了。假如你愿意，可以带了阿锦去我的庄里玩，乌总管知道。牡丹没问自己会在这里待几天，那就说明他是不会再过来了，毕竟对着刘畅那样的人，怎么也舒服不起来。白夫人叹了口气，低声对吴锡莲道：阿莲，你到那边去等我，我有话要和丹娘说。随便吧。吴锡莲垂头丧气地走开。白夫人与牡丹并肩往前走，低声道：我本来是想帮你，但好像反而帮了你的倒忙。你不想过来就别来了，下一次我专程去方圆找你。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说，我们来之前，京中有人传言王夫人要再嫁，对方是安西节使方伯辉。牡丹皱了皱眉：所以呢？他知不知道？白夫人微微一笑：你说呢？他是王夫人的儿，方伯辉的意，你说他知道不知道？那就是肯定知道了。不过牡丹没看出蒋长阳有什么不高兴的样来，那么大抵他就算不会很高兴，但也不会很不高兴的。牡丹明白白夫人的意思，再嫁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蒋长阳能容许他的母亲再嫁，说不定他也不会在意他的妻是在嫁妇。白夫人点到为止：好啦，我不送你了，你若是要回去就早点回去，蒋成峰那里我会替你打招呼。牡丹应了，与白夫人辞过，领了风大娘与淑儿沿着河道旁的鹅卵石小道一直前行。
走至半途，冬青树后突然钻出一个脑袋来，看着他结结巴巴地开口：“小人秋实给何娘请安。”牡丹霍地皱了皱眉头，想不起他曾经见过这小厮，还是倏儿眼尖，低声道：“这是刘家的秋实，想来是跟了姓刘的来的。”牡丹心里有了数，淡淡地道：“你是刘畅的随身小厮。”秋实见他认出自己来，语气也没那么难听，便兴奋地眨了眨眼：“是，小人正是。”牡丹看了看他身后，西夏到哪里去了？秋实一愣，小声道：“他一家都被卖了。”牡丹点了点头，侧身要走。秋实见他要走，急道：“娘，我家公让小人和您说，朱国公有意请圣上给长一门体面的亲事，让长成绝。”牡丹禁不住回头看了秋实一眼，秋实怯懦得像纸号，他不敢看他，半垂着头，双手紧张地搅在一起，偷偷地瞟一旁怒火中烧的风大娘。他这段时间一直跟着刘畅，对于危险和人的怒气总是很敏感。现在他就直觉风大娘的怒火很旺，他很不安，甚至来不及和牡丹告退，就拔腿开跑。可刚跑了没2步，就被风大娘一把提住了衣领，接着野蛮地提起他的腰带来往河里扔下去。河水并不算深，清澈见底，但是已经很凉。秋实在里面手忙脚地乱刨了几下，站起身来，仰起头尖叫：“救命！杀人了！救命！”风大娘叉着腰，中气十足地骂：“狗仔，狗腿，瞎了你的狗眼，什么东西也敢到我家娘面前来乱嚼，关我家娘什么事？老娘泡死你！”他忍了一天气，总算是找到一个可以发泄的。淑儿拍手叫好：“什么狗东西也敢冒犯我家娘，活该！”牡丹见秋实性命无虞，便拉了风大娘和淑儿继续前行。罢了，他也不过是听主的话，怪他做什么？老奴去让人备马。风大娘生气地抿紧了嘴，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差点没撞上迎面赶来的乌笑嘻嘻地给他作揖：“大娘这是往哪里去？”风大娘不说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猛地推了他一把，甩开他就往前面走。乌夸张地晃了2晃，本以为会逗得淑儿发笑，却得到了小丫头一张冷脸。他郁闷地摸了摸头，望着牡丹嘿嘿一笑：“何娘，这是要走了。”牡丹望着他微微一笑：“天色晚了，是要走了。”他指了指不远处站在河里扑腾尖叫的秋实，他不小心跌入河中，烦劳乌总管让人把他拉起来。乌就是听到声音才过来看的，早就眼尖的看到了是刘畅的贴身小厮，便道：“没事儿，小孩贪玩呢，就让他多玩一会儿好了。”他认真的打量着牡丹的神情，希望能从上面看出什么端倪来。何娘，时辰其实还早，我们恭请您多玩一会儿，他稍后送您回去。牡丹笑道：“谢过你家公好意了，府上有客，我就不给他添麻烦了。我是才请白夫人替我转达谢意，既然到了你，那就更好了，请乌总管替我向你家公转达谢意，感谢他的盛情款待。”牡丹说完，领了淑儿绕过屋，快步前行，很快就消失在了冬青树后。乌立在原地，困惑的直皱眉头。何娘莫非是气恼今日那位姓刘的客人也来了？但那不是蒋长阳的错啊，先前也没见他有多生气，现在却是再也不想多留一刻的样。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回身吩咐身边的灰衣小厮：“去找公爷，就说何娘刚才走了。”救命！救命！秋实抓着长满了青苔的滑溜溜的河沟壁，想爬上来，却总是笨手笨脚，只好向乌求救。乌走上前去，惊愕地道：“哎呦，嗨，你是怎么掉进去的？这么宽的，这河沟不深，看连你头没淹到，自己爬出来吧。”秋实哭丧着脸：“滑得很，上不来。”乌蹲下去，看着他叹息：“再没见过比你笨的孩了，你是淘气自己跳下去玩的吧？”秋实直觉这个又黑又瘦的男人里面那颗心也一样的黑，差点没哭出声来。不是。乌还在笑，但就是没伸出他的手，那是什么？秋实不敢说，他已经被人往水里丢过一次了，自然不敢再尝试一次。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假话很顺溜的从嘴里冒出来：“我是不小心碰着了何娘子，还来不及赔礼，就被淑儿认出我是刘家的小厮。他身边的妈妈不知为何就怒气冲冲地提着我的衣领，把我扔进了河里。我真不是故意招惹他们的。”听来似乎有点道理。乌三暗忖，难道是蒋长阳走了以后，那位吴17娘又说了什么难听话，从而惹怒了牡丹主仆3人？刚好刘畅先前也得罪了牡丹，和家人深恨刘家人，风大娘就拿他的小厮撒气。不对，牡丹不是那样莫名其妙就为难下面人的人，定然是这小子在撒谎。秋实见乌三不说话，忙道：“我说的是真话，他们恨我家公子。”他这话也算是实话。乌三笑嘻嘻地伸出手：“来，伸手给我，得了伤寒可不是耍处。你叫什么名字？”
好像是叫秋实。是。秋实见他总算是相信了自己的话，暗自松了一口气，把手伸给巫三，抱怨道：府上这条河好生古怪，看着不深，可这河沟壁却修得这么高，又陡又滑，好难爬。巫三心不在焉地看着他的动作。那是，我得找个机会和我家公子说一说，重新修得再深一点才好。秋实已经爬到了一半，眼看着马上就要安全着陆，正觉着巫三这话怎么有点不对味，手上便骤然一松，他惊慌失措的赶紧去抓河沟壁，一抓了个空，啪嗒一下又重新跌入了水中。巫三含笑看着他，你怎么不抓稳呢？来，重新来。秋实不笨，他很快就明白巫三想要做什么，但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说实话的，相比被刘畅卖了，他更愿意病一场。他站在河道中，焦虑的四处寻找河沟壁矮一点的地方。巫三见他眼珠子乱转，淡淡一笑，指了指前方，那里的河沟壁要矮一点，往那里走。秋实不敢相信巫三，他觉得那边一定会更高。巫三低声道：现下已是深秋，这水越晚越是冰凉刺骨，你要么把手伸给我，要不然就一直等着在这水里站到你家公子找来为止，想必他会很乐意让你养上一段时间的病。而你刚才做的那些事情，我总会知道的，到时候我会把你扔到黄渠里去喂鱼。可如果你说实话就不一样了，我保证任何人都不会知道，特别是你家公子不会知道。秋实觉得巫三的笑容比水更冷，他低头再三考虑，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我真的什么都没做，爱泡就泡着。巫三转身就走。那你等着呀，我一个人捞不上你来，我去找人。巫三走到冬青树后时，蒋长阳已经走了出来，身边抱着孩子的潘荣和刘畅如影随形。不是说话的好时机，巫三朝蒋长阳使了个眼色，往大门挠挠嘴，示意牡丹已经走了。蒋长阳不露声色地朝他抬了抬下巴，巫三便上前朝刘畅行了个礼，笑道：刘四成，请问您是不是有个小厮叫秋实的？刘畅点了点头。是，他怎么了？巫三垂手笑道：说来让刘四成见笑，适才这孩子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冲撞了何娘子，心里害怕，掉到河里去了。他用的是肯定语气。蒋长阳皱着眉头扫了刘畅一眼，把目光投到潘荣身上。潘荣见他看过来，装傻充愣的一笑。刘畅惊讶地道：是吗？他做了什么？还请巫总管说给我听，我好重重惩罚这奴才。他的表情很自然，如今他越来越能熟忍地根据需要操作面部表情。巫三为难地叹了口气，那些话不说也罢，就是请刘四成莫见怪，刚才小人就拉过他，不过可能是他心里害怕的缘故，手脚发抖弄不上来。这个不成器的奴才真是给我丢尽了脸面，他在那边是不是？刘畅一边做出很生气很丢脸的样子往河边走，一边暗自高兴，不管秋实到底有没有把事情办砸了，只要牡丹被气走了，并记在了心里就好。话说他最近最长进的就是把京中各重要府邸的私事隐秘事摸了个七七八八。现在朱国公是还没这个举动，但将来呢？私底下是不是这样打算，谁知道？蒋长阳这个儿子朱国公可是一直记在心上的，至今还没有定下蒋二公子做世子，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特别是在王夫人传出要再嫁的消息之后，朱国公定然不会容许蒋长阳再在外面自由自在。刘畅想到此，再联想到李姓的例子，不由心情飞扬。秋实才弟从河沟里爬出来，刘畅就阴沉着脸一脚踢了过去。狗奴才，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赶早说出来，也饶你不死。秋实趴在地上委屈地哭道：公子，小人真不是故意的。刘畅扫了蒋长阳一眼，怒喝道：想要活命就赶紧把你做的好事说出来。秋实又把对巫三说过的话说了一遍。蒋长阳厌恶地看了这装腔作势的主仆二人一眼，示意潘荣跟他走到一旁。要么你自己解决干净，要么我替你。潘荣收起笑容，为难地道：的确是我考虑不周，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帮过我忙。那时候他家里办宴席，你也是我带过去的，他也盛情款待了你。现在城门已经关了，叫我这样赶他走，我做不到。你给我个面子好吗？到底我俩也算是打小的交情，我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见蒋长阳不为所动，他咬了咬牙，祭出杀手锏。你好歹看在我哥的面子上，就这一次。蒋长阳的嘴唇紧紧地抿起来，看着潘荣沉默不语。潘荣看到他的神情，暗自松了一口气，晓得这事儿算是成了，面上却做嬉皮笑脸状。不提我哥，都是我的错。好，不过程峰我说，你好歹装一装，让他再住一夜，我保证明早就让他走就一夜，多得罪一个人对你并无好处。他一直就跟我们在一起，不长眼的是他的小厮，要不
打那小厮出气，他一样会觉得很没面子的。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对他。蒋长阳定定地看了潘荣一眼，沉声道：潘二郎，你记好了，我不是3岁的小孩子，可以任由你们哄骗。我也不是你们，我打那小厮做什么？看着蒋长阳高壮的身影快速绕过冬青树丛，穿过青石方砖场地，出了大门，接过小厮递来的缰绳，翻身上马而去。潘荣脸上的笑容渐渐收起，肩膀也软软地垂了下去，面无表情地看着脚下的鹅卵石。潘景感受到父亲的情绪低落，不安地轻轻晃了晃他的手，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爹爹。为什么和刘畅好？蒋成峰当然不明白，因为他们俩是一丘之貉吗？潘荣的笑容瞬间灿烂起来，他蹲下去摸摸潘景的脸，指着地上的鹅卵石笑道：儿子，你看地上这鹅卵石好看不好看？你看，这块还是彩色的，这叫红色，红色。潘景只知道父亲和他玩，也跟着蹲下去，用手指戳了戳脚下的鹅卵石，然后皱眉做思考状，说了一声：红色。潘荣哈哈大笑起来，看着乌三道：我赌他根本还不懂什么是红色，你信不信？不然我们打个赌。乌三恭敬的一笑：世子爷，小公子还小，总有一天他会懂的。潘荣轻轻摸了摸潘景的头，叹了口气：是呀，他还小，小的想哭就能哭，想笑就能笑。他探臂把潘景抱起来，朝刘畅走过去，道：子叔，算了。刘畅回头见蒋长阳不在一旁，很容易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很干脆地说：我马上就走。潘荣微皱眉头：这个时候你能去哪里？刘畅淡淡地道：只要有钱，可以投宿的地方多的是。他还不至于沦落到要靠旁人求情，死皮赖脸的赖在人家里的地步。离了这里，正好四处去走走看看。潘荣沉默片刻，难得正经的道：子叔，听我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是算了。你想想咱们说过的话，别惹他，好吗？他才不怕他。刘畅抿紧嘴唇，不回答潘荣的话，只道：我先走了，回城后记得去找我。看戏的人已经走了，没有必要再演下去。他叫秋实起身，朝乌了点头，主仆二人一前一后往外走去。乌三大声吩咐人给刘畅牵马出来，秋实胆怯地看了乌三一眼，不晓得乌三晓得以后会不会真的让人把自己扔进黄渠里面去喂鱼。但乌三根本没多看他一眼。又走了一个。潘荣摸着下巴想，他其实也该很生气的像蒋长阳一样表示，欺辱他的朋友就是欺辱他，然后很有气质的跟着刘畅一起走掉，但是他知道他不能，所以他只好回过头去看着乌三笑。今天的菜不错，听程峰说都是你一手采买的太阳，刚被远处的群山淹没了最后一点影子，长庚星挂在墨蓝色的天幕上，一眨一眨的，仿佛是在笑他被人不留情面的赶了出来，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无辜的，要成事就必须付出代价。刘畅把自己的披风扔给一吹到晚风就忍不住打了个响亮喷嚏的秋实。做得不错，回去后自己去找总管，就说我说的，每个月给你增加1民钱的月例，再做2身好衣裳。秋实紧紧地抱着刘畅那件带着名贵熏香味的织锦披风，感激涕零地道：公子，现在咱们去哪里呢？不如找个庄子，一般庄户人家只怕是脏得很，不好住。刘畅抬眼看向周围被收割一空的稻田，还有前方蜿蜒的路，放马慢行，低声道：一直沿着路往前走，走到哪里算哪里。秋实在一旁看着他，觉得公子其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蒋长阳放马狂奔，没有跑多少时候，就看到了前面放马缓行的牡丹主仆3人。牡丹坐姿优美地坐在枣红色的马背上，黑色发髻间双股金钗在目光里闪闪发亮，越发显得发髻漆黑，苗条结实的腰肢随着马儿的动作很有规律的晃动，他走得不快不慢，偶尔还会和风大娘、淑儿交谈。蒋长阳加快速度追上去，前面3人听到马蹄声，都回过头来看向他。蒋长阳小心地打量牡丹的表情，他望着他微笑，勒住了马停下来等他，看上去很正常，不像是生气的样子，于是他回了他一个大大的笑容。他精确无误地在离牡丹一个马头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轻松。丹娘，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牡丹笑道：见你忙着呢，不好打扰，所以请托吴总管替我转达谢意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蒋长阳觉得牡丹这句话很不顺耳，笑容也有些不一样，但他挑不出毛病来，他有些无措地看着他。我送你们回去。牡丹笑道：不必啦，天色还早，这里离方圆也不远，附近的庄户都认识我们，安全得很。你庄子里有客人，丢下他们不好，还是赶紧回去。蒋长阳直觉牡丹很不高兴，便皱起眉头看着他，
直截了当地道：“我听巫三说，刘畅的小厮做了不得体的事情。”牡丹微微一笑，他有点无理，所以被风大娘扔到你家河沟里去了，给你添麻烦了。没有。蒋长阳摇头。你明天还会过来吗？明天你不会看到你不想看到的人。牡丹笑道：我接下来几天都会很忙，工程紧得很，要做的事情很多。还有李师傅那里也要挑几个机灵的小厮过去跟着他学学。说到这里，他真诚地感谢他。李师傅很不错，就是我想找的那种人，谢谢你。他越感谢他，蒋长阳脸上的笑容就越僵硬。他沉默片刻，固执地道：我送你们回去。牡丹看了看他的神情，没有表示反对，拨转马头继续往前慢行，路很短，很快就到了，又似乎很长，因为他们找不到话说，只能是沉默。一个是不想说，一个是想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方圆的大门出现在视线里，牡丹回头望着蒋长阳笑道：你先回去，我这里安全无虞了。你有客人要招待，我就不请你进去了。蒋长阳点点头，盯着他的眼睛沉声道：丹娘，我们还是朋友吗？牡丹睁大了眼睛，眼珠黑白分明，眼神中微微带了点惊讶和无辜。当然是啊。怎么了？看到他的神情，蒋长阳很失望，他是不会把今天的事情说给他听了，虽然可以从另外的渠道去知道，他更希望他会亲自告诉他，但明显不可能。一切都仿佛又退回了原点，他想跟他说，其实他一点都不在乎刘畅说的那些话，他自己有眼睛，有耳朵，但他和他远远还没到那个地步，就如同今日，他想表达他的关心和好意，却只能在那个合适的范围内，因此他此刻也只能是有些颓然的干笑。那就好，你进去，你路上小心啊。牡丹微笑着和他摆了摆手，一家马腹朝方圆冲了过去，风大娘和树儿紧随其后，很快就消失在方圆被柳树环围起来的围墙后。蒋长阳拨转马头，蛇身往后，路上遇到几个庄户都和他打招呼，他一一和他们招呼过来，心不在焉地看着前面泛白的路。天色越来越朦胧，前方出现了2个小黑点，然后慢慢变大，他认出那是刘畅主仆俩。刘畅定定地看着面前的蒋长阳，蒋长阳腰板挺直地坐在高大健美的紫流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以一种熟稔的看似随意其实却很牢靠的姿势握着马鞭，目光沉沉地从对面看过来，与他的目光从半空中相撞。这里没有女人，也没有共同的朋友，所以2个人都没打算退让。2个人对视的时间有些久，谁都没眨眼皮。刘畅觉得眼睛有些酸，眼皮在抽搐，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合拢去。他告诉自己，他不能输，他的眼睛会酸，蒋长阳也会酸。他使劲睁大眼睛，狠狠地瞪着蒋长阳。蒋长阳并没有刻意让目光变得更凶狠，也没有让使劲瞪眼睛，他只是沉默地看着刘畅。刘畅穿戴的一如既往的华丽精致，高头大马，锦绣华鞍，站在某处周围20步以内都是香的，身边跟着狡诈胆小的小厮，与这京中任何一家权贵的子弟没什么大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他曾经是牡丹的前夫，是个当众欺辱自己的发妻，将自己的发妻逼入绝境，又啰啰嗦嗦纠缠不休的恶毒小人。他幼稚又可笑，可悲而自私，配不上牡丹，除了冲洗他一无是处。蒋长阳给刘畅下了定论。秋实小心翼翼地缩在一旁，鼻腔总是发痒，他想打喷嚏，但是又不敢打，忍了好几次之后，他终于忍不住，很响亮地打了个喷嚏。这个喷嚏来得如此突如其来，又如此响亮，刘畅苦苦支撑的眼皮被吓得一跳，就再也收不回来。他先眨眼睛了，刘畅神经质地从蒋长阳黑黑的眼里看到了一丝一闪而过的笑意，不由恨得要死，都是怪秋实这厮，他忍了好几忍才没一鞭子抽到秋实身上去，而是及时堆起一个笑容来掩盖尴尬。程峰兄，这是从哪里来？蒋长阳漾起一个淡淡的笑。子舒兄，这是往哪里去？他现在不是蒋长阳的客人，也没有夹在中间为难的潘荣，他可以为所为。刘畅觉得自己更笑得自然点了。随便走走。蒋长阳也道。我也是随便走走。明明是去追和牡丹了，刘畅不甘心且愤愤地往他来的方向扫了一眼，主动邀请他。既然都是随便走走，一个人独行未免太寂寞，不如结伴而行。蒋长阳颔首道。我正有此意。他们并马顺着土路前行，马蹄声敲击在硬泥地上，发出有点沉闷的哒哒声。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无意的，但他们的腰身都比平时挺得更直。刘畅生气地发现，他好像没蒋长阳高，也没他壮，不过是一个只会骑马砍人的鲁夫罢了，长得高壮做什么？牛还更壮呢，精通六艺才是值得称道的。刘畅暗自咒骂了一声，又顺便找了找心理平衡，习惯性地堆了一个笑。
我前段时间见过朱国公，他老人家曾经向我问起过程丰兄，他很关心你呢。蒋长阳淡淡的哦了一声，再无下文。刘畅继续道，令弟二郎也曾与我们一起喝过酒，他文采不错，也挺有血性的，还很讲义气，有其父其兄之风。蒋长阳又嗯了一声。刘畅不急不恼，笑容越发灿烂。我听到一个消息，要先在这里恭喜成丰兄了。蒋长阳总算是多说了几个字。喜从何来？刘畅侧身看着他，笑眯眯地道，听说朱国公向圣上上表，请封成丰兄为世子，待他100年之后成爵，还请赐名门望族的女儿为世子夫人。这不是大喜是什么？双喜临门呢。蒋长阳算是明白秋实和牡丹说过什么了。他侧手望着刘畅，认真地道，刘四成的小道消息真多，这消息从何而来？可靠性有几分？刘畅收起了笑意，蒋兄难道不知此事？我只想好心的提醒一下蒋兄，男儿前程当自重，不要自毁前程。蒋长阳一愣，随即放声大笑。鄙人的前途无需刘四成操心，刘四成只管操劳好自家的前途就好，你还有话吗？刘畅当然还有，听闻你是个忠义之人，虽然说我和丹娘现下已经和离，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平安度过下半生。他是个心高气傲之人，可受不得气。他话未说完，离他远点。蒋长阳一声断喝，鞭子直指他的面门。如果你还算个男人，就离他远点儿。这就急了。刘畅惬意地拨开蒋长阳的马鞭。何必呢，蒋兄，我不过是好心说出一个事实罢了，你就算是不领情，也不用这样粗鲁无礼吧。粗鲁无礼才是他想对蒋长阳说的话。蒋长阳收回鞭子，拨拨马头，贴近了看着刘畅微微一笑。粗鲁无礼？他猛地挥出一拳，重重打在刘畅左边的脸上。我就粗鲁无礼了怎么样？打的就是你这不知所谓的小人。刘畅不妨他说动手就动手，根本来不及闪避，正觉眼前金星直冒，耳朵嗡嗡作响，紧接着右边又挨了一拳。无耻的小人，他竟然偷袭他！刘畅差点没一头栽下去，牢牢抱住马脖子才算坐稳了。别打了！秋实连滚带爬的从马背上下来，扑过来抱住刘畅的腿，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公子，公子，你怎样？闭嘴！刘畅晃了晃脑袋，看到眼前的人影变成了好几个，他徒劳的伸手去揪蒋长阳，蒋长阳却早已拨马退开，站在一旁看着他，唇角含了一丝得意的笑。还能骂人，看来死不了。刘畅愤恨的无以复加，他死死地瞪着蒋长阳。蒋长阳，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你竟敢偷袭我！有本事正大光明的和我打！蒋长阳淡淡地道。刘畅，这叫教训。先前我和你讲道理了，可你不和我讲，可见不是对谁都能讲道理的。你听好，既然你已和丹娘和离，就留着你的好心去伺候你的郡主。丹娘的事也好，我的事也好，轮不到你来智慧，下次你再多管闲事，再多嘴，我不介意再教训你一回。你算什么东西，也轮得到你来教训我？刘畅按上了腰间的剑。蒋长阳冷睨着他，讥讽地弯起唇角。你还是省省吧，我的刀可不是用来宰马的，是宰人的。刘畅一下子想起了那日在宁王庄子上，那匹被他当众用短剑宰杀的，把清华摔下背的马。巨大的耻辱感让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雪白，他紧紧咬住了牙齿，才没有让牙齿颤抖出声。他握紧了剑柄，想抽出来往蒋长阳的身上砍过去，但他很清楚他不是蒋长阳的对手。他的手在剑柄上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最终他告诉自己，忍吧，忍吧，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于是他抬起眼来看着蒋长阳，你没什么好值得在我面前炫耀的，你不过就是比我身高体壮，然后在军中的时间比较长而已，若我似你这般，我也能，说不定比你还好。蒋长阳直视着他，的确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我不过是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丹娘也不过是个弱女子，你又有什么好值得在她面前夸耀的？我替你脸红。刘畅抿紧了唇，固执地看着蒋长阳。蒋长阳轻轻磕了磕马腹，与他对视着，慢吞吞地从他身边走过去。刘畅不甘心地低声道，我们拭目以待，看你将来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蒋长阳回头望着他，自信的一笑。我怕你会气死掉。乌三站在青石砖场地上等蒋长阳，一看到他进来就迎上去。刘畅走了，公子有没有追上和娘子？蒋长阳将事情经过简要紧的说了一遍，引过了打刘畅2拳的事情。乌三沉默片刻，道，只怕经过此事，和娘子会避着公子了。您是怎么想的？可拿定主意了？蒋长阳没有说话，二人一直进了中门，他才道，我前几天给夫人写过一封信，你明日送出去。果然是这样，乌三在蒋长阳13岁时便跟着他，对他的脾性也是了解的，
他不是那种轻浮的人，他如果没有那个意思，没有拿定主意，是不会几次三番主动去找牡丹的。乌三低头算了一下，如今已然深秋，要收到夫人的回信，只怕是明年春天的事情了。小人斗胆猜测，夫人那里约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若是将来夫人许了，这边又黄了，怎么办？还有国公爷那里，不管怎样，你始终姓蒋，这一关怕是有点难过，还得防着有人捣乱做手脚。不如先把这里定了，再一举成事。蒋长阳想到牡丹先前谢他的样子，有些闷闷不乐。我心里有数，要先定下他这里，只怕是有些难。先别说何家不会光凭我一张口就应下，他也不可能随便就信了我。即便是能成，再去准备也伤人，还不如两头并进。将来他这里实在不成，他默了一默，实在不成，大不了让人笑话我一回罢了。说到这里，他有些不确定起来，只觉得越烦躁。乌三笑道：那小人就着手去办，等忙过这段时间，您有空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往何家铺子里走走才是。对了，潘世子在书房等您呢，说是要找您下棋。蒋长阳踏入书房，只见潘荣闲闲地披了件青色绫子夹袍，半歪在榻上，对着半局残棋冥思苦想，听到他的脚步声也没抬头，而是拿着一颗棋子比划过来比划过去，半晌落不下。蒋长阳走到他对面坐下，不客气地道：你的棋艺什么时候这样厉害了？这半局残棋就连和尚都破解不开。潘荣皱眉道：别吵别吵，刚才我差点就想通了。蒋长阳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汤，一饮而尽。那恭喜你了，我试过几回，反正我是暂时无法的。潘荣抬起眼来看他：你确定你无法解开？蒋长阳道：那是自然。潘荣将手里的棋子随意往棋盘上一扔，将棋局打乱，拍了拍手，嘻嘻一笑：那我就悬崖勒马，不浪费精神了。蒋长阳觉得他示意有所指，便皱了皱眉头：我刚才在路上遇到了刘畅，我打了他2拳，以后算是撕破脸了，说给你听，你心里有数，省得以后又拿你哥哥出来说事。好，我不提，我不提。潘荣叹了口气：他又故意惹你了，是不是？蒋长阳算是默认。潘荣起身在房里踱了几步，道：我真不明白他，原来势如敝履，弄得要死要活的，现在如愿以偿了，偏又放不下，是魔怔了。还有你，蒋大郎，你是怎么想的？你来真的？我看他也就是皮囊好一点，懂得种牡丹，嫁妆丰厚一点而已。蒋长阳很不高兴地道：我不喜欢你用这种口气说他。潘荣眨了眨眼：我自来都是这种口气啊。阿欣也喜欢他得紧，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就是很奇怪，到底为什么呀？真要蒋长阳说为什么，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开始回想，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次见到牡丹，因为她的牡丹花美丽，再加上她的遭遇，让他对她印象很深刻，但也只是印象深刻加同情。在东市的冷陶店里相遇，他惊诧于她的明媚欢乐，哪里像个遇到那种事情的人。端午节，他救了她，她是他成年以后第一个如此近距离接触的女性。但当时他的心里充满了正义和愤懑，也有故意高调做给某人看的心思在里面，无暇他顾。他看着他惊魂甫定后，当街怒吼清华郡主，口称老娘，又对着当时还是他公公的刘尚书大吼大叫，喊着拿离书，又忙着就理性，他就觉得很有意思起来，也觉得他那双闪着怒火的凤眼特别美丽。本来已是想走了的，临时又改变主意留下来，打算帮他一把，也想看看故事的结局。结果他成功威逼劝诱妻玉珠，他家的亲戚也很彪悍，根本用不着他伸手。事后他父兄领了他登门拜谢，先前说到牡丹时的头头是道，倒也罢了，他早知他擅长此道。可他一看到他那株从南诏来的牡丹后，围着那牡丹花直转圈圈，露出的那副竭力掩盖却又掩盖不了的心痒着急样，实在让人暗自好笑。特别是他家那位厚着脸皮为了女儿敲边鼓的爹，也是让人印象深刻，更叫他有些黯然神伤。他牢牢地记住了这家人，也牢牢地记住了他的要求，他要那些牡丹花种子。打马球，他病倒，他知道原来他是个病人。乌三奉他的命令去送盐子，同时也开始关注起他来，自以为抓住了他的把柄，兴冲冲地去打听了他的事情来讲给他听，时时刻刻就要拿出来念一下，一直念到他有种错觉，仿佛他真的认识他很久，和他很熟悉了一样。他们做了邻居，乌三又在念，一直把宁王府的那位小管事念上了门。帮不帮？他刚好也要建池子水榭的，这庄子给别人住了那么多年，他住着不舒服，想重新换个样子，正是好时机。利人利己的事情他最爱做了。他在路上遇到他，那么真挚地和他道谢，笑容甜美，眼睛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很美丽，却也让他赧然。其实他真的不是他所以为的那种好人，至少不完全是。他只是想，既又能帮看得顺眼的人，又能让某人忙得焦头烂额的，何乐而不为？因为惭愧，他关心地问起他的病，听说是装的，他莫名替他高兴。在城门下分手的时候，他大包大揽，让他把宁王府那档子事全推到他身上去。那时候他是真的想，如果他开口，不管怎样，他一定会自己想法子帮他，而不是通过那个人。但他一直没有动静，在福源那里遇到他也没开口。他想他大概不需要他帮忙，况且他家的亲戚也不少，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后来巫三去送种子时一问，事情果然已经解决好了，而巫三又递给了他一只荷包。蒋长阳从书房里出来时已是半夜时分，他无心睡眠，索性就在院子里打拳，一直打到身上出汗，天边微亮，他才就着井里的凉水擦了身，进屋去睡。不过才睡了1个多时辰，就被窗外滴滴的说话声吵醒，却是他房里伺候的小厮有缘在低声和巫三说他天亮才睡。巫三再问有缘可知道是何原因。蒋长阳翻身坐起，叫道：巫三，你进来。巫三挑帘进来，见他还坐在床上，人也不是那么快活精神，不由微微诧异，却不开口相问，只笑道：公子，是才白夫人那边传话过来，说是要去方圆，让派个人引路。小的因为不知何娘子是否事先有准备，便先使人去何娘子那里传了信。蒋长阳道：怎么回的话？何娘子使了风大娘过来接人，白夫人、17娘领了潘小公子已然收拾整齐，吃了早饭就要走。蒋长阳皱了皱眉，怎只是他们3个？其他人呢？我是说何娘子没顺便邀请潘世子，他昨日不是还说和他还是朋友吗？怎地今日就只请白夫人他们，把他给排除在外了？其实是想问怎么没请你吧。巫三偷觑着他的脸色道：何娘子怎会做这样失礼的事？自是都请了的，只是潘世子还没起身，白夫人也没让喊他。小的想着潘世子在，您也少不得要留下陪他，便没让人来喊您。可要小的去将潘世子叫起。不必了，兴许他们几个女子有私密话要说，我们跟了去倒是没眼色。蒋长阳的神色略松了一松，下床穿衣。你领几个人亲自送白夫人他们过去。巫三道：您不再睡会儿吗？今日左右无事。蒋长阳一边穿靴子一边道：左右睡不着，我不如把手里的事情先处理一下，让有缘进来伺候我盥洗。巫三应了，却不出去，而是亲手打了水来，将帕子拧了递到蒋长阳手里。蒋长阳看了他一眼，默不作声地接了帕子。巫三待他洗漱完毕，方道：公子手上的事情其实都不急，可以缓缓。倒是小的听几个庄户小子说，此地往东前行10里，有片山林，兔子野鸡都肥着呢。公子爷不如与潘世子一起去猎2只来，刚好可以赶上方圆的晚饭，也正好接白夫人他们回来。蒋长阳沉默片刻，道：也好，你去安排。巫三本想问他那封信还要不要发出去，静立片刻，又改变了主意，转身自去安排其他事情。蒋长阳抓起一本书来翻了2页，又烦躁地将书放回了原处，起身去了鹰房。与和牡丹讲述秦三娘的事情，去了通善坊，并没有找到严八郎，连房子都给卖了。卢武公子使人多方打听，才知道1个月以前严八郎新进娶的妻子与人私通，他又休了妻，之后在平康里与人酒后争锋，杀了人，当场就被拿住了，如今正在牢里积着等死呢。出了这种事，他家中老妇觉得无颜见人，便将房子卖了，全家都搬去了外地。严八郎如今在牢里，连探望的人都没有一个。牡丹吸了一口冷气，那秦三娘呢？有没有问到她的消息？雨禾道：有街坊说半月前曾经在西市的珠宝铺子门口看到过她，说当时她和她的丫鬟穿着绫罗绸缎，骑着高头大马，带着5、6个身高体壮的侍从，出手也极为阔绰，不知是交了什么好运。那街坊本想上前去打招呼，但秦三娘的侍从根本不许他靠近，又凶又恶。现在大家都在传秦三娘因祸得福，说要不是严八郎当初休弃了她，她还交不上现在的好运，还有人羡慕她呢。卢武公子担忧得很，令巡底店住了下来，又去请托了老爷，打算花大价钱打听他的消息，就生怕他是被什么歹人给骗了去，再不能回头。牡丹一时无言，他倒不认为秦三娘会是被什么歹人给骗了去，结合严家倒的霉，他猜这大概是秦三娘的报复。出手的人有计划，有目的，还有权势，而秦三娘付出的代价很可能就是她自己，美貌就是她的武器，至于能不能回头，只怕根本就不在秦三娘的考虑范围内。倾尽所有去报复这样一个男人，值得还是值不得？
牡丹没有经历过秦三娘的那些事情，也无法体会秦三娘的心情和决心，但她想，她也许会恨，也会想要报复，但她是不会为了这种男人这种事再搭进自己一生的。不同的人面临同样的事情，往往有不同的选择。牡丹也无从去评价秦三娘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她只希望秦三娘这次遇到的这个人能对秦三娘好一点，不至于再如盐巴郎那般对待秦三娘。雨禾没有见过秦三娘，秦三娘对于雨禾来说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外人。和牡丹汇报完毕后，他就将秦三娘给丢在了脑后，转而兴致勃勃地问起牡丹来。丹娘，蒋家的园子建得好吗？舒儿忙笑道，就是在湖里筑了个高台，种了好些竹子，引水上去再流下来，其他也没什么稀罕的，也没咱们方圆漂亮，更没咱们方圆大。边说边偷偷招雨禾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快别问了。牡丹淡淡地道，人家又不靠园子赚钱，只是建给自己看，当然用不着多大。而且他家周围的田地多着呢，不似咱们除了这个园子以外就什么都没有，怎能相比？雨禾很敏感地意识到大概是昨日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便朝舒儿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跟着自己出去说悄悄话。牡丹惯常晓得他几人的脾性，认得一定是要说昨日的事情，也不管他二人，由得他二人去背后嘀咕，自家继续埋头清算账册。刚把这个月的开销看完，还没来得及统算数字，宽儿就进来禀告，丹娘，白夫人他们已经到了大门口，去把英娘和荣娘找来，马上跟我出去接人。牡丹赶紧整理了衣服头发，起身往外走。林妈妈低声问宽儿，都来了些什么人？那姓刘的没跟了来吧？宽儿道，没来，就是白夫人、吴娘子和那位小公子。林妈妈松了口气，这样就好，我先前还真怕他跟了来。牡丹笑道，妈妈担心什么？他若真这般不要脸，果然跟了来，也不可能就不让他进门。将来方圆是开门做生意的，若是有人包了园子请客，其中就有他，难道就不包了？他自来他的，咱们只管把他当作是阿猫阿狗一般就好。林妈妈见牡丹说的没事一般，又想起昨日回来后水儿和他说的那些事，不由又暗暗叹了口气，果然又是高攀了吗？他可怜的丹娘，还是找个靠谱点的好。那日那个卢五郎看着就不错，家里也富有，扬州又远，水土也养人，就是不知可曾婚配了。得找雨禾来仔细问问，若是人不错，就要赶紧去和夫人说，早下手为强。就是卢五郎不行，这卢家必然也会有许多出众的子弟。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男人可到处都是，还愁丹娘嫁不出去。林妈妈想到这里，心情又好起来，笑眯眯地看着牡丹道，丹娘说得好，阿猫阿狗她都不如，只把她当作是路旁的牛屎一样。牡丹并不知道林妈妈片刻之间又替她做了2个打算，见林妈妈从昨日的愁云惨雾到现在明显心情好转，便也跟着轻松起来。不相干的人，妈妈爱把她当成什么就当成什么。须臾，英娘和荣娘也到了，几人说笑着出去，远远就看见风大娘引了白夫人与吴熙莲进来。白夫人、吴熙莲都是一副东张西望的样子，不时还停下脚步询问风大娘几句。牡丹有些紧张，纵然这方圆是经过福源和尚之手设计出来的，但却没有经过白夫人这类型的世家女子们的评判。而这些世家女子们的喜恶风评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世人。就像很多人以为从宫中流传出来的风尚一定就是最时尚最高雅最好的，哪怕他其实丑得一塌糊涂，也会得到热烈追捧。就算有人持相反意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只因怕别人笑自己没文化没眼光。在他心目中，方圆固然是那最好的孩子，但就不知道是否能入白夫人和吴熙莲的眼。牡丹快步上前，与白夫人和吴熙莲见过礼后，又将英娘和荣娘介绍给他们认识后，试探道，我这园子粗陋，只怕入不得你们的眼，让你们见笑。吴熙莲今日见了牡丹，微微有些不自在，听他提起园子，赶紧笑道，哪里的话，虽然只是才大概成型，我却觉得很有神韵，也极雅致。水流蜿蜒，亭台楼阁倒也不必说了，这些石头可真是少见，更别说你那些珍稀牡丹。待到2-3年之后，草木丰茂，必成名园。牡丹能感受到他传递过来的善意和求和之意，便也笑道，一直就担心不能入你们的眼，听你这样一说，我这颗心总算是放下去1多半了。也别光说好的，提点意见，趁着工匠还在，也好及时补救。白夫人笑道，他把我要说的都说光了，这园子真不错，你就别担心了，等着财源滚滚吧。吴熙莲眼神有些古怪地看向白夫人，财源滚滚这样俗的话都能从白夫人口里说出来，但她的嘴却不由自主地道，阿心说的对，丹娘你就别担心了。白夫人赞许地看了她一眼，
笑道：丹娘，你不妨引着我们走走看看，只怕以后人多了，就没今日这般清静了呢。得到他们的肯定，牡丹的兴致高起来。如果你们来，我专为你们关1日门，只招待你们又如何？吴希莲今日与昨日很有些不同，待英娘和荣娘很是亲切，引得牡丹几次怀疑她是不是吃错了药。但她对英娘和荣娘好，总比她傲慢讨人嫌的好，因此牡丹在言辞中也就对她更加客气温和。主人殷勤，客人讨好，又都是年轻女子，气氛比之昨日不知好了多少。一行人一直在园子里绕了将近半个多时辰，方才去了协芳亭喝茶说话玩耍。话说到一半，潘景睡着了，牡丹引了白夫人去客房，留下荣娘和英娘陪伴吴希莲。白夫人安置妥当潘景，拉了牡丹在一旁坐下，平退下人道：丹娘，阿莲要我替她向你赔礼道歉，她说她错怪了你，请你别和她计较。她这个人自小被人捧惯了，养成了个直脾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实也没什么恶意，也不是坏人。她不好意思说，叫我替她说。难怪的吴希莲今日那样子，被追着发誓的时候她很讨厌，但知道赔礼道歉还不算太差。牡丹笑道：他是你的朋友呢，怎会是什么坏人？我只是觉得他有些傲慢无礼，但也没觉得他有什么恶意。既然他道歉，我自然不会再生气。白夫人笑道：就知道你不会太计较。他当时是想着19娘是他的族妹，感情自来极好。他不知道这事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自然该要个说法，不然就是对不起19娘，害了19娘，却没想到会伤到你。你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威胁要泼他一脸的水，反倒叫他清醒过来，觉得是他自己理亏，上了刘畅的当。他和我说你好凶，凶死了。牡丹笑道：我可不是威胁他，他逼急了我真敢的。白夫人亲昵地捏了捏他的脸颊，笑道：我也和他说你绝对不是威胁他，你没看他今天和你说话都有点小心翼翼的，随时看你眼色。对了，刘畅昨夜就走了，我听潘荣说他被蒋成风打了2拳。他又对你做什么了？牡丹的心情微微有些沉重，沉默片刻方将秋实说的话说给白夫人听。这刘子舒实在是太过可恶，他就见不得你好。白夫人轻轻握了握牡丹的手，皱着眉头道：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关键是你怎么想。牡丹沉声道：我和他远远还没到那个地步。他那日固然对他说了他的事情，他自己能做主，但他们毕竟并没有挑明，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那时王夫人虽与朱国公和离多年，但并没有另外婚配，这个儿子跟着独居的母亲尽孝也说得过去，蒋长阳想娶谁，大概是真能做主的。可现在王夫人马上就要嫁给别人，朱国公肯定不会再允许他跟着王夫人，任由王夫人安排。但母子情分深厚，远远不是这个父亲能比的。要想拉住蒋长阳，成绝倒不一定，但干涉他的婚事却是完全可能的。白夫人叹了口气，道：其实这种事情关键看男人，比如当年的汾王妃与汾王，如果他果真有意，而且有能力不叫你受委屈，何乐而不为？蒋长阳是个很好的婚配对象，他能护得住你。难道崔夫人刚去，又换个朱国公吗？牡丹苦笑道：这种事情要讲究缘分的，咱们不提了。白夫人愣住，好一些才伸手摸了摸牡丹的头发，心里却暗自下了决心，如果蒋长阳果然有意，他一定要竭尽全力促成此事。他却不知道潘荣在后面给了牡丹重重一击。牡丹一看白夫人那样子就觉得好笑，怎么从昨日起就个个都用这种眼神看他，仿佛他就是个小可怜虫。他将白夫人的手拉下来，笑道：阿欣，其实我很挑剔的，我要他护着我，尊重我，不干涉我，不纳妾，不许在外面乱来，还要对我的家人和朋友好。能满足我这个条件的男人估计真不多，他现在看着是好，但不定根本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要真到了那个地步，只怕我一开口就给我吓跑了。我还是先看看，说不定会遇到我说的这种人。白夫人忍不住笑了起来。算了，那我就不劝你了，免得害你错过这种绝世好男人。这里有撵玉和乳娘看着就好，咱们还是赶紧往前头去，省得阿莲又在那里猜我们是不是故意冷落她。二人走至协芳亭，但见吴希莲与荣娘、英娘正坐着玩出仆，雨禾领了筐，淑儿在一旁伺候，甩甩在一旁啃树枝，怪叫。吴希莲的侍女正与阿桃和英娘、荣娘的小丫鬟在亭下斗草，热闹得很。吴希莲抬起头，略带羞意地看着牡丹，微微一笑，牡丹便挨着她坐下。现在谁赢了？荣娘得意洋洋地道：是我赢了。吴希莲将手里的屎一抛，道：你们来，我输得最惨了，得转转运才行。
牡丹与白夫人刚加入战团不久，阿桃就双眼发光地进来道：蒋公子领了一位公子爷，提着好些野物，带着一对雪白的猎鹰来了。奴婢听工匠们说，那鹰是白兔鹰，现下一大群人在外面围着看那鹰呢。荣娘和鹰娘一听，立刻激动地站了起来。在哪里？他们去打猎了吗？牡丹诧异地看向白夫人，白夫人也有些诧异。我们出门时，潘荣还睡着呢。这附近什么地方能打猎？阿桃笑道。夫人有所不知，这里往前行将近10里路，有片山林，什么大的野物是没有，但野兔和野鸡什么的都是极多得的奴婢适才见蒋公子他们拿来的，多数还是野兔和野鸡，多半是去了那里。吴希莲笑道。走，咱们也去瞧瞧。牡丹起身道。你们去看，我去厨房里安排一下晚饭。我这里没有一次招待过这么多贵客，有些不放心呢。白夫人看了他一眼，没有勉强他，领了其他人出去。牡丹倒也不是想特意避开蒋长阳，但如他所说，刚去了一个崔夫人，他不想再来个朱国公。他需要时间好好想想，在他没有确定应该怎么对待蒋长阳之前，尽量减少与他的接触是最妥当的。蒋长阳和潘荣今日所获甚丰，但相比较他们拿回来的那堆野兔和野鸡、野鸭子外，众人对那对雪与紫木金角的白兔鹰更感兴趣。潘荣得意洋洋地炫耀介绍，仿佛那对鹰是他自己的一般。蒋长阳这个主人倒被挤到抱着手一旁看热闹，他心不在焉地看着众人，觉得无聊之极。忽见风大娘出来赶人，小娘子们都要来看呢，大家伙儿该做什么都去做。众工匠一哄而散，蒋长阳只觉得心口突然一紧，忍不住就抬眼朝门那儿看过去。但见白夫人、吴希莲、荣娘、英娘等人依次而出，每看到出来一个人，他的心都忍不住跳一下，但最后终是失望，直到最后一个丫鬟走出来，也没看见牡丹的身影。客人来了，他倒避到一旁去吗？难道还打算就这样慢慢和他撇清了？蒋长阳突然非常生气，只觉得从昨夜起就一直聚集在心中的忐忑不安、不确定、不舒服全都搅在了一起，让他恨不得立即爆发出来。他冲动地问在一旁踮着脚看热闹的阿桃：你家娘子呢？阿桃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2只美丽的鹰身上，也没看到底是谁问他话，头也不回地道：去厨房安排晚饭了。蒋长阳四下扫了一眼，但见众人都在看热闹，潘荣在忙着显摆，没人注意他，便转身朝着印象中方圆厨房的大体位置走去。走了2步，又回过头来捡了2只活野鸡提在手上，方才昂首挺胸地离开。牡丹在厨房看过周八娘准备的饭菜，觉得还算满意，算着前面大概差不多了，她此时去正好露个脸，尽主人的责任和义务，将新来的2位客人一起请了后面喝茶玩耍等晚饭，便带了雨禾出了厨房，顺着碎石小道往前面去。2人绕过一块太湖时，雨禾指着前面道：丹娘，您看那不是蒋公子吗？他这是要往哪里去？牡丹抬眼一瞧，果见蒋长阳提着2只尾巴极长的野鸡，大不流星地走过来，嘴唇紧紧抿着，脸色很是不好看。转眼他就看到了他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看着他，紧紧抿着嘴，没有如同往日那般对着他笑，看这样子似乎是在生气呢。牡丹仔细想了一下，他好像没得罪过他，那么就是别人招惹了他，是和潘荣生气了，还是方圆里谁不懂规矩冒犯了他。牡丹一边思索蒋长阳生气的原因，一边笑道：蒋成风，你这是要去哪里？这是去厨房的路。他弯腰认真看了看他手里那2只野鸡，笑道：哟，还是活的，是用质往补的，你不会是要去厨房放生吧？蒋长阳看到牡丹笑得眉眼弯弯，还有心情和他说笑，不由越发生气。他想起潘荣昨夜和他说的话来，这女人越是对你彬彬有礼，越是说明她对你不感兴趣，没把你放在心上。刘畅昨日在中间使了那种坏，他但凡对他有点心思，都不会如同现在这样笑得开心。还有刘家那样欺负他，传出那种几乎可以说是毁了他的恶毒话，他竟然半点都不急。他到底在想什么？有什么是他在意的？他在意的只怕只有他的家人，还有他这方圆和他那满园子的牡丹花吧。蒋长阳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没意思。枉自他昨夜几乎没睡，一直就在想他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假的倒好办，如果是真的又该怎么办？他自然知道子嗣是大事，也知道母亲早就想抱孙子的心情，也想将来娇妻稚子，和乐美满。可是如果2者难以两全，他又该怎么办？他想起当年他长大成人后，母子偶尔闲谈，他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那么坚决地离开那个人，轻易就抛弃了过往的一切。母亲说其实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但是他的眼里实在容不下，也骗不了自己的心，
所以必须离开，懦夫才会故意欺骗自己的心。他听从的不是命运，而是他的本心。什么都可以欺骗，就是不能欺骗自己的心。假如他的眼睛的确十分喜欢看到他，假如他的心的确只会因他而激动，假如别人真的不能给他这种感觉，而他又真的不能离开这种感觉，那么他便要接受现实，听从本心。于是他听了巫三的建议，打了猎后来这里见牡丹。他想他在见到牡丹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他的本心是什么了。他打猎的时候，他试着幻想他与牡丹其实只是原始九那样的朋友，而他另外有个妻子在家里等他，但他每次幻想家里那个妻子都是牡丹的眉眼，都是牡丹的笑容。看到方圆的大门，他想第一眼看到的人是牡丹，看到女人们鱼贯而出，他不在其中，意识到他是在避开他。那一刻的怒气让他明白，他的心的确是想要他，他必须试试。他听从他的心，但他根本不知道，而且他大概也不在意。蒋长阳难过地看着笑容灿烂的牡丹，他算是明白潘荣那话了，宁愿他生气。假如牡丹为了刘畅昨天那话生气难过，那说明他好歹对他还有点想法。假如他不生气不难过，那就是对他根本没想法，他根本不在乎。他乱七八糟地想着，胡乱猜测，想得他脑子里一团浆糊，甚至不知该怎么回答牡丹的话才好，要让这团浆糊变得清爽。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问牡丹一句他想问的话，然后所有的困扰就都会迎刃而解。可是问他这句话怎么这么难呢？如果他知道他其实对他还是有点心思的，那么他开这个口就不难。他抓紧了手里绑着野鸡的绳子，回想起之前他去何家要走之时，牡丹从里面冲出来告诉他，让他来这里选花。假如他真的对他那么客气，他本可以让他的父兄或者下人去告诉他，还有之前他对着他红过脸害过羞，虽然也许他自己都没发现，但他的确是看到了，他非常喜欢那种感觉。他再一次告诉自己，他必须试一试。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一旁的牡丹见蒋长阳不回答自己的话，只是皱着眉头，眼睛都不眨地盯着自己，仿佛越来越生气的样子，笑容渐渐有些维持不下去。他低咳了一声，清清嗓子，微微把脸侧开，抢笑道：你怎么不说话？你这样瞪着我做什么？我没瞪着你，我是在想事情。蒋长阳终于眨了眨眼睛，把手里的野鸡高高举起来。你刚才说什么？我要去厨房放生，是这样说的吧？野鸡被缚住了翅膀，绑住了脚，被人提在半空中，炸着毛拼命地乱蹬，扑起一层呛鼻的细灰，提着他们的人神色莫测，两只眼睛瞪得很大。牡丹忙笑道：和你开玩笑的。蒋长阳却认真道：不知送他们去轮回，算不算另一种放生？神色终于正常了点。牡丹严肃认真地回答他：假如他们做野鸡厌烦了，想重新投胎做人的话，那就算。蒋长阳将野鸡往雨禾面前一递，不容置疑地道：那你送他们去厨房放生。雨禾看向牡丹，犹豫不决。牡丹示意他按蒋长阳说的办。到现在他已经知道，他提了这两只野鸡过来，绝对不是只为了送这两只鸡去轮回的，而是特意来找他的。见雨禾提了野鸡走开，牡丹脸上堆了笑，继续往前走。听阿桃说，你和潘世子今日猎到了许多野物，你还带了对白兔鹰来，非常漂亮。蒋长阳应一声，紧跟在他身后，迅速转入正题。昨天我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刘畅，我打了他2拳。牡丹真字真句地道：我先前听白夫人说过了，他这个人呢，总爱找事儿，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不理睬他，他自然就嘚瑟不起来。蒋长阳侧头看着牡丹，但见牡丹浓密卷翘的睫毛微微颤着，脸上的神色一派平和，并没有什么特别愤慨或是激动的神色。他既没有因为他打了刘畅而感到惊奇，也没有为他提起此事而不安。他似乎是有备而来，这不是个好现象。他默了默，决定直接点：昨日秋实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他说的那个话其实和他没有关系。牡丹忍不住打断他的话：其实刘畅这个人就是这样，最喜欢胡乱猜测，胡乱使坏，你不必在意。丹娘。蒋长阳打断他的话，注视着他的眼睛，严肃地道：假如有人到处说你的坏话，恶毒的想置你于死地，试图害你一辈子，你在意吗？牡丹沉默片刻，轻轻道：我当然在意，说不在意那是骗人的，但是也要看是些什么，就比如说有些我是不能原谅的，非得争个明白不可。可是有些呢，就没必要非得去争了，事实就是事实，什么也无法改变。所以说坏话和谣言也分很多种，得区别对待，该在意的才在意。那么什么才是你在意的？蒋长阳不等他回答，径自道：刘畅说的那个话就是我在意的。也许你不在意，但我很在意。
又绕回了那句话。牡丹有些心烦，看着他紧抿的唇墙笑道：那话圆也没什么，还不至于置你于死地，你不必如此在意。但是打也打过了，你以后必须得小心，他可是很记仇的。他几乎是用半央求的口吻道：不提这个，讲讲你们今天去打猎的那个地方吧。好玩吗？蒋长阳把他的神色变幻尽数收入眼底，又见他几次打断自己的话头，心里有了点数。他敏锐地意识到，他并不是真的不在意，其实他恰恰就是在意了，所以才不想自己提这件事。这个认知让他有些雀跃，他忍不住低低地喊了一声：丹娘。牡丹有些不自在，微微把眼睛侧开。蒋长阳见他不自在，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底气也足了许多，道：打猎不好玩，最起码我觉得不好玩。我一直在想事，心情很不好。牡丹没有吭气，静待下文。蒋长阳追着他问：你不问我在想什么？牡丹叹了口气：你在想什么？我想了关于你的很多事，但是以后我不会再提起了，只要你肯，我就会去做。蒋长阳停下脚步，挡在牡丹面前，缓慢而认真地道：就算是有些事真的会发生，我也不会接受。如果我不想要，没有任何人能强迫我。这是间接的表达。牡丹一时无言。他出现在他面前，总提起那件事，他几番阻挡没有挡住，他就有了心理准备。此时说不上惊愕，也没有慌乱，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他觉得他的头脑有些混乱，想了很久，他才让自己涌现出一个笑容。是的，听说你惯常很有主见。瞧，这就是我说的不必在意的谣言。他笑起来很好看，但这个笑容很艰难。蒋长阳想到关于他的那些流言，想到他遇到的那些事，想到他将来可能遇到的艰难，他突然很难受。他觉得他总这样笑，脸一定会酸。他轻轻道：丹娘，你才17岁，没有必要这么累。当着我的时候，假如你不想笑，就不用笑；假如你不想说话，就不必说。其他的我暂时做不到，但我希望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能自在一点。牡丹一愣，随即鼻子控制不住的一酸，侧开脸深吸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忽略鼻酸的感觉。他的示意他能听得懂，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要他为了他几句话就踏出一大步，他不到，尽管他的心在想。他和他起点不同，所处的位置也不同。他此时可能觉得得到他的心是最重要的，其他所有外在因素都可以暂时不在考虑范围内，就算是他考虑到了，他也会很有信心地认为一定能解决。但他没有他这样的信心和实力，他很清楚他的立场和生存环境，追求自在，可是成日张张惶惶的，他又怎么能自在得起来？爱情很重要，但绝对不是生活的全部，和理性类似的事情不该再发生一次，就算是他的心不听他的话，他仍然可以管住自己的人。牡丹回头看着蒋长阳，有些时候我的确是觉得有点累，但多数时候我远比你们都以为的更快活。刘的事情，李家的事情，大概都是你们同情我，觉得我可怜的基础和来源，可实际上他们之于我，不过就是昨天下过的一场雨。也许曾经形成了水灾，弄脏了弄坏了一些东西，但我还在，我的家还在。相比同情，我更需要尊敬。我并不是只有嫁人一条可走，我还可以做很多事。虽然不知道他说这些具体是什么意思，但他说的的确没有错。他是同情他，但他更喜欢他困境时机努力的样。蒋长阳使劲点头，表示赞同。你说的很对，就是要这样才好。不过嫁了人也可以很好，关键是看嫁给什么人。牡丹有些无奈，他到底懂不懂他要表达什么？好吧，是他说的隐晦，比他还隐晦。他沉默片刻，破釜沉舟地说：实际上，蒋长阳，你的有些行为远远超出了正常朋友的范围，就是这个最让我不自在。假如你真的希望我自在一点，以后就再迫着我说我不想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你年龄不小，想必经过的事情也不少，而我则是合过的，大家都不是少不更事的人，应该清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最适当。我不会和所谓的朋友总这样含含糊糊的纠缠，也不想要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发生一次，那样才是真正的累。蒋长阳没有想到他的一番真心表白会引得他说出这样一席冷酷的话，他凭什么翻脸比翻书还快？他呆了片刻才反应过来，提高声音道：你说什么？我让你不自在？我强迫你？我这个所谓的朋友含含糊糊的纠缠你？是我让你累？就是这样。牡丹毫不迟地点头，转身就走。之前你帮我的忙，我真心感激你，也不会忘记。开始说做朋友的时候，我很轻松，但是现在你真让我觉得不自在，不舒服。我要和你做的朋友不是这种朋友，我玩不起。玩？
他把他当成什么人了？这话说的，好像他从始至终就是为了算计他一样。他就是个厚脸皮的、居心不良的坏批，还走得这样干净利落，好像他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看着牡丹走得飞快的样，蒋长阳只觉从未有过的愤恨，他一片好心被他当成了驴肝肺，踩在地上毫不容情的践踏。他不假思地撩开步，2步追上牡丹，将她堵住，阴沉着脸道：何牡丹，你给我说清楚，我把你怎么了？他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仿佛要吃人一般。牡丹有些心虚，后外强中干的抬眼瞪着他，说什么？要说的我都说清楚了，你看，你又强迫我了，是不是你们男人都以为帮了女人的忙就有这种权利了？强词夺理，忘恩负义，蒋长阳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恨过一个人。他紧抿着嘴唇，恨恨地瞪着牡丹，一言不发。牡丹觉得他的眼睛里似乎闪着绿光，因为过紧张，他的牙齿有些发颤，他幸咬紧了牙，挺直了背脊，毫不示弱地和他对视。如果他真要从他这里得到答案，如果今天就必须把这件事彻底解决掉，那么就这样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最好。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经受不住激，赶紧掉头走吧。但他惊异地发现，蒋长阳脸部的线条竟然慢慢柔和下来，眼里也露出了一丝笑意。他抬着下巴，挑衅地看着他：何牡丹，你不就是怕吗？何至于如此？牡丹歪了歪嘴角：我怕什么？蒋长阳淡淡地道：你怕什么你自己最清楚，我不是言两语就可以被激得血冲上头，掉头就走的人。你不如换种方式和我好好说，可能效果更好。当一个人的表现与平日的性情出现严重反差的时候，很可能这个人的内心此时一片混。他若是不在乎，若是不在意，若是没感觉，他怎会突然变得如此可恶？他本可以用很温和的方式，很委婉地拒绝他，但他却采用了这样激烈的方式，这说明了什么？蒋长阳超强的自信心令他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眼光去看待牡丹强硬的拒绝背后所隐藏的东西。牡丹沉默片刻，低声道：我当然怕，虽然我的名声已经被人坏得差不多了，但我还是觉得名声最重要。我也招惹不起权贵，我没有一腔热血，不顾一切的本钱。蒋长阳看着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一定不会让你为难的。牡丹听到这句话，突然有些怅然若失，他怔怔地站在那里，反射性地道：谢谢，其实你是个好人，我那些难听话你别放在心上。好人？蒋长阳扫了牡丹一眼，突然提步用力从他身边挤过去。牡丹不防，被他挤得一个趔趄，晃了2晃，差点摔下去，揪着他的衣角才站稳。蒋长阳及时站住，斜了他的手一眼：你揪我做什么？不怕坏了你的名声？算了，给他出出气，我忍。牡丹忍气吞声地缩回手，小媳妇似的站着我，不是故意的。你刚才差点把我撞倒了。蒋长阳忍住笑，淡淡地道：我的话没说完，你听好了，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你先前说那些难听话还可以视为另一个意思。他缓慢而清晰地道：不愿意含含糊糊的纠缠，不愿意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么就是说你不满意我现在的行为方式，我应该换另一种让你满意的方式，那你怎样才满意？牡丹皱起眉头，看着面前的男人，觉得他与他印象中的那个蒋长阳比起来实在是很陌生。蒋长阳看着牡丹呆呆望着自己的样，越看越满意。算了，你不必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给我母亲写了信，一旦准备妥当就来提亲，在此之前我会妥善处理，绝对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困扰，你还怕不怕？这是孙悟空的筋斗云，瞬间18000千里。牡丹先前有些发傻，随即沉了脸不语。蒋长阳见他阴沉了脸不说话，强大的自信心与强大的自尊心顿时又起了冲突。他扫了周围一眼，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于是他抬起下巴，提高声音：你还是不愿意？你看不上我？我哪里不好？牡丹道：我。蒋长阳却又不想听他后面说什么，他摆了摆手：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等着瞧，就这样了。言罢大步往前，快速消失在石头花木背后。牡丹看着天边的晚霞，长长叹了口气，这什么人啊，脸皮真不是一般的厚，也不是一般的霸道。雨禾提着2只野鸡从一块石头后跳出来，一把扯住牡丹的袖，笑得欢天喜地。丹娘，丹娘，如果他真的做得到，那该有多好。牡丹无精打采地看着脚旁的菖蒲，道：你都听见了。雨禾连连点头，奴婢怕他藏了坏心，也怕周围会有不知数的人撞过来，难怪的就一直没人过来。牡丹举了举手，算了，功过相抵，不追究你偷听偷看了，赶紧把鸡送到厨房去，耽搁的时间久了。
雨禾笑道：哪里会专就等着吃这2只鸡，早就有人送去做着了的。丹娘，现在您准备怎么办？牡丹忧郁地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不是要我等着瞧吗？除了等着我还能做什么？这件事你不能说出去，包括你娘和林妈妈都不能说。以后他若是再来，平常待之，不能给人留下任何话柄。除了这样，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雨禾忙道：知道了，您赶紧往前头去，奴婢把鸡送去厨房。牡丹点点头，步履沉重地往前走去。她很矛盾，很害怕，也很纠结，但是她的心也在偷偷地歌。蒋长阳悄无声息地回到外面，看热闹的人已经散去，白夫人他们都不在，只剩潘荣领着几个小厮随从在那里玩鹰。见他走过来，潘荣道：你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你不到。蒋长阳若无其事地道：我去解手，走迷了。潘荣怀疑地看了他一眼，见他将嘴紧紧抿着，俨然还是白天那副闷闷不乐的样，便回过头不再多问，转而抱怨什么时候才开饭。饿死了。酒酣耳热，潘荣醉眼朦胧地问牡丹：丹娘，你家这里可有什么乐器？牡丹摇头：没有。对于乐器歌舞来说，他从来只带了耳朵和眼睛，不曾带了手。潘荣失望地叹了口气，一本正经地建议：将来你这方圆还得养几个技艺精湛的歌舞伎才是。牡丹只是笑而不语。白夫人皱着眉头道：若是丹娘是个男子倒也罢了，她是个女子，不用弄得这么复杂。我就是那么一说，听不听还在她。生意上的事情我原本也不懂。潘荣刚开口就被白夫人顶，深感无趣，皱眉一口气喝了一大杯酒，看着蒋长阳道：成风，你吹夜笛来听，我唱歌给大家听，咱们自娱自乐。蒋长阳悄悄看了牡丹一眼，见牡丹只顾低着头和白夫人说话，仿佛根本没听见潘荣的话，也并不想听他吹夜笛，心头有些不是滋味，便有些不情愿。可耐不住潘荣央求，英娘和荣娘在一旁起哄，吴希莲也道：我给你们击节助兴。他越不想听，他越要让他听。蒋长阳略一思索，便应了下来。潘荣赶紧使人去摘竹叶，又和众人夸口：你们不知，成风他从小吹夜笛就吹得极好。那时候他略缓了一缓，瞟了白夫人一眼，继续道：我们经常一起玩耍的一群人中，谁也没他吹得好，谁也没我唱歌唱得好，今日就让你们开开眼界。少卿、阿桃摘来了竹叶，蒋长阳挑了2片，吹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众人听得津津有味。潘荣笑道：成风，你吹得不错嘛，比以前还要好。我也唱唱，你听听我退步没有。他清了清嗓子，皱眉和睦唱道：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知垢耻。心几烦而不觉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西岳君兮君不知。歌声一出，除了蒋长阳以外，众人皆惊。潘荣的歌声和他的样子十分不搭调。他本长得眉清目秀，装扮得光鲜亮丽，却有一把十分有魅力，略带苍凉嘶哑的好嗓子，且十分投入，唱得愁肠百结，婉转凄凉。吴希莲听得忘记了击节，牡丹感叹的同时，却看到蒋长阳皱起了眉头，表情有些不安，不时偷偷看一眼白夫人。牡丹看过去，但见白夫人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垂眸看着面前的酒杯，手指用力地握着筷子，骨节泛白。蒙羞被好兮，不知垢耻。潘荣唱了一遍，又唱第2遍，清脆的杯子破裂声音打断了他的歌声，却是蒋长阳起身带翻了杯子，沉声道：时辰不早了，二郎我们该回去了。潘荣这才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他睁开眼，眼里有泪。是该回去了。他笑嘻嘻的又灌了一杯酒，借着举袖时偷偷拭了眼角的泪，闲着脸往白夫人身边挨过去。夫人，为夫唱的好不好？白夫人面无表情的道：唱得极好，好极了。他叹了口气：唱得好也不见你赏个笑，其实还是唱得不好啊。你喜不喜欢？我再给你唱一遍啊。阿欣，你喝醉了，咱们这是在做客。白夫人抿紧了唇，机遇举手将他挥开，望着撵玉沉声道：把阿景抱下去。蒋长阳赶紧上前半扶半拖地将潘荣拉开，低声劝道：二郎，有孩子们在呢，让孩子们笑话。潘荣靠在蒋长阳肩头上哈哈大笑，斜睨着脸色惨白的白夫人道：阿欣，阿欣，我又丢你脸了，我这副样子啊，儿子都不能看，看了都会替我害羞。蒋长阳忙与乌三将他夹着，使劲往外拖。好一些，众人还能听见他的笑声和问话。阿欣啊，今早你为何扔下我独自走了？事发突然，荣娘和英娘坐在一旁，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牡丹忙示意他2人下去，
又示意其他人退下。顷刻间，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厅堂里就只剩了牡丹、吴希莲、白夫人3人。白夫人直直地坐着，直愣愣地看着面前晃动的烛火，久久不发一言。牡丹直觉潘荣唱这首歌绝对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先前潘荣流泪的那个样子绝对不是故意做作出来的，蒋长阳的担忧也是确确实实的，白夫人这样子也颇令人担忧。但他却什么都不能问，只能是握住白夫人的手，安慰道：阿欣，他喝醉了，男人喝醉了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还见过比这样更夸张的，他算是好的了，你别生气了。吴希莲连忙点头，正是这样，我爹爹和哥哥们喝醉了经常都会发酒疯的。牡丹笑道：正是，原来早上你出门故意不叫他，他这会儿才说出来，已是能忍了，还唱歌给你听，唱的也不错，我就没想到他能唱得这么好。白夫人悠悠地叹了口气，苦笑一下，起身准备回去。我不在意，丹娘，今日承蒙你盛情款待，多谢了。牡丹道：不然你和17娘今夜就留宿在方圆，由得他们回去，明日早上再回去好了。吴希莲有些动心，白夫人却坚定地道：不，他既然喝醉了，我便得去照顾他，不能把他丢给蒋成风。牡丹还要再劝，白夫人微微一笑：丹娘，别替我担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当夜无月，方圆外面漆黑一片，牡丹命人打起10多个火把，交给乌三手下的人，以便路上照明。潘荣醉得一塌糊涂，根本不能骑马，只能是做了眼子，由4个小厮抬着前行。相比先前他那惊天动地的几声阿欣，此时却没了任何动静，静悄悄的蜷在檐子里一动不动。白夫人沉着脸过去，可看到他那副样子，还是沉着脸让撵玉取了一件披风给他盖上。火把照射下，牡丹看到潘荣的睫毛轻轻动了动，眼睛睁开一条缝，怔怔地看着白夫人。她感受到牡丹的目光，漠然地看过来，随即缓缓闭上了眼睛。这对夫妇到底是怎么回事？牡丹看着坐在马背上表情冷硬的白夫人，还有在檐子里装睡的潘荣，百思不得其解。看潘荣的样子不像是对白夫人无情，白夫人也不是那不知好歹的样子，可为何就到了这个地步？潘荣不开心，白夫人也不开心，可是又生生绑在一起。蒋长阳骑着马走过来，大声道：何娘子，回去吧，有我在呢，就放心好了。然后用只有他2人能听见的声音低声道：夜深路重，风冷，进去。不等他回答，他便打马往前，大声吩咐众人把火把打好，小心招呼女眷，又叫抬檐子的人走得稳一点。一夜无话，第2日一大早，撵玉就骑了马过来替白夫人和吴希莲向牡丹辞别。世子爷昨夜赶了风寒，不能在此久留，已经往城里去了，夫人不能亲自过来道别，让奴婢过来和何娘子致歉。牡丹忙道：不必客气，你们世子爷可是半途赶的风寒，可严重？你们夫人还好吗？撵玉叹了口气，抢笑道：您别担心，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世子爷也不是经常这样，通常还算给夫人面子，只是这2日脾气有些怪，过的2日也就好了。他顿了顿，忧虑地道：何娘子，若是您有空，不妨经常找我们夫人一起说说话，请她来玩玩，可以吗？昨日奴婢看她在这里玩得挺开心的。牡丹自是满口答应：那是自然，你也替我带句话给你们夫人还有17娘，请他们有空时多来玩，我随时欢迎他们。撵玉欢喜的道：奴婢一定将话传到。呼呼几日过去，这期间蒋长阳在位上过门，也没有任何消息传过来。牡丹整日里忙里忙外，往往是白日里忙个不停，夜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倒觉得日子过得快得不像话。眼看着就要到回城的日子，牡丹少不得又去种苗园与李花匠好生交流一番，请托他多上点心，看好园子。他看不懂李花匠的多数手势，只能是连猜带蒙，交流很不顺利。他试图用写字的方法与李花匠交流，但李花匠看到他写的字，只是不停地摇头，表示不识字。牡丹无奈之极，急得抓头挠耳，只好又将雨禾留在了方圆看顾。途经蒋家庄子的时候，牡丹忍不住回头看过去。这一看不要紧，他发现蒋家庄子外面不复往日那般清静，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柳树上拴了许多马，有好些人进出。英娘和荣娘很好奇，低声问风大娘：大娘，这里就是蒋家的庄子吗？风大娘正要回答，忽听远处有人大声喊道：二公子，您慢些，这子流马不比寻常的马，凄声得很。有人厉声斥道：狗东西爷齐爷的马！何事接着一阵马蹄急响，3人3骑从蒋家庄子的那条岔道奔出，转入大道，飞也似的朝着牡丹这个方向奔过来。当头的那匹马正是蒋长阳那匹子流马，
马上的人却不是蒋长阳，而是一个年约17、18岁，穿着玉色团花锦袍，头上簪着小金冠，肌肤如玉，满脸戾气的年轻公子。牡丹赶紧示意众人闪到一旁给他让路。那人只顾挥鞭打马，疯狂纵马向前，风一般从众人面前掠过，绝尘而去，只余下浓重的香风一阵。后面追赶的2人中，其中一个见到牡丹等人，抱拳行礼，也来不及开口打招呼，就追了上去。荣娘奇道：姑姑，你认得刚才那人吗？牡丹摇头，有些面熟，大抵是蒋家庄的人，跟着去过我们庄子吧。其他人不认识。风大娘道：适才那骑子流马的公子好重的力气，这般不管不顾的拼命打马，只怕会把马儿弄得发狂，若是遇到什么沟坎阻拦的驾驭不住，怕是难逃一劫。英娘道：我见蒋叔和乌总管皆宝贝这子流马的锦，也不知这是什么人，竟如此糟践这马。片刻后，又见3、4个锦衣大汉骑马追了过来，立在路口左右张望，见到牡丹等人，其中一个缺了半只耳朵，满脸胡子的胖子打马上前，一点礼貌都没有，粗声粗气地道：刚才有位公子骑马出来，往哪边去了？边说边只顾盯着牡丹的脸看。牡丹虽然厌憎他无礼，但想着人是从蒋长阳庄子里出来的，又是骑了蒋长阳的子流马，若是出了什么事，只怕那马儿也脱不了干系，便示意风大娘回话。风大娘举起鞭梢往前指了指，往前方去了。那人也不道谢，只回头招呼其余3人跟上，纵马追上前去。舒儿啐了一口：哪里来的莽汉，忒无礼了。牡丹道：人有千百种，理他作甚？赶路要紧。又行的约有斩茶功夫，身后又有人喊，这回是直接点了风大娘的名，却是乌三又领了4、5个灰衣小厮骑马上前行礼，又是问的刚才那位年轻公子的去向。乌三听说已然有人追上去了，便索性缓了脚步，笑问牡丹：何娘子这是要回城去吗？这次怕是要在城里待一阵子了吧？牡丹笑道：父兄要出远门，要陪他们几日？乌三微微皱眉，这次莫非是要出海？可定下什么日子出行了吗？牡丹还未开口，荣娘已然快言快语的接口：就是这月26。乌三思忖片刻，抱拳告辞。适才那位公子乃是朱国公府的2公子，他随同朱国公来此做客，乃是客人。出了事儿不好，小的得追上去看看。何娘子你们慢行，你忙着，不必管我们。牡丹这才知道那人便是蒋长阳的异母兄弟，那样子可不是个好相与的。而朱国公此时出现在蒋长阳的庄子里，多半也与王夫人再嫁的事情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将会要求蒋长阳怎样。不期然的，牡丹想起秋时的那番话来，不由轻轻叹了口气，打马快行到的宣平房。已近中午时分，牡丹等人进了门，李氏牵着瑞娘笑眯眯地迎上前来，说曹操。曹操道：爹和娘刚才还正念叨着，若是你们今日再不回来，明日就要使人去接，可巧的你们就回来了。牡丹讶异道：爹没有去铺子里吗？李氏道：今日家中有客，除了你4哥和6哥去了铺子里，其余人等都留在家中。荣娘奇道：是谁啊？白氏领着几个捧着果品茶水的丫鬟走过来，笑道：是卢五郎。牡丹心想着，段大娘那样的人，想必何志忠等人也是非常乐意交往的，既然大家彼此有意，那么刻意招待交往也是正常的，便也没放在心上，只问了一句：是否有秦三娘的消息了？白氏低声道：好像有点眉目了，爹请人在西市4处打探，有人识的那日跟了秦三娘外出的侍从中，有一个是景王府的人，其他人却是眼生不识的，现下就是拿不准人到底和景王府有没有关系。景王这个名字有点熟悉。牡丹沉思片刻，猛然想起，这就是先前蒋长阳所说的那位养了许多好花匠，据说名不见经传的大贤人。假如秦三娘真的与景王府有关，那么她是怎么靠上景王府的？在王府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地位？牡丹不禁微微摇头，人生果然变化莫测。一旁白氏与李氏眉目传递了半日，方有李氏道：前2日李家父子2人上门来赔礼道歉。牡丹默了默道：怎么说？李氏笑道：还能怎么说，人家小姨上门赔礼，爹和娘还能将人给赶出去？自然是还做亲戚，留他们吃饭喝酒，欢欢喜喜的送出门去，还约定了26那日要来替爹和你哥哥他们饯别。李家表就说了，那孟如人的事情被宁王知晓，怒斥责骂，被降了品级，成了正6品印，不得自由出入府邸。府中的奴才们也被处置了一大批。牡丹不由有些奇怪，那罚的还真重。原本白夫人曾同他说过，此事可大可小，就看宁王怎么想，
如今看来，却是果然应了焚王妃的话，是按着最重的责罚来。但处置大批奴才，却绝对不会是为了自己这事儿。白氏笑道：杀鸡儆猴，数罪并罚，具体是为什么，李家表舅自然也不会和我们细说，但想来他那样的人，自是不可能只做这一桩坏事。至于其他奴才们吗？依我说，早就该好生整治一番了，乱出来一个庄子里的小管事，都敢胡来，作威作福，更何论其他人。提起邓管事的事情，牡丹便想起了那时李姓说过，那事儿牵涉到宗室间的一些事情，不由胡乱猜测，说不定这番也是如此。宁王不过借机处理一批人而已，但宁王府和他李家之于他，此刻便隔得几乎天和地那么远。牡丹很快便将此事抛之脑后。进了后院，见过岑夫人，闲话过后，牡丹大致说了一下方圆的情况，严明想挑几个机灵能干、有责任心、人品端正的小厮去跟着李花匠学着打理花木。岑夫人道：这有何难？挑几个家生子去，前几日好几个人都和我说，儿子大了要讨差事，稍后让你大嫂拿了名册，你挨个去挑，挑了之后不够的，又另外去买。岑夫人话音刚落，真是就道：丹娘，我的陪房潘武家的正好有一对小子，一个7岁，一个9岁，精灵着呢，手脚也干净，正好跟了你去。他才一开头，白氏和孙氏等人便都有些异动，都想着方圆那里的活轻松，开春就可待客，去的都是有钱人，只要人机灵，少不了丰厚的赏钱，又是从家里去的家生子，去了还不得做个管事什么的。最妙的是，若是方圆果然好赚钱，手下的人习得一手好手艺，将来那便是个发财的途径，因此自是都想往里面塞自己的人。牡丹却是早就料到会有此种情形出现的，早想好了对策，便都爽快地一一应承下来。见他毫不作难地应下来，其他人便都纷纷开了口，有些还不是何家的人，甚至还有人问牡丹方圆有没有总管事，人数转瞬间便凑到了10多个，还有继续往上涨的趋势。岑夫人疑虑地看着牡丹：你用得了这么多人吗？这已经不是他挑人，而是别人替他挑了，这些人拿去能用吗？卖身契不在他手里，什么时候被人来个釜底抽薪，他还不倒霉去？只岑夫人不好当着几个有私心的儿媳说这话，只能是间接的提醒牡丹。牡丹笑道：方圆那么大，当然用得着，买人的钱再多几倍我也出得起，也养得起，但只是嫂嫂们替他们打算，我却生恐他们不肯答应呢。毕竟方圆不比城里，清苦寂寞，不见繁华，还得挖土担水，施肥除草，做到头也最多就是个管花木的管事，哪里比得城里面去铺子里做伙计好，既能学本事，又有前途。我正愁没人跟我去呢，幸亏嫂嫂们替我推荐。真是一听，不由睁大眼睛。什么买人的钱？牡丹含笑看着他，理所当然地道：李花匠和我说过了，要他教导徒弟不难，但必须是签了死契给我的人，否则他不教。这老儿脾气古怪倔强，经常还要我听他的，不听就要做气，偏生又有一门好手艺，离他不得。而且我新进招的几个花匠，都因为只是签的短契，很不听我打招呼，我便下了决心，这之后凡是要进方圆栽种牡丹花的，必须都是死契。最后呢，我是不好意思白用家里和嫂嫂们的人，哪能不给钱呢？亲兄弟明算账，这钱是必须给的。真是原本就是怀了二心的，只想着将人借给牡丹，身契还在自家手里握着，如今听牡丹这样说，却是有些不情愿了，便干笑道：丹娘说的有道理，这事儿还得先问过他们娘老子，省得怨我拆散骨肉，正是这个道理。牡丹低头吹了一口茶汤，若无其事地饮了一口茶，又问白氏和孙氏等人：嫂嫂们要不要也先问一问？白氏和孙氏对视一眼，笑道：自然要问，问过以后再来和丹娘说。牡丹微微一笑，晓得此事这算是基本接过了，之后不会再有人胡乱伸手。他倒也不是生防死防，毕竟旁人若是要学他种牡丹，只要能出得起钱，就能请得匠人去，根本不缺这些小花匠。而这些小花匠中，10个中若是能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他便感谢得很了。只是他要求他手下的人和他都是一条心的，以他的命令和利益为主，这乱七八糟的去了一帮人，各有各的主子，各有各的利益，势必会影响大局。罗五郎一直在合作到日暮时分，暮鼓响起才告辞去。见前面散了，忙去前面寻四郎亮，请他在走之前领了他去请托张五郎，借助张五郎手下的人放话出去，说他在此时便要预定明年的接头，借以试探一下曹万荣的态。何志忠等人虽知牡丹回来了，却是还未曾见着，见牡丹进来，很是欢喜，便都叫他坐下，问长问短。何志忠更关心那沈样锦接得如何了，开口问的便是沈样锦。之前牡丹尚不觉得，
此时听来却有些异样的感觉，便含含糊糊的应道：接了，长得好，蒋公也还满意，他又帮我寻到一个好花匠。然后迫不及待地岔开话题：爹爹此番带哪几个哥哥去？要去多久啊？何志忠见他眼神闪烁，很不想细说的样，心中有数，心知急不来，便顺着他的意思笑道：我此番带你大哥、哥、四哥一同去，留你二哥、五哥、六哥在家。你有事多与他们商量。去的时间吗？多则年余，少则7、8月，总会回来。牡丹很是不舍，去这么久，都要经过哪些地方？何志忠叫他往前，在他身边坐下，一一告诉他。由广州东南海行200里到屯门山，往西2日到九州石，又往南变2日到象石，西南再走日便到战不劳山，拐南行2日又至灵山，再走1日到门独国，又走1日到古达国，然后半天可以到奔陀浪州，过2日到军突弄山，继续前行，5日后就到海峡。海峡北边是罗越国，南面是佛氏国，然后还要继续往前。牡丹听得满头雾水，他根本不清楚这些古国名哪里是哪里，只听到7拐8弯一直走，便道：哎呀，我记不住，爹爹告诉我最远可以到哪里就是了。何志忠捋着胡笑道：若是风向好，去得远了，从广州出发约有87天便可到乌腊国，若是还想去得远，可以换小船，然后路行千里，一直到大食国都城报答。大食国都城报答，牡丹却是知道的，乃是今天的巴格达。没有想到何志忠会去这么远，这时候的海船可没有现代那么坚固，他有些担忧去这么远。何志忠笑道：当然不去这么远，这是说给你听着玩的。我们不去报答，就在沿途的国家采买一些香料和珠宝，若是天气好，风向好，很快就回来了。大郎笑道：说不定我们回来的时候，你的方圆已经赚得够本了呢。到时候可要好好敲敲你的竹杠，非得让你花点钱，好生招待我们一回不可。牡丹笑道：哪有那么快？我算了一下，要拿回本钱，最少也是年以后的事情。六郎道：那也不一定，若是到贵人去游园，看着喜欢了，一次赏赐千金万金也不是不可能。我听说张五郎弄斗鸡，每日里进账不少，每遇到贵人弟们去看热闹，少不得要下场去亲自弄一回，他便替人家选斗鸡，赢了也能分到不少彩头，还能得到赏赐。牡丹道：坐等贵人赏赐，那终究是虚无缥缈的事，不能算进去，还是要靠实时的来才准得数。何志忠便说：六郎，你听听你妹妹怎么说的，我早和你说过多少遍，莫要总盼着天上掉金，休要说不能，就是真掉了，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福气，会不会给砸死。为人还是要踏实点的好。六郎无所谓地道：知道了，我就是那么一说，这不是盼着丹娘能交好运，很快就能挣着钱吗？何志忠皱眉道：我们去了，你要好好跟着你二哥、五哥事情，没事别到处晃，多陪陪你媳妇。趁着何志忠教训六郎，牡丹拉了四郎在一旁商量去寻张五郎帮忙的事情。四郎笑道：这个简单的很，明日一早我便领你去寻他。六郎本就是敷衍何志忠的，竖着耳朵到处听，听说四郎要领牡丹去寻张五郎，立即来了兴致。我也去。何志忠皱眉道：你去凑什么热闹？如若不是六郎至今没有嗣，他此番便是要将六郎带了去本市长见识的，哪里会留他在此？六郎陪笑道：从前东市这边的香料铺一直是四哥打理着的，我人头不熟，只怕有人欺生。张五郎在这东市中本就混得熟，我若是与他交好，那些不长眼睛的东西自不敢多来，我这也是为了生意。何志忠听了也觉得还算有理，但始终不放心，威胁道：总而言之，我是先和你打过招呼的，若是你自己不成器，可莫要怨我不负情分。六郎闻言十分不悦，不由半是撒娇半是埋怨地道：爹爹莫要总是想着儿贪玩，而已是这个年纪，轻重缓急都是晓得的，您手把手教出来的，还不放心吗？再说了，不是还有二哥和五哥盯着我吗？何志忠叹了口气，没有说话，回头看着牡丹：我不在家，你自己要多小心，莫要劳累，没事的时候多陪陪你母亲。他顿了顿，爱怜地摸摸牡丹的头发，低声嘱咐道：罢了，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自己有数。咱不刻意高攀，却也要别委屈自己，若是人好，该把握的就要把握好了。牡丹一时忍不住，抬眼看着何志忠：爹爹，我现在慌得很。何志忠皱了皱眉，携了他的手：这里闹哄哄的，走，咱父女二人去书房里细说。牡丹将这些日以来的事情经过大致说了一遍给何志忠听，然后道：我先前也还是像爹爹说的那样，不刻意高攀，也不委屈自己，想着如果他真的不错，很适合，我也不会拒绝，
慢慢相处着，彼此都觉得合适，便不多想了。可是如今这情形，我实在是害怕像李家那样的事情再次重演。而且我也不是那么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些心虚。崔夫人当初还是背着李姓和李元独自干的，借的是宁王府孟如人的事，看着凶险，实际上解决的机会也很大。但假如换了朱国公，那又是另外一说了。朱国公约莫是不会用崔夫人和孟如人那种没道理、站不住脚的办法，可能还会先礼后兵，但若是他们不识好歹，对方有的是法，也不用做得多夸张，只需日日骚扰一下何家的生意就够呛，还抓不住证据，想告都没的地方告。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蒋长阳。牡丹和他认识的时间并不算长，真正接触的时候也不多，也没有谈过什么心，论过什么人生理想，甚至他的许多事情他都还不清楚。若是在现代，少不得还要谈个几年才算的，可这是在古代，见过一面，听过美名，甚至不曾见不曾听便可定终身。他和蒋长阳这情形，比起那些盲婚哑嫁的来，已经好了多，所以蒋长阳可以因此以为他现在对他已经足够了解，符合他的要求，满意，能够娶了回去。但他对他的感情有多深，到哪个地步，他却是不能因为他几句话就能知道的。从前他无论是面对刘畅还是面对李姓，总体说来他都是占着上风的。他清楚刘畅的脾性，可以轻而易举地激他，牵着他的笔走。李姓与他非常熟悉，他完全不必担心李姓会伤害他。但蒋长阳不同，那天他的表现就颠覆了以往他对他的认知。他更多的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不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胆大脸皮厚，他不熟悉他，不清楚自己能不能把握他。他能对他做到什么地步，会不会伤害他，都是个未知数。何志忠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走了2圈，道：这事儿不难办，有些话你不好说出口的，带我去问。先前他没有明确表示过，我也不好多说，既然他已经和你说了这话，便交于我处理。牡丹有些犹豫，会不会不好？就好像我迫着他似的，而且朱国公也在他那里。何志忠不由好笑地道：有何不好？他既然敢对我女儿说这种话，做这种事，我这个做父亲理所当然的该去问他到底什么意思。他若是诚心，也果然如他所说那般有能力解决，你便静待佳音。他若是胆敢戏弄我的女儿，你哥哥们照样揍得他满地找牙。牡丹想起当初大郎怒打刘畅，忍不住抿嘴笑起来，伸手抱住何志忠的胳膊撒娇：有爹和哥哥真好。想想又补上一句：他也打了刘畅2老拳。何志忠笑道：敢打刘畅不是什么稀罕事，张五郎也曾打过他。只是你说的对啊，人心隔肚皮，少不得让你爹爹放亮这双老眼，好生替你看一看。已是错了1回，不能再错2回。他叹了口气，揉着牡丹的头发道：我的丹娘哟，人生能有几个年？青春年华眨眼就过去了。爹爹我记得才出过几次海，你们就大了，我和你娘就老了。爹爹替你着急啊。牡丹只觉心头又软又酸又暖，将头伏在他膝盖上，轻声道：爹爹，我真舍不得你们出远门。何志忠低笑道：这么大的人了，还总是这么腻人，也不怕被你这侄女们瞧见了笑话。好了，赶早去休息，明日不是还有正事要办吗？我的时间紧，得好好想想把蒋承风约出来后怎么对付他。第2日一早，6郎果然跟着4郎一道去寻张五郎。张五郎还未曾起身，他中只得一个老娘，听见有客来，便扶了个还梳着压髻，约有10来岁的小女孩出来待客。见是4郎，喜不自禁，请入屋内坐下，推了小女孩去叫张五郎起床，并洗茶瓯，自家小心翼翼地从裙带上取了钥匙，开锁取好茶来煎茶汤。牡丹仔细量了张五郎家一番，但见是个2进的院，青石砖铺地，正中一棵老枣树，顺着墙边种了几株白的、黄的、橘红色的菊花，墙粉的洁白如新。中堂里的桌凳、家私、屏风都是簇新，虽然不成套，五花八门的，但看着倒也顺眼。张五郎的老娘见牡丹打量他家，便笑道：小娘，这都是我儿近日才从挣钱买回来的，又新又好，你来坐这月牙凳，上面铺的是蜀锦呢。只有你这漂漂亮亮的小娘最合作了。6郎差点没笑出声来，牡丹瞅了他一眼，忙谢过张五郎的老娘，一言坐在那月牙凳上，顺着他的意夸赞了他家里的新家10几句。4郎也夸张五郎出息了，张五郎的老娘听得眉眼弯弯，又出一碟酸枣来待客。那碟却是个鎏金香瑟瑟的银碟，张老娘特意拿给人看，也说是张五郎挣来的。水还未开第1滚，张五郎便半敞着衣袍，他拉着鞋，边走边系裤带，打着呵欠走进来。何四哥怎地这时候来寻我？今日不生意吗？一眼看到坐在6郎下手的牡丹，唬得道，忙忙地跨出门去躲在檐下整理衣服。
顺便拍了小女孩的头一巴掌，低声骂道：打死你个臭丫头，有女客再怎地不先与我吱一声。小女孩嘴刁刁的脆声道：你又没问，谁让你不穿好衣服就出来的？这么大的声音，屋里的人想不听见都不行。张五郎气得脸都红了，抖着嘴唇小声道：嘿，你个吃白食的，还敢这么凶，小心我打死你。小女孩伸出舌头冲他做个鬼脸，一溜烟的跑了。张五郎没法，只好厚着脸皮进屋与众人见礼，只与牡丹见礼的时候的不敢抬眼看他，须须一一便缩在了何四郎旁边去。接着何四郎将自己的身和脸掩去了大半，估摸着牡丹看不到他了，方笑道：今日吹的什么风，把你们兄妹人都吹到我这狗窝里来了。我昨日睡得夜深，怠慢了客人，还望莫要见怪。不怪不怪。四郎笑道：你这是狗哦，我们进狗窝里来坐着，那我们也是和你一样的。张五郎微红了脸道：我非是这个意思。六郎道：张五哥就莫要谦虚了，我看你这小日过得就好的，这些日手气好吧？张五郎笑道：还好，前些日得了一只好鸡，连胜7场，赢了50万钱和一只鎏金银盘。六郎的眼睛一下睁得老大，岂不是单娘的牡丹花还要值钱？他是稳赚不赔，我是有输有赢。张五郎呵呵大笑，再说我这是俗物，他那是雅物，岂能相提并论？不说了不说了，你们今日来所为何事？我晓得你们都忙得很，不比我这个闲人。四郎忙道：有2件事相求，一件是我要出远门，东市的香料铺暂交六郎打理，他想请五郎的弟兄们吃顿便饭，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另一件却是单娘要求你帮忙。前面这事简单，六郎挑了日定好时辰和我说一声就行。张五郎把眼看向牡丹，牡丹忙将来意说明，笑道：过后少不得好生答谢一番诸位哥哥。张五郎将大手豪爽的一挥：都是小事情，单娘你只管放心，我自会料理妥当。但你还是应当四处去问问走走，做个样给人看，才不至于失了真。牡丹笑道：早有这个打算的，这里出去立刻就去。四郎起身告辞：要出远门，要准备的事情多着呢，我们先告辞了，今晚去我家喝酒。张五郎打着呵欠送他们出门：你们忙，我就不去添了，等你们回来，我再设软脚替你们接风洗尘，到时候想喝多少喝多少，想喝多久喝多久。四郎停住脚低声道：我们船上还可以多带几个人。张五郎沉默片刻道：我不是那块料，我就只能做点走狗的事儿，再说了，我家里还有老娘呢，还有那个吃白饭的，我走了他们怎么办？谢了谢了。两把将四郎推出了门，把门紧紧关上。四郎叹了声气，六郎不以为然地道：我说四哥你管得真宽，因缘天定，这人天生吃哪碗饭也是命中注定的。我看他现在就未必比我们过得差，最起码就不必去冒出海这么大的风险，又玩又挣钱，何乐而不为？四郎皱眉道：爹爹的话你是没放在心上，你没听见他说吗？有输也有赢，他经常赢那是因为他才是设局的人，多数时候也不下场的。真要去赌，你看有几人不输，而且赌来的钱始终。六郎待他可没待何志忠那么客气，当下便不耐烦地道：什么钱不是钱？你们逛着，我去铺里。说完就扔了牡丹与四郎二人，径自去了东市。四郎叹道：你六哥这脾气总改不了，单娘你将来有什么事别指望他，多和二哥和五郎亮，该瞒着的也要瞒着些，他靠不住。此番爹爹本想带他去，可又想到他至今也没个孩，一来一去再耽搁上2回，杨姨娘又要哭。牡丹一时无言，跟着四郎绕了几个道观寺院，做足了生事，见日过午间，方才归家。行至门前，牡丹见自家门口拴着2匹马，便道：四是有客来。大步进了大门，就见屋坐在门房里与门正低声说笑。牡丹的心不由激烈的跳动起来，原来是蒋长阳来了，来的倒挺快的。乌见牡丹站在外面，赶紧起身去问好，笑道：我们公听说何老爷与大公他们要出海，本该26那日去灞桥上设席饯别，折柳相赠，但那日公恰好有要事，脱不得身，故而提前来府上送别。原来是自家跑来的，难怪的呢。牡丹笑道：实在客气了，府上不是有客吗？乌笑道：客人今早走了，我们便是送客人进城来的。牡丹不由暗想，蒋长阳能亲自送朱国公进城，大约是2人的关系此番得到修复了。是因为成绝的事情，所以才会引得蒋二公如此暴，骑马狂奔，拼命折磨蒋长阳的爱马。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又想起门口的2匹马中并没有紫流马，便问：紫流马今日怎么没来？
乌不动声色地道：“子流马受了点伤，怕是这1-2个月都不能行，要好生养着了。”却没有提蒋二公的事情。牡丹见问不出多的来，只好吩咐人好生招待乌，自进了后院。他挂心着蒋长阳和何志忠的谈话结果，忐忑不安地洗了脸，换了衣服，寻了本书出来，才翻了2页，就觉得心烦意乱，看不下去，只得歪在窗前的榻上斗甩甩说话混时间。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前面仍然没有消息传来，牡丹再也躺不住，起身对着镜抿了抿头发，想了想，又取了白夫人送的一管粉色假尖口脂，轻轻涂了点，对着镜照了好几照，方才带了筐往岑夫人的房里去。到的外面，只听里头笑成一片。牡丹掀开脸走进去，见是林妈妈、封大娘、杨姨娘人陪岑夫人坐着说话，4人皆眉开眼笑的，便道：“老远就听见你们的笑声，说什么说得这么开心？”林妈妈笑眯眯地道：“杨姨娘在和夫人讲扬州的风土人情呢，恰好说到了开船击鼓、交酒祭神、保佑平安。”牡丹笑道：“好端端地提起扬州来做什么？”林妈妈别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笑道：“不是正好说到卢五郎吗？便想起刚好和杨姨娘是同乡，就说起来了。都说扬州水土养人，繁华富庶，可惜没机会一见。”杨姨娘不胜感叹呢。牡丹此时对扬州半点不感兴趣，一心只牵挂着前面，便咧咧嘴角，应景笑了一笑，走到岑夫人身边去挨着她坐下，一边绕着岑夫人的裙带玩，一边假意道：“爹今日不在家中吗？怎地不见他？”岑夫人却是昨夜就听何志忠说过事情经过的，也不戳穿他，只将裙带从他手里拉开，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你爹在书房里陪客人下棋呢。就是那位蒋公，我正要使人去前面看看，他们可要吃什么，好叫厨房里做。你既然闲着，正好去瞧瞧。”牡丹应了，起身去，越靠近书房，就越觉得不自在。这本是上次蒋长阳来，他主动承担了的事情，当时他做得再自然不过，可此时却觉得当时那种轻松自在完全不在。书房外没有人伺候，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只有棋子落下的声音，显然谈话已经结束了。牡丹举手轻轻敲了敲门，他想他大概已经知道结果了。假如蒋长阳没有过了何志忠这一关，何志忠是不可能心平气和陪着他一直下棋的。何志忠好一些才道：“进来。”牡丹推门而入，一眼就看到了窗边榻上与何志忠盘膝相对的蒋长阳。蒋长阳自他进门开始就一直望着他，唇边带着淡淡的笑容。牡丹灿烂地回了他一个笑，然后扭头看向何志忠：“爹爹，娘让我来看看你们可要用点什么吃食。”何志忠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笑容，回头看向蒋长阳：“成风，你想吃什么？”“不要客气。”蒋长阳笑道：“什么方便就来什么好了，我不挑。”何志忠道：“如果你不饿，不如留下吃晚饭好了。丹娘去让厨房好好准备一桌酒菜。”牡丹抬眼看着蒋长阳，静待他点头，蒋长阳却摇头，笑道：“谢过世伯的好意，但我还是不叨扰了，随便做点什么来吃就好。”何志忠也不勉强他，捋捋胡子道：“也好，既是这样，丹娘你就去厨房，让他们像上次那样做碗馄饨送过来。”牡丹应了，转身去了厨房，不多时，馄饨做好，他又亲自送了过去。推开房门，却只见蒋长阳一人坐在里面，何志忠不见影踪，便道：“我爹呢？”蒋长阳抬眼看着他：“世伯说想拿件宝贝给我看，让我等着。”牡丹哦了一声，将食盒放下，上前去收拾桌上的棋子。他捡白子，蒋长阳捡黑子，两人从棋盘的两头开始收拾，动作都很慢，一直捡到中间交汇处，不可避免的二人的手就碰到一起。牡丹便将手伸到右边，蒋长阳却装作不知，也将手伸到了右边。几番碰撞，他的指尖轻触他的指尖，温热而轻柔。牡丹几次让开，他又跟了上去，始终不离他的左右。牡丹迅速缩回手，微红了脸，抬眼看着他。蒋长阳却是一派的沉静，只垂着眼专心的捡拾黑子，并不看他，仿佛刚才他都不是故意的，是他多想了。牡丹暗自泄气，又继续捡白子，这次他挑了处没有黑子的地方，他倒要看看他还怎么把手伸过来，可他刚捡了2颗，某人的手又跟了过来，却是跟着他一起捡起了白子，他仍然不时地碰触他的手指一下，只是轻轻一触，然后又如同游鱼一般划开。他又不是小孩子，总这么逗牡丹不由微恼，索性张开2只手，将棋盘上剩余的棋子全都扫在一处，正要将其全部捧起时，蒋长阳的2只手轻轻落在了他的手背上，一本正经地道：“里面还有黑子，我替你捡出来。”话虽如此说，他的手却犹如被胶粘住一般，放在他手上就不动了，而且瞬间掌心里就出了一层细汗。
又热又烫又湿，牡丹犹如触电一般，指尖轻轻颤了一下，下意识的就想收回去，某人却当机立断猛地一按，将她的手牢牢按住，紧紧握在手中。牡丹低垂着头，轻声道：放开。蒋长阳怎肯放开，看到牡丹通红的脸和轻轻颤动的睫毛，他又得意又兴奋，牢牢捧住牡丹的2只手，暗自感叹，这手可真小，可真滑。本已是秋日，他却觉得比3伏天还要热，窗外的秋阳透过还未换下的天青色窗纱照射进来，落在牡丹的脸上，越发将她的脸照得艳如桃花，红唇鲜艳欲滴。他有种冲动，极度渴望伸手去轻轻触触她脸上那层细细的绒毛，看看是不是比丝绸还要细滑，但他终究还是不敢，只是握紧了手里的手，低低喊了一声丹娘。牡丹垂眸不语，她的掌心也是潮湿一片，一片静寂，她只能闻到不远处悬下来的银缕空香球散发出淡淡的柑橘香味，只能看到浮尘在阳光下欢快的舞动，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的激烈，呼吸声时轻时重。只听得蒋长阳在耳边轻声道：丹娘，你别怕。我才不怕你。牡丹只觉得脸上犹如火烧一般滚烫，低声道：快放手，我爹要来了。蒋长阳轻轻道：世伯说要拿件和他命一样重要的宝贝给我看，我就一直等着，接着你来了。牡丹心中一颤，这意思是说何志忠已经认可他了。他抬起眼睛看着蒋长阳：没错，我爹爹说，如果你敢戏弄我，他和我哥哥们绝不会轻饶你，不管你是谁。蒋长阳泰然自若地盯着他的眼睛：我没有戏弄你，我说过我有能力做到，也有决心做到。我从前10多年不曾靠着他同样长大成人，之后几10年我也不必靠着他同样就能活得很好。你所担心的那些都交给我去解决，但在这之前，我只怕是不能如同从前那样经常去见你了。在没有最后达成之前，我不会给别人任何可能给你带来困扰的机会，但如果你有需要，随时都可以让人去找吴三和我说，你能理解吗？他远比他所想象的更加慎重小心。牡丹沉默片刻，低声道：所以你今晚才不能留下来吃晚饭。他想要他留下来吃晚饭，这个认知让蒋长阳的心飞扬起来，他很想留下，但想到他即将要做的事情，他知道他不能。丹娘，那些只是形式上的东西。他恋恋不舍地松开牡丹的手，从食盒里取出已经被泡得有些糊了的馄饨，用筷子夹起一只放入口中，快乐地吃下去。你瞧，我不是已经吃了吗？这才是最实在的。最主要的是，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何志忠已经答应他，只要他能由父母出面，3媒6聘风光上门提亲，即便是只有岑夫人在家，也会答应他。牡丹看着他，微微笑了起来。蒋长阳，你我相识的时间并不算长，我好多脾气性格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过日子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确定你将来不会后悔？蒋长阳听到他这话，欢喜地扬起眉毛。我早就想好了，最坏的可能我都想到了，想好了我才开的口。我从来不是轻率就会下决定的人。他默了默。至于将来，我不知道会怎样，但我想是我自己下的决定，我不会后悔，也没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说法，做了就要承受，到时候是怎样就怎样，没有多话讲。你说的很对，不做不做，做了就要承受后果，没得多话讲。牡丹喜欢他的这种说法，他抬了抬头，看着他的眼睛。我那天曾经和白夫人说过，我不做妾，也不喜欢妾，还不喜欢被人束缚着，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合则在一起，不合则离，你确定你能接受？蒋长阳早听过潘荣的描述，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孩子的事，实在不行就过继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若是肯委曲求全，那也不是他认识的何牡丹。他微微一笑，我娘也不喜欢妾。这世上悍妇何其多，不少你一个。这世上悍妇何其多，不少你一个。一丝甜蜜迅速将牡丹的心紧紧包裹起来，他忍不住将蒋长阳手里的半碗馄饨接过去。别吃了，都糊了，我让人重新给你做。蒋长阳不给，还好好的呢，别浪费。心里却在想，真是2种截然不同的待遇。牡丹见他吃得香，半点为难的样子都没有，不由暗想，是了，他不是他认识的那些衣碧华服、食必精美的公子哥，他爱吃就由得他去吃，这就是摸手的代价。趁着他吃东西，牡丹坐在一旁重新收捡棋子。我听乌三说，子流马受了点伤。蒋长阳的脸有些阴沉，狠狠地将最后一个馄饨咬烂。孬种，有脾气不敢对着人发，却只敢对着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畜生发。牡丹沉默片刻，道：你们今早是送朱国公和他进城来的？蒋长阳将碗放下，叹了口气。确切地说，是送他进城来寻大夫的。他被树枝把脸给刮花了，怕毁了脸，
整夜的嚎叫，说我专养了一匹马来暗算他，就是那马儿将他带去那里的。如果不是他马术了得，已经掉下马摔死了。又怪我没有及时带人去寻他，居心不良，他也不想想，他有多大的面子，也配吗？那朱国公怎么说？这是个什么人呀？牡丹想起当时问他们话的那4个无礼的锦衣大汉，猜到大概是那位被赐婚夫人的人，想来当时说的难听话会更多。蒋长阳抿嘴笑了一笑，怎么说？他只会抡鞭子教训不听话的人。我不喜欢有人在我那里摆威风，干脆借着这个机会一并将客人给送走了。牡丹见他虽然在笑，但眉头却是轻轻蹙着的，不由低低叹了口气。总会过去的。你还要吃吗？我再让人给你下一碗。蒋长阳摇了摇头，恋恋不舍地看着他。不必了，今天在你家待的时辰够长了，我必须得走了。回去吧。蒋长阳停在书房不远处的月亮门前，回过头来看着微微一笑，然后转身大步去。牡丹默默目送着他，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方收回目光。微风吹过树梢，发出一阵悦耳的沙沙声响，他抬眼看向枝头，但见金黄的、枯黄的、半绿半黄的树叶着絮儿飘落枝头，落到地上，褐色的泥地竟然也被点缀的有了几分亮色。他上前弯腰拾起一片落叶，将落叶上的浮尘吹去，用指尖顺着突浮的叶脉轻轻描摹了一遍。他这就开始恋爱了呀。牡丹抬眼望着瓦蓝的天空，弯起了唇角。何志忠与蒋长阳在外院别过，漫步走入小院，见牡丹独自立在树下沉思，面容恬静美好，不由轻笑一声。丹娘，现在放心了吗？牡丹回头看着何志忠灿烂一笑，上前挽住了他胳膊。爹爹，你们先前都说了些什么？他想知道蒋长阳是怎样打动何志忠的。何志忠故作讶异，他没有告诉你。牡丹将额头轻轻抵着他的肩膀，撒娇道。没有啦，他就是说你要给他看一件珍贵如命的宝贝。何志忠捋着胡笑道。丹娘，他和我说他知道所有有关你的。他抬眼看向天边的流云，缓缓道。有人和他说你身病坏了，不能生育，也不会答应纳妾，但他想实在不行，将来就过继一个。我虽然并不是很相信他能从始至终遵守诺言，但我确实是因此对他更满意。牡丹一时怔住，他猜来想去，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纵然一直知道这个流言，但他自己知道真实情况，所以他根本就没真的把他当回事。他轻声道。爹，我。何志忠道。我当然知道你不是。他叹了口气，轻抚着牡丹的肩膀道。爹爹也曾年轻过，年轻时事情但凭一腔义气，不计后果。但日益天天过去，人的想法也会慢慢改变。有很多人心爱着时，缺点也是优点，可一旦不爱了，优点便也成了缺点。这个时候人的行救是最关键的，善始善终和反目成仇可是两回事。我本可以告诉他实情，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这事还没到可以与他深入谈论的地步。他既然这么认为，便由得他，反正他要请父母上门提亲也不是短时间内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有很多余地。仔细思量，假使经过这段时间他都认为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便是你一辈的良人，到时候再告诉他实情也不迟。若不是真心求娶的，真相说出来更像是一个笑话。牡丹沉默片刻，点了点头。我明白，爹爹看重的不是他的承诺，而是他的行。对，好的行比金银之物更难得，更重要，好好珍惜。何志忠看着牡丹单薄的身暗想，牡丹现在是想着他能生，所以他不在乎，很轻松。但假如他真的坏了身，不幸生不出孩来，天长日久，谁也难说会有怎样的改变。作为父亲，作为男人，他很清楚什么是可信可行，什么是不可信不可行。他自然希望女婿无条件对女儿好，但万一蒋长阳想要自己的亲生骨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止。但他只看蒋长阳的性格为人，知道无论如何蒋长阳都会尽力照顾牡丹，不会发生刘那样的事情就足够了。转眼到了何志忠赴出远门这日，晨鼓刚响起，何家人便尽数起了身，一家人团团围坐话别。何志忠本早就将家中的事情安置妥当，此时却又不放心起来，又絮絮叨叨地将紧要的事情和岑夫人、二郎等人叨了一遍，又叮嘱六郎要如何。六郎烦不胜烦，勉强笑道：爹爹你记性不好啦，这些事儿您早就交代过好几遍了。本还想再说，得到杨姨娘一个白眼，方将话收了回去。何志忠一愣，随即感叹：我的确是老了，待此番归来以后便再也不跑远了，就交给你们年轻的去跑。岑夫人本想劝他此番也莫要去了，但想到他的性格脾气，便将话咽下，见天色大亮，忙催促道：
快些收拾了出门，只怕朱家亲朋好友都在灞桥等着了的，让人久等不好。于是人仰马翻，一大群人簇拥着出远门的父4人出了门，出城又走了许久，方到了灞桥附近，远远就看见马匹成群，屏障绵延，人来人往。却是因为今日是个宜出行的好日，故而送别的人也多。何家一行人刚出现在口不久，早就后在旁翘以待的李家的小厮便飞速迎上来。倒是李元领着几个两家都交好的至亲好友，在前方设了席为何志忠等人饯行。这是早就说好了的，何志忠并不意外，便道：前面引。到的地头，众人纷纷上前行礼致意，待所有人都寒暄完毕，李杏芳才上前给何志忠行礼。寒暄过后，他便半垂着眼迅速退下，并不敢抬眼往何志忠身后看。他知道牡丹就在那里，但他已经远远地看过他了，知道他好就够，他不敢也不愿在此时再与他目光相对。牡丹立在岑夫人身后看着李杏，不过20来天的功夫，他就如同换了一个人。他虽然仍然衣着光鲜整洁，时髦清新，也还在笑，也在和人打招呼说话，但更多时候他都是沉默的，任谁都看得出他很不开心。他似乎感受到牡丹的目光，有些不安地挪了挪身，将自己隐藏到人群最深处。牡丹收回了目光，不再看他。虽然他很怀念当初从前那个和他一起结伴去参加的李杏，那时候他们在一起又轻松又自在，但他知道那个李杏永远都不会回来了，那种日也永远都不会再有了。饯行所花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众人就起身，准备送何志忠赴上，却见卢五郎带着2个小厮也赶了来送行。何志忠少不得将卢五郎介绍给众人相识，除了李元富，众人多数都是精的，都听说过段大娘的名号，对卢五郎很势利。卢五郎如鱼得水，周旋在众人中间，谦恭圆滑讨喜。忽听不远处传来一阵欢笑声，7、8个衣着华丽的妇人从一组屏障中走出来，其中一个妇人的声音又清脆又好听，显得格外突出。本该折柳相赠，留你留下，但这柳树叶都黄了，掉得差不多了，难不成我们送你一根光秃秃的枝条？你要？牡丹不经意地看过去，不由看傻了眼。那妇人姿容娇艳，肌肤赛雪，衣着更是华贵撩人，五彩鹦鹉抹胸，在鹅黄色的披衫下时隐时现，宝石蓝的金缕长裙拖曳的长，发上的结条金钗步摇翠翘随着步伐轻轻晃动，配着她那张妖艳中又带点天真娇憨的脸，让人一看便难相忘。如果不是她的丫鬟阿慧紧跟在她身边，牡丹简直不能将眼前这张谈笑风生妖艳动人的脸与印象中那张清水出芙蓉的脸相连起来。这不是别人，正是那杳无音信卢五郎四处寻找的秦娘。秦娘并没有看向牡丹这群人，她陪着那几个妇人轻松欢快活泼地从众人身边走过，留下一阵幽香和一个引人遐想的曼妙背影。倒是阿慧看了牡丹一眼又一眼，伏在秦娘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但秦娘始终也没有回头。牡丹看阿慧的样，分明是认出了自己，她不相信秦娘没有看到她，但秦娘既然不肯认她，那便也罢了，她也不会无聊到特意上前去和秦娘打招呼。牡丹回头看向卢五郎，结果卢五郎眼睁睁地看着人从他面前经过，半点反应都没有，全然就是一副看陌生人的表情。他只好上前去小声提醒卢五郎，那就是秦娘，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所以不认识。卢五郎大吃一惊，他怎么没和娘打招呼？说着便要上前，牡丹忙道，别去，他大概是不方便，我看他的丫鬟大概已经认出我来了，他若是方便自然会来相认，咱们贸然上前只怕给他添麻烦。卢五郎点了点头，那我从他身边人下手。左右一张望，但见前方有几张骆驼车，几个车夫正坐在那里闲聊，便提步往前，随意寻了一个作揖问好，将话去套，那车夫嘴却紧，问不出半点有用的消息来。卢五郎无奈，只好在一旁候着。须臾，秦娘送了人，与几个妇人携手回来，径自上了骆驼车，扬长而去。卢五郎便悄悄坠在后面，打算寻个合适的机会上前相认。何家众人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何志忠、大郎他们，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影了，方才折身回城。何家众人男女老少一大群，走得奇慢，岑夫人心想其余人等都是有事情在身的，不好叫人久等，便叫二郎去说，请众人先行。李元看了无精打采的李杏一眼，干脆利落地答应下来，我正好还有要事在身，就不客气了。言罢与众人辞过，率先离开。从始至终，牡丹与李杏没有说过一句话。张五郎通过他特有的方式，很快将要高价订购明年牡丹街头的事情传扬了出去。前面几天的时候，四处一片风平浪静，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牡丹仍然每日骑了马，四处去寻些种有名贵的牡丹寺庙、道观游荡，听情况。
特别是那些今年被曹万荣定了街头的寺庙和道观，他去的最多，言谈中露出对这些牡丹种的向往和痴恋。但除了他特别需要的种外，他基本没给定钱，只是口头表示自己要，同时也没和这些人写契书。待到第5天的时候，他到了一户花农中，这户人家据说有一株叫粉狮的牡丹王，每次开花可达好几多朵，有名。牡丹才跨进这家人的门，当家人就亲自迎了出来，而且张口就喊出他的名字来，笑问他是不是要定街头。牡丹心中一喜，知道他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了。那花农领牡丹去看那株牡丹王，这株牡丹王果然名副其实，从未达到4丈余，高近5尺，看着就已经很醒目。那花农得意洋洋地给牡丹介绍，何娘来的不是时候，若是枝繁叶茂之时，这株牡丹可达6尺余高，今年开了5多朵，每朵半尺大，2寸高以上，花型特殊的很，不是我吹牛，这京城中似它这般大，开得这般好，这般多，绝对数不出几棵来。您要是要，给的价格好，自然给您挑出最好的留着。牡丹就算是没看到过花开，也知道这粉狮是什么样。花是牡丹中少见的托贵形种，中花种，花色淡粉色转白色，外瓣2轮，瓣基具大型墨紫色斑占据整个花瓣基部，紫斑周围的紫纹呈辐射状，内瓣狭长略扭曲，墨紫斑更是占了花瓣的1/4到1/5。且不说花色花型，光它1年可开几朵花，他就对它真正的感兴趣。对于这样的花，相比街头来说，他对整棵花更感兴趣。牡丹想了很久，开出一个价。你这棵牡丹固然开得不少，但相比名贵种也算不得什么，我给你15万钱，另外贴2颗嫁接好的瑶黄和魏子，你整颗卖给我。那花农犹豫得很，无奈牡丹给的价格诱人，他考虑再终于应下来。接着牡丹在他的介绍下，在几户不同的花农中买了好几株已经长大成型的牡丹。1天之内，他一口气花了1万钱，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他便歇了下来，又过了2天，张五郎派人来和他说，曹万荣又开始了行动，这次不光是在寺庙和道观中广泛预定街头，更是深入到了许多花农家中。他是真打真的出钱预定，还和人家写了契书，而不是如同他那样只是口头约定。牡丹立刻又出门抢着预定了2家，曹万荣更是疯狂，甚至发生了有人找上门来退牡丹的定钱。牡丹笑笑，也不计较，收了钱就将人送出门去，从此不再理会此事。当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方圆的牡丹花集体被施当年最后一道肥。于是那几天里，方圆一直飘散着一股农家肥味道。用舒儿私下里抱怨的话来说，他现在闻着他的头发丝儿都是农家肥的味道，再好的熏香也是半点用处都没有，这么臭，也难为牡丹竟然能天天守在一旁，盯着众人给牡丹花施肥，必要的时候还会挽起袖亲自上前控制施肥量，真是半点不嫌恶心的。花匠们和前来帮忙的庄户们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牡丹，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小娘，不在一旁享福，在这里闻臭不说，还拿着粪瓢走来走去，不但教导人骂人，还随时自己舀上一瓢，这可真是。牡丹穿着旧粗布衣裳，手里拿着个又脏又臭的粪瓢，亲自给那群才来不久的半大小示范。这群半大小基本上是他从何家挑出来的，平时倒也还好，听话规矩，就是到施肥这一步骤时，这些从城里长大的孩就皱起了眉头，甚至有那夸张的还忍不住恶心作呕。郑花匠等人叫过几次后，便不耐烦再管，都去找他诉苦，说是这些家生没有吃过苦头，不适合干这个活，建议他另外去卖人。牡丹清楚得很，这些家生固然有些怕脏，不听话也是有的，但郑花匠等人定然也不是真心教导这些和他们无亲无故的孩。既然如此，他只有亲自教导他们这些最基础的东西。想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牡丹花匠不容易，培养出全部属于自己的一群花匠更不容易，他必须舍得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有他带头示范，这群还在不敢多话，毕竟主人都不怕脏臭，他们还敢吗？牡丹做过示范后，就在一旁看他们干活。他把目光投向队伍最前头的满，他是这群人中身形最瘦小的，也不是何家的家生，而是张五郎得知他要用人，便建议他买的。满本姓赵，他爹与人输光了家产妻儿，自己跑去上了吊，债主凶猛，恶名在外，可以想见这对母的悲惨下场。张五郎日日见惯了这种事情，自不是什么慈悲菩萨，也不爱管这种闲事。但不知这还怎么求动了他，他便出面去寻牡丹，牡丹半句没问，便依着他的意思将这对母给高价买了下来。这还的确也好用，不怕脏累，无论什么事，只要牡丹开口，他一定是不声不响第一个往前冲的人。为此他平时没少受其他孩的排斥欺压，偏他忍得住，不诉苦，不流泪，始终最勤奋。
这几日，当其他人捏着鼻嫌弃的时候，他就一直提着半桶粪跟在郑花酱身后，郑花酱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牡丹早把他的所作所为都看在眼里，却并不按照雨禾的意思出手干涉他和其他几个孩之间的事情，而是由他自己去解决。他会给他机会，假如他能站稳，通过他的考核，他便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等孩们手里的事情做完后，牡丹宣布，我早有打算在你们中间挑一个人出来管事，但不知你们中谁最好，现在看来满最好。以后你们都由满来管，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他。他的宣布一出，众人哗然，满则不敢置信的抬眼看着他。牡丹微微一笑，你们都听好了，我知道你们之前在家中基本没吃过什么苦头，但既然来了我这里，便要按我安排的做。我不可能如同今日这样总盯着你们干活，还是要靠你们自觉。从今天开始，我会分任务给你们，然后请师傅做示范，谁若是做不好，满来和我说。如果到时候谁嫌脏怕累，那么说明他不是吃这碗饭的。方圆不养闲人，既然不能做花匠，便去扫地挑粪挑水，若是还做不好，没有法，我只好请他走人。其他的难听话他就不说了，但这些孩们瞬间都明白了。他满意的看到平时与满有矛盾的几个还都目光复杂的看向满微红着脸，双眼闪闪发光。牡丹暗叹一口气，希望满的行让他失望才好。这里才安置妥当，宽儿就来禀告，说是李满娘与窦夫人、雪娘他们来了。他们不肯在厅堂里喝茶等候，直接就往这边来了。牡丹忙迎过去，李满娘之前并没有提前和他说过要来，突然来了，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怎么不提前让人过来和我说一声？他走到几人1丈远的地方，便站住了脚，只因雪娘捂着鼻皱着眉头不停地扇。何姐姐，你臭死了，养着这么多的人，却要自己动手，他们都吃白饭的呀。牡丹不好和他解释，只能抱歉的笑笑。这是精细活儿，马虎不得。嫌我臭，你们就该在厅堂里候着，等我收拾好再来，不就香喷喷的啦？是找你去打猎，兑现我的诺言的。李满娘笑道，我使人去你家里寻你，说你来了这里，我想着若是先使人来和你说，白白耽搁功夫，不如直接来寻你，其他人已经先去了，我们特意过来接你。他很久没有见过牡丹了，李姓定亲那日，何家二郎去了，白氏去了，岑夫人推病，牡丹更是不见影踪。虽然何家礼数周到，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来，但终究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情分始终是不可能和从前相比了。现在的情形就是，在平日里，如果李家不主动去寻何家，何家绝对不会主动贴上来，亲戚就是越走才越亲，他若是再不主动点，这情分迟早有一天要的。牡丹看了看天色，见已是午间，不由有些犹豫。现在就走，来得及吗？李满娘道，去得远呢，当然是现在就走，今晚就在外面搭设毡帐歇一夜，明日一大早才开动。牡丹笑道，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雪娘生怕牡丹拒绝，也不嫌弃她臭了，上前去推她，不许拒绝，快去洗澡换衣服，我等这天已经很久了。你只需要换身方便骑射的衣服，其他什么都由我替你张罗，快去快去。窦夫人也笑，丹娘你就如了她的愿吧。牡丹笑着应了，抓紧时间去收拾东西。待到了地头，牡丹才发现这次来打猎的人中有好些熟面孔，其中甚至还有他想不到的人。营地设在一个平坦开阔的上风区，一眼望去，20多顶青毡帐一字排开，马儿嘶鸣，人来人往，好不热闹。除了上次郊游同去的皇室等人外，还看到了那将清华郡主弄得摔下马的新康郡主。新康郡主与几个衣着华贵的年轻男女坐在一顶毡帐前，正肆无忌惮地说笑。他的气色好得很，神色又轻松又自在，可见清华堕马之事最终对他造成的影响很小。雪娘四处溜达一圈回来，恰好看到牡丹看向新康那伙人，以为他厌恶这些宗室贵人，便解释道，本来没想请他来，但因为此番请的人多，关系不一，你喊我，我喊你，他便知道了。他一听说是李夫人出头约的人，便追着说要来，李夫人没法，只好应了他，结果他又叫了好些人来。你别担心，我后来与他接触过几次，他不似那清华，并不难处，也不会没事儿来找咱们的麻烦。我不担心。牡丹知道，自从那次李满娘救了新康郡主那位表妹之后，新康郡主这边的人就一直断断续续的与李满娘有来往，此番新康郡主出现在这里，原也在情理之中。他也不担心新康郡主会找谁的麻烦，一来他与新康郡主没有什么矛盾，二来既是李满娘成的头，新康郡主怎么也得给李满娘面，又怎会来寻他们的麻烦。雪娘见牡丹表情恬静，果然不是担心的样，便笑道，那就好，咱们别操这些闲心。
夜里我与你共筑一顶毡帐，线下先让人搭着，我领你去瞧猎鹰、猎豹、猞猁啊。有一只猎豹，不知道是谁的，长得可真好，二人一起去了搭建在下风处的另一个营地，这营地专供下人们住，同时也是烧火饭、拴马养鹰、观猎豹和猞猁、猎犬的地方。雪娘熟门熟地撒了2把钱下去，便有一个年轻的小厮来领他们去了一个毡帐，进了那里，一个黄发黄姿的胡人训报师起身迎上，霍地看着牡丹和雪娘，那小厮笑道：这2位小娘想看看咱们家的惊风。那胡人友好的一笑，侧身让开，做了个请的动作。牡丹探头看过去，但见靠角落的地方放着一只大笼，一只黄皮黑斑的猎豹懒洋洋地匍匐在里面，看见生人过来，立刻呼啦一下站起身来，警觉地看着牡丹和雪娘，呲着牙发出低沉的威胁声。雪娘调皮地冲着那豹做怪动作，围着笼转。呦呦呦，凶得很吗？有本事你来咬我呀！来啊，来啊！那豹不高兴地冲着他龇牙咆哮，团团打转。牡丹笑道：雪娘别调皮了，看你把他逗急了，他的脾气可不怎么好。雪娘哈哈大笑：豹脾气自然不会好，可是急躁的猎豹是打不好猎的，我这是帮他训练耐心。忽听有人在毡帐门口笑道：是吗？我的惊风打不好猎，待我把它放出来试一试如何？紧接着，一个穿天青色圆领缺胯袍、系黑色西皮腰带、足蹬高腰靴、肤色如玉、笑容满面的男手提一根镶金错玉的马鞭，大步走了进来，目光灼灼地看着牡丹与雪娘。竟然是那蒋二公。那训报师和小厮都齐齐给他施礼。小人见过公。蒋二公理也不理，倨傲地抬眼看着牡丹和雪娘。2位很懂猎豹，所以看着我这惊风不好。牡丹大概知道他的一些脾气，无心招惹他，便笑道：自然是好的，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来瞧。刚才不过是女间的戏言而已，景公不必在意。蒋二公见牡丹说了好话，心中舒坦了些，又看向雪娘：你懂得训豹，不如我请你来替我训。雪娘撅起嘴道：你这人好生小气，刚才不是都说了是戏言吗？我若是觉得他不好，怎会特意巴巴的来瞧？蒋二公见雪娘表情可爱，一派小儿女的天真娇憨，牡丹美丽温柔，又着意说了好话，便也就笑了起来。我也是戏言，2位娘不必当真。雪娘见他太好转，便胆大的歪头看向他：你能放他出来让我摸摸吗？蒋二公微微一笑：有何不可？立即命那训报师阿克将惊风放出来。他侧脸的时候，牡丹瞧见他左面的脸上有几条淡红色的疤痕，从眼角一直拉到下巴。他猜着，这大约便是他骑了紫流马被树枝刮花的地方了。要说这蒋二公的长相，长得和蒋长阳真的有那么几分相像，眉毛、鼻、脸的上半部轮廓都很像，但蒋长阳的下巴是方的，他的却是有些尖，加上肤色如玉，看上去与蒋长阳是2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脾气暴躁，你们可别伸手，我叫你们摸你们才摸。蒋二公回过头来叮嘱2人，一眼注意到牡丹似乎在看他的脸，他立即不自在起来，眼里闪出一丝晕，侧身上前换了个脚，将好的一面对着牡丹和雪娘。牡丹赶紧收回目光，假装什么也没发现，自然而然地点头同意，不会乱伸手的。那训报师将豹笼打开一条缝，闪身入内，将嘴套皮套尽数给那惊风戴上后，方命那小厮将笼门打开。门才一打开，那豹就轰的一下往外窜，险些将那训报师拉得一筋斗。那训报师发出一声厉喝，那豹缩了缩脖，似有些害怕，但接下来蒋二公的态却大地助长了他的威风。蒋二公哈哈笑道：好威风的惊风，过来，乖孩。那豹便不再管那训报师，硬生生拖着那训报师走到蒋二公面前，讨好的拿头蹭了蹭蒋二公的靴，围着他直打转。蒋二公回头对着牡丹和雪娘微微自得地道：我与旁人不同，他们要求的是豹绝对听话，但我觉着这豹还是要有野性才好。牡丹和雪娘出于礼貌都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正说着，那豹一不小心蹭着了蒋二公的袍，蒋二公勃然变色，一脚踹将过去，骂道：不长眼的畜生，又把你那杂毛蹭的小爷一身都是。那豹立即害怕的趴下去，表示臣服。雪娘见状，惊异的呀了一声，道：哎呀，他好听你的话呀，你真厉害。我常听人说，这豹更听训报师的话，可是他明显就更听你的话，你是怎么做到的？蒋二公哈哈一笑，温柔地抓着豹的头皮，洋洋自得地道：不用怎么做，本宫就是有这个本事。原来他所谓的野性是针对其他人来说，而不是针对他来说。他要求的是这豹只听他一人的话，而其他人则要保持野性。看着蒋二公脸上的自得，牡丹暗想，
刚才他踹这一脚，分明就是为了向他们炫耀，想得到这一句夸奖而已。这人这性可真是。雪娘也觉得这蒋二公性情骄傲，便不以为然的悄悄撇撇嘴，上前抓了那豹的头皮2把，见那豹匍匐在蒋二公的脚下，动也不敢动，突然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趣，敷衍了2句，就叫牡丹走人。我们出来的时间久了，只怕我娘他们会到处找我们。牡丹忙附和道：那我们就回去吧。2人正要给蒋二公告辞，蒋二公不满意的看着牡丹：你不是要摸吗？我把金风放出来，你又不摸了。莫非你看着我这金风不入你的眼？牡丹一愣，明明是雪娘要摸好不好？她不摸也会得罪人。哎，算了吧，惹她做什么？不过就是摸摸抱一把。她便上前摸了摸那豹的背。公言重了，是我胆小。话音未落，但见蒋二公突然松了手上的皮绳，那豹猛地拧身窜起，不过眨眼功夫，2只爪就搭在了牡丹的肩头上，2只眼睛凶狠地盯着牡丹。豹的嘴被嘴套着，可是爪仍然很锋利，搭在肩头上，透过夹衣，牡丹仍然感觉到一阵生疼，腥风扑鼻而来，让人几乎要窒息。牡丹听见雪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她想叫，却叫不出来，她傻傻地与那豹对视着，双腿都忘记了颤抖。雪娘一扑上蒋二公的胳膊，拉着使劲晃。别吓我和姐姐，她身不好，求你了。蒋二公看着牡丹的脸虽然变得煞白，却仍然不动不抖的样，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便打了声呼哨。那豹方才轻轻巧巧地从牡丹身上下来，转身做事又要去扒雪娘的肩头，吓得雪娘惊慌失措大叫起来，松开蒋二公的胳膊，朝牡丹奔过去，一把抱住牡丹的肩头，把头埋在牡丹的肩头上，眼看着是怕得不得了。蒋二公及时将手里的鞭猛地一抽，那豹方收回势，走到蒋二公脚边乖乖趴下。牡丹扶稳雪娘，低声道：莫怕，他不敢把咱们怎样的。雪娘这才回过神来，打量着他道：何姐姐，你还好吧？牡丹此时方感觉到双腿在发抖，她挤出一个笑容：还好。她自问她进来以后没有做过什么得罪蒋二公的事情，难道就因为她没有表现出对这豹十分的兴趣看，她便要如此惊吓他吗？但看那豹的动作表情，简直就是轻车熟，可见做这种事情不是1次2次。蒋二公讶异问牡丹有没有被伤到，然后道：这该死的畜生，野性难改，其实是你吓着他了。幸亏没有造成伤害，小娘莫要和这畜生一般见识。牡丹回头看着他，静静地道：我自然不会与畜生一般见识。蒋二公的脸色变了变，随即转过脸，厉声喝道：正得，来将这2位娘送回去，另外将我们带来的菊送些去给他们赔礼押金。是。一个肥胖的身影从帐外闪进来，对着牡丹和雪娘抱了抱拳：2位小娘请。牡丹定睛看过去，却是那日在蒋长阳的庄外盯着他瞧，毫无礼貌问的那个缺耳朵。那个缺耳朵显然也认出他来了，但却没有如同上次那样盯着他瞧，只看了一眼就垂下了眼睛。牡丹心回电转，迅速回过头，只见蒋二公站在阴影里斜眼看着自己，表情莫测，目光意味不明。他恍然明白，到蒋二公是巧合，但被这豹扑到肩上却绝对不是巧合。只吓唬他，却没有吓唬雪娘，说明他知道他比较好欺负。虽然自上次别过之后，他一直没有见过蒋长阳，蒋长阳也只是让屋送过几次小东西，带过几句话来，但他之前和蒋长阳有来往的事情，只要有心打听，就必然能打听到。毕竟蒋长阳结识救他，那可是万众瞩目，怎么都瞒不过去。蒋二公大约是猜到一点，却拿不准实情，不然光凭他对蒋长阳的恨意，兴许就不只是吓吓他这么简单了。牡丹沉默片刻，脸上漾起一个笑容，望着蒋二公道：不必了，说来也怨我，豹野性难驯，我不该贸然伸手。公这豹训练得好，虽然被我吓着了，却也只是搭着我的肩头，并未伤人。公不必送菊，也不必派人送我们，我没事，还能自己走回去。蒋二公歪了歪唇角，淡淡一笑：不妨，送你们回去是应该的，就当是我赔礼道歉。2位就推辞了。牡丹见他执意要如此，便不再多言，只是点了点头，牵了雪娘的手往外走。出了毡帐，迎面遇到李满娘家的小厮，一眼就看出牡丹与雪娘的样不对劲，又看到他们身后的那缺耳朵，不由惊异道：两位娘这是怎么了？雪娘不满地努了努嘴，正要开口抱怨，牡丹抢在她前面道：我们来看我表姨养的那只猞猁，听说这里有只豹，便顺道进来瞧瞧。那猞猁在哪里？那小厮听说是要去看猞猁，忙笑道：是在这边，请2位娘随小的来。牡丹看着那缺耳朵道：真是对不起，我们还要去看猞猁和猎鹰，这位大哥你忙着，不必管我们。
那缺耳朵却纤眉一笑，笑容狰狞。小娘莫客气，小人既然奉了我家公之命，自然要将你们二位一直护送着，你们只管做你们要做的事情，不必管小人。既然爱跟着就跟着呗。牡丹点了点头，不再理睬他，径自跟着李满娘家的小厮去了另一个毡帐。牡丹是第一次见到猞猁，见了才知道，那猞猁长得很像猫，只是比猫大得多，约有4尺长，短耳朵2只大耳朵高高竖着，耳尖上长着长长2簇毛，两颊长着一圈犹如围脖似的漂亮长毛，一双眼睛特别漂亮，犹如黄金镶嵌了绿宝石一般。他威风凛凛地趴在地上，警觉地看着牡丹和雪娘，此外并没有多余的表情和动作，安静得很。雪娘和牡丹经过养猞猁的人的允许，都摸了摸他的头，他没什么反应，懒洋洋地斜瞅着他们，一脸的无所谓。牡丹觉得他比蒋二公那只豹还要有王者风范一些，看来是什么样的人就养什么样的动物。雪娘出了毡帐，见那缺耳朵还在外面候着，不由有些不耐烦，耐着性问他：看了半日的报，我们还不知道你家的公贵姓呢。缺耳朵淡淡地道：我家公姓蒋，是诸国公府的嫡长公。雪娘和牡丹俱是一愣，雪娘是没想到刚才那个不讨人喜欢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诸国公的嫡长，一时表情有些复杂。牡丹则是没有想到他们在外面都是这样介绍蒋二公的，真是有意思，这样的介绍方法。真正的嫡长有谁会在外面特意和旁人介绍自己是嫡长的？他暗自笑了一笑，表情掩过，垂头跟着雪娘又去看了其他的猎鹰、雕、鹞以及猎犬等物，一直游的缺耳朵有些不耐烦了，方才回了宿营地。到的宿营地，李满娘和窦夫人迎上来道：你们去了哪里？我们适才到处找你们。雪娘道：我领着和姐姐去看猎豹和猞猁呢。李满娘道：别乱跑，畜生不长眼睛的。今日来的人有些复杂，小心为妙。雪娘闻言差点冲口而出，道：是不是畜生不长眼睛，而是人不长眼睛？转眼又想到身后还跟着一个缺耳朵，便回头去瞧，却见缺耳朵早就不见了影踪。他方才诉苦：诸国公家的公也来了，那人好生可恶，竟然放报来吓唬我们。窦夫人皱眉道：可伤着哪里了？雪娘撅嘴道：我没事儿，倒是和姐姐被那豹趴在肩头上，难为她竟然不叫不抖，胆真大。你没事吧？李满娘忙拉着牡丹检查，诧异道：他是跟着新康郡主等人来的，我先前见着他还好，对我们还算有礼节，丹娘怎会招惹了他？牡丹无从解释，只好摸了摸脸，调笑道：大约是因为我长着一张惹是生非的脸吧。假如他没猜错，蒋二公果然知道他是谁，那么不管雪娘是否领了他去瞧那豹，蒋二公只怕都会来捉弄他一回，招惹他一回的。窦夫人一笑：你倒是个大想得开的，这事儿必然又是雪娘惹出来的，也不问清楚是谁家的，看得看不得就贸贸然往里闯，你这性迟早要惹大祸。雪娘委屈道：我是先看过一回见没什么事，这才领着和姐姐去瞧的，谁知道他会突然跑过去，又是这般的小气。不过看看而已，这样都要惹祸，您干脆把我关起来好了，我也去瞧了别人的，怎么就没惹祸呢？可见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李满娘叹了口气，正要开口，却见那缺耳朵突然冒了出来，手里抬着半筐金黄的菊，规规矩矩地和窦夫人、李满娘行了礼，笑道：适才我家供养的豹不懂规矩，惊吓了2位小娘，这是他让小人送来给2位小娘压惊的。他此时有事在身，稍后再亲自来赔礼道歉。李满娘想了想，命人接过菊，客气道：不过是误会，请你家公莫放在心上。缺耳朵笑了一笑，也不多言，又看了牡丹一眼，抱了抱拳，告辞而去。李满娘回过身，对着牡丹和雪娘道：既然已经来了，便去和新康郡主他们打个招呼吧，把这筐菊带上。牡丹立刻明白了李满娘的意思，将菊带过去给新康郡主等人看，就等于间接的将此事告诉新康郡主。蒋二公是跟着新康郡主来的，他自然明白该怎么办。当下也不推辞，牵了雪娘的手，跟着李满娘和窦夫人朝新康郡主那群人走过去。却说那缺耳朵远远看着李满娘命人拖着那半筐菊，领着牡丹和雪娘朝新康郡主等人走过去，又盯着看了一会儿，便转身朝另一个毡帐走去，同手在帐外的各锦衣汉低声说了几句话，大声道：小人正得见过公。帐内蒋二公正翘着2郎腿坐在榻上，迎着光擦是一把镶金错玉的笔，听到他的声音，懒洋洋地道：进来。正德刚掀开帘走进去，就听到耳旁风响，他下意识地将头一侧，但见一把珠光宝气的笔扎入毡帐的门框上，他刚才若是慢了些儿，说不定就会挨上一下。他沉着脸看向蒋二公，蒋二公端坐榻上，
笑得没心没肺。正德啊，我这下如何？越来越好了吧？你这个师傅都差点没躲过去哟。正德默不作声地侧身将那把笔取下来，用袖擦了擦，上前双手递上道：公好手段。正德甘拜下风。蒋二公哼了一声，也不接那笔，轻抚着脸上的疤痕道：如若不是你们不把我放在心上，去得那么晚，我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被毁了容貌不说，还被人嘲笑。正德忙道：是小人失职。蒋二公尖酸刻薄地道：我知道你是觉得你自己够丑的，巴不得我也同你一样，是不是？正德不敢说话，只低头不语。蒋二公又突然转换了话题：你说那姓何的女人真是他的相好？正德真字着句：小人不知。这些天听来的消息都只是说他曾经为这女出过头，其他的却是不好说。蒋二公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笔，不耐烦地道：管他是不是，反正干净不到哪里去。不然为啥他不去帮别人，专门来帮他？正德道：公，其实他与他倘若真是那样，对你只有好处没坏处。蒋二公饶有兴致地道：是呀，是呀，我娘也是这么说的。要真是都听老头的安排，真让他再娶了高门大户的女，这里哪里还有我们的位置？正德的眼睛亮了亮，道：所以说，公目前要的事情不是吓唬他，折腾他，小人窃以为应该博得他的好感，让他乖乖听话，撮合他们才是。蒋二公哼了一声，道：还用你提醒我？我自然知晓，不然你以为刚才金峰会只是搭在他肩头上玩玩就算了？我还会让人送局去赔礼。我刚才不过是为了试试他的胆量，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胆还真不小呢，就那样都没让他变颜色。正德道：小人是才见那窦夫人、李夫人命人拎着那半筐菊，领着那2位小娘往新康郡主那边去了，您要跟过去瞧瞧。原本诸国公是不许二公出来的，勒令他在家面壁思过，若不是夫人想了法，替他求了情，他还没机会出来参加这次狩猎会。这次狩猎会看着普通，实际上有许多军中人士的家眷在，还有一位夫人盯上许久的人也在。若是二公在这些人面前留下个难看的印象，可就白白糟蹋了夫人的这番计算。蒋二公起身道：当然要去，我要去赔礼道歉呢。他越压着我，我越要叫他知道我的好。一个野人也能和我？正德谄媚的道：那是，公才武略，温如玉，少有人及。蒋二公斜睨着他道：正德，这些谄媚话少和我讲，我娘才欢听，我不喜欢听。你与其和我说这些谄媚话，不如多上点心，护得我周全才是正理。正德晓得他的脾气，重话听不得，好话又假装不爱听，却也不戳破，乖乖前面引。却说在另一旁，新康郡主正满面欣慰地看着。丹娘，好久不见，你还好吗？牡丹笑道：谢郡主挂怀，我很好。新康郡主上下打量他一回，笑道：果然是不错。我听说你建了个园，请的福源大师设计，还买了原始酒的石头，又种了许多名牡丹，可有这回事？他怎会如此清楚？牡丹有些诧异，仍然回答：的确如此。你这园还未开张，却已名声在外，许多人都期待着呢。新康郡主哈哈一笑：你倒是越来越好过，有人却不好过了。明明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却不敢出门，生怕出丑。可见这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虽然没有直接提清华的名头，但在座的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今日和他来的人，多数都是和他交好的，闻言都露出会心的笑容来。牡丹不好接他的话头，便也低头微笑不语。新康郡主原也不指望他接话，笑了一回后，抓了个菊扔给身边一位穿橘红色胡服、眉目浅淡、樱桃小口的女，笑道：阿西，你吃个橘。然后回头对着旁人道：蒋二郎养的那只猎豹，我是见过的，看着还不错，实际上根本没我四哥养的那只好。这猎豹养来本就是为了狩猎的，重要的是要听指挥，他不听训豹师的话，性又急躁，只怕和好的猎狗相比，都不如那女轻轻推了他一下。新康郡主抬眼看过去，但见蒋二公领着几个锦衣大汉似笑非笑地站在人群外看着他，他无所谓的一挥手：蒋二郎，你来得正好，我说你那猎豹没有教好，远不如我四哥养的那只，还该好生调教才是。如今这京中已然有许多人知晓了诸国公府的事情，可蒋二公母却仍然以嫡长自居。蒋二公最恨最忌讳的，也就是被人当众称呼他做蒋二郎，家中的仆从谁也不敢叫他二公，叫了就是一窝心脚。偏生这新康郡主先说他的报不好，然后还叫他蒋二郎，真是叫人气死了。蒋二公眉毛一挑，眼里闪过一丝气，随即强压下去，笑道：
郡主说的是，我的经风的确是没有调教好，不然也不会惊扰了两位娘。说着满脸堆笑的上前给牡丹和雪娘赔礼道歉，当众深深一到底，都是我的不是，还请二位娘莫要计较，待得明日列了路，再送给二位赔礼。牡丹和雪娘对视一眼，虽然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仍然起身还礼。公言重了，不过就是小小的误会而已。蒋二公却仍然满脸的诚恳难过状。二位这是不肯接受我的赔礼道歉吗？我本是想立刻就送上点好东西表明诚心，奈何出门在外，我实在是没有其他好东西在身边，唯有这筐菊还算拿得出手。故而他有意顿了顿，不管怎么说，今日都是我的不是，二位若是不满意，想要什么只管开口，但凡我能做得到的，必然要做到。他装得十分像，其他人纷纷劝道，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那报不是还戴了嘴套的？二位小娘都不是那小气的人，你一个大男人也就莫总挂在嘴边了。牡丹若不是知道他的脾性，只怕都要以为他真的十分过意不去。凡事反常必为妖，他自是打起了12分的警惕，也笑道，蒋公莫要在意，我真是没放在心上。雪娘也应了一声同样的话。新康郡主挑眉道，蒋二郎，如今你的脾气好多了吗？从前我们不怎么和你一起玩，是因为朱国公管得紧，你的脾气也有点。他微微笑了笑，继续道，现在看来却是不一样了。出来玩就是寻个开心，别有些人有事没事总爱生事，误会解开就好了。郡主，我爹管得严，你们不知道实情也是有的，我其实向来就不是个爱惹事的。蒋二公笑眯眯地坐下来，听众人说话，不时插上一两句，又总偷偷去瞧新康郡主身边那个穿橘红色胡服叫阿西的少女。那少女察觉了，却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神色，反而微微将下巴抬了抬。不光是蒋二公总偷看他，言辞中吹捧着他，就是另外几个宗室弟对他也多有客气之意，他显然也很受用。牡丹悄悄问李满娘，那个穿橘红色胡服的女是谁？表姨认识吗？李满娘轻声道，我听说是赵郡萧氏族长的嫡长孙女，叫做萧雪溪的。她的父亲刚升任了吏部尚书，她则刚刚及笄，正是目前京中最热门的婚配对象。不多时，天色黑尽下来，四处燃起了篝火，众人围着篝火吃过晚饭，个个寻了相熟的人把酒谈笑。牡丹白日里本就觉得有些乏累了，便带了树儿起身去毡帐中休息。走到半途，忽听有人笑道，哎呦，这不是何娘吗？真是巧啊。却是蒋二公领着那缺耳朵站在一棵树下，望着他笑得热情万分。牡丹吃了一惊，左右一看，周围人都在顾着玩，没有人注意到这里，略一思忖，想着他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便笑了一笑，扶了一扶。原来是蒋公。蒋二公听他如此称呼自己，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围着他和树儿转了一圈，笑道，我其实排行是2，蒋长阳是我兄长。他想干什么？牡丹皱了皱眉，有些惑地道，这样啊，还请公恕我眼拙，不曾识得恩人之地。令兄对我有救命之恩呢，我曾经去他那里道过谢，却不曾见过公，幸亏公提醒，不然真是怠慢了。蒋二公呵呵一笑，我不和我哥哥住在一起，何娘不认得我也是正常的。不要说你，就是京中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他皱着眉头悠悠叹了口气，说起来真是遗憾，我与我哥哥本是这世上最亲近之人，他却从不曾在外人面前提起过我，还视我为仇敌，实在是让人想起来就格外心痛。牡丹谨慎的没有作答，蒋二公却不打算就此放过他，目光灼灼地道，何娘，难道我哥哥就不曾和你提过我和我爹的事情吗？牡丹笑道，我只知道他从安西都护府来，其他都不知道。他有些难为情的道，蒋公，这样的事情你哥哥恐怕只会和他的至交好友说吧。言下之意就是他和蒋长阳不是至交好友，蒋二公找错了人。蒋二公哈哈一笑，突然压低声音凑过去道，你别怕，我不会害你，只会帮你。某种程上，我们的是一致的。牡丹抬眼看着他，我不明白蒋公的意思。蒋二公胸有成竹的一笑，你看到安康郡主身边那个女孩没有？那就是我那未来嫂嫂的人选啊。不动声色地笑了一笑，是吗？倘若果真如此，那便要恭喜蒋公了。他只看出蒋二公对那萧雪溪有点意思在里面，却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个因由在内。想来蒋二公那般讨好萧雪溪，也是因为看上了萧雪溪的身份地位，以及生怕蒋长阳得了萧雪溪去吧。他隐约猜到了几分蒋二公的来意，心里便有了计较。蒋二公见他面色如常，不由暗自呐喊，莫非他弄错了？可既然已经出了手，断然没有收手道理，怎么都得再试一试，便笑道，
自然是真的，我哪里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他左右张望了一番，示意牡丹跟他走。何娘，这里不是说话处，我们往那边去说。牡丹出一副紧张害怕的样，一边左右张望，一边讪笑。蒋公，这样不好吧？这黑灯瞎火，孤男寡女的。蒋二公闻言迅速回头，但见牡丹紧张地揪着衣角，一副生怕吃亏上当受骗被人占便宜的样。他身后那个小丫鬟更是用看灯图的眼神警惕地看着自己，不由暗自唾弃了一声，把她当成什么人了？这女人长得是很不错，但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藏花败柳的嗜好。缺耳朵到底是要谨慎得多，便在他耳边轻声劝道：公，万事小心谨慎为要。蒋二公闻言默了一默，不怪这女人瞎想，这黑灯瞎火荒山野岭的，孤男寡女的确不妥。这是关键时刻，不能出岔，让旁人传出点什么闲话来可就不好了。想到此，蒋二公咳嗽了一声道：何娘，你别怕，我是正人君，对你断然没有任何歹意，你抱都不怕，又怎会怕我呢？那是当然，诸国公府怎会出歹人呢？我也就是那么提醒一下，公自是高风亮节，可就怕有小人嘴碎，污了名声，那可是千金都换不回来的。牡丹一边附和，一边暗想，一般说自己是正人君的人都不是好人，就像使劲说自己是嫡长的人通常不是嫡长一样。蒋二公听到这话，高兴地笑起来，说的是你知道就好。他又咳了一声，何娘，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位萧娘出身非同一般，又是武姓女，她爹又是新任的吏部尚书，人又貌美多才，可以说是男儿再好不过的婚配对象，可不是一般女能比得上的。他说到这里，特意停了下来，观察牡丹的表情。可牡丹虽然点头，的确是个好姑娘，此外仍是一派莫名其妙的愣怔模样，就连他意料之中的背激、嫉妒、丧气、难过的样都没有，他不由有些丧气，连接下来说的话都有些有气无力。按理我哥哥得了这样的机会，应当欣喜若狂才是，偏生他对这门亲事看不上的很，可我爹却硬想把他们凑到一处去。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这两个彼此无异的人硬凑到一处，还能得了好？我真替他们担心呢。牡丹听他这意思，仿佛是这萧雪溪对蒋长阳也不感兴趣，按照常理，他应该对蒋二公的话表示赞同，再八卦一点，或者对蒋长阳心怀痴，就应该问蒋长阳和萧雪溪心仪之人分别为谁了。但他永远不会提这个问题，他转身就走。蒋公，实在对不住，你说的这事儿我实在无能无力，更管不上。听多了，只怕会对那姑娘的名声有损害，更怕让我那恩人生出什么误会来就不好了。请你恕罪，我先告辞了。蒋二公的话还没说完，特别是最关键的一句话没说出来，见他竟然毫不留恋的转身就走，不由大急。哎，你别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忽听有人在一旁笑道，蒋公有什么话要同我家丹娘说的？却是李满娘协同窦夫人和雪娘走了过来。蒋二公暗骂了一声，摸了摸头发，道：我在向他赔礼道歉，问他可有伤到哪里了呢？他眼珠一转，灵机一动，还有就是我替我哥哥向他转达一句话，管他是不是，先把话传出去，叫这萧雪溪先就验增了蒋长阳就对了。李满娘皱起眉头，敢问令兄是？蒋二公狡猾地笑道：我哥是蒋长阳啊，夫人们大概应该都认识的，他结识救了何娘那事儿可没人不知道呢。雪娘惊愕地指着他，什么？蒋大哥是你哥哥？雪娘？窦夫人一声轻斥，雪娘及时管住了嘴，果然是长得有点像哈。她不明白真相，不免暗自嘀咕，好奇怪哦，缺耳朵说他是诸国公府的嫡长，新康郡主又叫他做蒋二郎，莫非蒋长阳其实是庶长？嫡长可是最有可能成爵的。雪娘暗自叹息，这种人怎会是嫡长？无论哪方面，蒋长阳都比他出众多了，这老天爷可真是不公平。难怪的蒋长阳从来没提过自己的身世呢，要是他也不平死了，坚决不提。蒋二公挑眉看着雪娘，原来皇娘也认识我哥哥的，你和何娘交好，他没听完我说的话就走了，我说给你听也是一样，你去说给他听。雪娘不假思地道。什么？窦夫人忙温和地提醒她，雪娘，既然何娘都不肯听的话，你听了也不能说给他听，否则他生了你的气怎么办？既然如此，你听了也没用，还浪费蒋公的时间。雪娘一想也是，按到自己差点又犯了错，这人明显就不是个好人嘛。蒋大哥既然提都不会提起他，又怎会让他带话给牡丹？当下便望着蒋二公甜甜一笑，蒋公，我娘说的对，和姐姐脾气大得很，我不敢惹她，您还是自己去和她说吧。说完奔奔跳跳地往前走了。窦夫人和李满娘皱着眉头看了蒋二公一眼，也跟了上去。
蒋二公懊恼万分，还想出言留住雪娘，缺耳朵忙劝住他：公千万不可。他皱眉道：干什么？难道这个法不行？那你倒是另外给我出个好主意啊。缺耳朵轻声道：公，这事儿上不得台面，也急不来。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知道您迟迟未能封为氏的事情了，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所以更要小心。这法可行，但从谁的嘴里出来都行，就是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且不说国公爷那里，就是旁人听说是你这个做弟弟的说出来的，那也是不好听得很。不管他是否真的与大公有私，机会已经错过，不可能再回来。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和先前一样，谦谦如玉。若有人问起您大公的事情，您就要说他的好话，不停地夸他，千万不能说任何不好听的话。蒋二公烦躁不堪，低声骂道：烦死了！这个虚伪的小人，他为什么不死在安西都护府？他说他干嘛还回来捣？他看了一眼不远处说笑的新康郡主等人，见萧雪溪被4个年轻男团团围在中间，笑得灿烂，不由发酸道：那我去和他们坐坐。只要萧雪溪看上了他，那老头还有什么可说的？缺耳朵耐心地道：公，时辰已经不早，您与其这个时候去和他们喝酒聊天浪费精神，还不如回去早些休息，争取明日一鸣惊人，拔得头筹。到那时谁还敢小瞧了您去？那几个宗室弟说起来好听，可是真论及人才和家底，又有谁能真正和您相提并论？您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好生看看您的真实本领。蒋二公沉吟片刻，抬眸望着缺耳朵，展颜一笑，使劲拍了拍他的肩头：正德，你说的对，这么多的人，一人说我一句好，我爹也不能说我不好，我听你的。那这件事儿，缺耳朵正色道：这件事交给夫人去做，她一定比您考虑得更周到，做得更妥当。您只管把您最好最英勇的一面展现给萧娘看就是了。夜色深沉，山风呜咽着帐外呼啸而过，雪娘睡得死死的，不时像小孩似的咂巴2下嘴。牡丹裹紧了背，半闭着眼，一动不动地想心事。先前李满娘等人回来后，李满娘把她找了过去，低声问她蒋二公的事情，她如实以告，却没有主动提到蒋长阳半句。李满娘叹了口气，也没有提及蒋长阳，只道：这样看来，他们兄弟间争斗得很厉害，你小心被牵扯进去，慎重起见，若是没事儿，就暂时不要和他来往了吧。等过了这个风头又再说。他当时虽然告诉李满娘，他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有蒋长阳见面，从而暂时安抚了李满娘，但他很清楚，这不是他小心或是不小心的问题。从蒋长阳和他有了那个约定之后，他已然和蒋长阳拴在了一起。他固然说会小心从事，不让那些纷扰打扰到他，可是他明白，只要有人有心，总能弄出点什么来。毕竟他回到京城后，与他来往最密的女性就是他了，躲是躲不过去的，传出去就传出去吧，他等着接招。朦朦胧胧间，牡丹听到帐外传来一阵异响，仿佛是有什么在轻轻敲击刮擦他的毡帐。他有些害怕地坐起身来，警惕地看了看周围，但见雪娘睡得沉沉，睡在门边的2个丫鬟也睡得香，似是没有人听见这一响。大约是他多想了，须知这外面是一直有人守夜的，若是看到什么，定然会先示警。牡丹又躺了下去，可过了不多时，又听到几声轻响，绝对是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挠毡帐。牡丹正想推醒雪娘，就听到一声夜笛声响，他打了个激灵，以为自己听错了，紧接着又听到几声夜笛声响，有点像鸟叫，却又不像，他觉得更像是在喊丹娘，丹娘。他不由心跳如鼓，紧张地抓紧了背，有心立刻起身出去，又怕其他人被吵醒，露了行踪，只好僵着身不动弹。又过了片刻，当毡帐被抓挠的声音再传来后，他试探着回挠了几下，随即一片静寂，夜笛声也没了。牡丹将衣服快速穿上，裹上兜帽披风，又静坐了片刻，确认周围人都睡得很死后，方鼓足勇气，蹑手蹑脚地从2个丫鬟的脚边绕过去，轻轻拉开毡帐的门，跨了出去。不远处几堆火燃的正旺，5、6个守夜的男人正拿着一壶酒边低声说话边喝酒。除了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和男人们的说笑声，还有偶尔穿过山林的夜风声，此外一片宁静，远处的天空更是漆黑一片。牡丹立在毡帐门口，将兜帽盖住了头脸，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走。丹娘，有人从他身后不远处的黑暗里轻轻喊了一声。牡丹急速回头，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那里，探头探脑地看着他。果然是最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蒋长阳。虽然他早有猜测，但这个猜测一旦被证实，他还是忍不住咧开了嘴，左右张望，看有人注意这里没有。蒋长阳见状，朝他招手，轻声道：来，只管来。牡丹决定相信他，转身往阴影里去。
蒋长阳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走出营地后，漆黑一片，他停下来牵着他的手，引着他往前面走，快速拐入附近一片林中，夹杂着风声，脚下被踩碎的落叶声听起来也没那么刺耳了。走了约有半盏茶的功夫，他停了下来，站在他面前低低喊了一声：丹娘。牡丹紧张地抿了抿嘴唇，裹紧兜帽披风，轻声应了一声：你怎么来了？还这个时候？又是怎么找到我的？蒋长阳逼近了他，小声地道：丹娘，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咱们靠近点说。光线暗，牡丹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孔，但他能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青草味，还能听见他的气息，能感觉到他灼热的气息几乎穿透他的兜帽，将他的脸和脖吹得又痒又酥。得劲，牡丹本能地感觉到危险，下意识地就想往后退，却被一双铁臂紧紧搂住了肩头。他低声道：哎，你别，这个无耻的家伙又在一本正经地占他便宜了。丹娘。蒋长阳的气息有些不稳，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得无比剧烈，几乎要冲出胸膛来。他稳了稳神，低声道：这几日情形有些不稳，我听说他也来了，很担心你，你还好吗？他很担心他，所以他半夜更早来了。牡丹只觉得先前被抱扒在肩头上的恐惧和被蒋二公拦的不快全都不算什么。他抬眼看着他，用欢快的语气说：你放心吧，我很好。半夜更的，走山不安全，你带的有多的人吧？天越来越凉了，穿这么少，你冷不冷？当然冷，替我暖暖。又冷又累。蒋长阳抿紧了嘴，猛地将他搂入怀中。牡丹没有挣扎，静静地伏在他的胸前，听到他的心在他的耳朵下有力地跳动着。他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幸福。蒋长阳发现牡丹的安静顺从，不由越发加重了手臂上的力气。二人都不说话，就这样静静地依偎着。阴冷的山风一阵一阵从他们身边盘旋而过，二人却都不觉冷。良久，牡丹方推了推他：你怎会知道我来了这里的？蒋长阳松开他，将一只大手插入他的兜帽中，恶作剧似的抓着他的头发胡乱揉了揉，然后将手停在他的脖上流连不去，轻声道：我自然知道，我还知道他今日让抱趴在你肩头上吓唬你了。这样大的事情他却不提，先问的是他冷不冷，带的人多不多，安全不安全。得到他这份体贴关心，他再跑多远他都心甘情愿。牡丹一愣，道：你怎会知道？蒋长阳笑道：我就是知道。他将手放在他的肩头上，亲昵地咕哝了一句：好姑娘，真勇敢。得到夸奖，牡丹有些得意，望着他微微一笑：快说，你怎么知道的？蒋长阳就是不说，故意拿巧。你猜？不说算了。牡丹见他这样似乎是问不出来了，便伸手去拽他的手：拿开啦，我要走了，怕雪娘他们醒过来找不到我，闹起来就不好看了。那边我留人看着的，再待一会儿没问题。蒋长阳叹了口气，顺势将他的手握住，低声道：我今日本是去方圆寻你的，我有好事要和你说，去了才知道你被他们叫来这里了。刚巧我又得知他也跟了来，他那样的脾气，我很担心，所以我追着来了。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那萧雪溪，他有些犹豫要不要和牡丹说。他还在犹豫，就听牡丹道：蒋二公非常同情你呢，他说朱国公硬要将你和萧雪溪拧到一块去，真是苦了你了。蒋长阳想起那日他听见刘畅才说了那句话，就不再理睬他。今日他见着了人，又听蒋二说了这种话，表面上笑，不知心里会不会特别生气，不由紧张地道：他即便就是敢背着我论定，我也敢找到萧家去退了。我相信你。牡丹打断他的话，笑道：虽然我没有听蒋二公说完，但我想他大概是想和我合作，按他的想象，我的目标应该是你，他的目标应该是萧雪溪。蒋长阳微微一怔，随即轻笑道：这下可好了，只怕没2日就会有人找上门来寻你了。虽然夜黑看不清牡丹的表情，他还是小心地盯着牡丹看。他原来就说过怕麻烦，这下有人上门去骚扰他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嫌烦。牡丹沉默片刻，低声道：那天我答应你之后就有心理准备了，你要我怎么做？蒋长阳心里一暖，道：我不要你怎么做，还是老样，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别回应，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管装糊涂，咱不给他们当枪使，任由他们去蹦跶好了。他顿了顿，我看你方圆里面没什么得力的壮丁，回去以后买一个吧。牡丹抿嘴笑道：要多少钱？贵不贵？贵了我可不买。蒋长阳叹了口气：以前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吝啬的，我倒贴，可以了吗？牡丹轻轻一笑：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有好事要和我说吗？什么好事？蒋长阳默了一默，轻声道：
你还记得福源和尚曾经出过一趟远门吗？牡丹道：我记得，我还送了他盘缠呢。蒋长阳微微一笑：那就对了，他那次出远门是帮我去捉拿了一群妖僧。牡丹心念一动，忙问道：是不是鹿魂山的事？他那些日曾听说过，鹿魂山中有一群妖僧，专门骗人财命，死了几人。此案当时轰动一时，他却不知道这事儿竟然是蒋长阳去做的。蒋长阳微微一笑：正是。牡丹能隐隐感觉到他暗藏的得意，不由微微一笑，柔声道：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你这么厉害，现在说给我听听好吗？是男人都希望自己心仪的女人觉得自己厉害，就算是蒋长阳也不例外。不过他生性沉稳，虽然听到牡丹如此说很是开心，却仍然推辞道：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伙的功劳。牡丹不依：你就告诉我他们是怎么行骗的吗？我知道了他们的骗术，倘若我以后到这种事情，也能多个心眼啊。蒋长阳抿了抿嘴，简明扼要地道：他们穿了金箔袈裟，坐在暗室中，从外面看去金光闪闪，称是佛身放光，又在崖底烧了火，命人穿了纱衣在崖上走动，远远看去，轻纱随风飘扬，就像是仙人在飞翔。骗信众吃下带有粮当的斋饭，骗他们登崖，信众吃了药后神魂不清，看到对面的仙人在飞，便也跟着去飞，落崖之后正好摔入崖底的火中，必死无。然后他们就正好将信众的家产财物侵占干净。我们一共从崖底找到焦尸残骸几具。牡丹沉默片刻：实在是过可恶了。蒋长阳点头：是，这回案情罪名已经全数查清并定下，相关人员按工行赏，我也得了封赏。蒋长阳一直将送到毡帐附近，眼看着他进了毡帐，又听了一会儿动静，确认他安全无虞，方才转身去。他回过头看着苍茫夜色中的群山，轻轻吐了一口气。这次他蜀功并进，得了正四下皆名威将军，仍然直接听从皇帝的指示行事，虽说离他的目标还很远，但总有一天他会得到他所想要的。第二日一早，牡丹朦胧间听见外面有了动静，忙把雪娘推醒，带着他二人收拾妥当出去。只见众人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大匆匆吃过早餐后，就纷纷上马，放狗把鹰，朝着山里去。牡丹紧跟在李满娘身后，不时和他马背上匍匐着的那只猞猁互瞪眼睛玩。牡丹大着胆将马鞭伸过去，轻挠他的皮毛。他大抵是知道牡丹没有恶意，便只是盯着牡丹看，并没有其他的动作。李满娘笑道：如花脾气好，你若是喜欢，我让你大表哥给你弄一只幼崽来，小养着玩，挺不错的。如花。牡丹扑哧一声笑出来，随即捂住了嘴。李满娘真会起名字。不过说实话，撇开这猞猁警觉威风的样不谈，她倒是长得真漂亮，只是这名字实在是也容易引人遐想了。李满娘也跟着笑：你是觉得我这名字起得古怪吧？牡丹道：人家都喜欢取个将军啦，惊风、雷暴什么的。李满娘笑道：不是非得起个威风的名字才会威风，等会儿你看他的手段。他回过头悄声道：如花一定比惊风厉害。正说着，蒋二公的训报师阿克骑着马走了过来，惊风坐在他身后，身下垫着花纹精美的厚垫，眯着眼睛，悠哉乐哉，一副贵族派头。从牡丹身边经过时，他似乎闻到了牡丹身上的味道，记得这小娘昨日曾被他扑过来着，便猛地睁大了眼睛，回过头来看着牡丹，似乎想有所动作。李满娘身后的如花突然炸了毛，瞪着惊风，发出一声低沉的威胁声。李满娘得意的一笑，朝牡丹使了个眼色。牡丹很是惊异，如花果然识得清谁和他是一伙的。惊风也炸了毛，腰一弓，就从马背上半站起来。这个时候可不能让他们打起来。李满娘轻斥了如花一声，如花虽然趴下表示臣服，却仍然虎视眈眈，紧绷着背脊，半点不放松。阿克则更干脆，回头就是一鞭，然后望着李满娘和牡丹抱歉的一笑。牡丹发现阿克这一鞭下去，惊风就彻底安静了，完全臣服地趴在垫上，放松了腰线，与昨日那种丝毫不惧怕阿克，只怕蒋二公的样完全不同。这说明什么？牡丹不由微微皱起了眉头，或看向阿克。阿克大大方方地迎着牡丹的目光，轻轻一笑，竟自打马往前头去了。李满娘见牡丹表情有异，便道：丹娘，你看什么？牡丹便将昨日的经过细说了一遍。李满娘低声道：蒋二公平时只怕脾气不好，手下的人为了哄他高兴，骗他来着。这宝从小就是跟着训报师，吃住都在一处，最听的就是训报师的话，怎可能对他一个10天半月不露一次面，想起来才去逗逗，不高兴就挥鞭相向，拳脚交加的宫歌的话。
怕，兴许是真的，但只怕是怕这训报师。倘若这训报师不守在一旁，只怕他两边下去报，就要报起伤人。牡丹不由道：这样说来是其危险的了。李满娘笑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危险之物，倘若它不危险，这京中的贵胄地只怕还看不上呢。有只豹跟着，多威风啊，小娘们都要多瞧两眼的。牡丹不由轻笑：那表姨你呢？你领着这只猞猁，威风不威风？李满娘哈哈大笑：我这纯粹就是为了消遣，可不是为了让小郎君们多瞧我两眼。我在幽州的时候，你表姨父和表哥们不在家，我若是再不给自己找点事儿，便要闷死了。忽听前面一声响，李满娘连忙催马：快，前面发现猎物了。牡丹不及细想，打马快速跟上。这一日，如花大显身手，安康郡主等人带去的鹰、鹞、猎狗也不错，偏那看着最威风的、名头最响的惊风收获只是中平，虽然不似安康郡主所说的那般不堪，却也让一心想拔得头筹的蒋二公大失所望。他想猎到的鹿更是丝毫不见影踪。他心里不痛快，仍然牢牢记着正德的话，要在萧雪溪的面前表现出好风来，自然是一直装笑。安康郡主只当他脾气果然好，见此情形自是调笑了几句，又提点他的豹该好好训一下才是。萧雪溪和几个宗室弟也跟着笑。本来大家伙都是年轻人，这种善意的调笑算不得什么，笑了之后丢开就完了。偏蒋二公就不是那脾气好、心胸开阔之人，管你善意还是恶意，任何嘲笑他都忍不下。虽有那缺耳朵一直紧跟在他身边，不时提醒他小不忍则大，才令他强忍着没翻脸，僵硬的一直咧着嘴干笑。可明眼人都能瞧见，他握着酒杯的手是抖的，那笑容更是怎么看怎么都比哭还难看。众人瞧见有那讨嫌的，越发去撩拨他。那几个宗室弟中，甚至有人有意无意地提起了蒋长阳，说蒋长阳15岁就上阵杀敌，斩敌10余人，17岁时更是带着10人小队纵马奔袭上里，夺得敌籍，打猎更是小菜一碟。又说朱国公年轻时如何神勇，如今也丝毫不输于年轻人。言下之意就是只有蒋二公一人不行，气得蒋二公暴跳如雷，差点跳江起来。正德死死拽着他的衣襟，他拼命忍着，忍得额头和脖上的青筋爆起约有块粗细，一口咬在烤肉上，更是一副生吃人肉的表情。后来还是萧雪溪打的圆场，用其他话题将众人引开，众人才算放过了即将暴走的蒋二公。众人的谈话内容五花八门，从东家扯到西家，从某人的爱好怪癖又扯到某人的新宠，或者还说谁家是夫人当家，谁家的宴会最豪华，谁的脾气行又如何等等。牡丹坐在一旁安静地吃东西，竖起耳朵细听，把所有有用的信息全都截留下来，牢牢记住了今日所提到的各色人等他潜在客户们的忌讳和喜好。雪娘对这些实在提不起兴趣来，略坐了片刻，吃完了手里的烤肉后，便缠着牡丹去别处走走。牡丹不想去，轻声道：听听这些对你也有好处。雪娘撅嘴，实在听不下去，一眼瞥到蒋二公闷声不响地起身走开，往下人们待的地方去了，立即来了兴趣，暗想这蒋二公刚才忍气至此，只怕转过身就要发脾气。当下起身领了贴身丫鬟，假说要去瞧李满娘的猞猁，大摇大摆地跟了去。这边众人吃饱喝足，又在火边说了会闲话，言道都累了，又因第二日还要赶早再猎一日，便都散了。牡丹回到毡帐里，刚收拾完毕，雪娘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一气冲到榻边，挨着牡丹坐下，道：哎呦，何姐姐，你猜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哎呦，可死我了。牡丹见他跑得小脸通红，便递了一杯水给他。你看到什么了？雪娘将水接到手里，却不忙着喝，只道：蒋二公在出气呢，那边抽的，啧啧。牡丹下意识的就想到那训报师阿克，忙道：他打谁了？雪娘喝了一口水，含糊不清地道：还能打谁？谁让他丢了脸就打谁呗。先抽了惊风击鞭，惊风脾气果然不好，一边躲闪一边咆哮，我瞅着简直就是目露凶光了，亏的是戴着嘴套，又被人拉着的。那训报师才上前求情，他便劈头盖脸的朝那训报师抽去，说那训报师和惊风若是明日不能替他扳回面，回去就请训报师走人，再剥了惊风的皮做入。那训报师好可怜，平白无故挨了打，转头还要去安抚惊风。牡丹不由回想起李满娘的话来，惊风怕的不是蒋二公，而是训报师。他越想越觉得这蒋二公实在是被娇惯吹捧狠了，连真相都看不清楚。这样的人就算是成了绝，只怕迟早也会被褫了绝。知莫若父，朱国公一定要拉回蒋长阳，约莫除了愧疚之外，也是从长远考虑吧。雪娘略停了一停，道：这还不算呢。
他出来后看见我站在外头，凶得像什么似的，大声问我在看什么，是谁让我去看他笑话的。那个缺耳朵一直拉他，他倒踢了那缺耳朵一脚。我就回了他一句，这又不是他家，我想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谁也管不着。他便死死瞪着我，像要吃人似的。可萧雪溪远远喊了他一声，他立刻就变了张脸，望着他笑得和朵花似的，轻言细语的就更不用说了。萧雪溪问他和我说什么，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在问他怎么让豹更听话。我呸，什么东西啊，哪有这种变脸如翻书，说假话张口就来的人。萧雪溪主动向蒋二公示好，这是什么意思？牡丹不认为萧雪溪会看上蒋二公，他皱眉细想了一回，不得要领，便劝雪娘，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何必去招惹他，不小心吃了亏，就算过后能找得回来，你也还是吃了亏，没人能替你疼了去。早些睡吧，明日还要起早呢。第二日一早，牡丹才走出毡帐，就惊异地发现蒋二公与萧雪溪坐在了一处，言笑晏晏。蒋二公神采飞扬，哪里还有半点颓废之色。待到众人要起身行猎之时，牡丹很清晰地听到萧雪溪对蒋二公道：蒋公，祝你今日拔得头筹。蒋二公笑道：借你吉言，不如咱们一起。萧雪溪笑得灿烂：我笨手笨脚的，骑射功夫又不好，若是和你一处，只怕是要耽搁你说完也不等蒋二公再留他，大声招呼安康郡主，像条鱿鱼似的跟着安康郡主去了，只留下蒋二公一人站在原地怅然不已。牡丹下意识地在人群中找蒋家的那个训报师阿克，找了好半天才看见阿克带着惊风骑马走在人群边缘。他今日脸上没有笑容，沉静而冷漠，惊风却和他相反，显得烦躁不堪，旁人靠近一点都会引得他炸毛，只有阿克的触摸才能让他安静柔顺一点。天近黄昏之时，众人收队回到营地，互相清点战力，待到战力清点完，晚饭也要做好了，却始终不见蒋二公一行人。有人道，蒋二公说起今日他必然要猎得鹿，莫非是往山里更深处去了。安康郡主看了看已然完全黑尽的天际，皱眉道：人是我带来的，须得去找找才是，倘若出了什么差池，我没法和我表姑交代。舒儿八卦的在牡丹耳边轻声道：奴婢听说朱国公夫人是已故的金池长公主的独女。牡丹这才知晓，原来那位现任朱国公夫人与安康郡主是有亲的，还是位皇亲国戚。不过想想也是，能得皇帝亲自出面往里横插一脚的，又怎会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只不知当年的八卦狗血到底是怎样上演的。纵然大家不见得与蒋二公有多少交情，但不看僧面看佛面，众人便都去点自家的人马猎狗，点了火把等物，准备前去寻找蒋二公。这里人马才拉扯起，那边却有人喊起来了：回来了，回来了！随着这声喊，蒋二公带着蒋家的一众人马渐渐走入火光下。他洋洋自得地走在队伍前端，志得意满，看见众人整装待发的样，满脸惊奇的大声开玩笑：你们这是要去哪里？莫非是这里闯进老虎来，所以要连夜开拔换营地？安康郡主见他回来，松了一口气，因迟迟不见你回来，是要去寻你。多谢各位啊！蒋二公心情很好的朝众人拱了拱手，笑道：我不过是追着一头鹿，跑得有些远了，结果又到一头，便走得更远了些，倒叫大家伙儿替我担忧了。萧雪溪笑道：听蒋公这样说来，今日是猎到鹿了。蒋二公笑而不语，只跳下马来，示意随从将驮着猎物的马牵上来给众人瞧。火光下，众人看得清楚，竟然是2头鹿并一只麂，还有若干7、0、8岁的野鸡兔等物。萧雪溪脆声笑道：哎呀，蒋公今日果然拔得头筹呢，不枉你跑那么远的。蒋二公扬眉吐气的含笑看着他作揖，还多谢萧娘吉言。接着看着众人，热情的笑道：不知各位可否吃过晚饭了？包头鹿来烤上如何？雪娘不服气的轻声道：真是想不到哦，他竟然还真的拔得头筹了。狗屎运也忒好，这么多的人，竟然就只他遇上2头鹿。牡丹道：兴许他昨日教训了豹，还真起作用了呢。不只是雪娘一人嘀咕，许多人也都有此想法。蒋二公见众人惊诧的表情，越发得意，想了想，突如其来地道：今日是借了萧娘的吉言，我才猎的这2头鹿。为表示感谢，除了咱们今晚吃的，另一头就送给萧娘了，还请萧娘不要嫌弃。缺耳朵闻声，满脸懊恼之色，奈何话已出口，已然来不及阻拦，只能在一旁干着急。众人全都看着萧雪溪，也有死群。众人都知道《诗经》中的这诗，蒋二公送头死鹿给萧雪溪，其含义实在是值得人遐想。也有死群，白毛包之，有女怀春，即是诱之。
林有朴素，也有死路。白毛纯树，有女如玉。当众求爱，蒋二公真自信，就凭人家昨夜和今早和他说了几句好话，他就敢不留余地。牡丹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这场戏，坐等结局。不过依着他想，萧雪溪是绝对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的。萧雪溪大放自然地微微一笑。蒋二公今日一共猎得多少头鹿？蒋二公不明所以。就是这2头呀。他听到萧雪溪的称呼突然从蒋公变成了蒋二公，微微有些不喜，却仍然记挂着正事，暂时将这点小小的不快放在一旁不理。萧雪溪煞有其事地摇摇头。那你这路可不够分。蒋二公皱眉道。怎生说？萧雪溪先手一指，在人群中点了几个人，笑道：我可不敢一人独占了这功劳，预祝你今日拔得头筹的人可不只是我一个人呢。你要送路，可得一起送，不能厚此薄彼，不然大家可都要说你不仗义呢。他固然是在装糊涂，但这话也相当于是拒绝了。蒋二公倘若识趣，就不该再纠缠。偏巧蒋二公就是个执着的，转身高高举起一头死鹿，递到萧雪溪面前，大声道：我已然留了一头给大家分食，这一头我就想送给萧娘，想来没有人会因此和萧娘过不去。你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吧？萧雪溪面色不变。那我注定要辜负蒋二公的好意了。我最近身不妥，怕上火，不吃鹿肉。我若收了就是浪费，所以坚决不能收。他顿了顿，饱含歉意地给蒋二公行了个礼，担忧地道：蒋二公，您不会因此怪罪于我吧？蒋二公脸色渐渐沉下来，眼里闪过一丝戾气，他还想再说话，安康郡主已然高声道：好啦，忙累了一天，都过来吃饭，吃了饭早点休息，明日赶早回京。缺耳朵也紧紧拽住了他的胳膊，萧雪溪更是瞬间躲得不见影踪，他这才恨恨的算了。雪娘没忍住，将头埋在牡丹的肩头上，忍笑忍得全身都颤抖起来。冲动生猛的蒋二公带来的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被众人有意识的淡忘了，众人喝酒吃肉，载歌载舞，玩得不亦乐乎。除了蒋二公，人人都很欢乐。萧雪溪仍然被众星拱月似的围着，悠闲自在，笑得灿烂之。一夜无话。清早，牡丹和雪娘才刚起来没多久，就听得外面一阵喧嚣，有人高声斥骂，还夹杂着鞭抽打的声音。牡丹和雪娘对视了一眼，走出毡帐，但见昨夜残存的篝火旁，2个穿灰衣的奴仆跪在地上，正在承受勃然大的蒋二公的鞭，惨叫连连。几个服饰与那2人相似的奴仆围在周围，敢怒不敢言。又有好些个其他家的奴仆远远站着窃窃私语。此时天色尚早，除了奴仆外，多数人尚未起身，或者是听见动静却懒得理睬，自然无人上前去劝阻。牡丹和雪娘认得这2个奴仆是与萧雪溪走得最近的一个名唤九郎的宗室弟的，却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招手叫人去打听。下人尚未回话，九郎就披着袍，打着呵欠，悠哉悠哉地走过来，抓住蒋二公的鞭道：蒋二郎，大清早的你发什么火？可是昨日鹿肉吃多了，有什么火冲着我来就是，打下人做什么？蒋二公使劲往回拽鞭，怒目而视。九郎，你底下的人干的好事，竟敢说这种败坏我名声的话，今日你要给我个说法。九郎唇角含着一丝慵懒的笑容，眼神冰凉。敢问二郎，他们都说什么了？说来听听。蒋二公的嘴唇翕动了2下，恼羞成怒的红了脸，大声道：你自己问他们。九郎看向自家的奴仆，到底怎么回事？一个挨鞭的奴仆猛地往前一扑，大声道：回禀郎君，有人说蒋二公带回的鹿是与山中猎户买的，不是他自己猎的。那鹿上的牙印可是狗的，不是猎豹的。小的们也没说怎样，只是说了句二公运气好，就挨了打。这下听见动静，从毡帐中走出的众人全都面面相觑。有人已是认定蒋二公做了此事，微微不屑地道：就说了，他运气怎么那么好，这么多好手在这里都没能遇着，就他一人弄了2只，原来是这么个缘故。朱国公这真是聪明。蒋二公眼见众人脸上露出不屑来，不由脸红脖粗地瞪着眼睛道：谁乱嚼舌头，我就打的谁。想往我身上泼污水，也得拿出证据来。蒋二郎，狗还看主人面，就算是我手下的人真有错，也该和我说一声，让我来处理。你这样可真是不给我面。九郎语气森寒地说完这席话，突然又哈哈一笑。你虽然不懂事，但我看在朱国公的面上，不想伤了和气。你看这样如何？我不计较你打我的下人，你也莫要为2句闲话就和2个没见识的下人斤斤计较。反正说也说了，打也打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证据什么的就不说了。他这话说的巧妙，蒋二公越是闹腾，越是显得心虚。众人都笑起来，出声相劝。
算了吧，何必为了这么点事儿伤了和气？却也有人悄悄问，证据在哪里？看看去。蒋二公连围观的人都恨上了，只不敢得罪多数人，勉强忍着，厉声对着九郎喊了一声：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荣誉名声如山重，你来试试。九郎调笑道：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运气，打不着两头路，想试也试不了。不过说真的，二公不愧出身诸国公府，骑射功夫果然了得，如此手段非是我等能及。改日教我两招呀。其余几个宗室弟闻言，都挤眉弄眼地附和起来。名誉可不是弄虚作假就能弄来的。蒋二公的眼睛红了，他瞟了一眼萧雪溪，但见萧雪溪远远站在一旁，专心地低声和侍女讲话，唇角带笑，表情闲适，仿佛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被美女瞧不起了，这个弄虚作假的名声他也当不起。他严重的受了刺激，血嗡的一下往头上冲，猛地往前一扑，封住了九郎的衣领，咬牙切齿地道：今日你若拿不出证据来，我便与你白刀进去，红刀出来。九郎如同拂去灰尘一般，不屑地将蒋二公的手从他衣领上扒开，讥笑道：好大的口气，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吗？那就试试呗。蒋二公一口气堵在喉咙里，只张着嘴呼哧喘粗气，手摸向了腰间，他要用鲜血来捍卫他的尊严。九郎见状，瞳孔一缩，也摸向了腰间。两边的人马立刻剑拔弩张，刀剑出鞘。安康郡主见势不好，忙上前劝道：听我一句劝，以和为贵，都少说两句吧。这闹僵起来，谁也得不了好。萧雪溪、李满娘、窦夫人等人也纷纷上前相劝。然而两个已经彻底发誓要一决雌雄的男人是怎么都不会听他们相劝的，一个自以为天衣无缝，别人就算是猜到也拿不出证据，拿不出证据就是诽谤，必须死扛到底；另一个则是胸有成竹，定要将对方虚伪的嘴脸给撕破，将对方踩到尘埃里。最后的结局就是被众人拖开，然后用事实说话。当被人妥善保留下来的一块带着明显动物撕咬过痕迹的连皮带肉的鹿肉被放到众人面前时，蒋二公呆了，摸向腰间的手也软了，他无助而恐惧地看向缺耳朵，缺耳朵满脸惊愕，随即朝他眨了眨眼睛。他定了定神，确信当时痕迹已然处理干净的，这块肉不过是别人试探或者事后弄的罢了，便冷笑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算什么？随便留块鹿肉扔给狗撕咬一下不就行了？九郎，我与你从来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处心积虑和我过不去，要陷害于我？缺耳朵也上前行礼道：九爷只怕是有误会，这个死后咬的和死前咬的，经验丰富的猎手和仵作可是能看得出来的。不如咱们寻人来看看，把这误会解开如何？九郎微微一笑：我不是和谁过不去，也不是刻意陷害谁，只是不小心知道了点事实，本来也不干我事，不想惹麻烦，愿意息事宁人，可是有人不识好歹，不知收敛，非要与我白刀进去红刀出来，我为了活命，也不想担着这个陷害人的罪名，不得不请大伙评评理了。听到此话，蒋二公与缺耳朵都有些心惊，不知道九郎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便嘴硬的道：拿出来，别光说不练。九郎鄙夷的扫了这主仆二人一眼，掀起嘴唇冷冷一笑：真是不巧，我恰好认得这山中几个猎户，从这里骑马大概就是2个时辰的功夫，要不大伙儿再歇1日，咱们去请他们来看看，评评理，还你或是我一个清白。他才说到这里，众人就看见蒋二公的脸色惨变，愣怔不语，心里都有了数，便低声议论起来，都是说朱国公一世英明，怎会养了这么个货。蒋二公苍白着脸，茫然四顾，耳边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只听到一阵嗡嗡声，嗡嗡声又全部化作了讽刺讥笑声，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轻蔑的、鄙夷的、看不起他的，他长这么大，何曾受过这种耻辱？想开，觉得不甘心，不离开，又实在待不下去。蒋二公不由眼圈全红了，眼泪也汪在了眼眶里。先前冲动不听劝告，此时又是这样一副孬样，他但凡敢应承下来与猎户对峙，设计拖延一下，总有办法让大面上稍稍掩盖些去，不至于弄得这么难看。可他这样分明就是心虚了，不敢对峙，失了先机，自己想补救也不及补救，为今之计只有先闪再说。缺耳朵失望地叹了口气，上前去扶蒋二公：公，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既然是有人诚心要陷害，浑身是口难分辨，咱们先回去，再寻一个公道。这分明就是自家给自家找台阶下，可是敏感善于联想的蒋二公却从中听出些另外味道来，不由握紧了拳头，一派狰狞之色，微微哽咽着嘶声道：我和他没完，咱们回去。言罢不看众人，大步离去。
没人知道他说的这个他是指的谁，却是心里一沉。蒋二公已经颜面尽失，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好意思出现在众人面前，自然也不可能再显摆，再去勾搭谁。九郎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退到一旁不再言语。有人嘲笑说蒋二公奇笨无比，却也有人低声道，这种事情怎会不万分小心，分明是被有心人给算计了。须知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听到此言，周围好几个人都一阵沉默，不知是想到了什么。牡丹心中的不安更加重了。虽说这事儿是蒋二公弄虚作假在前，过后世谢丢人是活该，但他并不认为蒋二公和他身边的人都是蠢材，连起心动意做这么件事都不能掩盖的稳妥些，不过一夜功夫就露了馅，这中间必然是有人故意将此事泄露出去。是蒋长阳吗？他是为了报复蒋二公那日吓唬他的举动，莫非他还隐藏在这附近？他回头扫了一眼远处雾气笼罩中的山林，轻轻摇了摇头，否定了之前的猜测。蒋长阳那样沉稳的个性，就算是要替他出气，也不会选择这个时机。难道真是蒋二公运气不好？牡丹抬眼看向越走越远的蒋二公一行人，不经意间，他看见训报师阿克抱着手站在远处的营地上，冷冷看着蒋二公等人，那种眼神让人很不舒服。阿克很敏锐，牡丹不过多看了他两眼，他立刻就察觉到了。他回眸望着牡丹，亲切友好的一笑，一如前天见到他时那般亲切。刚才那个阴冷的人仿佛从来就没出现过。因为诸国公府的人全都走光了，众人没有忌讳，蒋二公的事情变成了回去上最流行最热议的话题，连带着诸国公府的事情都被翻出来说了一遍。牡丹在一旁静静听着，知道了诸国公蒋仲虽然脾气有些暴躁，但平时为人很低调，并不热衷于与众权贵们来往，连带着府里的人也很不出门晃。府里人口简单，排在最高位的是说一不二，被封为忠永国夫人的老夫人，而那位现任诸国公夫人姓杜，她生了2个，长就是这蒋二公蒋长忠，今年19岁，行大家都看见了，不成武不就，自小便被祖母、外祖母和母亲娇惯得不成样。次蒋长义，今年17岁，半点不爱舞刀弄棍，只爱读书。这2个都让诸国公不是很满意。此外还有2房杜夫人为了显示自己和王夫人绝对不同的贤惠而抬成的妾室，这2个妾室都是杜夫人的陪嫁，一人无出，一人生了个女儿，女儿今年14岁，叫做蒋云清，平时难得出现。说实话，现在的诸国公府没什么八卦可供娱乐，众人说到这里就找不到诸国公府的任何闲话来说，他们只能是把诸国公的2任夫人拿出来翻来覆去的比较，说王夫人脾气倔，不敌杜夫人，不受婆婆喜爱，最终败走。却又感叹王夫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拿下安西节使方伯辉。虽然是继室，但安西节使这个位置向来敏感重要，是圣上最信任重视的人之一，想要什么年轻貌美的小娘不能有？可见王夫人定然有其过人之处。议论完了母亲，又把蒋长阳拿来和蒋二公对比，有人如数家珍地把蒋长阳的事迹说了一遍，然后捂着嘴无情地嘲笑蒋二公，有人甚至下了断言，蒋长阳此番归来就是为了替母亲一雪当年的耻辱，假以时日，诸国公府一定是蒋长阳的天下。后面的话题又扯到了其他上面，牡丹听着没有意思，便打马绕开。这日天气不好，有些阴冷，他裹紧了身上的兜帽披风，将帽往下压了压，挡住无孔不入的冷风。他有些想蒋长阳了，他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何娘，你好。清脆悦耳的声音从左后方传来，牡丹回头，但见萧雪溪拥马跟在后面，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萧雪溪穿着一身华贵的紫色织锦狐服，头上戴着缂丝浑脱帽，披着件玉色披风，腰间的叠蟹带上镶嵌了金玉，配着一把小巧玲珑的弯刀，胸部丰满，骨肉匀称，眉如远山，笑容恬淡，看着娇柔却很骄傲的美态。他找自己做什么？牡丹微微一沉吟，便望着萧雪溪甜甜一笑。萧娘，你好。何娘，早就想和你说话亲近来着，只是这2日忙，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下终于有机会了。你不会嫌我唐突吧？萧雪溪的目光锁在牡丹的身上。牡丹今日穿的是一身海棠红的缂丝毛织翻领狐服，腰间系着黑色叠蟹带，足蹬黑色高筒靴，披着淡青色的兜帽披风，兜帽下一张银白如玉的脸，眉不描自翠，唇不点自珠，最妩媚动人的当属那双凤眼，适才回头这轻轻一瞄，便是秋波荡漾，勾魂难耐。牡丹笑道：哪里会，萧娘客气，我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何娘，早先却好几次听说过你。萧雪溪暗自叹了口气，往日他只是远远看过这个因为和离而名声很响的女人，知道是个美人儿，近了才知，实在不是好看2个字就可以形容的。
见到自己主动来和他打招呼亲热，他脸上也没有什么惊喜交加或是巴结的神情，坦然自若，气质风也很不错。要说有什么遗憾，就是稍微瘦了点。牡丹面带诧异地挑眉一笑。哦，是吗？原来我这般。萧雪溪道。我听说过你的许多事情。他静静地观察着牡丹的表情，见牡丹只是面带微笑，专注地侧耳细听，丝毫没有不快的表情，胆便也大了几分。你这样的人，人见了只会怜惜的，不知那日蒋二郎怎会做下那种糊涂事。牡丹神色不变。萧娘误会了，那日不过是个误会而已，蒋二公也道过歉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萧雪溪沉默片刻，略过这个话题，笑道：蒋二郎与他哥哥蒋大郎差别真大，是吧？来啦来啦，真是多方位的考察呢。看来蒋二公说的是真的，不光朱国公有这个意向，萧家和萧雪溪本人也有这个意向。打听就打听呗，干嘛引着自己说这种容易招惹是非的话？真不是个好人。牡丹淡淡的笑道。很正常嘛，人和人就没有相同的。萧雪溪笑道。说的是，蒋大郎才回到京中没有多长时间，就声名鹊起，实在是英雄出少年。牡丹有些想笑，英雄出少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蒋长阳这个年纪都已经不算少年了吧？面上却还是一本正经，肃然起敬的点头。说的是英雄。萧雪溪的眼睛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向往和兴奋。我第一次听说他，就是节之后能在那种情形下救人，又做得如此漂亮的，我认识的这些年轻宫中可没有几个。牡丹只好应道。是的，他是我救命恩人。萧雪溪的眼睛一亮。你也觉得他好吧？的确是好，不过不干你事。牡丹皮笑肉不笑地道。少年英豪，自然是好的，谁能说他不好？萧雪溪的笑容又甜美了几分。不过光有骑射功夫，胆识过人，并不算的就是最好。若是光论出类拔萃的骑射功夫，边关将士多的是。是呀。牡丹微微一笑，再不多话。他晓得按照常规，他应该马上不住口地夸赞隶属救命恩人的各种优点，但他就是不想再和萧雪溪说蒋长阳的其他优点。萧雪溪又等了一会儿，不见牡丹把他想要的信息说给他听，不由有些失望。嘴巴还真紧，不过大抵是不想招惹是非吧？这也能理解。萧雪溪客气地和牡丹道了别，打马走开了。雪娘凑上前低声道：何姐姐，他总问你蒋大哥做什么？昨天他才和那些宗室弟一起说笑，然后又去和蒋二公凑在一起，现在又来问蒋大哥的事，他到底想干嘛？牡丹道：可能就是好奇吧。雪娘道：蒋二郎真是活该，蒋大哥他真可怜，我还以为他是庶长来着，谁知会是这样的。你最近见到他没有？牡丹突然想起了黑夜里那双温暖有力的手，还有耳边那跳得咚咚响的心脏，那股清新的青草香味，一日不见如隔秋。他虽然还没达到那个境界，却也常常在想他了。他有些恍然地摇头。没有，很久没有见过他了。牡丹这副恍然的样落到雪娘眼中，却是另一种情形。雪娘同情地道：那你？牡丹微微一笑。我怎么了？雪娘心情复杂地摇了摇头。没什么。随即往牡丹身边靠了靠，柔声道：何姐姐，我最近得了2块雪狐皮，又厚又软又漂亮。要入冬了，我分你1块，你经常骑马出门，正好拿去做个帽带，剩下的还可以缝个手筒。你不许推辞，不然我要生气。牡丹微微一笑。那先谢你了，你要什么？可别客气。雪娘眯起眼睛甜甜一笑。我什么都不要，就当是上次你帮我弄那个浴室的答谢了。他做了好几件错事，给牡丹惹了好些麻烦，但牡丹从来没有怪过他，唯一一次沉下脸来教训他，归根结底也还是为他好。窦夫人经常和他说，交朋友就是要交这样的人。他虽然不能为牡丹做什么，却是愿意多关心一下牡丹的。眼看着快到京城，李满娘打马过来。丹娘，你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回城去，还是要回芳园？若是要回芳园，我们到了口先送你回去。牡丹想起蒋长阳说过要他再去买一个人，又想到他刚刚受了封赏，说不定会留在城中，二人若是要见面，在乡下反而不如城里那么方便。蒋二公刚出了大丑，萧雪溪的态已经很明朗，朱国公夫人只怕坐不住，会马上行动。他独自一人在芳园也不妥当，不如跟了众人回城去，留在家中静待几日还要妥当些。便道：我好几日没回家了，跟你们一起回去罢众人一起进了城，各自别过。李满娘送牡丹回家，行至昭国坊附近时，忽见后面传来呼喝之声，随即浩浩荡荡的来了一群人，一乘8人，白藤岩被围在中间，沿帘幕低垂，内里的丽人看不清容貌，但跟在一旁，
骑着高头大马，穿着深绿色官服，面色阴沉，目光阴鸷的人不是刘畅又是谁？见着了他，牡丹不用看也知道言中的那个人是谁了，定然就是那清华郡主。他如今成了瘸，自然是不会再如同从前那般嚣张地骑着马到处炫耀他的花容月貌和娴熟的鞍马技艺，如果不是非得出门不可，他是不愿意给人看笑话的。这颜的帘幕自然不会打起来。刘畅早就看到了牡丹，他不屑地将下巴高高抬着，冷漠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诸国公府有意和萧尚书家议亲的消息虽然还未散布出来，时刻关注着的他却是知道的。就算是这门亲不成，刚受了封赏的蒋长阳也会是许多人家心目中的贵婿的目标。他的嘴角忍不住勾起一丝冷笑，何牡丹，我等着看你的结果。想到牡丹嘶声痛哭的样，他的心狠狠撕扯了一下，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种快感。清华郡主烦躁地半躺在檐中，透过帘幕阴冷地看着刘畅的侧脸。刘畅有一张好脸，也有一个好身材，坐在马上腰背笔直，看着很是引人。曾经他最爱的就是与他鲜衣怒马，并肩直配，奔驰在宽阔的大街上，郎才女貌，羡煞旁人。然而如今却是不一样了，他招惹女人了些，他又是这个样，他难过的狠狠了自己的那只短了2寸的腿一把，腿上传来的疼痛让他的心里的酸楚少了些许。再过2个月，他就要嫁给他了。他本想要他跟他单独住在郡主府，他却一定要他住进尚书府。若是他腿脚还好，他就不信他会如此，分明就是嫌弃他。随便吧，他冷冷地想，正好收拾那群人和他们生的贱种。他可不是何牡丹，可以任人拿捏，走着瞧。正当与刘畅、清华郡主擦肩而过的时候，蒋二公蒋长忠正蔫蔫地站在诸国公府的大门前，犹豫不决。他不知道该不该进去，今日发生的事情断然不可能瞒得住，最多2日就会传遍京中的上流圈，假如被父亲知道，逃不掉一顿好。一想到被鞭抽，他身上的某些地方就又隐隐作疼起来，挨鞭的滋味真是不好受。他开始愤恨不平，明明上次就是蒋长阳庄里的人不把他放在眼睛里，故意挑衅他。蒋长阳不是个好东西，阴险卑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原本也正常，若不是父亲那么偏心，他也不会那么生气。他在父亲面前长了那么多年，尽孝是他，膝下承欢也是他，挨鞭挨得最多的也是他，凭什么到头了好处尽是蒋长阳得了去？骑个烂马出去溜达溜达，回来也要挨一顿鞭。他心酸难过了，他在父亲的心目中还比不上蒋长阳的一匹马吗？父亲怎么能那么对待他？从小到大，父亲最爱的就是惩罚他，蹲马步，端酒杯，一直发展到和丫鬟亲个小嘴也要被鞭抽。想到鞭咻咻的破空声，父亲愤失望的眼神，他的腿肚忍不住抽搐起来，掌心也冒出冷汗，几乎握不稳鞭。回头望着缺耳朵道，我不想回去，我们去庄里住段时间吧。缺耳朵晓得他是又开始打退堂鼓了，躲得过初一，逃不过15，这事儿哪里能躲得过去？若是让二公仓皇逃走，自己少不得要跟着，过后再被国公爷拿住，只怕要被赶出去。还不如赶紧进去找到老夫人和夫人说相，让他2人去设法化解此事，才是最妥当的。想到此，缺耳朵便小心翼翼地提醒道，公，还有老夫人和夫人呢，若是去了庄里，老夫人年老体迈，只怕是赶不及，迟早要被父亲拿住。蒋长忠毫不怀他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父亲骑马抓回来。为今之计，只有依靠祖母他老人了。想当初有多少次，他都是靠着他老人家才从父亲的魔爪下逃出来的。蒋长忠叹了口气，随即又狠狠瞪了缺耳朵一眼，就是你个狗奴才给我出的馊主意，我都说不行，你偏说行。我此番若是得不了好，你也休想逃得脱去。明明就是你大公不听人言，非得要赶时间一鸣惊人，事后又沉不住气才惹出的大麻烦，这会儿倒是他的错了。缺耳朵暗自腹诽，可面上却不敢出来，得先想法把这活宝哄进府去才行。他皱着眉头认错，都是小人的错。接着又附在蒋二公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蒋长忠虽然点头，但总是觉得脚下似有千斤重，就是迈不出那一步。他凶狠地回头看着身后大气也不敢出的侍从们，怒吼道，今日的事情谁也别想逃脱，竟然胆敢背主，叫我查出来是谁干的好事，保证叫他死无葬身之地。正得，进去就把他们给我统统关起来。众人愤怒却不敢言，这会儿求情只能是火上浇油，便都把头深深埋下。唯有那只叫做惊风的豹，因为被关在笼里的时间久，非常不耐烦，焦得在笼里来回走动，不时的呲呲牙，发出一阵低沉的咆哮声。郑得意有些不耐烦，微微皱眉道，公，过会儿国公爷就要回家了。
蒋长中的屁股立刻犹如被火烧了一样，顾不上收拾内贼，快步进了府门，往后堂去找钟永老夫人。他丝毫不用酝酿情绪，只需想着诸国公狰狞的样，他的眼圈就红了，表情就显得又绝望又害怕。和许多贵夫人一样，已经70高龄的老夫人同样很信佛，她坐在佛堂里，闭着眼睛，严肃认真地敲着木鱼诵经，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诸国公府繁荣昌盛，人丁兴旺，万事遂意。突然听到佛堂外出来一声哀鸣：“祖母，救命！”孙儿要死了！老夫人手里的木锤被吓得一下敲了个空，她睁开已然浑浊了的老眼，侧过头看向门口。藏青色的家帘被人高高掀起，门口站着他最心爱的孙蒋长中，红着一双眼睛，粉嫩的脸上还带着上次受伤没消散的粉红色疤痕，微微撅着一张鲜红的嘴，脸上的神情又惊又可怜。老夫人颤巍巍地朝蒋长中伸出手：“过来，乖孩，和祖母说说，这是怎么了？”蒋长中一听到这温柔的声音，眼圈更红了，鼻头一酸，猛地往前一扑，跪倒在老夫人面前，把头埋入她怀里，一边拱一边嚎啕大哭：“祖母救命！孙儿被人陷害了，您要给孙儿做主啊！”老夫人使劲拍着他的肩头，安抚道：“不哭不哭，快说说是怎么回事。”蒋长中舔舔嘴唇，先夸自己2句：“孙儿去打猎，昨日猎了2头鹿，谁也没有我做得好。”老夫人赞道：“好呀，我孙儿好样的。可是有人见不得孙儿好，就想要孙儿出丑，让诸国公府出丑。”蒋长中悲愤地将事情经过大致说了一遍，略去自己做了的丑事，只着重渲染九郎如何陷害他，众人如何对不起他，嘲笑他，最后才总结道：“孙儿冤枉，分明是有人设计，故意买通了山中的猎户来陷害我，那些人嫉妒我让他们丢了脸，跟着来踩我，我浑身是口都说不清，有心要和九郎算账，正德又和我说他是宗室弟，轻易招惹不得，我若是动了手，会给家里惹麻烦的。”孙儿少不得打落牙齿和血吞，生生忍了这口恶气。这个脸果然丢得不小，只此时不是追究他到底做了什么的时候，而是要看到底是谁在背后使坏。老夫人脸上的神色变换了又变换，缓缓道：“那你这段时间都得罪了谁？”蒋长中差点脱口而出，就是蒋长阳那个野种，话到口边及时改口道：“孙儿自那日从大哥的庄上回来后，就谨遵父亲教诲，深居简出，安心读书骑射，这段时间见过的人都少得很，哪里会得罪什么人？孙儿真是不明白，是谁这么处心积虑和孙儿过不去？”老夫人沉默半晌，提高声音道：“你果真没有得罪过人，平白无故的，九郎怎会与你这般过不去？”蒋长中缩了一下脖，低声道：“萧雪溪与我多说了2句话。”老夫人的眉毛突然挑了起来：“萧雪溪与你多说了2句话，他也去了？”蒋长中一挺胸膛：“是，他经常找我说话来着。大抵就是这个原因，我听见九郎他们私下底议论说，我们诸国公府的人不过一介武夫，不配。”老夫人叹了口气，摆摆手：“你先下去。”蒋长中大急，眼圈又迅速红了：“祖母，父亲知道了一定会打死我的，我真冤枉啊，我该怎么办？”老夫人皱了皱眉头，眼里闪出一丝金光：“你父亲像你这般大的时候，已然上阵杀敌好几年，立刻把泪给我收了。这事儿我自有主张，你老实去自己院里待着，等你父亲召唤。”蒋长中忍住眼泪，牢牢抱住他的膝盖：“我不去，父亲不会听我解释，先就会拿鞭直接抽死我的。我就在这儿陪着您，孝敬您，祖母千万别孙儿。”自从失去长孙，这还刚生就被他抱在臂弯里，他看着他的头发从黄变黑，从稀疏到浓密，牙齿一颗颗地长齐，各一点点地长高，他对他寄予了无数的希望，可是怎么就成了这么一副样？老夫人想归想，祖孙俩的感情到底非同一般，看到他那可怜样，他不由想到自家儿打起孩来果然手重，这还成了这个样，只怕也是被得打怕了。想到此，老夫人无奈地吩咐身边最信任的叶妈妈：“去把夫人请过来。”然后用不怎么威严的声音对蒋长中斥道：“起来，擦把脸，换身衣服，看看你这样，哪里有半点儿国公府公的样？”蒋长中半点不怕他，想到有他和杜夫人护着，屁股至少不可能开花，最多就是印花，便打起精神，起身去了隔壁，摊开手人由丫鬟伺候。老夫人抓起木锤，继续敲打木鱼诵经。不多时，披着五彩晕罗银呢披袍，发挽高髻，插着金节条花钗步摇，已近不惑之年，仍然花容月貌的杜夫人稳稳地走进来，见老夫人还在诵经，便安静地束手立在一旁静候。待到老夫人睁开眼睛，她方才温贤淑地上前扶起老夫人，笑道：“不知母亲有何吩咐？”老夫人扫了她一眼，
威严地道：“你不知道。”杜夫人早就得了缺耳朵的告知，心中清楚得很，然而她深谙老夫人的秉性，自不会坦诚自己已然知道，只微笑着轻轻摇头。母亲说笑，儿媳怎会知晓？老夫人狠狠瞪了她一眼：“你做的好事。”杜夫人讶异而委屈，语气却般温顺：“请母亲教诲。”老夫人往榻上坐定，接过杜夫人双手送上的餐茶，轻轻啜了一口，不知为何，往日里喝惯了的餐茶，此时觉得特别苦，半点不对味。她的心情越发不好，将茶盅往矮几上重重一放，道：“你为何让钟儿去接近萧家的闺女？”杜夫人满脸讶异：“母亲，这话怎生说？钟儿见着萧家的血息了。”老夫人冷冷地扫了她一眼：“你就莫在我面前装糊涂了，莫要以为我不知你打的算盘。当着我的面道是说的好听，你明明知道那是公爷打算为老大迎娶的姑娘，还让钟儿去招惹，这是想要兄弟戏强吗？这就是你的贤惠。这回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害了钟儿，还累了国公府的名声，让人看够笑话，你满意了？”杜夫人愣怔片刻，顷刻间泪流满面，跪下去道：“母亲，钟儿做错了事，便是儿媳没有教导好，请您老人家责罚就是，儿媳断然没有半句怨言。可钟儿她到底做了什么事？还请母亲告诉儿媳，也好先行补救，然后儿媳再负荆请罪，请母亲责罚。不辩解，不喊屈，一来就认错，然后直指问题的要害处，这个儿媳当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老夫人揉了揉额头，也没心思去追究到底是不是她有意指使蒋长中去搅的局，直截了当的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到钟儿被人挖坑给埋了，这回脸丢得够干净，还无法辩解，我看短时间内他是没脸出去见人了，就是他老弟妹只怕也要被人笑话。杜夫人擦着眼泪道：“母亲，您要说儿媳有私心，那也是有的。儿媳本是想着，这还被管得有些发蔫，天真软善，不知好歹，这样下去不是法。恰好听说有这么一场围猎，去的又是军中的家眷们，本性纯良忠义，才会让钟儿去走走，多认识几个，做人处事对他将来也有好处。怎会想到萧雪溪那样的人也会去，宗师弟也掺杂了进去，不然儿媳怎么也不会让他跟这些人混到一处，惹出这样的祸事。至于老大，儿媳心中对他只有愧疚，恨不得想个什么法好生补偿一下他，但愿他不要怨恨我们，将来也能到您和国公爷面前尽尽孝，疼爱他的手足兄弟，哪里又会特意去坏他的事。你也知道，国公爷多年以来心中那点想，我怎敢去惹得他不高兴？我这些年与那边的亲戚几乎来往，为了就是让他高兴些，怎敢做这种糊涂事？”说完泪如泉涌，伤心不已。老夫人沉默不语。蒋长中正在换衣服，忽见老夫人身边一个丫鬟进来，将先前伺候他的丫鬟找借口赶了出去，低声道：“公爷，夫人已经知道了，让您出去后什么都不要管，只要认错就好。”然后在蒋长中耳边轻声嘱咐了一回。蒋长中换了衣服出去，见他母亲哭得梨花带雨，立即往前跪倒，大哭道：“娘，都是儿不孝，害您为难了。”杜夫人流着泪狠狠将他一推，厉声骂道：“孽畜，不争气的东西！你好大的胆，竟然做下这种没脸没皮的事情！不必等你父亲回来，我先收拾了你。”大家便都清静了。与蒋长中想隐瞒死赖到底的想法不一样，他清楚得很，自家儿做的这事儿是瞒不住的，一查就能查清楚，与其此时替他遮掩，过后又被揭穿，再被搔一回脸皮，把他一起拖进去，不如这个时候就将他的态端正了，把老夫人争取过来。蒋长中听他这意思，竟然是一来就断定是他做了不体面的事情，不由哇了一声，喊屈道：“娘，真不是儿做的，儿冤枉！”杜夫人恨铁不成钢的一巴掌扇在他脸上：“闭嘴！孽，还敢狡辩！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若是肯听你爹的教诲，听我的话，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哪会遭致如此羞辱？不自重者取辱，你还敢叫屈？还敢隐瞒欺骗你祖母？如今全家的名声都被你拖累了，你这个不孝不悌的东西，我打死你！”随即一边心酸落泪，一边打蒋长中。蒋长中趴在地上失声痛哭：“儿知错了，再不敢了。儿只是长这么大，自来不被爹爹瞧得起，他们都嘲笑我说我不如大哥，说我是孬种儿一时糊涂，便想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哪成想是刚巧入了人的圈套。”老夫人心中的那点陈年隐痛被杜夫人的一番倾诉和他母二人的哭声勾起，一时觉得心痛如绞，挣扎着一声断喝：“都给我闭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杜夫人与蒋长中俱都闭了嘴，回头看着老夫人，老夫人沉稳地道：“
现下第一桩最紧要的是，马上登门去向九郎赔礼道歉。如果他肯出面说清楚这事是误会，那是最好。就算是不能，也不能叫这仇更加结深了。他闭了嘴就好。第二桩便是去查查，这后面到底是谁在捣鬼，把跟着钟儿去的所有人都给我锁起来，查不清楚不放松。第桩，钟儿将这几日的所有经过一一说来，不准有半点隐瞒。见老夫人出手，杜夫人暗自松了一口气。这些他都想到了，只不过老夫人性格好强，自己又有嫌疑，无论怎么说怎么做，在朱国公眼里都落不了好，不如老夫人出面来统筹安排，查出来无论是谁在捣鬼，也都和他无关。蒋长忠跪在地上，只比先前说的版本多增加了一点点，能够隐瞒的统统隐瞒干净，包括他用报吓唬人，约牡丹算计蒋长阳和萧雪溪，主动勾搭萧雪溪等等，都是一字不提。老夫人听得累了，闭上眼睛，下去吧，我歇歇。等国公爷回来，让他马上到我这里来。却是不留蒋长忠在这里了。蒋长忠正要说话，杜夫人给他使了个眼色，瞪着他道：孽畜，你扰得你祖母不舒坦，还不赶紧跟我回去，让你祖母清静会。蒋长忠不敢多言，蔫蔫地跟了杜夫人行礼告退。杜夫人给老夫人身边的一个丫鬟使了个眼色，才转身去。如果不出他所料，老夫人这是要背着他母二人与朱国公谈论关于蒋长阳的事情，想必老夫人也是有所怀疑。老夫人想念蒋长阳这个长孙不假，但痛恨不原谅王夫人也是真。兴许他是想补偿蒋长阳，喜欢蒋长阳的能干出息，但他绝对不会喜欢一个离开10多年，满怀仇恨，刚回来就把整个家搅得乌烟瘴气，已经和他们不是一条心的人。杜夫人给蒋长忠理了理头发，叹了口气，他就不信，这个几乎算是由老夫人一手养大的孩，在老夫人心目中没有蒋长阳那个陌生人重。母二人从老夫人的居处走出来，穿过冬青树环绕的小径，将要走到杜夫人住的院时，迎面来了一个眉清目秀、身材高瘦、举止儒雅的少年。那少年见了二人，立刻脸上含笑，上前亲亲热热，恭恭敬敬地和二人行礼问好。母亲万安，哥哥好，你们是才从祖母那里出来吗？正是蒋公蒋长义。杜夫人温和地望着他一笑。义儿这是要去哪里？蒋长忠也伸手扯了扯他的衣服。书呆，穿成这个样，是要往哪里去？蒋长义笑道：我与几个同窗约好，要去取江池芙蓉园荡州吟诗，特为过来拜别母亲。听说母亲去了祖母那里，正要过去。他看着蒋长忠发红的眼圈，却丝毫不问是怎么回事。杜夫人叹道：乖孩，难为你这般懂事，你哥哥倘若有你一半，我就不会如此操碎心了。蒋长义疑惑地看看杜夫人，又看看蒋长忠，犹豫片刻，小心翼翼地道：哥哥比我强多了。咱们朱国公府靠的军功起家，我却连最普通的功都拉不开，更不要说别的。杜夫人叹了口气：罢了，你去吧，小心一点，湖上风凉，记得带个厚披风。蒋长义应了，却不忙着走，而是站在原地目送杜夫人和蒋长忠进了院，又默默站了片刻，方才转身离开。杜夫人才进院，就听见身边最得信任的大丫鬟百香过来道：夫人，县姨娘又犯病了。杜夫人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抬眼看向蒋长义消失的地方，若有所思地道：还不赶紧去请大夫。百香领命而去。杜夫人严厉地看着蒋长忠：来，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说给我听，若是漏了一个字，我便不管你的事。听得蒋长忠说到见着了牡丹，并让鲍八在牡丹肩头上吓唬过人，又找牡丹说过那种话后，杜夫人面色凝重地想了很久，低声道：你实在是蠢了，也不知道我怎会养出你这个来。我少不得要亲自上门去替你赔罪，顺便会会这位和牡丹。而此时朱国公面色凝重地听老夫人说完，握紧发抖的铁拳，怒道：这个敢做不敢为的孽，我这辈的脸面都给他丢光了，查什么查？也不必掩盖，他自家若是站得端正，怎会给人可乘之机？这事儿母亲不必再管，大儿来处置。老夫人叹道：我老了，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想看到兄弟戏强的惨剧，必须得拿出个章程来才行。朱国公猛地瞪大眼睛：母亲此话怎讲？老夫人沉默片刻，沉声道：钟儿平日并不常出去与人结交，你这些年也谨慎得很，不曾有仇家，我不信他会把谁得罪的这般狠，非得要和朱国公府过不去。这分明是有心人的算计，是要他丢尽脸面，从此坏了名声。他见朱国公只是皱眉，似有些茫然的样子，顿了顿，点出一句：坏了名声，谁家还肯把好闺女嫁与他？就是前途也堪忧。他坏了事，谁最能得利？朱国公算是听明白他的意思了，不由生气地道：母亲是说这是大郎干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老夫人摇头，我没说一定是大郎干的，我只是觉着这事情必须查清楚，孩子的名声也要设法挽救，不能放任自流，不然会影响到其他2个孩子。还有就是大郎，这孩子从安西都护府回来，就从来不曾来瞧过我，也不肯踏进这府里半步，只怕是心中有恨。人是会变的，你我都不知道，他这些年都和他说了些什么。你我认识的只是小时候的大郎，不是现在的大郎。有些事情，咱们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朱国公皱起眉头，沉默不语，良久方道：这世子之位本就该是他的，他是我的嫡长子，人也出息。他前几日才得了圣上的封赏，做了正四品下阶名威将军，赏了金刀2柄，其他金银不薄若干。论才干眼光，其他2个孩子是远远无法和他比的。老夫人不赞同地道：这2个孩子还小，接触的人和事也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你收起你那臭脾气，好生调教，假以时日必然会有所长进。我可是听说大郎的脾气就和他娘的一样，又臭又硬，端午节时做的那种事情也只有他才做得出来。他照这样下去，迟早要吃大亏。他沉默片刻道：他得罪了宗室，这次这事儿说不准就是那件事招惹的祸端。朱国公叹了口气：您对阿优的成见太深了，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脾气固然不好，认死理，却是明白大是大非的人。大郎也不笨，他明白着呢，我听说好几个亲王拉拢他，他都没有理睬。圣上几次和我夸赞他来着，这就对了，这说不定就是个警告。老夫人沉下脸来，说到那个女人，你还在怪我是不是？杜氏哪里不好？温柔贤淑，当年如果不是她割肉给我做药引，我早就死了，哪里能活到今天？这些年她孝敬我，对你更是百般迁就，贤良大度，把这个家打理得妥妥帖帖，无可挑剔。而那个女人马上就要另聘高官了，心里哪里还顾念半分旧情？你趁早死了这条心。话不投机半句多，朱国公不欲再谈此事，起身道：您累了一天，且歇着吧，我去看看那个孽子。老夫人忙道：不许打孩子，那孩子就是被你打狠了才养成那个性格，你越是逼得厉害，越是害了他。他还小，年轻气盛，谁不会犯点错？过了这次以后就不会了。朱国公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老夫人不依，拽着他的袖子道：你今日必须得答应我，不然就是要我的老命。我已经没了大孙子，这个再不能由着你来。朱国公只得耐着性子哄道：我答应您。老夫人又道：你去和大郎说，叫他行事谨慎沉稳点，别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还有，让他过2天无论何回来一趟，让他兄弟好好说说话。萧家那个女孩子，你还是这人再去打听打听，她怎能招惹了钟儿，又去招惹宗室子弟呢？可别弄个行为不端的进来。朱国公闷声应了，起身往杜夫人的院子去。才到门口，就见蒋长中指着中医，披散着头发，脸色清白地跪在院子里。杜夫人穿着素服，面色沉静地站在一旁，见他过来，就上前行礼问候。朱国公心中有气，便不看杜夫人，只面沉如水地看向蒋长中。蒋长中哆嗦了一下，战战兢兢地拼命磕头，颤抖着清白的嘴唇，话都说不出来。朱国公一看到他这怂样，就不由得怒火上冲，上前戳着他的额头怒斥道：孽障，你干的好事，你可真长本事，自己做了丢人现眼的事，还胆敢往你哥哥身上推。我看是上次的鞭子抽得不够狠，没有让你记住教训。杜夫人的脸色极其难看，事情真相还未查出，她凭什么一来就认定与蒋长阳无关？蒋长中糊涂愚蠢不假，但若非有人诚心下套，又怎会弄到这个田地？这么多年，就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他怎能如此无情无义？他的心凉了半截，随之而来又是另一种愤恨和不甘。当下也不上前去劝，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看他要做到何种地步。却说蒋长中一看到朱国公铁青的脸色，充满杀气的眼神，比自己2根手指头并在一起还要粗的食指，杜夫人又在一旁观望不说话，不由又急又怕。最不妙的是，腹中突然一阵酸胀绞痛，2种急凑到一处，忍都忍不住，他拼命夹紧了菊花，抖成一团，好容易才喊出声来：儿子知错了，父亲饶命。朱国公咬牙切齿地道：还敢让你祖母替你求情，我今日必要叫你好生记住这个教训，不然以后你只怕胆子更肥，更不知道廉耻来人，把这个孽畜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蒋长中凄声叫了一句：母亲救命！随即眼睛往上一翻，身子一软，往地上瘫倒，随即一股臭味散发出来。杜夫人见状，挖心挖肝的疼，也顾不上脏臭，连忙上前去掐蒋长中的人中，焦急地喊：钟儿，我的钟儿！又一叠声喊人，快把公子抬进去收拾干净，去请大夫。朱国公一怔，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厌恶和难过。这样的人怎会是他的儿子？他愤怒地瞪着杜夫人。启开这个时候还要娇惯他，这孽子死了更干净些，谁都不许动他，就让他自生自灭。说罢，一脚踢开上前去扶蒋长中的百香。杜夫人看了看阴冷的天空，多年来的怨气瞬间爆发，豁出去的上前抓住朱国公的袖子，将一双美目瞪得老大，恶狠狠地道：蒋仲，你好狠的新儿子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你就没有错？就只会怪我娇惯？这些年你经常外出，又管了他多少？你去看看这京中哪家的儿子会对自己的父亲怕成这个样子？你要他的命是不是？要我们母子替人让路是不是？行，你先打死他，再来打死我，一了百了。是你不舒坦，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对你百依百顺，什么都不要了，你还不满意吗？你要真这么狠，有本事当年就不要答应娶我进门。杜夫人向来是温柔高贵娴雅的，从未有过这种泼辣凶恶的样子，但这样的她却拥有另外一种美态。朱国公看着他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不由想起适才老夫人的话，当年老夫人病重，说是要人肉做药引，娇女杜夫人二话不说就从手臂上割了一块肉下来，至今还有老大一个疤。他百依百顺，唯他是从，对家中的姬妾子女下人以及找上门来的他的那些袍泽弟兄亲切友好，什么都好，就是儿子没有教好。但诚如他所说，哪里又只是他一个人的错，自不教父之过，那个人已经要嫁了，从前再也回不来，无法改变。他的眼神慢慢柔和下来，良久长叹了一声，丢下一句：让人把他收拾干净，明日我就送他去军中。晴天霹雳，杜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嘶声道：你说什么？送谁去军中？朱国公沉声道：他丢了这么大丑，就算是我拼命掩盖下来，也瞒不过有心人，前途姻缘统统成问题。更何况他这样下去，这一辈子休想有出息，不小心还会惹来杀身之祸，贻害家族。你若是真想他像个人样，便听我安排，唯有鲜血才能叫他真正像个男人。杜夫人呆若木鸡，儿子被送走，他一系列的精心安排还有什么用？等到儿子回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黄花菜都凉了，他不甘心他带了几分祈求，几分软弱，苍白着脸上前去抱住朱国公的手臂，哀声道：阿仲，阿仲，边疆艰苦，最近又不安宁，他从没吃过苦头，他会没命的，我求你，都是我的错，我会好好教导他，和他说，让他改邪归正，要不你好生打他一顿，我求你了。听到他喊出年轻时昵称，朱国公不忍地看着他，语气却十分坚定。不行，别人的儿子上的战场，我的儿子也上的，我宁愿他死在沙场上，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心软太久了，想着能教好他，结果反而是害了他。你若是真心疼他，就不该再溺爱他，这是害他只有远离开家中这两个妇人，远离周围那群阿谀奉承之人，让蒋长中去军中历练一回，才有希望将他拧转过来。杜夫人的娴雅泼辣统统不见了影踪，只捂着脸哽咽的说不出话来。都是我的错，我没教好他，我不该叫他去围猎，不然也不会惹出这事儿来，丢了府里的脸。你怪我吧，别让他去，他只是个被惯坏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就是因为他不懂，所以才要叫他学。朱国公叹道：我固然生气他丢了我的脸面，但他也是我的骨肉，我总是为了他好的。你别哭了，他过的几年回来，若是侥幸得个功劳，得了一官半职的，可不比现在好得多吗？就这样定了。你有什么话，今夜可以和他说个够，明日一早我便要送他出去，现在我先去请个假。他见杜夫人还想开口，冷冷地道：如果你一定不同意，那也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我明日就领了他，挨家挨户的去赔礼，承认他做下的丢人事，请大家看在他年轻不懂事的份上，都忘了这事儿，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觉得怎样？那和直接毁了蒋长中又有什么区别？杜夫人绝望地看着朱国公越走越远，拼命捂住嘴，不让自己的哭声传出去。百香指挥人将蒋长中抬进去，回头见杜夫人还呆呆地站在原地，担心地上前劝道：夫人，要不要去和老夫人说一声？现在也许只有老夫人才能让国公爷改变主意了。杜夫人回头，脸上的眼泪已经干了，取而代之的是沉稳冷静。她抬眼看着百香身后那株已经落光了叶子的朱里，静静地道：不必了，她已经下了决心，谁也无法改变她的决心，就算是老夫人也不行。如果不出她所料，在朱国公过来之前，老夫人一定已经替蒋长中求过情了，只能到这个地步。她再吵闹挣扎也是于事无补，不过是突然惹得她更加厌烦，觉得他害了儿子，日后更不愿意与他商量事情而已。百香知他是绝技舍不得让蒋长中去边关吃苦的，便皱眉道：那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杜夫人淡淡地道。去军中未必不是一条出路。他进了屋，命百香替他研墨铺纸，提起笔来开始写信。须臾写好了信，他小心翼翼地吹干封好，递给百香。你马上出去把这封信交给舅爷。百香应了，小心地将信收入怀中，正要告辞离去，杜夫人抬了抬眼皮道，回来的时候顺便去一趟曲江池芙蓉园，看看一儿是否还在那里。如果在，就让他回来和他哥哥告别，若是不在，他没有再说话，百香也不问他后面的话，行了个礼，悄悄退了出去。杜夫人又坐了片刻，喊道，来人，伺候我梳洗须臾。梳洗完毕，她换上了一身精致华贵的衣饰，稳稳地走到蒋长中的榻边坐下来，轻声道，中儿。蒋长中早已经醒了，只是适才发生的事情让他无颜见人，他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便侧身向里一动不动地装睡。听到杜夫人的声音，他的睫毛动了动，却不肯回过头来，也不肯出声。杜夫人也不管他是否真的睡着还是醒着，只温柔地探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轻声道，中儿，适才你爹说了，要把你送到军中去历练2年。话音未落，蒋长中忽地翻身坐起，尖叫道，我不去，我不去，我才不要和那些浑身是汗到处长虱子的莽汉在一起。边说边将身边的瓷枕扔到地上去，狂乱地道，这是阴谋，他把我赶走，就什么都是他的了。娘，你要戳穿他的真面目，不能咽下这口气。杜夫人难过的扶了扶额头，这件事定然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别怕，我已经给你舅舅写了信，他会照顾你的，你绝对不会有任何危险。你安安心心的待上2年，好好上进，将来对你只有好处。蒋长中听他的意思，竟然是站在朱国公那边，立刻翻身下床，赤着脚往外面冲。我会死的，我去找祖母，他老人家一定舍不得我吃这种苦头，任由我被人欺负的。杜夫人冷喝一声，把他给我拦住。几个婆子立刻出现，将蒋长中给拦住。蒋长中疯狂地踢打着他们，杜夫人上前用尽全身力气打了他一个耳光，骂道，不成器的东西，你是要我的命是不是？我现在只恨从前太娇惯你了些，不然也不会落到今日这个地步。好，我不拦着你，我也不会再管你，你爹爱把你怎样就怎样，你去你去。蒋长中喃喃道，祖母。杜夫人冷笑，祖母可不是你一个人的祖母，他若是能帮你，早就帮你了。蒋长中红了眼圈，外祖母，若是外祖母还活着，我。杜夫人的鼻子一酸，声音越发尖利，你外祖母已经死了。蒋长中梗着脖子站了片刻，慢慢蔫了下来。杜夫人长叹了一口气，道，你不争气，现在只能退一步了，先缓缓，来日方长，关键是你要活出个样子来，不能再叫人瞧不起，不然你这辈子永远也别想成绝。他和我们可是有深仇大恨的，等他成了绝，你就等着他把我们娘俩死死踩在脚底下，永世不得超生吧。蒋长中听到他肯定的语气，想起蒋长阳那张酷似朱国公冷漠没有表情的黑脸，猛地打了个寒战。娘，我都听你的。杜夫人缓缓道，那好，你要是还想保住命，保住爵位，就要听我的。等你父亲回来，你就和他说你愿意去军中。若是你祖母舍不得你，你也要亲自和他说，你丢了家里的脸，也想学学真本领，是自愿的，难道以为把人挤走就有机会了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有的是办法让封世子这件事缓延下去，只要蒋长中争气，他迟早能翻身。曲江池芙蓉园畔，朱国公只带了一个随从，骑马缓步往蒋长阳的居所走去，到的门口，随从上前敲门，门子探头一瞧，忙不迭地将大门打开，请朱国公入内，然后飞也似的往里去报信。蒋长阳正在听乌三说话，何娘子今天中午到的，小的已经让人和他说过了，请他明日去西市看人。无名酒楼那里也订了雅间。蒋长阳微微一笑，正要开口说话，忽听有人来报，国公爷来了。他皱了皱眉头，起身迎了出去。朱国公站在中堂里，背着手盯着那架叠漆石竹6曲银交关屏风，瞧得入神，以致在蒋长阳走到身边方才惊觉，匆匆回神。父子2人也不寒暄，或是互相打招呼，各自找地方坐了。蒋长阳看着奴仆将茶汤奉上，方道，有什么事？朱国公挺讨厌他这种态度和口气，却又无可奈何，沉默片刻，道，前2日你二弟去围猎，做了件丑事。蒋长阳轻轻吹了滚烫的茶汤一口，还不算太丑。朱国公道，你可听说了？蒋长阳倒是没有装糊涂，点了点头，听说了。此外不予任何评论，脸上也没什么幸灾乐祸的表情。朱国公有些艰难地道，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比如说，你觉得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最好？
蒋长阳沉默片刻，道：不干我事。朱国公一愣，随即大怒，猛地站起来，双手捏成拳头。蒋长阳无动于衷地看着他，朱国公非常缓慢地坐了下去，肩膀垮了下来。你说不是？蒋长阳无所谓地道：当然不干我事。第一，不是我干的；第二，还是不干我事。朱国公有些惊异于蒋长阳的敏锐，他回眸望着蒋长阳，对上蒋长阳那双沉静坦荡、不躲不闪的眼睛，他完全相信了此事与蒋长阳没有任何干系。他想起老夫人的话，说不定是有人借此想给朱国公府一个警告。他斟字酌句，有些小心翼翼地道：不管你肯不肯，血脉关系是断不了的。你是我的长子，他是你的兄弟，将来你还要……蒋长阳打断他的话：我约了人，是要事，正要出门。他重重地咬了要事2个字。朱国公猛吸一口气，抓起马鞭站起身来：你行事小心一些，不要卷进去。你祖母想你，你看什么时候有空过去看看她。他见蒋长阳不吭气，重重地道：你非去不可，不然我就和圣上说你大不孝。蒋长阳淡淡地道：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在？最近我都不会在，我明日要送你二弟去军中，等我回来我让人来接你。朱国公松了一口气，他以为蒋长阳不会答应，谁知道蒋长阳竟然这么容易就答应了。他狐疑地看着蒋长阳，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蒋长阳不再言语，甚至没有多问一句关于蒋长中的事情。朱国公无奈，只好走人。待朱国公主仆走远，乌三上前道：公子爷，您打算去国公府？蒋长阳道：明日见过何娘子，咱们就去。乌三道：你不等国公爷在家了？蒋长阳笑道：就是要他不在才好行事。那小子去了军中，倒是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你去瞅瞅，到底是谁做的好事？无名酒楼今日一大早就接到了一桌上等酒席的订单。若是往日，掌柜的必然会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这一整天生意都会很兴隆。然而今日他却是高兴不起来，来人的要求极高，态度又恶劣，所点的无汁肥羊、驼峰、快鱼、丹龙筋乳酥、巨圣奴、玉露团、天花碧螺、生浸鸭花汤饼这些菜肴便也罢了，唯有这鹰鹅龙驴是要将鹅用草木灰水清洗干净肠胃后，放在铁笼中，在笼中生炭火，再放一个盛满五味汁的铜盆，鹅绕着火盆走，可即便饮五味汁，一直到鹅被生生烤死、烤熟为止。驴也是一样的处理方法，唯因体积庞大，所花时间更久。按理这2件东西本是无名酒楼的招牌菜，平时总准备的有，以备不时之需。但今日这位客人却点名要的是现做的、最新鲜的，而且还要在2个时辰之内拿出来，且不得推脱。这可真是急坏了掌柜的。鹅倒也罢了，围这驴他是绝对没法子的。掌柜的做惯了生意，自是知道什么人可以骗，什么人不能骗。比如面前的这位主便是绝对不能骗的，唯有百般讨好说情。穿着男装的牡丹进入无名酒楼之时，正好看到掌柜的卑躬屈膝，满脸堆笑的和面前的豪门奴仆说情，那奴仆却只是高高翘着2郎腿，自顾自地喝着茶汤，充耳不闻。牡丹暗自替这掌柜的掬一把同情泪，跟着堂官上了2楼雅间，先叫小二给树儿和刚买来的小四柜子弄个地方，弄几个小菜安置妥当了，方才推门而入。蒋长阳穿着一身华贵的朱色圆领窄袖衫，头上戴着最新式的官样圆头金子并长角罗幞头，独自一人坐在窗前的茶几前，聚精会神地分茶汤。听见声响，抬起眼来望着他微微一笑，示意他坐到他对面。天凉，喝杯热茶汤暖暖身子。牡丹捧起一杯热茶，好奇地拿着他上下打量，又弯腰去瞧他靴子上的靴带，果不其然，靴带上还钉了金花银饰。他斜睨着他，坏笑道：今打扮得挺贵气的吗？哎呀呀，猪袍啊，猪袍。蒋长阳微微一笑，大大方方地将脚伸长给他瞧。御赐之物。不等牡丹相询，又将腰间的金刀解下，递到他面前。还是御赐之物。牡丹含笑赏玩了一回，道：你不会是特意拿来给我瞧的吧，穷嘚瑟。蒋长阳正色道：才不是呢，我另有妙用。说着却将牡丹递回的金刀放在他右手边，并不打算收回去，接着眼睛粘在了牡丹的身上。牡丹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忍不住伸手去掐他眼皮。你看什么？第一次见你穿男装。蒋长阳轻轻一笑，不躲不让，反而将脸凑过去。牡丹却只是轻轻戳了他一下，便收回了手。他温柔的手指只在他的眉眼上蜻蜓点水一般，一触即走。他不甘心，索性探手替牡丹整理衣领。这里没弄好，皱了。他的手指轻轻刮着牡丹的颈项，异样的感觉让牡丹瞬间红了脸。蒋长阳的指腹放在牡丹的颈动脉上，感受着指下的勃勃生机，
嗅着他身上馥郁的芬芳。他的声音低下来，微微带了些沙哑。丹娘，这金刀是一对，我拿去做聘礼，你看如何？忍不住的，他的指尖就在他的脖颈上画起了圆圈。你爱拿什么做聘礼，我怎么管得着？牡丹的脸红的犹如被煮熟了的虾子，她轻轻侧了侧脖子，躲开他不安分的手指，顾左右而言他。外面是怎么回事？蒋长阳恋恋不舍地收回手指，强作镇定地低咳了一声。蒋二公子要去从军，他家里要为他饯别，他嚷嚷着要吃这里的招牌菜，于是便有人千方百计的要替他达成这个小小的愿望。牡丹确认了蒋二是因为围猎之时出的丑才不得不去的军中，叹了口气道：我见掌柜的很是可怜，这做不出来能怎么办？既然要吃，为何不提前来定？蒋长阳拍拍手，示意堂倌送饭菜上来，回头望着牡丹道：他们只管吃，哪里管人做得出做不出？这世上有许多人都是如此，但凭一己之好，哪顾他人死活？他沉默了一下，挑了挑眉毛。派来的这个人八成是昨晚误了事儿，不曾提前来定，又是个不懂事的，不知道这鹰鹅龙驴的具体做法，以为一开口药就来了。你等着瞧，马上就要出事儿。这无名酒楼可是有背景的。果不其然，他们这里菜才刚上计，不及品尝，外面就传来一阵喧闹声和叫骂声，以及碗碟落地的破裂声。蒋长阳振衣而起，来了，你想不想看热闹？边说边将临向大堂的窗子打开，示意牡丹过去。窗子不小，只窗子缝太小，蒋长阳紧紧挨着牡丹站在一处，彼此的体温透过秋日的夹衣传导到彼此的身上，烫得吓人。牡丹强作镇定地按捺住心跳，没有躲避开。蒋长阳扫了他一眼，欢喜地翘起了嘴唇，偷偷将手爬过去放在了他的肩头上，又趁机捻了他觊觎已久的那白玉一般的耳垂2下。牡丹不语，狠狠掐了他的腰一把。大堂里乱成一团糟，朱国公府的那个刁奴正在乱砸东西，破口大骂，而无名酒楼的掌柜的却是不住口的哀告：真是做不出，这生意小人做不了，不做了。正在吵闹间，2楼的一间雅座突然被人打开，3、4个锦衣汉子噔噔噔下了楼梯，不由分说，几拳招呼在朱国公府的那个奴仆身上，瞬间将那人变了国宝熊猫，随即流水行云一般将那人插翻在地。当头一个穿蓝色锦缎圆领缺胯袍的汉子一脚踏在他的背脊上，骂道：打死你个不长眼的狗东西，青天白日的你胆敢在此滋事，扰了贵人的清静，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那掌柜的可怜巴巴的上前求情，说出来的话却是别有意味：几位大爷，饶了他吧，他可是朱国公府的，我们小本生意惹不起。蒋长阳因为得到一亲芳泽而露出的笑容瞬间收了，他皱起眉头看向那掌柜的，那掌柜的却是一脸的害怕和哀求，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神情来。那穿蓝色锦袍的壮汉一条扫皱眉，粗声粗气地道：天子脚下竟有此等凶徒作恶，真是反了管他是谁家的，都该送到京兆府去治罪。说着脚下更加用力，朱国公府的那个刁奴顿时杀猪一般惨叫起来。那掌柜的满头是汗，不住地替他作揖求情。忽听一条温润的声音响起：这是做什么？这样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接着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紫袍，头戴紫金冠，白面微须，年约30左右的贵人，气定神闲地从2楼楼梯上缓步而下，举手投足间贵气逼人。那几个刚才还很嚣张的锦衣汉子一见了他，立刻松开朱国公府的奴仆，上前规规矩矩的行礼。那贵人潇洒的一摆手，示意众人起身，然后走到朱国公府的奴仆面前，伸脚轻轻踢了踢他，用靴尖勾起那人的下巴，笑道：你是朱国公府的奴才。那奴仆只觉得一股上等龙涎香的味道充盈了整个鼻腔，只看那紫色衣袍，便知来者不是普通的富贵之人，当下头也不敢抬，蚊子哼哼似的应了一声。那贵人却笑道：朱国公向来恪守礼法，哪里会有这样不知体统、为非作歹的下人？分明是有人不怀好意，故意借了朱国公府的名头出来做坏事。来人，把他给我绑了，送到朱国公府去，请朱国公定夺。他扫了一眼地上破碎的杯盘碗盏等物，云淡风轻地对着掌柜的道：这些损失都算我的，记在我账上就是。掌柜的犹如见了活菩萨，跪下行礼道：多谢闵王殿下面叙。闵王？牡丹吃了一惊，原来这就是那位闵王。此时闵王抬起头来，有意无意地扫了2人站立的这个方向一眼。牡丹想往后退，蒋长阳稳稳地拖住他的腰，低声道：别动，他看不到我们。闵王果然又收回了目光，待旁边一个白面无须、面容姣好的少年郎用雪白的丝帕替他仔细擦拭过靴尖后，方带着那几个锦衣大汉，拖着被绑成粽子的朱国公府奴仆扬长而去。
蒋长阳轻轻合上窗子，若无其事地让牡丹坐下。吃菜，凉了就不好吃了。牡丹沉默片刻，道：最近是不是很不太平？蒋长阳的筷子顿了顿，笑道：你怎会这样以为？上次蒋二公子出丑的事情看似合理，实则很蹊跷，我听有些人的意思，似乎是怀疑你。今天这事儿更是凑巧，既然是要送二公子出远门，满足他一个小小的愿望，自该派出妥帖的人来办理，怎会让这么一个二愣子来？朱国公自来低调，手下的人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又刚好给闵王遇上，实在太巧。牡丹苦恼地摸了摸自己头上的幞头，恰恰的，你又刚好在这里，我担心有人在背后算计你。蒋长阳的眸色一深，笑道：没有的事儿，不过就是凑巧，你想多了。牡丹抬眼看着他，他的笑容显得很轻松，眼里充满了柔情蜜意，他也笑起来。反正你多加小心就是了。他既然不愿意说，他就由得他。蒋长阳点点头。我得一个消息，听说明年圣上有意办一场牡丹会，胜出之人奖赏万金，还会赐号。你……牡丹双目放光。真的？你不会骗我吧？一听到和牡丹花有关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实在是过分。蒋长阳有些不满地轻轻叹了口气。当然是真的，但这些事情只在一念之间，说不定突然就改了主意。牡丹笑道：我知道，我先做好准备，到时候若是不办了，我也要想得开就是了。是不是？蒋长阳笑着夹了一柱驼峰放在他面前的小银碟子里。就是这个理。牡丹意回了他一柱鱼。多吃点。蒋长阳将鱼尽数喂进嘴里，笑得眉眼弯弯。牡丹突然沉了脸道：萧雪溪让我向你问好。他说你年少出英豪，真是太崇拜你了，有夫如此，夫复何求？蒋长阳一滞，差点被呛住，但见牡丹的眼睛眨了眨，嘴唇不受控制地翘起来，他才恍然明白过来，忍不住探手捏住牡丹的鼻子。你是不好意思说你自己的心里话，转借他人之口说出来吧？牡丹白了他一眼。看不出你原来还是个自恋狂。门外传来几声轻响，乌三在外低低喊了一声：公子。蒋长阳飞速收回手，正了神色。进来。乌三进来，贼眉鼠眼地打量了二人一眼，但见二人隔着桌子面对面的正襟危坐，两人的表情都是一本正经的严肃，不由暗暗撇了撇嘴，暗道装什么装，口里却严肃地道：公子，时辰差不多了。朱国公没有等这里饭菜送去，适才已经带着人出发，与闵王走的两条路，大约是碰不上了的。蒋长阳默了默，看向牡丹，温柔地道：你吃好了吗？牡丹放下筷子起身，嫣然一笑：吃好了。蒋长阳见他的唇角沾了点汁子，下意识地想伸手去替他擦了，手伸到一半，才想起乌三在一旁看着他，回头但见乌三果然半弓着腰，一双眼睛却贼眉鼠眼地看着自己那根手指，不由在半空里转了个方向，指向乌三：你送何娘子回去，下去备马。乌三古里古怪地笑了一笑，出的门去。蒋长阳的脸不受控制地红了。牡丹忙道：不必麻烦乌总管，我带有下人，你不是说贵子挺厉害的吗？让他跟着你更妥当。话音未落，某人的指尖已经快速从他唇角抹过。你这个……牡丹恶狠狠瞪着正在舔指尖的蒋长阳，一颗心不受控制的乱跳。他跺了跺脚，转身往外走，想了想，又折回来，双手捏在蒋长阳的脸颊上，狠狠蹂躏了一回，咬牙切齿地道：天气太冷，我替你活动活动，以免冻坏了。蒋长阳也不喊痛，反而双眼放光，紧紧地盯着他。牡丹惊觉不妙，才要松手，就被他捧住了脸颊，低声道：我也替你活动活动。牡丹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温温热热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酒香，他的唇轻轻落在他的额头上，辗转不去。牡丹暗暗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亲过旁人。这个样子好像是没有哦。蒋长阳偷眼看着牡丹小扇子似的浓密眼睫，挺翘的小鼻子，还有那他早想很久的红润诱人的唇，恨不得一口咬下去才解恨。以前是机会不对，今天好像机会合适，不过从哪里下口比较合适呢？正在犹豫间，牡丹的眼睛已然睁开，他踮起脚来，飞快地在他的脸颊上落下一口，随即将他猛然一推，快速跑下楼去了。蒋长阳快行两步，只看到他的背影，他忍不住摸着那半边脸咧嘴笑了起来。下一次，下一次。乌三用看白痴的表情一直打量蒋长阳，蒋长阳骑在马上，脸上带着一种梦幻般的微笑，不时用手摸摸脸颊，又将那只手去摸摸嘴唇。乌三翻了个白眼，平日不容易犯痴的人，一旦犯了痴病，这症状比谁都严重。朱国公是铁了心要将蒋二公子送去军营，在派出来订酒席的仆从没有按时将酒席送到后，
时间观念很强的他不由分说就押着人上路。这可苦了娇生惯养的蒋二公子，因他不肯吃府中先前送上的饭食，导致不要说什么鹰鹅龙驴，就是国公府中的寻常饭食也没能混个饱，空着肚子哭兮兮地跟着朱国公上了马。蒋长阳与乌三在金光门附近等了不久，就看到黑着脸的朱国公带了10多个人，团团将蒋二公子围在中间。蒋二公子穿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青色圆领缺胯袍，畏畏缩缩地骑在马上，双目赤红，恋恋不舍地看着这繁华的京城。而穿了白色圆领窄袖衫的蒋三公子则骑了一匹枣红马，不远不近地跟在众人身后，不时看向蒋二公子，满脸的同情。才出金光门，朱国公就停住了马，叫蒋三公子上前。一儿，我送你二哥此去，约1月半左右就会回来。我不在家中，你要好生读书，落下的弓箭兵马也不能荒废，更不要胡结，要孝敬你祖母和母亲，知道吗？蒋三公子规规矩矩地应了。朱国公又道，今日我已然嘱咐过你母亲，这些日子闭门不出，约束家人，小心从事，不要惹祸。可若是发生了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你就去取江池芙蓉园畔寻你大哥帮忙。蒋三公子抬起眼睛，沉稳地道，父亲放心，儿子省的。朱国公看了他半晌，突然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你年纪也不小，也该承担责任了，这些日子就要全靠你了。蒋长义小心翼翼地道，儿子惭愧，长这么大从未为家中做过任何事。随即打马行到蒋二公子身边，挨着蒋二公子低声说了几句话，背对着朱国公，将个油纸包快速塞进了蒋二公子的袖子里，然后道，二哥保重。待到朱国公领着一群人绝尘而去，他方带着身边的小丝波转马头往回走。蒋长阳在远处将这父子几人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回头望着乌三道，三公子对二公子还真体贴，现在除了朱国公一个人，只怕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偷偷给二公子带了吃的，这样贴心的弟弟还真是少见。乌三嗯了一声道，国公爷用得着亲自将二公子送出去吗？让哪个得力的家将送去不就行了？反正二公子也不敢半途逃走。蒋长阳嗤笑了一声，你怎知他不是特意出去避开的，他要再不走就得被闵王给堵在家里。眼看着蒋长义走得要不见了影踪，他忙道，走，跟上，看蒋三公子去哪里。我们先去看看三公子做什么，然后再去国公府，时机正好，想来那个时候闵王也走了。蒋长义并不打算马上回国公府，他从金光门进来，经过群贤坊，扯直进了西市，东逛逛西逛逛，在一间书店里就待了约有1个时辰，然后方才提着2本书出来，上马往国公府去了。蒋长阳他们一直追在蒋长义的身后，这种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从沙漠里、草原上、荒芜的戈壁滩上，他们尚且做得到，更何论是在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街头上。很快蒋长阳就断定了蒋长义这是打算回国公府，他轻轻磕了磕马腹，示意乌三跟上。不过快跑片刻，他就追上了儒雅的少年。他并没有主动和蒋长义打招呼，而是沉着脸从蒋长义的身边经过。然而他身上的朱袍和腰间的金刀，以及胯下高大的枣红马，脚上钉了金饰的靴带时，再无法不吸引蒋长义的目光。几乎是一瞬间，蒋长义就惊喜地喊了出来，大哥。蒋长阳勒住马缰，沉着脸看向他，然后又茫然地看着乌三。乌三会意，忙笑道，公子爷，这是国公府的三公子，您没见过？蒋长义仿佛没有看到蒋长阳脸上的冷漠与不耐烦，兴冲冲地道，是，大哥，您没见过我，我却是见过您的。大哥，您这是要到哪里去？真是太遗憾了，刚刚小弟才和父亲还有二哥分开，父亲还交代我，让我有空去找您呢。蒋长阳淡淡地点了点头，道我正好要去府里，你我一道去吧。蒋长义的脸色微微一变，他垂下眼眸，沉默不过1个呼吸的时间，他又抬起眼来，温和纯净地看着蒋长阳一笑，好呀，求之不得。他吩咐身边的小厮，赶快回府去报信，老夫人若是知道，不知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呢。蒋长阳淡淡地望着他笑，我虽然没有见过你，却是听说过你的许多事情，我听说你很有才情，读书读得很好，交游的才子也不少，明年你可要参加科举。蒋长义的脸微微一红，我读得不好，去考试也只是丢人现眼而已。蒋长阳哦了一声，不再言语。蒋长义倒有些失望了。须臾到的国公府门口，但见几个奴仆一拥而上，牵马的牵马，引入的引入，不时往蒋长阳那身光鲜的衣饰上打量。到了二门处，就见杜夫人笑吟吟地迎了出来，哎呀，是大郎呀，你快请进，你祖母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这下不知该有多高兴呢。杜夫人用一种看似和蔼热情，实则优越的、挑剔的目光量着蒋长阳，长得具体还是要像朱国公一些，甚至有个与朱国公一模一样的下巴，但是他五官的线条又远比朱国公精致许多，个也更高，完全没有他所想象的那种蛮横粗野劲儿。可是他这身装扮实在是让人一看见生气，就生怕旁人不知道他升官得了奖赏吗？穿给谁看呀？杜夫人看看他带来的小厮手里抬着的一个大箱，不由愤愤不平，暗自骂了一声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显摆什么？相比杜夫人认真细致的观察，蒋长阳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抱了抱拳，喊了一声杜夫人，然后就闭上了嘴，目不斜视的往里走。杜夫人心里不舒服，抬眼看向蒋长阳身后的蒋长义，很温柔地道：义儿，你们是在哪里上的？回得上遇到的。蒋长义小心翼翼地说了，目光落在杜夫人的盛装华服上，轻声道：母亲，适才可是有客人来过。杜夫人遗憾地道：是闵王，才刚走呢。你们要是早来一步，就能遇上了。听他的口气，似乎朱国公府面大，闵王是专上来客一般。蒋长阳没什么表情，充耳不闻，目不斜视地跟着引的仆人往前走。蒋长义却满脸的惊讶、好奇、遗憾。闵王殿下。杜夫人嗯了一声，将他脸上的惊讶、好奇、遗憾统统收入眼里，回头望着蒋长阳：大郎啊，你这次来家里可要多住些时候，我们一家好好团圆一下，只是可惜你父亲和二弟刚出了远门，不然今夜一定要好好吃顿团圆饭。蒋长阳淡淡地道：既然国公爷和二公不在家，我看看老夫人就走。夫人不必准备晚饭了。杜夫人听他这个话分得挺清楚的呀，她心情不好，又还有好几件事情没查探清楚，比如围猎会上是谁做的，今早的事情又是谁做的，还要备份礼送去给闵王。面前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口是心非、阴险毒辣的坏东西等等，他自然没有心情去好好招呼蒋长阳，干笑着将人送到老夫人那里，示意心腹眼线听好看好，立刻找了个借口迅速溜开。蒋长阳行过礼后，将那一大箱衣料、绸缎、药材等物打开放到老夫人面前，说是孝敬老夫人的，之前不曾来瞧，是因为功不成名不就，不好意思来。老夫人上下打量着他，除了打扮张狂了一点以外，其实还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气宇轩昂，落落大方。他因为朱国公忤逆不孝的行径而不好的心情，因此明媚了许多。他亲亲热热地叫他到身边去坐下，瘪着牙齿不停地问东问西。蒋长阳好脾气地回答着，听得老婆哈哈大笑。蒋长义在下面独自坐了些时候，觉得无聊之，便也寻了个借口躲出去。还没走多远，就看见庶出的妹妹蒋云清带着2个丫鬟急匆匆地走过来。蒋云清与他的关系向来好，见他在这里，忙上前和他打招呼，轻声道：听说那位来了，夫人让我过来拜见一下，怎么样？蒋长义笑了一笑，穿着朱袍，腰挎金刀，靴带都是金的，又给祖母带了好些礼物来。这会儿祖母留他说话正高兴呢，你我不如过会儿再进去好了。蒋云清笑道：也是，这会进去反倒是干做没意思。哥，你送父亲和二哥一直到哪里？怎么不早点回家？先前闵王爷来了，要是你在，那该有多好。蒋长义的脸上不见任何喜色，只道：我送他们到金光门，然后去西市买了2本书。闵王来家里是做什么？蒋云清有些迟，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来找父亲的，兴许是什么好事吧。他左右张望了一番，背开丫鬟，靠近蒋云清，其小声道：有人说你奸，昨日公挨训，你倒跑到外头去避风头，躲得干干净净的，连情都不曾求一个，就巴不得他被赶走呢。你这几日出门了？蒋长义的脸色煞白，吃惊地看着蒋云清。蒋云清朝他挤了挤眼睛，语气快活地大声道：二哥，我们进去吧。蒋长义敛去眼里的神色，温和一笑：走吧。二人才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一声脆响，二人忙跨进门槛，险些没撞上人。蒋云清还是第一次在老夫人这里遇到这种莽撞不知事的人，赶紧往后，正要开骂，才发现这人身材高大，穿的正是蒋长义描述的朱袍，腰间的刀也金光闪闪。他忙将那句喝骂咽下去，抬眼看着来人，绽放出一个甜美的笑容。与此同时，蒋长义也开了口：大哥，这是云清。蒋云清正要给蒋长阳问好，蒋长阳却看都没看他一眼，鼻里哼了一声，满脸不快的大踏步去了，一直走到院门口都不曾回过头。这是怎么了？兄妹二人面面相觑，全都转身快步往里走，但见地上一滩水印，老夫人歪在榻上，胸脯气得一起一伏的，恶狠狠地瞪着蒋长阳带去的那一箱财物，
一张老脸简直凝得下水来。兄妹二人同样也是敬畏着老夫人的，都不敢开口相问，你推我，我推你，还是蒋云清干笑着上前去替老夫人捶腿。祖母，您老人家可要躺躺。老夫人猛地抬起头来，声音尖锐地道，我还没死。一个个就巴不得我死了才干净。蒋云清不敢说话，飞速站起，与蒋长义一边一个垂手肃立。又过了好一会儿，老夫人方哼哼道，来人，把这些东西给我抬了，扔出大门去。谁稀罕他的破东西，吃了用了都不养人。蒋长义大惊失色，祖母，不可，大哥他做了什么事惹您老人家生气了？老夫人不答，只垂着榻道，牛不知脚弯，马不知脸长，他真以为他不得了，我们这一大家都只能靠他了。我还没死，你爹也还没死，你们几个也还活得好好的，这种孽障他也配你们的大哥？扔出去，扔出去！边说边拿着拐杖打丫鬟抬香。蒋长义和蒋云清都是一样的看法，这东西怎能扔出去呢？扔出去了还不知旁人会怎么编排自家。于是便定由蒋云清哄着老夫人，蒋长义去请杜夫人。却说这里早有人将此事知会了杜夫人。杜夫人听说此事，笑得合不拢嘴。她欣喜地拍着来送信的丫鬟，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勾两句就吵起来了？那丫鬟有些迷惑地，奴婢也不知，先前挺亲热，挺高兴的，说着说着，扯到安西都护府，又说起了一位什么王夫人，然后不知大公说了句什么，奴婢没听清，可老夫人突然就发作了，气冲冲地摔了杯，骂大公不孝不悌，又说王夫人如何，方伯辉如何。大公什么都没说，陈卓莲起身就要走，老夫人更生气，叫他把他的东西拿走，大公让老夫人扔了。杜夫人沉默片刻，轻声道，我一直在这边处理家事，正好到了关键时刻，坚决不见谁。老夫人那边她怎么吩咐的，你们就怎么做好了，不许气着老夫人，要按老夫人的指示行事，谁敢忤逆老夫人，我剥了他的皮。那丫鬟会意，自去办理不提。出的外面，远远看见蒋长义过来，随便绕了个弯，便躲开了蒋长义。不到2盏茶的功夫，蒋长阳带去的那支香就被无情地扔了出去，引得众人围观。最要命的是，里面的好绸缎扔出去后就变成了陈年货，暗淡无光不为其说，还被耗咬过，药材也是生了虫的。又过了半个多时辰，杜夫人又沉着脸指挥人出来捡了回去。第二日一早，京中许多人家都晓得了，蒋长阳与国公府的老夫人产生了不愉快，老夫人生了气，把孙送上门去的礼都扔出府去，而杜夫人围在中间左右为难，两边都惹不起，只好千方计打圆场。于一个版本开始流传，蒋长阳因为之前其母与朱国公府的私怨，对朱国公府一直不满意，这回刚得了封赏，就迫不及待地上门去耀武扬威的炫耀，故意送些不好的东西去，硬生气的老夫人不认孙，气病了，又有人扯出蒋长中出丑，被送去军中的事情，人家都说好巧啊，那件事指不定就是蒋长阳干的。再有人有意识地散布下，当天中午就听说了，他不清楚状况，只下意识地为蒋长阳觉得冤屈。何岑夫人说过之后，仍着了男装，带上淑儿和贵，往曲江池芙蓉园去寻蒋长阳。到了地头，能开门，方才知道蒋长阳一大早就被召进宫里去了。牡丹不由暗自心惊，会不会和刚发生的这件事情有关？那门见他脸色不好看，忙请他进里面去候着。牡丹心想，如今这个情形，他不在家，他巴巴地跑到他家里去蹲着，若是给人来瞧见，说点什么出来更不好，便谢绝道，我在曲江池附近游一圈，半个时辰后再过来瞧。初冬的曲江池委实没什么看头，枝岸边枯黄的草皮上还可以做几个晒晒阳，那还得选个避风点地方，不然冷风从湖面上刮过来，就算是上面挂着明晃晃的大洋，也够耳朵疼一回。但就是这样，游人也并未因此少上一点，那湖面上仍然有许多船来往其上，船客饮酒作乐，其间还有好些穿着颜色鲜艳的襦裙，浓妆艳抹，手持乐器的女。领了数儿贵，选个蒋长阳回的必经之道，把一块厚厚的毛毯铺在草坪上，和旁边的小吃摊上买了些零嘴，坐下边晒阳吃东西。见着风大有人放风筝，牡丹便又买了一只蜻蜓，算放着试试玩。忽见湖面上一张画舫越靠越近，船头坐着个穿桃红薄纱襦，这柳绿鹦鹉抹胸，系16红银呢裙，穿绿缎小头鞋，怀抱琵琶，浓妆艳抹的女妓。那女妓自弹字，歌声悦耳，引得许多人回头去瞧。牡丹与淑儿也回头去看，却见一曲终了，船舱中走出一个穿湖绿色圆领窄袖袍，勾鼻鹰目的络腮胡来，正是曹万荣。
曹万荣手里举着一只双耳银杯，笑嘻嘻的那女妓说了句什么，那女妓就抱着琵琶弯了弯腰，由着他将那大杯酒喂到他嘴里，一口气喝了个干净。曹万荣收回杯，将他喝酒的位置转过来，伸出舌头给他留下的口汁给舔了。船舱中众人发出一阵笑声，那女妓也不生气，大大方方地取个素绢儿帕来，在上面印了一口，把那素绢儿扔到曹万荣怀里，方理着裙带，摸出一盒口汁，自家补妆。曹万荣拿了那方印了朱唇印的帕往鼻下边绣，边陶醉状，惹得那女妓笑得花枝颤，又拨了几个高音。淑儿了一声，扯着牡丹的袖口道：这人好生淫邪，光天化日之下行此伤风败俗之事，实在恶心了。又点评那个女妓这么凉还穿薄纱，啧。牡丹收回目光，道：你不喜欢看，不看就是了，看远处。那女妓回眸，恰好瞧见他们，远远看去，只当是几个俊俏小工，便朝着他们招手。淑儿骂道：看看，真不是个好人，他船上那些男人就更不是好人了，还敢叫我们。呸，那也不见得。牡丹正要说话，忽听立在一旁的贵突然道：老少爷们寻欢作乐，逢场作戏的多了去，这种事情多得很，也正常的很。淑儿妹妹你记着，不见得寻欢作乐逢场作戏的就都是坏人，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就都是好人。这世上操业的人多，难不成都是坏人？牡丹睁大眼睛看着这个昨日才通过特殊途径卖到自己手里来的小厮，微微笑了起来。贵不过20刚出头，中等身材，看着不壮却也不瘦弱，眉目普通的很，属于那种丢到人堆里去就难得找出来的那种。但他亲眼瞧见，他一个人就撂倒了4个人高马大的壮汉，马术也好，他一直遗憾他不会读写，未免可惜了些，没想到他还能发出这样一番言论。时是居家旅行之必备良药。淑儿明显不愿意认同这个初来乍到，看着又不怎样的小厮的话，便叉腰撅嘴道：好人家的女儿会做妓女吗？不会。好人家的男儿会来找妓女吗？不会。所以都不是好人。说了你也不懂，懒得和你说。贵的脸一沉，把脸侧开，不耐烦再和这个小丫鬟胡扯。牡丹笑道：别说了，人雅士在平康坊住着的人多着呢，你能说他们不是好人家的男儿？就是要管自家人得了。这世道本就侠气成风，谁好或是不好还真扯不清。哎呀，原来是和七公，这可是真巧啊。曹万荣竟然指挥他那艘画舫朝牡丹等人靠了过来，他的表情和蔼得很，甚至有些巴结讨好的意思。何公，这里都是几个同道中的好友，要不要上来一起喝酒游湖，谈论一下大事？牡丹笑道：多谢曹园主，我今日另有要事，就不打扰了。他和淑儿若是着了女装，曹万荣断然不可能如此轻慢地叫他上船，但他们着的是男装，此举倒是有些故意逼迫他的意思在里面。曹万荣话音未落，船舱里就钻出4个男人来，为一个须发皆白，清瘦挺进，穿了深赭色的丝质圆领窄袖衫，戴黑纱幞头，笑得和蔼万分，就像是邻家的长者一般。另一个则是20来岁的年纪，穿件茶色丝质圆领窄袖衫，身材颇似那老者，清瘦挺进，长相也颇清秀，一双黑白分明的凤眼格外引人。另外2人，牡丹曾经远远瞧见过和曹万荣一处，估计和曹万荣是一伙的。此时爱着男装的女不少，而且众女穿男装赶的是时髦，并不是特意要装的有多像。故而众人见了这主仆人，都瞧出牡丹与淑儿乃是女扮男装，便都觉得叫他们上船来不妥。曹万荣却道：何七公，你可能不知道，这2位，他指着那穿赭色圆领衫和茶色圆领衫的2个男，用一种格外抑扬顿挫的声音说：这2位可都是洛阳来的。吕振生吕老乃是有名的花，种花名手，这花呀，什么好什么不好，他清楚着呢。牡丹虽不知曹万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仍抱拳行礼，恭敬地道：何妻见过吕老。那老者捋捋胡笑道：好，英雄出少年。曹万荣又指着那年轻男：这一位是吕老的幼，吕方吕石公。他年纪虽轻，但已然进得吕老真传，同龄人中论眼光论技术，没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们吕家的牡丹园在洛阳是屈一指的，敢说是甲天下。听着果然很厉害。牡丹微微一笑，也抱了抱拳。吕石公年少有为。吕方扫了牡丹一眼，回头微微不悦地看着曹万荣道：曹兄，你又胡说，天下之大，能人异士多不胜数，只求不是末流便已一族，我怎敢托大？曹万荣哈哈大笑：哎呦，我的石公，您就不要谦虚了。是才吕老爷说您是吕家的千里驹吗？我说的可是实情，
这洛阳除了吕家的牡丹园，的确就再无一家敢称牡丹园，只能称花圃。你们若是果真在京中开园，我看这京中珠园只怕也只能如此喽。边说边拿眼睛去瞟牡丹，树儿已然是大，牡丹却没什么表情，淡淡地立在那里，手里提着那只风筝翻来覆去的瞧。他表面上无所谓，其实心里就一直在想，洛阳有个吕家牡丹园，久负盛名不假，听说他家乃是祖传的技艺，人多力量大，又是多年的家族，自己这个方圆从这些方面来比，定然有不的地方。这二人来京城做什么？又怎会与曹万荣搅到一处去？莫非是为了蒋长阳日前与他说的那个牡丹会？若是，那这个消息蒋长阳打听到的时候，其实早已经散布出去了，或者故意送到有心人里了。那么说来，明年春天这个牡丹花会必然是要举行的。他的方圆，曹万荣的曹家花园，这洛阳吕家，其他还有些什么人？兴许还有些是他们谁也想不到的，隐藏在民间的奇人。曹万荣看不惯牡丹那云淡风轻的样，不由使劲咳嗽了一声，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后，方大声同吕家父介绍牡丹。诸位，这何七公，呵呵，他用袖捂了一下嘴，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位娘，她贪玩，所以着了男装。适才我竟然没想起，就邀请他上画舫，幸亏他记得，不然可是我的错了。牡丹一皱眉头，冷睨着曹万荣笑道：曹园主，你这口气不妥哦，不知道的定然会误会，当你是个登徒。幸亏你记得，不然我可是要犯错了。曹万荣本想嘲笑牡丹女人做男人事，又故意当着这些人笑话她不自量力，戏弄她一回，哪知牡丹毫不留情的就反讽了回来，脸色便有些难看，借机道：何娘，你我虽是同行，但我一直是抱着像你媳想和你和谐相处的态，反倒是你一直就和我过不去，处处都针对我来。我南汉大丈夫不与你小女人计较，但你也不要不把前辈放在眼里了。牡丹被他的连珠指责弄得有些莫名其妙，他扫了不停父和曹万荣的那两个跟班，以及用审视不喜的目光看着自己吕家父二人一眼，心里有了数。这牡丹会只怕与这吕家父二人有莫大的关系，曹万荣在拼命巴结他们，同时又拼命打击自己。这个时候只怕那吕家父二人已然被他哄得差不多了，他与他争辩也辩不出什么名堂来，反正都要留个争强斗狠印象的，与其忍气吞声，不如畅快淋漓。牡丹当下微微一笑：曹园主，您不说我还不知道，原来我人这般低劣，就总和您过不去。可是您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把画舫从那么远的地方摇过来和我打招呼，好意把两位吕先生介绍给我认识，实在是让我好生惭愧。他装模作样的用袖挡了一下脸，朗声道：圣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今日听了曹前辈的教诲，心中恍然大悟了。日后前辈若是看上放生池边的奶珠牡丹，只需和我说一声，叫我别去，我一定不去，省得我看到了就舍不得转让。再然后这寺庙中道观中我也不去定街头了，您看上哪家，在门上写个曹，小女转身就走，也免得最后还要劳动小和尚来退我定金，我还得额外搭上小和尚的跑腿钱。曹万荣的脸色越来越黑，吕老皱起眉头来审视着牡丹，吕方却忍不住翘起了唇角。前辈，我是最尊敬的了，但现在这情况，哎呀，我真不好意思见你们了，不敢耽误你们，船家快开船啊。牡丹侧过身，再不理睬曹万荣等人。桂闻言，竟然真的将手里拿着的哨棒探出去推画舫。走。曹万荣回头看着吕老道：吕老，您看他惯长生来的牙尖嘴利，我搬让他，好意与他说道，我却成个什么人去了。边说边使劲跺了一下脚，一个武大粗的男汉做这种事情，看似真是委屈到了点。吕老皱眉道：你说他家中大富，父兄宠他，来往权贵多，所以他天不怕地不怕，还让两个男人当街为他大打出手。曹万荣立刻使劲点头：对对，一个是他前夫，一个是他表哥。那时候他书都还没到手呢，就帮着旁人害亲夫了，这还不算呢，他与好几个王府都沾亲带故的。他说了，这天下的牡丹旗很多，但最绝最妙的必然出自他手中，也不知是谁给了他这般大的胆。吕老，您此次出山，一定要把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给好好教训一顿。吕老果然大怒，这种败类也配种牡丹花，也敢说自己爱牡丹花，还叫牡丹，真是糟蹋了这个好名字。曹万荣趁机道：吕老，小人愿把自家那个小园送与您，只求您。吕老扫了他一眼：我说过不在京中开园的。曹万荣万分惊喜：别呀，这京中就缺您这样的行家里手老前辈坐镇，才会妖魔四起。吕老喝了一口酒，缓缓道：不急，
慢慢再说。吕方皱起眉头，看了曹万荣一眼，又抬眼看向岸边越来越远的牡丹。他手里拿着的那只风筝已经飞了上去，但他明显是个不会放风筝的，竟然在树边就放了，上升的风筝自然被树枝给挂住。他跺着脚喊，那个小丫鬟指手画脚的，来来回回的跑，他那个小厮则拿着那根哨棒使劲的往上戳，试图将风筝给解救出来。他围着树打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看从哪里着手最好，轻轻勾出就好。但他那小厮是个笨蛋，任他怎么比划，一棍戳去，还是将蜻蜓风筝给戳了个大洞。那小丫鬟气急败坏，手指头都差点戳到那小厮的鼻尖上去了。他却一把打开那小丫鬟的手，一人塞了一个红澄澄的橘。那小厮此时方得意地望着那小丫鬟笑起来，炫耀似的当着那小丫鬟的面将橘瓣抠出来，一半一半地塞进嘴里，甜甜地吃了。那小丫鬟哭了，他却笑了，恶劣地去捏那丫鬟的鼻，那丫鬟忍不住哭得更大声了。他有些惊慌地松开手，拍那丫鬟的肩膀，那丫鬟却趁机踢了那小厮一脚。这样的人会是曹万荣说的那种人吗？吕方有些奇怪，正思不得其解之时，忽见几骑人马过来，当头一个穿朱袍的从马上跳下，一言不发，直接走到树边，两下就爬上了树，取了那只已经被棍戳了个洞的蜻蜓风筝，递到他手里。他拿着蜻蜓比划，微笑着不停地说话。那人只是看着他笑，并不多话。小丫鬟和阿贵则埋头收拾东西。待他们收拾好东西，他便翻身上马，跟着那穿朱袍的人向着远处去了。虽然隔得远，但吕方从小就有富豪眼神，他能看到和气的一颦一笑，灿若朝霞。论相貌，他是当得起那牡丹二字的，但就不知道人到底如何了。他暗想，他的牡丹园是叫方圆吧？他必须去看看才行。公，您在看什么？来，奴家唱曲给您听。娇艳的月季扇着阵阵香风，朱唇轻启，蹬了小头鞋，伸出未曾穿的罗袜，扣单鲜红的脚不时去撩一下吕方的小腿，半透明的蓝色柏林裤随风飘荡。吕方呆呆地看了一会儿，突然道，我家中配有一种香膏，皮肤似您这般干裂枯燥的，值得一用。乐季一愣，悄悄收起了脚，娇笑道，公吹牛。吕方很认真，吕方从来不吹牛。月季挑了挑眉毛，逼近他去，那你拿来给奴家瞧，然后再替奴家涂抹上如何？他的脚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勾上了吕方的大腿，吕方不动，微微笑着，累了。旁人只需擦一次就好，姐姐你可能要擦上10年才可能会有所好转。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呢。月季的脸微微一红，松开了脚。吕方转身离开，一颗金珠落到了月季的怀里，冲淡了他适才的悲伤和气愤。牡丹与蒋长阳并没有直接回他家，而是另外寻了个隐蔽的茶楼坐下来说话。待到众人都退下后，牡丹方轻声将自己听说的事情说给蒋长阳听了，道，我们全家都听说这件事了，我娘让我来瞧瞧。适才听说你一大早就去了宫里，我还担心是不是受了这件事的牵连，看你还穿着朱袍回来，就想着应该没事儿了。不孝可是大罪名，就算是皇帝也经受不住这种舆论，倒在这上面的人可不少。蒋长阳轻轻握起他的手，微微一笑，我来的时候就猜这事儿传得这样沸沸扬扬的，不知你会不会来看我，哪成想竟然是等在半上。早知道你果然来了，我就该跑快一点，看看这天色已经晚了，你坐不多会儿又要回家。牡丹挨个捏着他的手指玩，怎会闹到这个地步？他们也读了，知道你的人都晓得你是绝对不会拿那些坏了的东西去孝敬老人的，你再不喜欢他也不是那样的人。蒋长阳觉得被他捏着的手指一个比一个舒服，不由微微眯起眼来。我早猜到会这样的呀。从此以后，人家都知道我和朱国公府不和，就不会因为我的关系去找朱国公府的麻烦。同样的，朱国公府的麻烦也轻易不会找到我头上来了。有的必有失，就看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牡丹用力捏了他一下，但是不孝这个名声你怎么担得起？明明不是你的错，他们也恶毒了些。蒋长阳轻笑了一声，起身将脸放在离他不过半尺远的地方，定定地看着他。现在就这么替我着想了呀？牡丹伸手去推他的脸，油饼脸，满脸的油，恶心死了，离我远点儿。蒋长阳二话不说，将他的手拉起，就在他脸上擦了一道。你说的对了，是油，我陪圣上射了半日的箭，出了许多汗，脸都没来及洗，就跑回来了。牡丹只觉得手心里油腻腻的，正脱开来，用帕一擦，他简直看不下去，嚷嚷着要拿橘来将这只手包橘给蒋长阳吃。蒋长阳也不嫌弃，递过一只橘在他手里。牡丹终是不可能那般，另取了一张干净帕拖着包皮。
听你的意思，圣上没有怪你。御史台那边，蒋长阳微微一笑，没人治他们的罪就好了，还敢说那些东西不好，有些可是御赐之物，私吞的人，等着掉脑袋吧。所以我今早是替他们求情，而不是替我自己求情。牡丹皱眉，你没告诉他们里面有御赐之物，他绝对是故意的。蒋长阳叹道，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就被赶走了。他们对我娘和我的看法实在是大，竟敢在我面前侮辱我的娘，身为人怎能忍受？我今早已在圣上面前发过誓，这一生我不会继承诸国公府的任何东西，包括爵位。但血脉亲情不能断，故而我把他们昨天做的糊涂事情承担下来，都怪我没有事先和他们说清楚，才会发生那种事情。所以替祖母挨了几板。牡丹的眉头越发皱得深。你挨打了？哪里？疼不疼？蒋长阳捂着腰，疼得厉害，若是你肯帮我上药，一定好得快。牡丹轻轻踢了他的小腿一脚，疼死你算了。蒋长阳灵巧地让开，低声笑道，你等着，他们马上知道上了当，就会在朱国公那里坐实了我的罪名，我是来害他们的，坚决不能让我回去。朱国公很快就会怀上我了。牡丹焦急地道，圣上怎么说？蒋长阳轻轻叹道，圣上他其实不喜欢我和朱国公府走得近，我娘他和方伯辉，所以我越和朱国公府走不到一处，他越开心。所以虽然他挨了打，挨了骂，皇帝心里其实是高兴的。伴君如伴虎。想起李信曾经找过蒋长阳，还有昨日在无名酒楼出现的闵王，还有蒋长阳坚称不是朋友的那位景王，心下了然，不由郑重地道，你要小心，反正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安然健康更好更宝贵。蒋长阳微微一笑，了掐他的脸，我有数，你要相信我，别担心。虽然我很喜欢你牵挂着我，不过不喜欢你替我担心。牡丹反掐回去，总之你小心。我走了，还要去一趟东市。蒋长阳送他到门口，看不见他的身影，方才折转了身。牡丹一到东市，直奔河的香料铺，他走进铺，伙计眼尖，一眼瞧见他，满脸堆笑地迎上来，娘今日怎生有空过来？牡丹笑道，我有事找我六哥，他在里面吗？伙计犹豫了一下，摇头道，他不在，先前卢五爷过来找他说事儿，他请卢五爷往酒肆里去了，说是天色不早，让我们到时候直接关铺回家就得。他不回来了。去了多久？牡丹看看天色，此时不过申正。当初和老爹到重要的客人，会在比这样还早的时候就去酒肆，但若是卢五郎之类的人，就不会领着去酒肆，而是直接带回家。不过想来他们年轻，喜欢去看胡姬表演也是有的。但是卢五郎什么时候和六郎这般要好了？伙计有些躲闪地说，今日有些忙，小的当时没有记时间，好像没多大会儿。牡丹见他为难，笑了一笑，不再追问，就连去了哪家都不问，只问掌柜的，东叔最近生意可还好吗？掌柜的是何家用了多年的老人，深得信任。听见牡丹问，便笑道，都是老顾客。牡丹心中一沉，那就是说香料铺的生意虽然还好，但不如从前。想当初四郎经手的时候，老客自然是不放过，每日里还有许多新客上门来，才会有那样好的生意，才会供得起这一大家人锦衣华食。如今只剩老顾客，那就是被其他家香铺给拉去了。他沉吟片刻，笑着同掌柜的和几个伙计道了辛苦，问了东市斗鸡场所在，叫了贵和树儿，在隔壁铺里买了几端适合老年妇人和小女孩穿的好衣料，往斗鸡场去。斗鸡场在放生池附近，牡丹人还未靠近，就已经听到震耳欲聋的叫好声和怪叫声。放眼望去，但见一个斗鸡场也是分了雅座和普通座位的。雅座便是一间前面下光了隔扇门，内里摆放了些凳桌茶具之类的屋，观赏角自然最好，还高高在上，有好些衣着华贵之人高高坐在上面，边饮热茶汤边观战。而普通人就是毫无章法地围成一圈，你推我，我挤你的，拼命往前面正着去看场地中央那两只斗争激烈，不停扑棱着翅膀，冲撞抓咬，互相用具劈击对方，得红脸红脖，难分难舍，鲜血淋漓的斗鸡。只要其中一只占了上风，众人必然大吼大叫，拍着大腿，挥舞着胳膊，每个人都旁若无人，无比投入，无比狂热，眼睛瞪得比铜铃大，眼睛脸颊耳朵脖一样红，脖上的青筋鼓得和块一样粗。牡丹先看场中那两只鸡，其中一只暂时占了上风的，全身羽毛都为青色，闪着青绿色的光，打斗中不时露出底下白色的细绒。另一只稍微柔弱些的，则是颈项和背毛为红色，裙边毛为灰褐色的，尾巴则是黑色。贵见牡丹盯着那两只鸡瞧，主动给他介绍，七爷，斗鸡的毛色非常讲究，
青、红、紫，造死色为上乘，那只青毛的，底绒为白色的，叫乌云盖雪，那只红的也是，叫白绒。您看到那鸡具没有？那上面可是装了尖刺的，还有鸡翅膀上也铺有芥末粉，一铺一啄一批，都可能吃亏的。牡丹奇道：明明是红色的，为何要叫白绒？贵道：红色的斗鸡小鸡滋儿刚出壳时绒毛是白色的。牡丹笑道：你懂得还真不少呢。贵微微一笑，小人长在市井之中，交酒流的事情自然是知晓一些的。淑儿大感兴趣，贵，你说奶只能赢，我也去下注，你去吗？我借钱给你，你这会儿是压不了的，得等下一场。贵淡淡的摇头，谢淑儿姐好意，我从来不赌钱。牡丹看着贵那不卑不亢的样，想起了雨禾。此时两只鸡打得有些乏了，渐渐没了先前的精神头，一个麻衣汉提着一桶凉水过来，往两只鸡头脸上喷凉水，那两只鸡立刻又兴奋起来，越发斗得激烈精彩。牡丹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她低声吩咐贵去打听一下张五郎在哪里，他若是有空，烦劳他过来一叙，若是无空，我便等着。我和淑儿在那边等着，站远些，免生是非。贵也不问张五郎是谁，毫不留恋场中火热的局面，转身就走倒是淑儿，看得眼馋，万分不想走。牡丹选了个相对僻静点的树荫下站着四处张望，他总觉得能在这里看到六郎。虽然知道六郎既然来了这里，必然会刻意躲着，不叫人知晓，不容易找到，但他还是忍不住四处张望，结果如同他意料之中一样，找不到。不多时，贵果然将张五郎领了过来。张五郎披着件绿色的锦缎半臂，内里穿着月白色的圆领窄袖衫，袖高高挽着，走一步当贵走两步。一眼瞧见牡丹，呵呵笑道：呵，七郎，你真是稀客呢。牡丹忍笑给他行了礼。七郎见过五哥，我有事要请五哥相助，不知五哥此时可有空？若是没有，我再等会儿也没关系。张五郎回头看了一眼狂热的人群，道：过了这场还有一场，下一场的斗鸡已经选好了，自有人去办理，我没事儿了。这里不是说话处，那边我有个居处，你若是不嫌脏臭，可随我来。牡丹笑道：我怎会嫌脏臭？张五郎望着他嘿嘿一笑，当头领。几人一前一后绕过狂热的人群，从那排雅座旁一条小径往里走，旁边有好几个院门紧闭的小院，里面也爆发出不亚于外面的热闹叫好声和焦虑的吼叫声。牡丹想着，外面那个是公演，里面这个可能是小包厢，是些身份尊贵却又热衷此道，不肯给旁人瞧见自己的贵人吧。他才想着，张五郎已然笑道：这里面是些有钱人，出手都很大方，不欲与外面锱铢必究的凡夫俗们同流合污。牡丹微微一笑，斗鸡是真，里面还有其他勾当也是真。他曾听蒋长阳说过，诸王爱聚在宅中斗鸡，被圣上得知，明令不许。其实怕的就是诸王私下结交罢了，那么这些地方正是搞地下活动的好地方。不多时，张五郎在一间嘈杂的小院前停住脚，道：你们先候着。他才进去不久，里面就没了声息，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打着呵欠走出来道：何七爷，里面请。牡丹定睛一瞧，却是那日在张五郎家中见着的那个伶牙俐齿的小女孩，想起她给张五郎吃瘪，张五郎那样凶悍的人却那般让着她，有些好奇她是张五郎的什么亲戚，便笑道：原来是你呀，你叫什么名字？女孩一笑，露出两颗白花花的兔牙。我叫。张五郎走出来，瓮声瓮气地道：他叫吃白饭的，就叫他饭粒儿。那女孩闻言大，翻了翻白眼儿，叉腰骂道：老娘哪里吃白饭了？在家里浆洗煮饭，夜里给娘暖脚捶背，白日里给你送饭，还帮你算账，老娘。听到他一个小人儿口口声声老娘长老娘短的，众人忍不住微笑起来，范丽儿的眼睛瞬间红了，恶狠狠地瞪着张五郎。张五郎不理睬他，只请牡丹往里面走。七八糟的人都给我赶开了，进来说话。牡丹轻轻摸摸范丽儿柔软的头发，笑道：范丽儿的垂条是自己梳的吗？梳得真好。范丽儿红着眼睛看着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自己梳，谁给我梳啊？我可不是有钱的娘，养得起奴婢下人来伺候，这个年纪的还全身是刺。牡丹一愣，微微一笑，转身进了正中一间挂着蓝底白花布帘的屋，屋里有个铺着蓝底白花布褥的小坐榻，几个月牙凳，一张矮几，几上零零散散放着几张纸，一管半秃的笔，一把就算盘。张五郎撇撇嘴，就是范丽儿弄的，这鬼丫头嘴巴毒，半点不讨喜，幸好还认得几个字。单娘别跟他计较，他就是那讨死人恨的德行。
上次你六哥来，笑话了他2句，被他一杯滚茶从裤裆上淋下去。说到这里，他猛然住了嘴，有些尴尬地看着牡丹。树儿更是大惊小怪地看着张五郎，又看看桂，又看牡丹，结果桂面无表情，仿佛什么都没听见。牡丹神态自若，微微一笑，脾气是不怎么好，但我六哥必然也是活该。不过幸亏是我六哥，若是你院里的那些贵客，可不好对付，可不会管他是不是年岁还小。不就是说个裤裆吗？值得一个个如此大惊小怪吗？张五郎微微红了脸，侧开脸道：那是，我说过他了，不许他出去乱走，平日里只在这屋里，若不是你今日来了，也不叫他出来。牡丹点点头。说起我六哥来，我先前从香料铺里来，不见我六哥，听说是去和一位朋友去酒肆了，我还担心会把你一起叫了去，我来会扑个空呢。张五郎微微一笑，他倒是来喊过我几次，但我哪里有空陪他去喝闲酒，后来就再没来过。有天我有空，想着他几次相邀都不曾去，心中有愧，便去请他吃酒，也说他不在，去了酒肆。牡丹也就明白了张五郎的意思，六郎大概是有点问题了，但不在张五郎这里晃，而且还可能因此和张五郎发生过矛盾，不欢而散，为此还挨了范丽儿一杯滚茶。回去后却不曾听六郎提起过自己的家务事，也不该扰人，知道个大概，其他的回去和家里其他人量就行。想到此，牡丹转了话题，说起了正事。五哥，我今日来是有其他要事要请托你。我听说明年春天可能会办牡丹花卉，他将今日遇到曹万荣的事情说了，道：我想请五哥替我安排2位兄弟查一查那洛阳吕家的底细，还有曹万荣的目的是什么。按行规，这是定金，钱不好带，就拿这个抵抵。树儿规规矩矩地将一个银碗放在桌上。张五郎皱眉道：你这是什么？不过是小事而已，上次不过说了那几句话，你就给了每个弟兄1匹绢，他们都说你忒大方了，这次的事情。牡丹含笑道：五哥，我知道行有行规，若只是您一个人，我倒是不客气，但其他兄弟都是要养家糊口的，这不值当什么，就是一点心意。而且若是牡丹花卉果然要办，我要麻烦您的事情还多着呢，总不能叫人总白跑腿，是不是？张五郎沉吟片刻道：行，我会把你的意思转给各位兄弟们知晓，叫他们好好把事儿给办妥了。牡丹松了口气，笑着谢了，让贵将先前买的那几匹衣料拿过来。上次去五哥家中，承蒙伯母盛情款待，有心请他老人家去做客，奈何我经常不在家，这是一点心意，正好给伯母和范丽儿裁件冬衣。4匹衣料，1匹天青色的，1匹暗枣红色的，1匹嫩绿的，1匹桃红的，都是上好的锦缎。张五郎默了片刻，猛地吸了一大口气，大声吼道：吃白饭的还不过来感谢你和七哥！才刚喊了一声，范丽儿的头就从帘下伸了进来，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不屑地道：我耳朵又没聋，什么牛叫？张五郎被他气了个倒仰，他却自顾自地走过去看料，然后露出非常满意的神色，看着牡丹扶了扶，笑道：和姐姐挺好瞧的，比某些人买的好看多了，我承您情了，再替我家娘给您道谢。先前我挨了骂，心里不舒坦，拿您乱发脾气了，请您见谅。其实我就想做个有钱的娘，养奴婢下人来伺候我。牡丹忍不住笑起来，真有志气，你一定会有钱的。其实他自己现在的钱也不是他的，而是何志忠和岑夫人给的。真正属于他的钱，明年春天才会有，一定会有的。他轻轻握紧了拳头。张五郎自动忽略了范丽儿话里说的某些人，见他谢过了牡丹，便起身送牡丹出去。时辰不早，我送你出去，不然等会儿众人散了归家，又脏又乱，啥人都有。牡丹回头看了范丽儿一眼，范丽儿正在聚精会神地拉起一块衣料对着光看，又轻轻拿起磨砂了一下脸颊，脸上露出甜蜜幸福的微笑来。挺可爱的小姑娘。张五郎淡淡地瞥了一眼，磨着牙道：讨死人恨的死丫头。牡丹笑道：小姑娘挺有趣的，是你家亲戚吗？张五郎叹了口气：不是，也算是。我娘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简直就不客气，把我家当她家。听说是个穷错大的女儿，爷娘都死了，她认得几个狗耙子，就自以为不得了，惹我啥时候烦了，提着衣领扔出门去，看她不哭爹叫娘。她的眼睛有些红，用一种烦躁却又带着点亲昵的口气说：一老一小2个拖累，害得老什么地方都去不得。你4个让我跟他们去出海，你大哥让我去从军，我说我就只是吃这碗市井饭的，做生意都做关张，唯有这个还赚钱。牡丹第一次听到他和他说这些，他沉默片刻，笑道：其实张五哥，我觉得你现在挺自在的，至少
你没跟着沉迷进去。这热闹也真热闹。张五郎翘唇一笑，铁塔似的往墙边一站，抬眼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道：这人生态可比戏场还好看，经常看人悲欢散，家破人亡，只是这事儿到底不是积阴德的事，我养着范丽儿，就当是积阴德罢对了。你六哥爱去最大那家胡人酒肆。牡丹记得那家酒肆，那时候他才从刘家出来，跟着张氏和孙氏来放生池边看牡丹花，在那里见着那位美人马眼儿，还有被潘荣调戏。那时候张氏就说过六郎最爱去那里。他谢了张五郎，转身离开。张五郎站在原地，确认他安全地离开这块地头，方才转身，才一转身就被范丽儿一脚跺在他脚背上，挽起袖插着腰，拧着眉道：看什么看？往哪里看？我是穷错大的女儿，就认得几个狗牌子，原来养我是为了积阴德。你要提着我的衣领把我，让我哭爹叫娘。娘说过，等我及笄就拜堂，等我长大了，看谁哭爹叫娘。他才多少岁？10岁，他却是要到10的人了。张五郎无奈地看着面前那搓板似的，身高只到他腋下的身材，叹了口气，一把提着他的衣领往回走，轻轻往房里一扔，道：等你长大点又再说吧，吃白饭的。我不是吃白饭的。范丽儿哭红了眼，你娘给你取名儿叫范丽儿，不就是希望你能吃白饭，还是整粒的白米饭粒儿吗？范丽儿就是吃白饭的。张五郎回了他一句，扬声往旁边一间房喊了一声：来个人，做事儿。一块还带着墨汁的砚台穿过蓝底白花的布帘，精准无误地砸上了张五郎的背脊，崭新的绿色锦半臂上顿时开了一朵黑花。一阵爆笑声从周围几个先前还安静成一片的房间里响起来，张五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暴怒地冲进去，却见范丽儿高高站在榻上，身上披着牡丹新买的衣料，眼眶红红地道：我不穿了，我会好好给娘做衣裙，等你将来有了新娘，这个留给她，我给她做。我针线很好的，别赶我走。张五郎哀叹了一声，捂着头走了出去。你自己穿吧。牡丹主仆几人走了没多远，忽听后面闹哄哄的一阵乱响，却是最后一场斗鸡散了场，有人赌光了家产，被当场拿着包衣服要押着去清算赌资。那人哭天抢地，半裸着上身，将头往一旁一棵树上撞，喊不如死了，撞得血肉模糊，又被人拖开，半点不容情地拖着往前走。一大群看热闹的人闹哄哄的跟过节似的围着追着往前面去了，扬起尘土和难闻的馊臭汗味一片，凌空还能听见那人凄凉的哭喊声：兰娘，我对不起你儿，让我死了吧，我鬼迷心窍了呀。牡丹打了个寒战，情不自禁地跟着那些人走了几步。桂咳嗽了一声：娘。天色不早了。牡丹才恍惚惊醒过来，回头望着桂和树儿道：回去后就明确规定，方圆的人谁都不许赌钱。回家途中，从那间最大的胡人酒肆下经过时，牡丹抬起眼看过去，一个穿着翡翠色纱裙，披着翡翠色纱衫的女靠在2楼的窗台上，荡有着一条穿了绯色灯笼裤的腿，洁白如玉的脚上还是喂着罗袜，纤巧的足踝上还挂着一串精致的金铃。她回过头来笑，看着牡丹，抬起雪白纤长的手指，将垂下的一缕微卷的褐色头发别到耳后，轻轻拨了拨手里的狐箜篌，朝牡丹抛了个媚眼，碧绿的眼眸妖冶迷人。是马眼儿。牡丹抬眼看着她，她可真美丽。树儿还记着找六郎，推了推牡丹：娘，要进去吗？看啊，那胡姬将您当成年少貌美的公了。牡丹回过头，严肃地说：我们不进去。你怎知他是把我当成年少公了？这些人的眼睛最毒，说不定是看到阿贵了。六郎的事情还没拿准，得先和家里商量，问一下情况才行。贸贸然地跑进酒肆里去做什么？树儿一愣，随即捂嘴偷笑起来。阿贵闹了个大红脸，好几天都不和牡丹说话。正要收回目光，忽见2只手探上来，稳稳抱住了马眼儿的腰，将他一下抱起，放在空中晃悠。马眼儿尖声的惊叫着，笑着，求着饶，手里的狐箜篌却不曾放开过，抓得死紧，根本没有因为害怕而松手去搂惊吓他的男的脖。你们在玩弄我，我也在玩弄你们。不知怎的，牡丹的脑里突然想起这句话来，她怔怔地看着马眼儿。马眼儿没有看牡丹，而是望着吓唬他的那个人大笑，而抱着他的那个人穿着黑色的丝质圆领袍，配着玉色的里衣，光洁一丝不苟的发髻上插着羊脂古玉发簪，浓眉秀目，唇角含着一丝讽刺的笑容。他抬起微醉的双眼，看似是在看怀里惊慌尖叫也妩媚的滴水，假的无可挑剔的马眼儿，实则是在看楼下的那个人。他第一次看见他穿男装。他在看这里。刘畅使劲往马眼儿粉嫩的脖上亲了一口，就拥他在窗边，含着马眼儿的脖拼命的吮吸。见鬼去吧，他才不在乎，不过一具臭皮囊而已。
舒儿扯了扯牡丹，牡丹转过头，轻轻一颗马腹，不疾不徐地开了东市。刘畅越发热情，马眼的笑声越发开怀，可是谁又在乎呢？马眼不在乎，别人也不在乎。刘畅猛地将马眼推开，跌跌撞撞地下了楼，纵马而去。刘四成，刚来就要走吗？你个没良心的！马眼淡淡地扫了他的背影一眼，边娇嗔地喊了一声，边从怀里摸出一块手绢，擦了擦脖上他刚才流下的口水，扬手将那张帕扔到了窗外。然后他调整了一下姿容衣服，抱起狐空猴，又到窗台边以同样的姿势坐下，微笑着看着窗外过往的行人，到那看着感兴趣的，亦或是年少多金的，不时抛个媚眼，再笑上一笑。牡丹回到中，问明二郎、五郎、六郎都还未归家，便换了衣服往岑夫人的房里去。杨姨娘正陪着岑夫人说笑，见牡丹进来，岑夫人便让她过去坐。怎么样？可见着了蒋公？牡丹碍于杨姨娘在一旁，便道：说是去了宫里，等了许久，在上遇到了。他说只是一个误会，已经解决好了。杨姨娘合掌笑道：那可就好了，好人有好报。接着又喜滋滋地对着牡丹挤眼睛：你回来的上可遇到卢五郎了？他笑的时候，发上插着的一把金矿宝殿的犀角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牡丹见他挤眉弄眼的，不明白他要干嘛，还是笑道：不曾。杨姨娘笑道：他要回扬州了，今日是来辞行的，他本想见你一面，结果你不在。他从未时一直等到适才，见天色晚了才走的。他有意顿了顿，道：他说他明日还要来，让丹娘你在家里等等他，有事儿要和你说。卢五郎自那日替何志忠等人后，牡丹就再也没见过。听说他倒是会常常去找一下二郎和五郎，但秦娘的消息却是从来没传回来过。既然是决定要走了，还非得见自己，那便是有事相求，并与秦娘有关吧。牡丹忽略了杨姨娘话里话外的暧昧，只望着杨姨娘微微一笑。谢姨娘提醒，我记着了。姨娘头上的梳真好看，以前没见过。杨姨娘有些不自在，伸手摸了摸，笑道：前些日老爷走之前，我过生日时给的。牡丹又赞了两句好看。其实她很清楚，何志忠当时是给了杨姨娘一把犀角梳，但绝对不是这把。何志忠在这方面分得清楚得很，这样豪华精致的梳，岑夫人都没有，杨姨娘又怎会有？岑夫人扫了杨姨娘头上的梳一把，看看天色，道：安阳，还们快回来了，你去瞧瞧，饭食好没有？这便是赶人走了，一定是要和牡丹说卢五郎的事情。杨姨娘没心没肺的对着牡丹比了个动作，笑眯眯的走了。牡丹的笑容一直保持到杨姨娘的裙角消失在院门口方才停住。岑夫人道：说吧，什么事儿？毕竟是嫡母和庶的关系，任何一件事情都得小心的处理，不能冤枉了人，也不能因此错过了最佳机会。牡丹真字着句：我去香料铺里，原本想请六哥陪我去找张五哥，请他帮忙办件事儿，但是六哥不在，伙计说卢五郎去找他，二人一起去酒肆喝酒了。那时候是申正，可是卢五郎自未时起就一直在何家。岑夫人的神色严肃起来。牡丹接着道：老掌柜的说生意还平稳，都是老客户，我就独自去找张五哥。张五哥说六哥找过他好几次，都是约去喝酒，他忙没空喝闲酒，就没去。后来有空了，去约六哥，六哥却不在铺里。听说六哥最喜欢去东市最大那家壶酒肆。岑夫人抿紧了嘴，抓起瓷茶瓯满满饮了一大杯，用帕擦拭干净唇角后，方缓缓道：多亏你爹不曾将铺里的银钱过他的手，只信老掌柜，不然要翻了天，这事儿你先别提，只装作不知，他回来必然听铺里的人提起，要来试探于你，你就随便胡诌一个理由就是了。待我与你二哥、五哥亮，先拿实在了又再说。暮鼓响起后，二郎、五郎先行归家，听岑夫人说了六郎的事情，二郎皱眉道：明日我想法去见见老掌柜，看看是怎么回事。五郎道：我看他最近心情很好，应当是挣着钱了。岑夫人想到杨姨娘头上的犀角梳，忧道：此时赢钱还好说，只怕到时候输了钱，便要铺里的主意。虽则铺里收钱点货自有一套规矩，日日都要对账，但他若是有心，怎样都能找到法。我最怕的是他以次充好，赚取差价，败了店里的名声。你们兄弟二人拿出个章程来，看看怎么处理这事最好，没拿实在之前，不得轻举妄动，注意莫要伤了他的心。二郎应道：知晓了。忽听六郎的笑声在门口响起：咦，今日又是我一人最后归家。众人微微一笑，都住了口，并不露出什么特别的神情来。六郎先给岑夫人行了礼，又同众人打过招呼，方在牡丹身边坐下来，笑眯眯地道：
丹娘，听说你今日去铺里找过我。牡丹嗅了嗅，闻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酒味儿，便笑道：是呢，伙计说你招呼客人去了酒肆，六哥要来碗醒酒汤。六郎边看着牡丹的眼睛，边笑道：不用了，哥哥我有分寸，店里的生意重要，怎会那么早就喝醉了？我只是和卢五郎喝了一会儿酒，他就来我们家，我去了另一家胡人铺看降真香，店里的酱真香不多了。看来是已经和杨姨娘对过话了。牡丹抿嘴笑笑，眨了眨眼。那看着了吗？治不好，我没要。六郎又坐了片刻，坦然自若地和其他人说了会闲话，又像模像样地说了一些店里的生意，哪个客人如何挑剔，他又如何应对等等，表现得淡定自若。一夜无话。第二日一早，送走二郎兄弟几人不久，卢五郎就来了。果然不出牡丹所料，他是来拜他的。原来秦娘真是跟了景王，却不曾入住景王府，而是住在丰乐坊中，无名无分。我初时与小姨相认，她装作不认识我，让人把我赶出去。可第二日却又派了人来引我去见。卢五郎叹了口气，心情沉重地道：他说他日过得不错，让我们莫要担心，我看也果然不错，便决定回扬州去。可前2日他的丫鬟来传话，说他最近身不好。他停顿了一下，起身对着牡丹深深一揖：我本想上门去探，却不方便去，想来想去，只想到了您，拜托您去看一看，也好叫我放心，回去后和母亲有个交代。牡丹想起秦娘那日见着了他也装作不曾见到的样，沉思良久，断然道：卢五哥，你看见的，上次他就不愿认我，我去不合适。再说了，他既然上次能悄悄引你去见，这次自然也能悄悄引你去见你，不如多在京中待些时候，他总能找到机会引你去见的。卢五郎沉默片刻，起身深深一揖，道：是我对不起您，我说了假话。他不肯与您相认，其实是有苦衷的。这次，牡丹淡淡地道：这次他又有难了，是不是？卢五郎有些尴尬，景王与他有些误会，许久不曾去他那里了，他有了身孕，却不能自由出入，所以我想请您去。牡丹咬了咬牙，打断他的话：卢五哥，实在对不起你，这件事儿我没法答应你。我只是个小老姓，能力有限，不敢掺和王府里的事情，更何况我是吃过大亏的。若是您手头不方便，我倒是可以设法，唯独这事儿我实在没法。不需要钱，不需要钱。卢五郎虽然很是失望，脸上却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样，默默地坐了片刻，到底没有再说什么，告辞走了。岑夫人道：丹娘，你为何拒绝他？你果真是因为上次秦娘不曾与你相认，生了气吗？其实如果只是上门替他去看看人，并不会怎样的。牡丹道：不是，我是觉得不对劲，没有忘记李姓曾经找过蒋长阳，没有忘记前天突然出现在无名酒楼奔着朱国公去的闵王，也没有忘记蒋长阳和他说过的话，更没有忘记方圆中那个从景王那里高价买来的礼花匠。假设景王其实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没有存在感的人，而是那个不声不响就替秦娘把盐巴郎逼得破人亡的人，他就一定会知道他与蒋长阳的关系匪浅。再假如秦娘真的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般，总有一日会报答自己，那么他之前一直都不肯认自己，也不肯认卢五郎，必有其原因。而卢五郎早先一直请何家帮忙，与何家关系还算密切，待到与秦娘有了接触，却一直不曾和何家提过，如今却突然找来，还把秦娘有了身孕，与景王有误会的这种私密话都说给自己听。前后太变化之大，由不得牡丹不怀，这其中有猫腻，当然不会是冲着他来的，而应当是冲着蒋长阳还有他身后的人去的。只是这些怀疑，牡丹并不敢和岑夫人细说，只能是道：有些人飞黄腾达之后，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见识到自己最落魄悲惨之时的人。秦娘若是想认我，她早就来了。她肯认卢五郎，却不肯认我，按我想来，应当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卢五郎只是一厢情愿，我就算是答应了他，去了以后也不会得到秦娘的好脸色，更何况这涉及到王府中姬妾嗣争宠之事，我们还是少掺和的好。如今爹爹大哥不在家，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岑夫人微微一沉吟，道：你说的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当初既然愿意给景王养在外头，就该有心理准备，也有应对之策。你去了也无益。牡丹点点头，笑道：娘，前日您不是说天气凉了，脸上手上越来越干燥，要什么香膏吗？今日正好的，咱们做呀。多做一点，我正好拿去送人。岑夫人年纪不小，却保养得不错，手上的保养方不少。近日她的精神总有些倦怠，引着她弄这些感兴趣的东西消消乏较好。岑夫人果然来了兴致，笑道：这有何难，想做就做了。
我教你。收拾2只猪蹄，洗1斗白凉米，放5斗水，慢火煮熬，待到猪蹄和米都烂了，取青汁豆备用。这是第1步。然后把白茯苓、鹿各5两，葦蕤1两，白芷、告本各2两，切碎熬成斗药汁备用。这是第2步。最后将桃仁1升研碎，与药汁、青汁一起煮，熬得1斗半，滤去渣，置入瓷瓶中，投入干松香、零陵香末各1两，搅拌均匀。冷却之后，用丝棉将瓶口盖严实。每日夜里睡前取些涂脸和手就好。哎呀，原来是古代版的胶原蛋白美白去昼夜霜，真正的纯天然。牡丹兴奋地叫宽儿拿钱去厨房，让人准备猪蹄，淑儿则取钱去库房要其他药材等物。见者有份。吴姨娘和杨姨娘携手进来，笑道：难怪的夫人这皮肤这么多年就一直这般白净滋润，原来是有秘方的。即使丹娘自掏腰包，那便多做些分点给我们用，让我们也沾沾光。牡丹笑道：人手1份好吗？杨姨娘拍手笑道：好，好。然后左顾右盼，摸着自家的脸颊，讨好的看着岑夫人笑。婢妾虽然比夫人年纪小，这脸上的肌肤却没夫人这般紧致光滑白净，非常明显的讨好，约莫是心虚了。岑夫人淡淡一笑：你可比我和吴姨娘小了10多岁，又是扬州人，我们可怎么比都比不过你。杨姨娘干笑：夫人又挤兑我。牡丹看时，她头上那把金矿宝殿犀角梳已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很普通的银鎏金插梳。不多时，薛氏等人也闻讯来了，一齐坐下，亲手研磨药材杏仁等物，一家说说笑笑的，好不热闹。唯有孙氏坐在角落里，抓着一把杏仁翻来覆去的看，魂不守舍。牡丹见状，来到他身边笑道：六嫂在做什么？孙氏被唬了一跳，抬眼望着牡丹淡淡一笑：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么大的杏仁不多见。相比杨姨娘的春风得意，四处讨好卖乖，孙氏还是穿着半旧不新的家常衣裙，头上也只插了几根双股金钗，并2朵珠花，连粉和胭脂都没上，人看着却是瘦了许多，显得心事重重。牡丹便道：六嫂你怎么瘦了？孙氏抚了抚脸，淡淡一笑：是吗？约莫是没有茶粉的缘故。随即起身嚷嚷道：嫌我瘦了，带我照照镜去，若果然是，晚上多吃点。去了就再没来，却是故意躲着牡丹。孙氏和杨氏明显是晓得有些事情的，只是不肯和他们说，说到底还是嫡庶之分，防着他们的缘故。实际上，岑夫人和大郎等人却都不是那希望树过得不好的人。牡丹歪头想了一会儿，埋头继续做事，才捻了一波杏仁，淑儿轻手轻脚的进来，附在他耳边轻声道：信已经交给贵了，他骑马去的。牡丹点了点头，虽然一切都只是他的直觉，无凭无据，他也不清楚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他还是希望蒋长阳能多掌握一些情况，保护好他自己。却说卢五郎出了何家，直奔风月坊而去，进了丰乐坊，7拐8弯，转到一所大宅的后门前下了马，小厮上前用马鞭柄轻轻敲击了2下门，好半天门才轻轻开了一条缝，一个老苍头出头来，扫了卢五郎一眼，立即起精神让开了，满脸堆笑的上前牵马。表公来了呀。卢五郎点了点头，给小厮一个眼色，小厮忙抓了一把钱给那老苍头，闷不作声地跟着老苍头牵着马走开。卢五郎轻车熟地沿着一条冰裂纹石小道，绕过雅致幽静的假山流水，走至一座小楼前站定，低低咳嗽了一声。石青色的夹帘被打起来，阿慧探出头来笑道：表公来了，夫人等您许久了。卢五郎进了屋，将披风递给阿慧，姨母在楼上。阿慧替他将披风挂好，柔声道：在看秀娘做小贝呢，公此行还顺利吗？卢五郎摇了摇头，走到窗边的锦屋上坐下。请夫人下来吧。秦娘清脆悦耳的声音从楼上响起来。五郎，上来。接着2个穿着石青色襦裙的绣娘抱着装满针线活计的白藤箱，安安静静地从楼梯上走下来，垂着眼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小楼。阿慧不动声色地立在了门边，当起了门神。卢五郎撩起袍上了楼，隔着水晶帘可以瞧见秦娘慵懒地靠在窗边的锦榻上，望着窗外一动也不动。她披着件浅紫色的连纹披袍，反碗髻上的金节条似蝶钗展翅欲飞，雪白的纤手还捧着杯冒着白气的热茶汤，看上去慵懒又迷人。蔡大娘替卢五郎打起帘：公要喝什么茶？卢五郎道：随便，就将我喝的这个紫笋给他1欧。秦娘回过头来，也不调整自己的坐姿，只抱怨道：这天越发凉了呢，弄得这人半点精神都没有。卢五郎远远地坐在水晶帘边的月牙凳上，捧着银鎏金双耳茶瓯，有些拘束地道：姨母身不同平日，不该坐在那里吹凉风。
秦娘笑了一笑，紧了紧披袍。事情办得如何了？卢五郎道。果然不出您所料，他拒绝了。遂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说完又忍不住道：姨母，他若是答应了，您又怎么办？秦娘转动着手里的茶杯，盯着氤氲上升的水汽轻轻道：他与我根本就算是陌生人，他又才经过那种事，差点吃了大亏。听到你说我有了身孕，还与景王生分了，除非是傻了才会来。你放心，我说过的话算数，他要真是傻，果然来了，我也尽量不会叫他吃亏就是了。卢五郎沉默良久，道：姨母，这事儿办不成，景王那里您怎么办？秦娘笑道：怎么办？凉拌呗。鱼儿不上钩，可不是我的错。他自己出过几次手，可不都是老样。若他因为这个而怪我，活该他成不了事儿。他轻轻巧巧地将一句寻常人根本不敢听也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卢五郎不自在地握紧了手里的杯，他不小心掺和到这种事情里来，也不知道回去后会不会被母亲给打死。可是想到富贵险中求，万一侥幸成功，整个家族的前景一片光芒，就全都不一样了，他又有些兴奋。你不必担心，他若真是想拉拢那个人，自然会另外想法，下大力气的。秦娘扫了卢五郎一眼，看着他发白的指关节，温柔地道：让你做这种事情，真是为难你了。待到今晚见过殿下后，你明日就启程回扬州吧。你母亲若是问起来，你就实话实说，该怎么办，她心里自然有数。我原本是不想要你掺和到这里面来的，可是你我运气都不好，恰好给他撞上了。是我拖累了你们。卢五郎大着胆道：姨母，大约不是运气不好，而是迟早都会如此。被狼盯上了，又怎会逃得过？除非那狼自动放弃了，改了主意，或者就是能把狼杀了。秦娘一愣，随即微微一笑：约莫是吧。时辰差不多了，你下去休息一会儿，我也要梳妆了。慢火细熬猪脚美容膏，一直到下半夜方才成了。第二日一早，刚起身，舒儿就兴高采烈地拿了一只婴儿拳头大小瓷瓶给他瞧。娘您瞧，成了呢。您快试试，用了赏点给奴婢们试试。细瓷瓶里的乳白色香膏看着闻着都还不错。牡丹瞅了一眼，笑道：你14、15岁的人，正是花骨朵似的，肌肤娇嫩得很，急什么？因为天冷呆在房里的甩甩约莫是听到牡丹说了一个花字，便想起了雨荷，在一旁起劲地喊：死荷花，死荷花。牡丹被他吵得脑仁疼，随手从银盘里抓了一颗松仁朝他扔过去。大清早的，闭嘴！甩甩灵巧地接住，一口吃了，兴奋地大叫着：牡丹，牡丹，牡丹真可爱，真是聒噪！快儿赶紧给他换水时，不说话谁也不会把你当哑巴。舒儿水伺候牡丹洗漱。按您的吩咐，昨日夜里守着熬膏的人都打赏了，各房的也都按着人头分好送了过去，还剩下16瓶，都在这里了。牡丹侧脸瞧过去，果见桌上一溜放着16只婴儿拳头大小的白瓷瓶，瓶口都用五彩丝绸蒙着，看着倒像是药，而不是护肤。便随手将银簪挑了些涂在手背上揉开，果然挺滋润的，气味也好闻。便吩咐道：给林妈妈和风大娘每人1瓶，剩下的给白夫人、李满娘、窦夫人每人送2瓶。你们想要就每人1瓶呗，阿桃也给她1瓶。听夫人说冬天治手脚皲裂不错。舒儿假意推道：可是都给了咱们，您可只剩下4瓶了。牡丹撇撇嘴：你要是不想要，就把你的留给我。舒儿干笑一声，飞快地道：奴婢去给您巡匣，找纸研墨好写帖。牡丹笑啐了一口，口是心非的坏东西。他这里才刚开头，甩甩便接了下手：坏东西，你这坏鸟！舒儿气得直翻白眼，对着甩甩比了个搏的动作。甩甩突然恼羞成，扑腾起来，却被链扯了回去，只好气冲冲地站在架上，竖起翎毛示威：坏东西，坏东西！舒儿得意地冲他了几个怪动作，方才心满意足地去取东西。牡丹把东西装好，写了帖，还未封匣，前头岑夫人身边的丫鬟桂烟就笑嘻嘻地进来行礼问好：有客来，夫人请娘出去。牡丹忙起身净手：这大清早的，早饭都还没吃呢，谁敢这么早？桂烟笑道：奴婢不知呢，只看到穿得好看，人也美丽，亲切了。就是身边跟着的姐姐们，也这绫罗绸缎，穿金戴银，个个都漂亮得很，带了好些礼物，说是来向您赔礼道歉的。牡丹马上就猜到是谁了，她还以为蒋长忠被送去军中，朱国公府又被蒋长阳算计着，刚发生了那样的事情，那人不会有时间有心情来了呢，哪成想还是找上门来了，还这么快。桂烟见牡丹皱起眉头不说话，忙笑道：娘不知是谁吗？牡丹对着铜镜打量自己的发型衣饰，答非所问：
他带来了多少人？桂烟掰着手指头算了算，道：不多，估计就是20来个，4个丫鬟，2个婆，还有8个护卫，还有渔夫8个，门房里都塞满了。舒儿替牡丹正了正花钗，又用臂沾了水，将她的散发给刮平了，没好气的道：这还不多，是来打老虎的吧？这到底谁啊？赔礼道歉搞这么大排场。牡丹道：不是打老虎的，而是养豹的。舒儿闻言立即闭了嘴，转而担忧地看着牡丹。他没有雨禾与牡丹那样亲近，牡丹很多事情并不和他说，然而这段时间雨禾的重心在方圆，他则一直跟着牡丹，很多事情不可能毫无所觉。朱国公夫人这么大阵仗来找牡丹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对牡丹不利？牡丹对着镜确认自己目前的状态很好，衣服配饰也很得体，便回头道：走吧。一抬眼看到舒儿担忧的眼神，忙按了按她的肩头，轻轻摇了摇头。从上次蒋二公的表现来看，杜夫人不会把他怎么样，最多就是事，他只需要应对得当就行了。主仆几人到的前面，果见2个穿着天青色绸襦裙的婆立在中堂门口，眼观鼻，鼻观心，站的那个笔直，一丝不苟。就是牡丹从他们前面经过，他们也没抬眼皮。牡丹扫了这2人一眼，满面笑容地跨进中堂。才进中堂，就见一位徐娘半老，我见犹怜的美人儿端庄大方地坐在上，含着笑亲切地看着自己。她身后一溜站着4个穿水红襦裙、梳垂条、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儿，也是个个眼观鼻，鼻观心，庄严肃穆，像观音菩萨面前的龙女儿似的。岑夫人陪坐在一旁，笑道：丹娘还不快过来给夫人行礼。牡丹往前急行几步，扶了下去。夫人安好。话音未落，就被一双温润暖和的柔仪吻吻起，鼻端立时传来一阵淡淡的冷梅香。杜夫人笑道：不客气，我本是替我那不成器的犬来赔礼的，怎地倒叫你给我行礼了？声音听上去又温和又快活，非常悦耳。牡丹抬眼看着杜夫人，微微一笑：您是客人，年长，身份尊贵，给您行礼本是应该的。她眼前的杜夫人生得肌肤如玉，花容月貌，漆黑发亮的头发梳成1尺高的额髻，插着9束花钗，那花钗做得其精巧，纯金打造，结条工艺，叶片微微，上面还有成双成对用宝石镶嵌或是雕琢成的小鸟，随着杜夫人的举动，似展翅欲飞一般，生动活泼。再配上她那件银红色织金锦披袍，鹅黄8幅小团花罗裙，整个人显得高贵美丽，却又观之可亲。杜夫人也在打量牡丹，牡丹穿的是茜色织锦滚白兔毛边短襦，配同色的8幅罗裙，没什么花俏，唯有腰间配了一条8掌宽的碧色裙带，裙带上系着一对晶莹剔透的碧玉琢成的牡丹花压裙，长长的碧色丝绦一直垂到足踝处。发髻虽然梳得简单，然而头发却浓密亮软，黑中泛蓝，唯一的发饰是一对双股金钗，钗头上配着2朵红宝石攒成的牡丹。宝石好，行动之间似有流火闪过，但就是这简单的衣饰，就完全衬托出了牡丹的明艳端丽之处。杜夫人一时有些失神，透过牡丹仿佛见着了另一张脸，当年那个人也是明艳如朝霞，简简单单一身衣饰就可以穿出与众不同的感觉来，无论站在哪里都让人只能看见她。如今她想必正等着看自己的笑话吧，她的儿成才了，轻轻就将朱国公府弄得鸡飞狗跳，丢尽了脸面，自己的儿却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最可恨的是蒋仲的太。杜夫人的心口一阵刺痛，眼里闪过一丝厉芒，不由握紧了牡丹的手。牡丹轻轻一笑：夫人。杜夫人恍然回神，收回手，亲切地笑道：哎呀，看到你们这些漂亮的小姑娘，才惊觉自己老了。她笑着瞟了牡丹一眼，10多年的光阴，弹指之间就过去了。那是因为夫人的日好过，才会觉得快。牡丹客气地请她坐下，转身走到岑夫人身后站定，亲昵地看着岑夫人笑道：我娘也经常和我们兄妹说，几10年的光阴闭闭眼就过去了，快得很呢。言谈举止坦然大方，竟然毫不怯场。杜夫人对牡丹这样的态和举止说不出是失望还是满意。她既希望牡丹能果然如同蒋长中猜测的那般与蒋长阳有情，然后把蒋长阳迷得神魂颠倒，非亲不娶，从而断绝了蒋长阳与高官显贵结亲，平天助力的同时，却又遗憾牡丹怎么生成这个样，里还有钱，蒋长阳应该得个又丑又讨厌又没地位又穷又没见识的老婆才好。他暗自苦笑了一下，也知道那不可能，就算是当初王氏将蒋长阳留在了府里，任由他一手打整，他出面给蒋长阳娶的妻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最少也是个绣花枕头。比起绣花枕头来说，身份地位低下的人之女更好，目前要弄清楚的就是这2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才好拿捏。
杜夫人想到此，便笑道：丹娘，我那不成器的儿不懂事，做了那样可恨的事情，本该让他亲自上门来给你赔礼道歉，奈何他已经被他父亲给送到军营里去，已是借了过儿，只好由我来赔这个礼。我教无方，希望你看在他年轻不懂事的份上，和他计较。说完手一招，一只紫檀木盒就被放在岑夫人面前。这是一只年老山参，给你压压惊。我不能收这样贵重的礼物。牡丹有些惊慌地睁大眼睛，脸上露出担忧的神情来。是因为我被追风吓唬那件事，二公才被送去军营的吗？我当时就和大家说过了，是误会，是我的错，与二公无关的。怎么还会像这样？杜夫人此时方露出哀戚的神色来，轻轻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一副为儿担惊受怕的慈母形象，让人看着就心软得不得了。牡丹不安地道：夫人一定非常难过吧？她沉默片刻，用商量的口吻小心翼翼地道：要不让我哥哥骑马去追国公爷，说明真的和二公没有关系，您看好不好？杜夫人猛然抬眼直视着，真的一星半点的消息都不知道吗？真的不明白是因为后面那件丢人现眼的事情才会落到那个地步的吗？还是为了给自己留面，故意装不知道，亦或是为了不叫自己怀他与蒋长阳别有渊源而装得过了头？杜夫人看着牡丹久久不发一言，牡丹黑白分明的凤眼里渐渐流露出一丝害怕来，脸色也有些苍白，有些怯怯地看着他，小声道：夫人，我真的没怪过二公，如果我适才说的这个法不好，那您看看我能什么，请您吩咐就是。杜夫人轻轻一笑，笑容温暖如春。乖孩，看把你吓得。国公爷已经走了几天了，追不上了。这事儿啊，和他让追风吓唬你有点关系。他有意顿了顿，看到牡丹的眼睛急速眨了几下，嘴唇也微微翕动，仿佛有话急着要说的样，便立即来了个转折。但是怪不得你，并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反正你当时也在场的，这种丑事瞒不住。最让国公爷伤心的事情是他列路作假那件事，你知道的吧？牡丹的脸上明显露出放松了一口气的神色来，但她随即又收起了放松的神色，转而礼貌地说：我当时只听到闹哄哄的，我认识的人不多，也不敢多惹麻烦，没敢多问，并不清楚事实真相，但我想一定是有误会。他猜不到杜夫人的算是什么，他只知道这件事情不管杜夫人怎么算计的，他都要尽量少牵扯进去为妙，不给人当枪使，不打前阵，不牵涉到其他任何人，最少不应该由他的口里说出来。示弱推脱，顺着杜夫人的话头走，便是他此时所能做的。杜夫人将牡丹的神色都看在眼里，半真半假的叹道：我是个女人，当时也不在场，弄不清楚这其中的弯弯绕绕。可是我心疼儿的心是真的，不愿意让她年纪轻轻就背负着这样的骂名。我今日上门来，一是为了向你赔礼，二是希望你能看在他哥哥救过你的份上，把你所知道的事情一字不漏地说给我听，但凡能有一分希望能刷清他这个恶名，我总要去做的。岑夫人低低地咳嗽了一声，威严地道：丹娘，我和你爹平时就教导过你，做人要知恩，晓得大义，你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说给杜夫人听罢，不许有所隐瞒。牡丹犹豫片刻方真字琢句地道：蒋公的救命之恩，我时刻放在心上，不敢相忘，只苦于没有机会报答他，又怎会不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说给夫人听呢？只是夫人也知道当日去的都是些什么人，我是跟着表姨去的，所亲近者就是他和黄将军家的雪娘二人而已，其他人并不熟悉，也不敢亲近。那日被追风吓着了之后，更是不敢走。我不会打猎，行猎之时就紧跟着表姨回了营地，除了吃饭时就一直躲在毡帐中。他苦笑了一下，实不相瞒，这行猎对我来说实在是苦差一件，但为了表姨的盛情，却不得不去。我自小身不好，养得娇气，在野外住着实在不舒坦，恨不得早点回来才好。骑了一日的马后，浑身骨头都似散了架，躺下就不想起来，可是又有蚊虫，夜里风还会怪叫，睡榻也硬，又是和人同住。杜夫人哪里肯听牡丹抱怨这个，听她越扯越远，不得不皱着眉头打断她的话。都说我家中儿是被人陷害的，而且一定是和他交好的人，他单纯说不出什么来，相反倒是旁观者清。你见着我家中儿的时候，看到他和谁最走得近，或者爱和谁说话，和谁说的话最多？他似笑非笑地瞟着牡丹，我听说他事后又找过你赔礼。杜夫人最想听的就是听牡丹说蒋长钟爱和萧雪溪待在一起。牡丹垂下眼眸，抿紧了唇，一言不发，暗骂杜夫人真是毒夫人，一张口就设了个套。自己若是不想扯到萧雪溪，不管说谁和蒋长钟接近，在这样的语境下都会意指那个人就是陷害蒋长钟的。
将来杜夫人完全可以和人说，就是那个何牡丹和我说的呀，那可不就多多惹出些麻烦事情来。而自己要是不肯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就必须得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蒋长中曾经和他提过萧雪溪这件事，还是要牵扯出萧雪溪。不过所幸他当时并没有听蒋长中把话说完，此时正好朝着另一个方向推脱。杜夫人见牡丹垂着眼不说话，挑了挑纤长的眉，将手里的茶瓯不轻不重的一放，茶瓯是上好的越州瓷，与银茶相击，发出一声清脆悦耳的响声。若是朱国公府的人看到他这个动作，便该知道他是不高兴了，要发威了，识相的就要赶紧从实招来，以免让贤良淑德的夫人破功。可这不是在朱国公府，岑夫人母女也不在他的治下，当然会被无视。岑夫人一点不掩饰脸上的不高兴，木着脸不说话，牡丹也仍然垂着眼抿紧了唇不说话。杜夫人不耐烦地看了百香一眼，百香正要出列担当自己平日里替夫人教训人诱哄人的角色，腿都迈了出去。杜夫人又突然想起自己这是在人家做客，自己是来赔礼道歉，替蒋长中重塑形象的，不能仗势欺人，更不能堕了名门公卿的风，损了自己温柔贤婉有礼大的形象，便又将百香看回去了。她再温柔的一笑，柔声道：好孩，你别担心，你今日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给任何人听。而且呢，你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好处，以后有什么事儿，我自然都会替你担着。说吧，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我也不会怪你。这一回牡丹的脸红了，扭扭捏捏，目光躲闪地看向其他地方，用手直绞着裙带，小声道：我真是不知道。杜夫人微沉了脸，看向岑夫人，不疾不徐地道：看来这还是没有消气呢，等我回去，先把那包剥了皮给他送过来做入，他消了气，什么时候想起了想说了，又再和我说，您看如何？牡丹忙道：夫人您别生气，我怎会如此小气？都说过那件事不怪二公的，我又怎会想要那豹的命？我不是那样小气狠毒的人。二公为人和善得很，那日他当众向我和雪娘道歉，大家伙儿都夸赞他谦和有礼，都说他好，很喜欢他。杜夫人坚决不肯放过他。我听下人说他事后又单独找过你道歉，还和你说了好一会儿话。你们都说了些什么？牡丹看向树儿，淡淡地道：夫人，当时宫身边跟着那位缺耳朵的侍卫，我身边跟着这丫鬟，他们都知道我们说了什么的。树儿不等杜夫人开口，立即上前行礼，脆声道：夫人容禀，奴婢那日就在一旁。当时天色已晚，我们娘正要去毡帐休息，半道上到了宫和那位侍卫大哥，宫先道了歉，然后说：何娘，这里不是说话处，我们往那边去说。他把蒋长中的口气模仿得惟妙惟肖，听着就如同蒋长中本人在面前似的。杜夫人的脸色顿时变了，见树儿还有继续往下说的趋势，忙制止住他，干笑道：我家中儿就是这样的天真赤诚之人，平日里被他父亲和我管得严，有些不谙世事了。我们娘树儿还要再说话，牡丹喝住了他，一本正经地道：正是，夫人说的是。所以二公一听到那位侍卫的劝告，便立即和我道了别。之后我就再也没单独和他说过一个字了。我前面说过，蒋大公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是他的家人，我只要能做的都会尽力去做。只是这件事实在是无能为力，还请夫人海涵。牡丹言必深深一服，滴水不漏。杜夫人抿紧了嘴，定定地看了牡丹两眼，倒微微笑了。来日方长，不急在这一时。荣华富贵，年少英俊，能干稳重，前途光明的男人，会是所有女人都想要的良人，特别是和牡丹这样的女，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怎会是一盏省油的灯？白白放过这个机会，不急，不急，慢慢的来，只要诱饵放得多，放得妙，鱼儿总会自己咬上钩。这人呢，还是聪明点好，不然也不好拿去引上蒋长阳。试想，蒋长阳为着那个位置，再喜欢也不过就是给个测试的位置，可是那根本不够，所以这杆枪一定要锋利，所向无敌。只要牡丹动了心，肯为他所用，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他根本不关心，他只要赢。杜夫人微微笑着：我还以为你多少会知道一点，看来真是不知道，我是才失礼了。请你看在作为母亲替儿担忧的份上，和我计较才好。作为一位遗命妇，对着一个17、18岁的平民女姿态摆得这样低，太这样和蔼，真的是难得了，非一般的教养和性。牡丹自然不会和他计较，要是和他计较，那可就是不识抬举了。一直到走出河的大门，杜夫人对自己今天的表现都很满意。她云淡风轻地看着何家的女人们将她送到门口，看她前呼后拥，风光万分。她的白藤八人间鱼，她的9束花钗，人们对她的毕恭毕敬，都是女人们所想要的荣耀。富而旺贵，
特别是和这样的女，家族父兄曾经用金钱替他开过刘家的大门，奈何他无福，上了清华郡主，所以不得不退出。但既然尝过了既富且贵的滋味，怎甘富而被轻？越是美貌年轻，越是有资本，野心就越大。他也许小心谨慎，但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必然不会放过。而这个机会，不管蒋长阳有没有给何牡丹，他都会给。杜夫人亲热地执着牡丹的手，万分真诚。最难得有缘，我虽是第一次见到你，但实在是喜欢你。你若是有空的时候，不妨去我们府里陪我说说话。我家中有个女儿，年纪比你略小几岁，也是个爱弄花花草草的，性格也温和，一定和你谈得来。牡丹温柔地笑着，谢夫人好意，有空我一定登门拜访。杜夫人恋恋不舍，一定啊。目送着杜夫人率领着20多号人马浩浩荡荡的去，真是撇撇嘴道：哪有这种赔礼道歉的？事先也不让人先来说一声，一大清早的就来，害得人饭也没吃好，一点都不诚心。见没人理睬他，他便又回头望着牡丹沈笑：丹娘哈，我看着杜夫人对你可真是热情啊，你总是那么讨人喜欢。热情？喜欢？黄鼠狼当然是喜欢鸡的，对待鸡也是很热情的。牡丹淡淡一笑，转身扶岑夫人入内。吃饭，吃饭，饿死了。出了宣平坊，杜夫人招手叫百香上前。你觉得怎样？百香谨慎地勒紧了缰绳，小心地让马儿的步调与监鱼的快慢保持一致。回夫人的话，这人挺不识抬举，挺不懂礼貌的。您问他的话，竟然敢让个小丫鬟来回话，还扯上公爷，也不看看他是什么身份，公爷哪里会？杜夫人微微一笑，这也怪不得他，他年轻，又是这样的出身，谁也得罪不起。百香道：那他就敢得罪夫人吗？这是看着夫人温和好心好欺负呢。他哪敢欺负我？他不过是被逼急了。杜夫人优雅地翘起雪白柔滑的手，仔细打量着鲜红的扣单，轻蔑地道：这样的人看着挺谨慎小心的，好似云淡风轻，实际上在意得很，又野心勃勃。他尝过富贵的滋味，也经过人生最大的失意，怕的就是没机会。只要一旦有机会往上爬，就会不惜余力地往上爬，重新高高地站在人上，在从前打败过他的人面前耀武扬威，把负了他的人踩在脚下，让人对他俯称臣，痛哭流涕的求饶，才是他这种人最爱的事情。说到这里，杜夫人精致美丽的脸突然扭曲了一下，狠狠地瞥过脸，看向街上过往的行人。王小优，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你纵然耍尽般手段，又勾搭上了方伯辉，可是那又如何？方伯辉在手握重兵，在10天重臣，可到底也不曾封的国公，就算是得了，难道人家就肯把爵位传给你儿吗？人家还有人家自己的儿，你不也不过是个记事而已。所以王小优，我绝对不会被你打倒的，我要叫你看着我怎么笑到最后。杜夫人暗暗握紧了拳头。百香看到杜夫人的神情，知道她这个时候正是最烦躁招惹不得的时候，忙语调轻柔，充满崇敬地道：夫人，这世上能像您这样温和大不慕富贵的又有几人？也只有您才不和他计较。杜夫人半晌方才轻轻叹了一口气，道：百香，树欲静而风不止，虎无伤人意，人有害虎心。前2日我一时不察，被人算计吃了大亏，差点功亏一篑。他想起当日公使上门来查御赐之物被扔出门外之事时，自己的狼狈与不堪，不由加重语气道：以后你要打起12分精神来，遇到这种大事，我忙不过来的，没有注意到的，你便要亲自把关，休要再叫小人钻了空。百香忙道：都是奴婢失职，只要能补救，夫人让奴婢做什么都可以，就是要了奴婢这条命，奴婢也是心甘情愿的。杜夫人轻轻一摆手：罢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以后当差再小心谨慎一点。他顿了顿，府里的人除了那等不忠不义的，我从来就没亏待过谁。被打死的那2个婆，虽然是他们胆大包天，咎由自取，为了保全大多数人，我才不得不处置了他们。但我想起来时，这心里还是闷得慌，疼得慌，好歹也是在府里伺候了那么多年的老人，一时糊涂就弄得魂飞魄散。回去后，你拿我的梯级去安抚安抚他们的家人，让他们请人悄悄替他们抄一下，让他2人来世投个好人家。看看他们家里若有适龄的人，便挑2个来府里当差。罢他话锋一转，铿锵有力地道：务必告诉他们，不得有怨。这样的大事，圣上只是惩戒了他2人，未曾涉及到其他人，已是圣恩浩荡，若是再有怨怼之心，便是不识好歹了。我也在乎不得他们。是，夫人真是菩萨心肠。百香恭敬而崇拜地应了，垂下眼眸，默默地想自己的运气真是好。幸亏那日调包扔东西的人算着要抢头功，
瞒下自己这边，自作主张就把事情给做了，否则此时躺在泥地里等着被抄排队投胎的人就是自己了。以后做事情果然是要12分的小心，否则一不注意就会送了命。百香正想得出神，杜夫人突然又道：百香，你跟在我身边已有好几年，一直深得我意，早就想给你寻个好处，奈何我如今身边无可用之人，实在离不得你，只好暂时委屈你些时候，你不怨我吧？百香赶紧道：奴婢不委屈，奴婢那是几世修来的福分，才得以跟在夫人身边伺候夫人，多少人羡慕奴婢不及，奴婢自己也骄傲得很，又怎会感到委屈？杜夫人微微一笑，知道你忠心，可到底女大不中留，等这事儿过了这个阶段，稍微平稳一点，我便脱了你的奴籍，给你聘个好人家。百香一颗心跳，却不敢表露出半点来，只能是皱着眉头，似要哭了一般。夫人，快莫要说这些，奴婢从来没想过要离了您，奴婢的一切都是您给的，您别奴婢。杜夫人眼里金光闪过，温和地道：我是舍不得我身边的人受苦的，怎能不嫁人？嫁了人以后也同样可以给我做事吗？她眯了眯眼，过几日我打算设个宴，把族里的老人们请过来，再请几个国公爷的至交好友，当众给大公赔礼道歉，把这误会给撕扯开了，免得人家说我容不下他。我给足他这张脸，但愿以后他不要再事事针对我们。蒋长阳不是会扮委屈扮孝顺吗？还在宫里头替府里赔罪受罚，轻而易举就叫旁人都认为自己容不下他，算计他。这回他当众给他这个体面，亲自给他赔礼道歉，反正让人把他的东西扔出府的人是老夫人，他充其量就是一个治下不严。到时候再当着众人慢慢说起，老夫人怎会把他的东西扔出去，让人好好看看这个孝顺的孙是怎么忤逆他祖母的。杜夫人抓紧了身下的紧入，只要成功，蒋长阳将再无翻身之日，别说成爵，就算是前途也堪忧。这么简单直接的事情，他早该想到的。从何牡丹这里下手，那是走了弯，那个人吃了他的肉才能活到今天，多活了那么多年，享尽了荣华富贵，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将近20年，也差不多该付一点利息了吧。杜夫人拿定了主意，挺直了腰杆，微微翘起唇角，越发的端庄美丽。到的朱国公府，杜夫人一下了监狱，就直奔老夫人的居处而去，还未进门，就听见老夫人堵的敲击木鱼之声，便冲着迎出来的丫鬟红儿小声道：老夫人又在诵经，今日的早膳进得可好？如今天气一日比一日冷，她年纪大了，你们可得小心伺候。红儿笑道：回夫人的话，老夫人身好着呢，吃了一碗饭，半碗鸡汤，又用了好些羊肉。杜夫人点了点头，满意地道：那是不错。然后继续相问老夫人的日常起居，不时叮嘱几句。忽听木鱼声住了，老夫人在里面道：媳妇，你回来了。是的，母亲。杜夫人赶紧抢步入内，亲自扶起老夫人来，又接过红儿手里的餐茶递到老夫人手里。老夫人慢吞吞地饮下一口茶，问道：怎样？姓何的那个女怎么说？杜夫人故意停了一停，方道：人挺不错的，我才一提，她就说一直都记着大郎的恩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话说了不少，只可惜没问出什么有用的来。老夫人皱了皱眉头，突然冷笑了一声，她当然是要帮着她的救命恩人的，不过本来也没指望她能起多大的作用，不过是不想要人认为咱们国公府不讲道理而已。杜夫人听得老夫人这句明显带着义气的话，心里暗喜，沉默片刻，低声道：母亲，今日儿媳还到了杨御史的夫人，她说现在外面都在传前几日那件事，说得很不好听。老夫人越发不高兴，重重地将手里的茶碗一放，道：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是奴才在作怪，扔的也不是玉之物，东西也都追回来供奉着了。圣上都没说什么，御史台倒有话讲了。这件事老夫人相当生气，东西是他为了维护他那不容违逆的形象而叫人的，可他没想到里面会有御赐之物，也没想到他的话发出去后，不是像往常发生类似的事情时那样，众人表面应了顺着他，实际上却会将这种貌似不妥的事情先按下来，过后等他气顺了才又去禀明，而是真的扔出去了。他更不曾想到会有奴才如此胆大妄为，踩低捧高，竟敢趁机侵吞私占御赐之物与值钱的东西。不过也幸好如此，才能找到替罪羊，但最主要的还是圣上救情，睁只眼闭只眼饶了国公府，否则他白发苍苍还要入宫请罪，那才是把老脸都丢干净了。他也有些怨杜夫人，怀杜夫人趁此机会借他之手算计蒋长阳，但他罪的还是蒋长阳，这小阴险恶毒，非但不和他说里面有御赐之物，还激他说出那种话来，用心险恶，真正可恨。果然是娘重。
杜夫人知晓老夫人此刻最恨最恼的人就是蒋长阳，心里少不得也在怀疑和怪着自己，只是话是他自己说出口的，找不到理由来责怪自己罢了。于是不肯说蒋长阳半句不是，只小心翼翼地道：倒也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人言可畏，朝中有多少人眼红着国公爷的圣眷呢？这样放任着谣言越演越烈，实在是不好。我们人点气受点气，倒也算不得什么，就怕大郎听信了这些谣言，认为我们故意陷害他，心生怨怼，越发与我们生分了，那就不好了。老夫人冷笑道：他早就对我们心生怨怼的了，还差这一点吗？这谣言还不知是怎么传出来的呢。杜夫人低低地道：大郎的脾性本就生得倔，这样含含糊糊的下去不好，让外人看笑话，有些误会该澄清的还是要澄清，别让人钻了空。要让人说我们府里内斗，且不说大郎，就是对国公爷和钟儿、义儿、云清他们的影响也不好。再说了，虎亲兄弟上阵复兵，他解除了误会，帮着府里一点，可不比指望外人的好。老夫人沉吟片刻，斜瞟了他一眼，道：那你说该怎么办才好？杜夫人道：儿媳想，这事儿本是咱们的误事，只因牵扯到了御赐之物才会闹大。既然已经闹大，便不能私下解决了，得当着众人将此事和和美美的解决好，叫人再不找到半点可说的才行。老夫人点点头：怎么解决？办一个家宴，请的人也多，就是府里的至交好友和族里的老人们，让大郎来，我当众给他赔礼倒不是。杜夫人见老夫人的脸一沉，忙急急地道：是我没有管好家，才让这些狗奴才们钻了空，出这种丑事，我理应赔礼。杜夫人一认了错，就把责任全部承担了，这件事和老夫人就半点关系都没有了，她还是慈祥和蔼、公正严明的老夫人。有这样的好儿媳妇，老夫人心里非常舒坦，脸上的神色也柔和下来，很领情地说：好孩，就是你吃的亏，让的人，分明就是他不怀好意，不念亲情算计咱们，该受惩罚的是他。可你为了国公府，还不得不给他赔礼下小，实在是委屈你了。这件事情也是因我一时嘴快糊涂而起的，我是年纪大了，要不然我一定要去求见圣上，说明真相。得了吧，这话也就是哄哄人而已。杜夫人哪里会不知道老夫人的德性，国公府的利益才是排在第一位的，平日里在家中怎么做怎么说都是一回事，可如果到外面，不到万不得已，她是绝对不会舍了他那张老脸，也不会去当着外人指责蒋长阳的。杜夫人一边暗自冷笑，一边感激地道：母亲待我比亲闺女还亲，我们是一家人，说不得什么算计惩罚委屈的，只要家和万事兴就好。他适当的提了提蒋长中，钟儿不争气，义儿弱，我惭愧得很，将来这国公府的希望说不得还要在大郎身上，只要他消气，以国公府为重，顾念他的弟妹，我给他赔礼道歉又算得什么？何况杜夫人微微红了眼睛，本就是我对不起他们母。老夫人先前表情还好看，听到后面那句话时，立刻掀了掀眼皮，谁对不起他们母了？要说对不起他的人，便是他那自私自利、泼辣悍毒，眼里只有他自己，完全没有父母宗族丈夫的娘。什么国公府的将来要全靠在他身上，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他这样的行，就算此时圣上被他蒙蔽，终有一天也会被识破，风光绝对不会长久。钟儿和义儿不好，宁欺白须翁，莫欺少年穷。钟儿不是去军中历练了吗？过的几年他总能出个样来。还有义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既然爱，你也莫再听他爹的话，非得拘着他去弄什么骑射，给他请个好先生，好好补习一下，明年春天让他去参试，将来115互有依仗，哪会不如人？杜夫人先前听得还蛮高兴的，越听到后面心里越沉重，脸上的笑容却越发灿烂。母亲吩咐的是，我正想和您量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早就听说我哥哥家中替孩们请的西席不错，早有打算让义儿去拜师，奈何和国公爷提过一次，他没理我，所以就一直没敢和母亲提。老夫人叹了口气，你什么地方都好，就是对厚德顺从，这是大事，你早该和我商量。你哥哥给自家还请的西席，想来也不可能差的，又是亲家，知根知底，我放心，不怕还过去受气，也不怕给人给带坏了。我允了。他回来要有什么话，你就让他直接来找我，你明日便给义儿备下拜师礼，送他过去。他想了想，又喊红儿去开了我的香，取2只年老山参出来，送去给孩们的舅母。杜夫人忙道：母亲不必，理由我来备，这是我的心意。老夫人和蔼的道：为着厚德那怪脾气，这些年你基本没去走动，突然有事儿了才去求人，本身就已经很失礼，我这里礼数若是再不周到些，你难做。杜夫人的鼻腔突然酸了，微微红了眼圈，低头不语。
老夫人看到儿媳委屈却又隐忍的样，不由暗想，当年王氏若是有杜氏一半的乖巧胸襟，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她轻轻叹了口气，这些年委屈你了，可是你嫁过来时就该知道府里是什么情况，厚德每行一步，如履薄冰，你放心，将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薄待中。杜夫人吸吸鼻，抬起头来，诚恳万分地道：母亲休要说这些，儿媳自从嫁过来开始，便是蒋家妇，一切当以蒋家为重。老夫人赞许的点点头，你的事情多，你去忙吧，不必陪着我了。杜夫人却又不走，又陪着老夫人商量了一会儿家宴的事情，见老夫人累了，方才退了出去，出了院门后方，低声叮嘱百香，去问问老夫人怎会突然想起供读书考试的事情来的。百香领命而去，杜夫人回到日常处理家事的偏厅，镇定自若地吩咐人给蒋长义重重地准备了一份拜师礼。待到东西准备好，百香也回来了，给夫人回话，听说只有上次大公曾经提过，公既然这么爱读书，为何不让他去应试？其余再无人提过。公虽日日去给老夫人请安，却每次都只待不到一盏茶功夫就会告辞。杜夫人面上不改色，暗里却咬紧了牙关，看来蒋长阳这是要动手了。他沉思良久，稳稳地道：去把公请过来。听完杜夫人的话，蒋长义傻傻地看着杜夫人不说话。杜夫人抿嘴一笑：哟，傻了，是不是不想去？不是。蒋长义激动地搓着手，失态地道：而只是怕跟不上表兄弟们的劲，丢了母亲的脸。然后又猛然拍了自己的头一下，掀起袍给杜夫人跪下磕了个响头，只喊了一声母亲，就哽咽的说不出话来。杜夫人并不叫他起来，而是严肃的受了他这一礼，道：你听好了，既然去了，便不只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国公府的脸面，也代表着我的脸面。不求你飞黄腾达，却一定不能失了君之道。蒋长义流泪道：孩儿谨遵母亲教诲，孩儿自知没有天赋，不能替家族增光添彩，但孩儿一定会好好做人的，绝对不会辜负母亲对孩儿的一片苦心和维护之意。杜夫人点点头：好，你记着你今日说过的话，莫要让我失望，去吧。蒋长义又给他端端正正地叩了个响头，方才起身退出。杜夫人面无表情地目送着他单薄的背影，端起早已冷透的茶汤一饮而尽。天色将晚，阳如同一个暗红色的蛋黄挂在灰蓝的天际，懒洋洋地散发着最后的余光。蒋长义心情灰暗地快步走出杜府，门房很是殷勤地替他将马牵过来，笑道：表公您慢走。蒋长义的脸上立即反射性地蹦出一个笑来，笑容可掬地命随身小厮小八上门房，翻身上马，才一转马头，脸就又阴沉了下来。小八见他脸色不好看，忙低声问道：公可是受气了？蒋长义淡淡地道：别瞎说，我可是他们的表兄弟，有夫人亲自领我上门拜师，舅爷在交代，舅母悉心照料，谁敢给我气受？这府里从上到下，一个个待我可都殷勤得很。先生是好先生，也没把他给隔开来教，只是教的根本不适合他罢了。本朝科举最重进士，其次为明经，进士重诗赋，明经重贴经、墨译。俗话说10老明经，50少进士，明经只需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士，而进士意图难非常之大，诗赋不但需要把基础打得牢靠无，更需要天赋。当然，中了进士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风光坦途，旁的不说，本朝的宰相就大多都是进士出身。本来北方大地多考的是明经，南方来的寒门弟们才爱考的进士。偏杜家世代功勋，又是宗室姻亲，弟们根本不踌躇，便不肯随这大流，偏要弟们师父考进士，锦上添花。故而先生是杜家兄弟自小时起就教授着的，讲授的也主要是诗赋，前段时间也许还讲经史，但临近考试的这段时间却基本都是讲诗赋，出题给他们诗赋，每日里要做诗赋若干，在堂里做，回去后还要做杜家兄弟，倒是如鱼得水。蒋长义却是有苦说不出。诸国公府重武轻，他自小根基就不牢靠，光靠死记硬背，怎可能与杜氏兄弟相提并论？他有自知之明，不敢指望进士，早就想好的考明经，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为自己一条出，可偏到了此时却不能得到高手指点，就连死记硬背的那点时间都被先生布置的诗赋作业也占用了。假如他不能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在明经意图上有所提高，那他就算是千方计，使尽了力气，借了那人的名头，瞒过那一位，才争取到这次宝贵的机会，也等于是白白浪费，事后必然还要遭人耻笑，遭人耻笑都是小事，最可恨的是机会稍纵即逝，真是请的好先生，真是好手段。想到此，蒋长义的心顿时揪成皱巴巴的一团，嘴里也干得发苦。小八自小跟随蒋长义，
只看他神情，听他这一句淡淡的话语，便知他此时已是难过之，有心想安慰他两句，却苦于自己一个下人时是说不出任何可以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宽慰话，便沉默下来。主仆二人各怀心事，默默地前行不久，小八略带了些兴奋地指着前面道：“公，您看那不是刘四成吗？”蒋长义抬眼望过去，果见前方有一人，宽肩窄臀，穿着银蓝色的圆领缺胯袍，昂挺胸的骑在一匹锦绣雕鞍、金玉彩饰的高头大马上，看着很是傲气豪奢，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显得格外打眼，不是刘畅又能是谁？小八道：“公，要上前去打招呼吗？”蒋长义只是沉吟不开口。小八道：“要不您上去和他打个招呼，上次小的见着他待您挺和气的。”他认识的人也多，话音未落，就听身后一人道：“这不是蒋公吗？小人秋实给您问好了。”却是刘畅的小厮秋实笑眯眯地从斜后方打马奔上，不待蒋长义反应过来，便大声喊前面的刘畅：“公，是蒋公。”蒋长义见避无可避，性轻轻一踢马腹上前去赶刘畅。前面刘畅听到声响，立即勒住马，回过头来望着蒋长义微微一笑：“蒋郎，这妖巧，我今日才和我一位朋友提起你来，可巧的就到你了。”蒋长义笑得灿烂，如同一朵粉色喇叭花：“那是真够巧的，刘四成，你怎会在这里的？”刘畅笑道：“我今日休沐，便来这里拜访一位长辈。你这是往哪里去呢？”蒋长义沉默片刻，道：“我才从杜府出来，如今我在那里随着表兄弟们一起的读书，准备明年的科举。”刘畅点点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杜家的西席最善的是师傅吧？看来明年曲江宴上你要风光一回了，还不知要羡煞多少人。”那口气仿佛已然认定蒋长义一定会中进士一般。蒋长义苦笑起来：“刘四成，你就别取笑我了，似我这样的半调，哪里敢抱什么指望？不过是小打小闹，给诸位才们做个陪衬罢了。”刘畅不动声色地道：“郎你过自谦了，我们都知道你自小爱书，我那位长辈还说你可惜了呢。”他今日连着提起他这位长辈2次了。蒋长义心中一动，抬眼看着刘畅，羞涩地说：“敢问刘四成，不知我可认识你这位长辈？”他怎会知道的我自小都不怎么出门的，也是这几年才认得几个酸书生朋友，都算不得什么，徒惹你们笑话了。刘畅呵呵一笑：“我这位长辈呀，说起来你可能也认得的，他姓张，名凤居。”蒋长义的眼睛突然亮了：“真是凤居先生吗？”张凤居，本朝有名的宝之士，出身官宦之家，精通明经。自己是吃得苦的人，也不是笨人，若能得到他指点精要，可以想见前途必然光明。而他早就想拜张凤居为师，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今日乍然听得刘畅提起这个人，还似有意将其介绍给他认识，指点他问，正是骚到了痒处，叫他怎么能不惊，满怀憧憬。刘畅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蒋长义的神情，笑得真诚无比：“如假包换。”蒋长义道：“他怎会认识我的？”刘畅缓慢而清晰地道：“是我向他提起的你。我和他说你是个人才，只可惜被耽搁了，可真的是非常非常遗憾。”蒋长义高兴得一塌糊涂的同时，及时收住了缰绳。他的脑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我为什么要对猪好？因为我想吃它的肉。不过也得看付出和回收的比例是多少，划算不划算。就比如这次这个机会，若不是那日他遇到刘畅，听刘畅不在意的一个提醒，他兴许还连这次考试的机会都没有。”蒋长义迅速抬眼看向刘畅，对着那双略显阴鸷的眼睛呵呵笑了：“说来真是惭愧，不知小弟我何德何能，让刘四成如此牵挂我。”刘畅的脸上露出一种苍茫的神色来，他看向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的槐树枝，模棱两可的低声道：“前些日我曾与令兄乘风楚州后事一起喝酒，令兄曾经和我们提到过一些事情。我少时曾被父母一意孤行平白耽搁了许多年，每当午夜梦回之时，总是不胜唏嘘。我能体会到你的痛苦和失落，还有不平，却又不知该怎么才能找到出的那种苦。”刘畅脸上的表情过苍茫怅然，眼里又微微露了些恰到好处的恨意和不平，几乎是在一瞬间，蒋长义就相信了他，相信他一定能体会到自己那种不甘不平、失落害怕、徘徊忧、朝不保夕、不知明日将往何处的心情。可蒋长义到底是个自小就谨慎惯了的人，虽然被引得忧虑哀伤，却毫不犹豫的了闭紧嘴巴，只忧伤的皱起眉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唉。”刘畅从眼角偷偷瞟了蒋长义一眼，表情越发的忧伤，说起这个来，我心里真是又难过起来了，就想喝酒。不如我们折回去，去凤居先生那里混酒喝好不好？他拿马鞭斜斜指了指蒋长义：“
你不许扫兴，已经有了考试的机会，再有一位名师指点，还有什么能阻拦得住他的脚步？蒋长义的心里乐开了花，却为难地道：我不会喝酒。刘畅见他上了钩，轻轻一笑：不需要你有多会喝，咱们喝的不过是个意境罢了，干脆点，给我句准话，你到底去不去？蒋长义忙道：去。刘畅翘起唇角：这就对了吗？男汉大丈夫，岂能总拘泥在那小小的一片天地里？当多认识几个人，交友满天下才是。看看你哥哥，认识的人天南海北，从西到东，男女老少，什么都有，那才真是厉害。蒋长义崇拜地道：我真是非常敬佩我大哥。刘畅接口道：那是自然，放眼这京中，有几人能似他这般是国公府的，是知味为粪土的？实在是找不到喽。蒋长义沉默良久，轻轻道：那是因为他什么都有了，所以他才不在乎。刘畅哈哈大笑，够过去使劲拍了他的肩头一下：说得对，所以你要努力啊。我领你去了凤居先生那里，你一定要拜师成功，明年春天更让我们失望。蒋长义笑笑没吭声，不用刘畅说，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不前行，便是永远都被踩在尘埃里。他不要过这种日，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刘畅冷眼看着蒋长义年轻的眼睛里控制不住流露出的踌躇满志与狠意，淡淡的想：我的就是我的，蒋长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什么都休想得到。且不说一众人等各怀心思，都奔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此时楚州侯府的别院里一派的安静柔和，斜依在熏笼上，惬意的微微眯了眼，笑看着对面的白夫人和一旁逗老猫玩的潘景，任由暖香自熏笼下冉冉升起，沾染了衣袖发鬓。白夫人仔细地把猪脚美容膏细细涂在手背上，凑到鼻前去闻，笑道：闻着挺不错，感觉也挺滋润的。丹娘你可真有闲心。牡丹道：天气越发凉了，我娘年纪大了，心里记挂着我爹爹和哥哥们，成日里总想着礼佛诵经，贪暖躲在熏笼边越发的没精神，少不得引着他点旁的事情，分分他的心。白夫人仰面躺在榻上，命撵玉将美容膏给他涂满整个脸庞，闭着眼道：我真羡慕你那么自在，每日里想做正事便做正事，想做闲事便做闲事。我却是想好好清静一下，也得称病才躲到这里来，想找你说话，又怕你忙，多亏撵玉回去拿东西，正好上水，晓得你这些日是空着的，这才将你请了过来，不然我此刻连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一个。牡丹道：有事便该使人去和我说，怎会如此多的顾虑？不管我有多忙，陪你说说话，探的功夫总是有的。你住到这里来有多久了？这美容膏，李满娘和窦夫人那里，她都是让林妈妈去送，唯有白夫人，她很久没见着了，便让淑儿来跑这一趟，也有询问白夫人过段时间有没有空去芳园玩一趟，二人见面说说话的意思。谁知白夫人早独自带着潘景来了别院里养病，她要知道，早就来了。白夫人的睫毛微微翕动着，不久，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事情。联想起上次在芳园聚会时这夫妻二人的古怪情形，牡丹暗猜这二人是不是又闹别扭了，便道：那你算在这里住多久？白夫人沉默片刻，道：具体没打算过，看情况吧，难得这么清静，不如好好享受一下。撵玉的手顿了顿，面上露出担忧的神色来，欲言又止，最终垂了眼，继续替白夫人抹脸和薄。牡丹看在眼里，心知这夫妻二人必然是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正想怎样宽慰白夫人时，忽见一个婆用之团花巾平托大碗端了碗布柱进来，笑道：这是小公先前要的布柱。白夫人道：拿过来我看。他睡着不动，那婆忙上前几步递到他面前，白夫人扫了一眼，道：煎煮的不错，不过别给他吃多了。正说着，猛然捂住了嘴，翻身坐起，一阵干呕，撵玉眼疾手快，赶紧递上鱼盒，白夫人眼泪都出来了，却只是呕出了几口清水。那婆下得赶紧端着碗后退了好几步，有些惶恐地道：夫人可是不喜欢这味儿。撵玉道：放下碗，你出去罢。那婆行了一礼，悄无声息地退出。潘景吵嚷着要吃东西，他的乳娘却不敢给他吃，只询问地看着白夫人。白夫人漱了口，有气无力地摆摆手，带他出去吃，只准吃半个，不许吃多。待到乳娘抱着潘景出去，牡丹方轻声道：你怎么了？白夫人顾不上手上还涂着美容膏，将手轻轻放在小腹上，皱着眉头不说话，良久方低低叹了口气，大概是又有了。撵玉立即给牡丹使了个眼色，显然是心里早就有些数。牡丹笑起来：那是好事儿啊，阿景有个弟妹陪着他玩，也不至于孤单。请过大夫没有？白夫人好一些，才低声道：没有，还只是猜测。
牡丹看得出白夫人的心情非常恶劣，这个孩似乎是个并不怎么受欢迎。她沉默片刻，轻声道：请个大夫看看吧，如果是该养着的就要养着，动了胎气；如果不是，有病也要早治。白夫人接过碾玉地上的帕，慢吞吞地擦脸上的美容膏，擦到地下的时候，她突然将帕盖在脸上，捂着脸不动，只有肩头轻微地颤抖起来。碾玉见状，惊慌失措地看着牡丹。他自小跟着白夫人，还是第二次看到白夫人似这般情形。牡丹赶紧上前拥住白夫人的肩头，她也不说话，只轻轻抚着白夫人的背脊。这一摸不要紧，她才发现白夫人的背上全是骨头，竟然比她自己还要瘦。约莫过了半炷香，白夫人的颤抖渐渐住了，她仍然将帕捂着脸不动，瓮声瓮气地道：丹娘，趁着天色还早，你赶紧回去吧。我心情非常不好，想一个人待会儿，今日不能招待你了，还请你见谅。碾玉焦虑地看着牡丹，轻轻摇了摇头，意思是希望牡丹留下来。牡丹微微一沉吟，轻拍白夫人的肩膀，柔声道：那你歇着，我回去了。总之，你凡事多为阿锦和你自己，还有碾玉他们想想。你若有事，我这里随叫随到。牡丹深知，白夫人这样的人，从内到外都是非常骄傲的，在人前总是表现得尽善尽美，轻易不肯表现脆弱和无助，即便是想他所受的教育也不容许他在别人面前肆无忌惮地宣泄情绪。他有他的骄傲和他的自尊，他虽然爱和自己说贴心话，但关于他和潘荣的事情，他只是大致的提过，并没有认真细致的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出于尊重，白夫人不愿意说的，牡丹便不去刻意打听。尽管他知道此刻一定是白夫人最痛苦的时候，但他也知道白夫人此刻最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独处，一个人肆无忌惮地宣泄情绪。白夫人果然使劲地点头，好的。又赶碾玉走，碾玉你替我送和娘出去。是。碾玉嘴里虽然答应，却担忧地看着白夫人一动不动。牡丹轻轻拉了他一把，走吧。碾玉一步回头地跟着牡丹出了门，招手叫小丫鬟去旁边茶房里换树儿和宽儿过来，又叫人去给牡丹牵马叫柜。牡丹忙道：你别忙了，赶紧回去替你们夫人守着门，如果不出他所料，此刻白夫人一定在大哭。牡丹顿了一顿，低声道：若是他始终不快活，时间久的话，就让阿景去喊他，我这几日都在城里，有事儿就赶紧让人去和我说一声，我马上就会到。碾玉匆忙朝牡丹行了个礼，快步奔进去，到了白夫人居处的外面，但见门窗紧闭，里面一片静寂，他有些心慌，下意识地轻轻推了推门，门是从里面拴上的。纹丝不动，碾玉害怕起来，有些想喊叫，却又想起了牡丹的话，便将耳朵紧紧贴着门缝，平声静气地听，里面传出了一阵低低的压抑的抽泣。碾玉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可怜的夫人想哭都不敢大声哭。他算计着时辰，打算再过半个时辰，白夫人还不出声叫人的话，他就按照牡丹的吩咐去把潘景抱过来叫娘。然而白夫人的抽泣声却渐渐止住了，里面响起水声，约莫过了半炷香，门轻轻开了，白夫人站在门口道：去把阿景抱过来，让厨房给我做碗燕窝粥。她的脸色虽然不好看，眼睛也还红，但已然鬓发整齐。碾玉松了一大口气，欢天喜地的应了。牡丹一上无心他顾，但放着马儿慢行，只顾低头默想白夫人的事情。他想帮助白夫人的头前所未有的强烈，要帮助白夫人，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蒋长阳明显是知道的。他看了看天色，预计自己回到城里后，蒋长阳应该刚好回，便回头看着紧跟在自己身后的柜。柜，你上次去芙蓉园送信，可知蒋公这几日公务可忙，在不在城里？上次他让柜去和蒋长阳说卢五郎上门来找他的事情，蒋长阳只口头上回了一句知道了，让他放心，此外就再无半句多话。之后杜夫人上门，他虽然没有特意去和他说，但他就是知道他是知道这事儿的，可他偏偏还是没什么话传过来，这都好几天了，他出门也没遇到过他。想到这里，牡丹忍不住微微撅起了嘴。跪呀了一声，目光有些躲闪，四处张望一番，道：应该在的吧。牡丹道：这样，你先往前头去芙蓉园瞧瞧，若是蒋公在，你就和他说，让他往这个方向来，我有事儿要和他说。跪抓耳挠腮，娘，这里城还有些城呢，丢您和宽儿、顺儿在这上，不好吧？还是再走些时候又再说，可否？牡丹皱眉道：你不想去？跪干笑：哪里会？他拽着脖往前看，眼里突然露出一丝喜色来。娘，说曹操。曹操道：您瞧那是谁？既然都这样说了，那还能是谁？牡丹抬眼一瞧，果见远处有2骑人马过来，虽然还看不清脸孔，
却可以瞧见当先那人穿着鉴宝蓝色的圆领袍，这袍他记得清楚。蒋长阳第一次和他结伴回城，穿的就是这样一件衣服。他的心口一阵狂跳，高兴地举起马鞭，抽了马臀一下，迎着来人奔了上去。行到一半，他算是看清楚了那人的面孔，不是蒋长阳，可对方也看到了他满脸堆笑迎上去的样。牡丹尴尬万分，勒住马回过头瞪着贵：“你干嘛谎报军情啊？”贵缩了缩脖：“那不是看着像吗？您也以为是了。”公，那女望着您笑呢。小厮康儿好奇的大声喊：“吕方，您认识她吗？”吕方有些发愣的看着前面，笑得一脸灿烂的，不知怎么地，他的手心里沁出了一层细汗。他当然认得这是谁，还一心想着要设法去他的方圆里瞧瞧，可他也没想到他见着了他会这般热情。他只愣了片刻，就迅速绽放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来。康儿却又道：“咦？”他停住了，随即又道：“一定是认错人了。瞧，看他尴尬的。管他认错人没有，这正是与他攀谈的好机会，反正是他先向着他笑的。”吕方马迎上前去，笑着朝牡丹行了个礼，道：“这不是何娘吗？您安好。”牡丹匆忙回礼：“吕十公，您安好。”吕方听见他准确无误地说出自己的排行，很是心。在下来到京中之后，常常听到您的名字，那日在曲江池畔偶，很是欣喜。只可惜仓促得很，没来得及详谈，一直想着若是能登门拜访，向您讨教就好了，可又怕您嫌我唐突。恰好的，今日确实遇上了，讨教不敢，互相喜而已。牡丹斜瞅着吕方身上那件宝蓝色的圆领袍，不由暗想，这衣服怎会如此相像的？竟然是同样的花色，同样的款式。也不知蒋长阳的衣服是请裁缝上门订的，还是里的针线房做的。吕方见牡丹悄悄打量自己的衣服，越发肯定他是认错了人，却也装作不知，只道：“实不相瞒，在下听说您嫁接了几株，非常感兴趣，很想去您的方圆看一看。”牡丹抬了抬眼皮，望着他淡淡地道：“您消息挺灵通的。”吕方一笑，毫不避讳：“是听曹先生说的。”牡丹毫不客气地道：“那您想必也知道，更想看的人是他吧？您也瞧见了，那日他见着我时是什么光景？他让我在这京中几乎买不到花，差点没让我的方圆开不起来，所以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的事儿。您既然是做这行的，便该能体谅我的心情和不易之处。对不起了。”吕方不急不躁：“何娘少安勿躁。他笑了一笑：“您放心，我此次并不参与牡丹花会。”果然是与牡丹花会有关，看来是势在必行了。牡丹微微一笑：“您不会只是来观摩的吧？您可是翘楚呢，不参加岂不是可惜了？”吕方默了一默，清俊的脸上露出些微得意来：“参加的人是我的父亲，我只是旁观评。”牡丹笑道：“那就更不能给您瞧了，您到时候再评吧。我还有要事在身，先告辞了。”微微一揖，轻轻磕了磕马腹，就从吕方身边绕了过去，只留下一股淡淡的冷梅香味儿。自己还是第一次遭到这种冷遇。吕方苦笑着还了个礼：“您慢行。”康儿义同样为自家公不平，恨恨地道：“公，这女忒傲了，竟然都不肯给您看看。她却不知，在洛阳，在这京中，这些天有多少人争相想请您帮他们看看花，指点一下。您主动要看她的花儿，她还当宝一样的深藏着，真是不识抬举带到牡丹花会。公您平时一定要毫不容情的评，叫她下不来台，看她还怎么傲气。”吕方淡淡地道：“我岂是那样的人？我若是那样的人，此番谁又会让我来做这评花之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休要说旁的，就是家里送去的花我也不会徇私。”他口里如此说，心里却想着，看来这女不但傲气，而且底气也足得很。与那些苦苦哀求自己指点一二的种花之人不同，她所追求的必然是智。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却懂得众神样紧，这可真是难得了。他越不让她看，她还偏就想看了，而且还等也等不得，得好生想个法混进方圆去才行。淑儿生气地道：“娘，她竟然知道咱们种了什么花？曹万荣是怎么知道的？分明是咱们方圆里有内奸，得好好查一查，把人揪出来。”牡丹淡淡地道：“揪出来又怎样？赶出去又招一个来。这天底下就没不透风的墙，总会有人知道的，兴许是不小心就说出去了，也兴许是有心人特意打听的。可那又怎么样？他知道了又能如何？他同样不去。况且你以为就是我一人有神样紧？你等着，参加牡丹会的人必然大多数都有神样紧，最多不过好坏之分罢了。他不敢说是绝对的第一，却也敢说定在前甲。当然，如果真的公平的话，
蒋长阳的声音突然从后面响起来。那你可知道，他就是这次牡丹花会的主评之一？咦？牡丹惊喜地回头，但见蒋长阳穿着件竹叶青的圆领窄袖袍，戴着软角青纱幞头，腰间挂着那把黑黝黝的横刀，虽然笑得温柔精神，然而两腮和下巴、嘴唇周围却都多了一层青色，也不知道好几天没刮胡了。他觉得有许多话想和他说，一时之间却不知该从何说起，便只是望着他微笑，反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舒儿、桂等人见状，自动放缓速，往后和乌说笑话去了，任由他二人前头自在说话。蒋长阳看到牡丹又惊又喜的样，心里又软又暖，驱马赶上，与他并配而行，低低地道：怎么没想到会瞧见我？咦了一声就不说话，可是高兴的傻了。你才傻了呢，我早就知道你要来的，所以才会认错了人，都是你害的，幸亏是个稍微算是认得的人，否则丢脸死了。牡丹白了他一眼，随即却又忍不住笑起来，拿马鞭柄轻轻戳了戳他的胳膊，轻声道：你怎会来的？我可不信你是刚巧遇上我的。蒋长阳促狭的一笑：你不是早就知道我会来的吗？那我当然就该在这里才对啊。他把声调一响，严肃地道：自家认错了人还敢怪我，不但不认错，还敢推卸责任，简直不像话。我就从来不会认错你，你在20丈开外我就能认出你来。20丈开外？吹什么牛？我才不信。牡丹才不怕他那张装出来的黑脸，嚷嚷道：谁叫你要做那么一件和人家一模一样的衣服，再加上贵那眼神儿，我不认错才奇怪。蒋长阳摸了摸下巴，突然过头来低声笑道：其实是你想我了，看着件眼熟的衣服都以为是我，所以才会认错人的，是不是？他凑得有些近，牡丹觉得他呼出的热气都喷到了他的脸上，弄得他的心跳有些不正常。他往后仰了仰，轻轻一让：呸，谁想你了？蒋长阳看着他白玉般的耳垂渐渐变红，呵呵笑起来，在牡丹恼羞成之前及时刹住车，低声道：不管你信不信，我真的很远就能一眼认出你来，无论隔着多少人。丹娘，我想你了。牡丹使劲抿紧唇，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脸上的笑意蔓延开去。你这些天一定很忙吧？还好，我新接了一个任务，大概要跑上一段日才行。蒋长阳停了停，道：过些日我可能会不在京中，你自己要小心一些。那危险吗？蒋长阳轻描淡写地道：算不得什么，我不怕。他做的这些事儿又有几件是不危险的，都是些圣上拿着无棘手却又不得不去做的事儿，还是那种不是件件都可以公之于众，做好了就有功，一旦做不好还要担过的事儿。可是风险与回报也是成比例的，他想要达到自己的，就要敢于抓住机会，拼搏奋斗。那就是说，其实是有危险的，这皇差就没那么好当的。牡丹心里一阵难受。那你要去多久？蒋长阳笑看着他，还说没想我，我出去办件事儿都舍不得。现在就是这样，将来可怎么办？说你胖你就喘上了。牡丹扬起鞭，轻轻抽了他一下。蒋长阳虚虚挡了一下，道：说正经的，我刚才和你说那吕方是此次牡丹花会的主评之一，可不是开玩笑的。牡丹道：我知道呀，我早就请人打听过了，吕家是洛阳最著名的种牡丹的能手，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名声已经超过了吕家的当家人。他16岁时就培育出了一株千叶黄花，人称吕黄，那株花这时候就种在皇后宫里呢。是不是？张五郎打听的可详细？蒋长阳挑眉道：既然知道，还故意惹他。牡丹撇撇嘴：他自家的爹参加了，曹万荣也要参加，无数的人都在吹捧他。我再吹捧他也不可能像那些人一样，陪着他去平康坊里歌舞侠妓，反正关系都不可能到位的，再亲也亲不过他爹去。他要自觉，就不该问我提前看花。再说了，你也说了，他只是主评之一，除了他还有其他人呢。我与其捧他，还不如将我的花好好弄弄，到时候燕京四座，他就算是想打压我，也得找到合适的理由和说法才能服众，否则以后他的名声就完了。反正我就是不给他瞧。一说到牡丹花的事情，他整个人就变得骄傲又自信。蒋长阳微微一笑：当然不可能只是他一人，公平还是有的。你爱怎样就怎样吧，我只是怕你到时候听人说你的花不好生气。牡丹道：众口难调，怎么都会有人说不好的，我想得开。不提这个了，我刚才从楚州后府的别院里来，才刚见着了白夫人，她的情况很不好，我担忧得很。我问你，她和潘荣到底是怎么回事？方便和我说吗？他们夫妻二人的事情是说不清理不清的一团麻。
他人从小就认识，算是青梅竹马，白夫人更是自小就定给潘荣的大哥潘瑞的。潘瑞当时还是楚州后府的事，无论是事还是做儿、未婚夫、兄长、朋友，他都做得很好，几乎无可指责。相而言，潘荣就显得默默无闻，无人关注。潘瑞与白夫人也算是情投意合，两边父母族都相当看好他们这一对。但后来潘荣惹了不该惹的人，这直接导致了潘瑞后来出了事。说起来也不完全算是潘荣的错，他年少又贪玩豪耍，不受家中重视，越发有些自暴自弃，便经常与京中纨绔弟一起斗鸡走狗。一次斗鸡中，因为不堪受辱，与一位黄大出手，他狠狠揍了那人，那人便叫了一大群宗室弟来阴他。当时他正和潘瑞一处，两兄弟都挨了打，伤得重，过后他活了下来，潘瑞却是伤重难治，就这样没了。楚州后跪在宫门前天夜，圣上虽然惩治了凶手，却只是找了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祸此时正风光无限。蒋长阳唏嘘一声，我当时在安西都护府得知这个消息，特别难过，他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当时和我母亲经之时，只有他兄弟二人真心去送我，后来也一直在通信，而其他属实的人，包括亲人，不是看笑话就是冷眼旁观。我曾和他约定，我在安西都护府，他在京中，一起建功立业，谁知他竟然会是这样窝囊的死法。愣怔片刻，问道：那人是谁？蒋长阳阴了阴脸，道：闵王。他比潘荣年龄大了好几岁，却不曾打得过潘荣，做的又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报复时用的也是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以前更嚣张一些，经过这件事之后倒是更阴险了。这倒是闵王一向的风格，最喜欢背后阴人。牡丹不由联想起闵王做的几件事情来，暗自叹了一声，皇家就没几个好东西。接着道：那后来呢？白夫人就嫁给潘荣了。我听他大致提起过，他和楚州后夫人的关系似乎不是很好，在楚州后府很不快活。如果白夫人爱着潘瑞，那么她心里一定怨过潘荣，也不想嫁罢。家族间的联姻，除非是果然没法了，不然怎会轻易？哥哥没了嫁弟弟，姐姐没了妹妹接着嫁，为了大伙儿，个人的意愿根本算不得什么。蒋长阳的唇角扬起一个讽刺的笑容，接着道：事后潘荣虽被封了氏，也娶了白夫人，可他一直非常内疚，又总觉得没有人原谅过他，都瞧不起他，都是他的错。所以他行事有些荒诞，后府里先前还指望白夫人将他管起来，帮他理上政，可他根本听不得白夫人的劝，白夫人一劝，他就说他不是潘瑞，他是潘荣，做不来潘瑞惯常做惯的事情，有谁禁得住？这样一而再，再而的被人捅心窝。白夫人性不管他，可这样一来，他却又变本加厉的往房里收人，白夫人那样的人，怎可能去求他别收姬妾？自然是不闻不问，任由他去，他越发放荡不羁。这又引起了楚州后和楚州后夫人的不满。楚州后夫人中年丧失爱，脾气本就有些怪，她自己待潘荣其实也有些不满意的，经常冷眼相看，却又怪白夫人不肯尽力。她对儿媳妇没了指望，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潘景身上去，但她的管教方式与白夫人的又不一致。白夫人虽然恪守礼节，却不是个肯轻易低头的人，矛盾在所难免。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但终究根源都在潘荣身上。牡丹皱着眉头道：如果潘荣肯改变一下，虽然不会所有人都满意，但至少没那么多人痛苦。他顿了顿，低声道：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他对白夫人到底有没有心。我看他那样，似乎是对白夫人还是有心，可若是有心，却偏偏要这样折磨人，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真是作。蒋长阳道：他们是青梅竹马，具体的一些事情要他们当事人才知晓，但我可以肯定，他定然是不讨厌白夫人，而且还有些喜欢的。实际上，他在白夫人面前有些自卑，他觉得他差潘瑞远，在这种心理下，白夫人无意之间一句话，都有可能激起他大的反感和痛苦。该劝的我都劝过，不该劝的也都劝过了，可他还是这个样。你若是心疼白夫人，那我便再约他出来一次，与他好生说说看。他要实在还不听，他们又不肯和离，便只有你多陪陪白夫人散散心了。牡丹叹了口气，也只能如此了。二人沉默地前行了一段，蒋长阳见牡丹一直皱眉沉思，心知他为白夫人担忧，便有意转移他的注意力。和我细细说说杜氏那日去你们家的详情。牡丹将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低低抱怨道：我一点都不喜欢他，看着倒是笑得和气得很，又似乎是非常谦恭有礼，实则都是装出来的，只不过他装得很像罢了。可他到底也忍不住挖坑给我跳，见我没跳，便忍不住露出来着，还使劲儿磕我们家的茶碗，送的什么老屎老山参，我才不稀罕呢。
蒋长阳见他既娇且俏的样，一时手痒难耐，恨不得只有他二人在，好伸手过去揉揉他的头，奈何乌等人隔得近，上行人也很多，只得悻悻地忍耐住，使劲捏了鞭2下，笑道：莫睬他，他是冲着我来的，不会把你怎样，最多就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与他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利害关系，所以我并不怕他。牡丹担忧地看着蒋长阳，相反的，我很是替你担忧，你到底在做些什么？他防备你也就罢了，为何那几个人都在打你的主意？你总拒绝他们，不会把他们都得罪狠了吧？这方面的事情我不是很懂，但我想，如果你要继续往这条上走，还想走得更远更好，总得有所侧重，有所取舍，不然将来会很艰难。他对这些正事并不懂，只是根据他前世的职场经验，在种种人事关系纷争中，想要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会过得非常艰难，必须有所侧重，有所选择。蒋长阳含笑看着他，低低地道：怕和我一起吃苦不？万一你会不会后悔？牡丹对视着他，不假思地摇头：不怕，只要你真心待我，我能陪你一起吃苦，不会后悔。但前提是你真心待我。凡事要想收获，必然有付出，想要他真心的对待，他自然愿意付出。蒋长阳见他一双眼睛黑黝黝的，表情又认真又慎重，而且答得飞快，半点犹豫都没有，不由心中一阵酸软，觉得有什么充满了胸腔，满满的，暖暖的，控制不住的要溢出来。他终于忍不住，偷瞟了乌等人一眼，急速抓了牡丹的手握在手里，沉声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苦，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也有足够的能力自保。忽听背后几人一阵压抑的低笑，蒋长阳赶紧缩回手去，小声道：我先说些事儿给你听，省得你担忧。我现在虽然隶属内卫，但他们都不过是看上我的另一层身份，想替自己拉点助力而已。一是蒋家这边，朱国公他虽然小心又小心，但禁不住他在军中的声望还是很盛。二呢，是我义父那边，现在圣上春秋正盛，有些事儿还为时过早，情况并不明朗，故而我取的是圣上的信任。至于以后，我自有打算，也有分寸。他还是没有和牡丹说他在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危险。实则上，他自被选拔出来，来到这京中后，就只听从皇帝的指挥，专查有些人的丑事逆之事，还管官府查不出的案。恨他的人肯定有，但只要想做事，想往上走，就是根本避免不了的。对于要紧的事情，谁能得罪，谁不能得罪，他有数得很。只是做这种事情，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幸亏待他手里这件事办完，他便可脱身。可这些事儿离牡丹远，他实在没必要知晓。他只需要快快活活种他的花，等着嫁给他就好。牡丹看他的样，便是没有完全说实话，他不喜欢这种被隐瞒的感觉，幸低声道：你其实对景王有点意思吧？蒋长阳讶异地挑了挑眉，随即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你为何这样以为？牡丹知道自己猜对了，斜瞟着他道：我就是知道，可我就不和你说。而且我还知道，你还在观望，待价而沽，就像我种花似的，得在许多个花芽中选出最独特、最茁壮的那一个，马虎不得。蒋长阳失笑：那我们便一起种花好了。他温和地看着牡丹，要会巧妙地借助外力。有时候要请人帮忙，却不能上门去求人，得等着人家上门来求你，让他帮你。他帮了忙，却欢天喜地，你还情，更是欢天喜地，皆大欢喜。城墙就在眼前，牡丹恋恋不舍地看着蒋长阳：你自己小心。蒋长阳点点头：你也小心一点。我会抓紧时间约潘荣，然后让贵和你说，你有事儿也可以和他说，他有办法找到我。牡丹瞪了贵一眼：他就是内奸，早就偷偷和你说了我在这里，却不和我说，故弄玄虚。贵闻言缩了缩脖，蒋长阳笑道：莫怪他了，他也拿不准我到底能不能赶来。蒋长阳语别过，还未到自门前，远远就见门边蹲着个东张西望的褐袍汉。那汉一见到他，立即起身，笑眯眯地赶上来，拦在马前行了个礼，笑道：大公，小人名唤正德，以前是跟在二公身边的，曾经见过您几次，不知您可还记得小人？蒋长阳把目光从来人那只缺耳朵上收回来，淡淡地道：你有何事？正德谦恭地递上一封书信：这是老夫人口授，夫人亲笔写的信，请您过目。蒋长阳微微一侧头，吾立即上前接了。蒋长阳却又不看，淡淡地道：我知晓了，你去罢。正德在这门口等了他好几天，好容易才等到了，还等着他回话交差呢，哪里肯走，便陪笑道：公爷，老夫人为着上次的事情格外不安，又得吃不好睡不好，夫人也觉得委屈了您，又怕为了这些小事儿让一家生分了，
故而二位夫人特意设了家宴，邀请族中几位德高望重的族老，以及几位国公爷的至交好友赴宴，为的是把误会说开。其他人等是早就说好了的，就等您方便时定日呢。这时霸王硬上弓，先把什么都定死了，才来通知他，还他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去，不去就是不服人尊敬是吧？蒋长阳接过信来撕开瞧了，意思和正德说的差不多，只是口气越发委婉而已。他眼皮也不抬地道：我忙得很，择日不如撞日，就明日吧。正德眉开眼笑的深深一揖，也不敢后赏钱，站在原地恭送蒋长阳进了门方才折身回去报信邀功。杜夫人闻言暗自冷笑了一声，她以为定在明日她就没法了吗？她决心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不成的。她看了看天色，回头吩咐百香：百香，传我的话，马上分头送帖，其余人等今晚就是不睡觉也要把活赶出来。少卿，百香回来道：夫人，都安排好了。杜夫人埋头坐在案前，把玩着一只小小的素面云头银盒，笑道：百香，你过来瞧。百香忙上前凑过去道：夫人，这是什么？杜夫人不语，只将盒递与她。百香小心翼翼地开盒盖，但见盒里放着半盒白色的粉末，凑上去闻，没有任何味道不期然的，她心里涌起一种特别怪异的感觉，抢笑道：夫人，这是宫中新出的粉吗？杜夫人悠悠道：那你倒是说说看，这是什么粉？百香只觉口干舌燥，奴婢见识浅薄，看不出来。杜夫人淡淡瞥了他一眼，眼光锋利如刀：你当然看不出来，这根本不是粉，这是药，可以让病人犯病的药。这家里有心计毛病的人只有一个。百香的手一抖，差点没把盒打翻，她赶紧扶住了，有些发懵地看着杜夫人，裙下面的双腿已然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杜夫人望着她缓缓道：百香，前些日你曾和我说过，你想赔我1倍，我知道你忠心，但我不忍心让你赔我1倍，平白误了终身。我说过，只要这事儿告一段落，我便给你脱了奴籍，给你寻个好人家，你还记得吗？百香垂头道：奴婢记得。杜夫人一字一顿地道：那你明日就将这个挑指甲盖大小这么一点，放在餐茶里，明白吗？只要做这样一件事，轻轻一挑，一晃，就什么都好了。从此你和你的儿女都不必再给人为奴为仆，荣华富贵也未必没有。手里的银盒热得发烫，百香恨不得将它能扔多远就扔多远，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她的娘老哥弟姐妹统统握在杜夫人的手里，她竭力想让自己显得沉稳些，然而她一张嘴才发现自己的牙齿和嘴唇抖成一片，根本不能言。杜夫人镇定自若地看着百香，待到她终于缓过气来了，方轻轻道：你放心，只要你掌握好了量，不会怎样，最多就是犯病罢了，养上个2天的，2副药一下去，他自然会好。百香大着舌头道：真的不会怎样？杜夫人一双美目里含了笑，亲切地道：傻孩儿，我是那样的人吗？我连肉都舍得给他吃，怎会做这种狠心事？我只是需要他小病几日而已，日后钟儿需要仰仗祖母的地方还多着呢。百香也许不相信杜夫人前面的话，却相信她后面的话，二公需要老夫人的地方的确多了，杜夫人想来是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百香颤抖的双腿渐渐定了，她捧紧手里的银盒，低声道：夫人您放心，奴婢一定做好。杜夫人回过身去打开镜符，拿起一把紫竹篦，细细抿着乌黑发亮的鬓发，做得干净些。就在开席前。是。百香盖紧了盒盖，仔细收入怀中。除了这个，你还得这样做。杜夫人低声吩咐了百香2句，抿好了头发，又补了补脂粉，对着镜左顾右盼，起身笑道：走吧，到时候侍奉老夫人用晚膳了。老夫人听说蒋长阳答应来，威严地吩咐杜夫人：你一定要把事情都安置妥当，好好想想该怎么说，莫要叫人笑话咱们家。杜夫人娇笑道：母亲您只管放心，儿媳定然不会误了大事。随即给老夫人布菜：您别总吃油腻的东西，大夫说了，您吃素点好，老夫人不依。我不爱吃这个。杜夫人坚决不让步：您就是骂死儿媳，儿媳也还是不能依着您。钟儿、一儿可都还没成亲，您还没见着重孙呢。老夫人叹了口气：哎，算了，就你管得宽。红儿笑道：老夫人您别说，若不是夫人这些年一直管着，时时刻刻吩咐着，您身体哪会这样安泰？杜夫人忙道：快别说，这都是老夫人福缘深厚，行善积德，菩萨保佑的缘故，我不过就是尽点孝心罢了。老夫人笑眯眯地拍拍杜夫人的手：别谦虚了，佛祖固然保佑，但也是你的功劳。杜夫人微微一笑，和她说起笑话来，听得老夫人开怀大笑，兼看着简直就是亲如母女。百香在一旁瞧着，心里又安定了几分，
大约夫人说的是真话。只是他的手摸到那盒时，总觉得那盒会咬人。第二日傍晚，杜夫人立在门前迎客，笑语如珠，又不失谦恭地将客人们请进了花厅。忽听下人报道，萧尚书到。杜夫人微微笑了。萧尚书是他特意请来的，只要过了今日，这门亲事就算彻底。萧尚书上前与杜夫人寒暄，杜夫人一边说欢迎的话，一边偷眼觑着萧尚书身边那个秀气纤巧的小厮。那小厮穿着件灰白色的寻常圆领袍，个偏瘦小，一张脸却长得耐看，眉目淡淡的。他虽埋着头，看着就是与常人不一样。见杜夫人看过来，他下意识地往萧尚书身边靠了靠，将脸藏在萧尚书身后。杜夫人收回目光，让人将萧尚书领进去。那小厮跟着萧尚书走了几步后，左右张望一番，轻轻扯了扯萧尚书的袖。杜夫人笃定地笑了，这不是萧雪溪乔装的，又能是谁？还真看上了，找这样的机会来瞧心上人。小姑娘，等着心碎吧。蒋长阳来的时间刚刚好，客人来了约有2/5，既不需要他单独与诸国公府的人接触，等多人也不需要旁人等他而失礼。与那日他初次高调登门时不同，此番他低调地穿了件青色的圆领窄袖袍，笑容谦和恬淡，见着杜夫人虽不甚热情，行动举止间却让人丝毫挑不出理来。而见到老夫人更是没得说，干净利落地当着众人就给老夫人行了个大礼，道：孙儿一时意气，害得祖母担忧了，都是孙儿的不是，还请祖母莫要和孙儿计较。老夫人本来见着蒋长阳就有气的，可没想他竟然这么给他面，措手不及的同时又觉得倍有面。不管蒋长阳是真心也好，假意也好，对国公府都有好处，他实在没必要和他过不起。当下慈祥地笑道：好，还快起来，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以后莫要再提。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你诸位长辈们。乃成想，在场的大多数人却都是认得蒋长阳的。看着众人与蒋长阳微笑交谈，有些人还勉励地拍着蒋长阳的肩头。萧家那个小丫头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蒋长阳看，满脸的欢喜之情。萧尚书更是热络，拉着蒋长阳就不放。杜夫人心中非常不是滋味，她看向站在墙角里的百香，百香有些慌地朝她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做了。杜夫人收回目光，看着说得口干舌燥的老夫人端起面前那碗餐茶一饮而尽，她放心的微微一笑，看向众人低低咳嗽了2声，众人安静下来，她举起手中的杯。第一杯，我先替后得敬诸位，感谢诸位忙之中仍然抽空光临寒舍。她优雅地将手指在杯中蘸酒，将酒滴弹向天空，以示敬意。众人饮下第一杯酒，杜夫人举步走向蒋长阳。第二杯，我要向大郎赔不是。杜夫人高高举着酒杯，表情显得小心翼翼。大郎，都是我管家不利，让你受了委屈。我只希望你能看在你父亲和兄弟的面上，饶了我这一遭。继母专门设宴，当众给继子赔礼道歉。纵然此事大家都从侧面知道些根由，但没有人会想到杜夫人会做到如此地步。周围顿时一片安静，所有人都静悄悄地看着杜夫人和蒋长阳。杜夫人的心思没人猜得着，只需等着看就是。反而是蒋长阳，他的态度很值得人关注。蒋长阳在杜夫人站定以后就站了起来，含笑道：请恕我不能受夫人这杯酒。众人讶异地看着他，杜夫人的姿态很高，他若是与他斤斤计较，反而失了风度。不管怎么样，杜夫人在旁人眼就是他的继母，是长辈，他应该尊敬，他主动赔礼道歉，他也该接受。杜夫人半点被扫了面子的沮丧和气恼都没有，而是忧伤地看着蒋长阳。大郎，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那你说要我怎样做？我只是希望家和万事兴罢了，只要能把这间的误会解开，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的。有人暗自点头，倒是杜夫人果然有大家风范，也有人觉得她做得太过，反而显得假了。然而不管是真还是假，蒋长阳这样半点没有商量的拒绝还是有些过分了，就算是装也该装一下才对。蒋长阳含笑道：夫人言重，我从来不曾认为我们间有什么误会。这酒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喝的，喝了反倒像是我生了夫人的气。当日生那事儿，说实话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过后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圣上提起时，我也专程向圣上解释过，认为这不过是小人作怪，且该处理的已经处理清楚，实在是无需再提。早知道会让老夫人和夫人为此事如此挂心，我早该上门说一说的，奈何实在太忙，的确是没有想到夫人竟然会如此看重，还劳累各位长辈走这一趟，倒是我的不是了。这样，我敬在座的各位长辈一杯，赔不是了。蒋长阳顺理成章地将杜夫人晾在一旁，举杯面向众人。我先干为敬，各位随意。杜夫人有些怔，众人面面相觑。最老的一个族老率先响应，
哈哈笑道。果然大度我蒋家的子孙正该如此，这种小事儿哪里值得放在心上干了。众人纷纷附和，都喝了手的酒。蒋长阳笑道，实不相瞒，我还有皇命在身，马上就要走。既然误会说开，我也可以放放心心的去办差了。我敬各位。言罢，亲自提了酒壶，从座最年老者挨个敬了过去，不拘是谁，都是满满一杯，豪爽利落。识人好饮，最爱他这种脾气。一时之间，花厅里热闹成一片，蒋长阳果然成了主角。杜夫人端着那杯酒，静静地站在一旁，窝火万分，以目视一百香，百香点点头，往老夫人面前走去，挨着红儿低声说了几句。红儿一沉吟，凑到老夫人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老夫人的眉头顿时就皱在了一起。蒋长阳进到萧尚书面前，刚亲手替萧尚书满上了杯子，正要替自己倒酒，萧尚书身后一个清俊小厮立时上前接过他手里的酒壶，替他斟酒，轻言慢语地道：将军是英雄，这等活计应由我等来做。那小厮一双手雪白细腻，骨骼纤小，挨得近了，一股香直钻入蒋长阳的鼻腔里，言语举止又还大胆。他不由多看了那小厮一眼，这一看不要紧，刚好对上那小厮的眼睛。那小厮看着他羞涩的甜甜一笑，随即退下，将半个身子藏在了萧尚书身后，却又大胆地抬起头来看着他笑。这分明是个女子。蒋长阳轻轻皱了皱眉头，收回目光，对着萧尚书举杯：萧尚，成风真是年少出英豪，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啊。蒋长阳谦虚地推了几句：萧尚，听说你喜欢下棋，我也好此道，犬子岳西更是如痴如醉，有空的时候不妨来我家手谈一番何如？萧岳西当时最有名的围棋圣手之一，年方25，却已经有了棋圣之称，为人高雅清华，乃是时下年轻人最爱交往的人之一。蒋长阳含笑抱了抱拳：一定。萧雪溪见他这就要走开，忙悄悄扯了扯萧尚。成风，荆州那个案子。忽见一个穿着水红襦裙、梳着垂髫的丫鬟过来行礼道：大公子，老夫人听说您要走了，请您过去说话。蒋长阳抱歉地朝萧尚书抱了抱拳：家祖母使人相唤，不知是何急事，失陪了，请容改时再叙。萧尚，你请。蒋长阳含笑穿过人群，往老夫人面前而去。老夫人年纪大了，怕吵，是单独坐在一旁的，面前没几个人伺候，一看到他就沉着脸低声道：听说你母亲明年春天要进京，还要在京成亲，方伯辉已经派人进京为他修整园子房舍了。蒋长阳心一阵火起，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老夫人见他不喜，冷哼一声：我本不想在这个时候说这事儿，但实在是难得见你一面，不得不抓住机会说了。你去和他说，让他稍微有点分寸。再嫁也就算了，还大张旗鼓，生恐天下人不知他一女二嫁吗？蒋长阳淡淡地道：子不言母之过，何况我觉得我母亲没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再嫁的人比比皆是。祖母这样说，可有功的贵人听见了要不高兴的。老夫人见他又来了，怒道：虽则民间再嫁之风盛行，朝廷始终还是倡导从一而终的。我蒋长阳眼睛也不眨地直视着他，无论天下人怎么说，我都不在乎。他生我养我，为我吃尽了苦头，有人说我两句又算得什么？老夫人被他看得心头噎，无奈地扫了萧尚书那边一眼。算了，不说这个，我和你说正事儿。我听说萧尚书的闺女儿跟着他来了，就是穿灰白袍子的那个，你好好看看。虽然他也不是什么守规矩的，但家世人品总比你跟着的那个和离过的商女好，你自己要拿好主意。他怎会又知道了牡丹？蒋长阳猛然回头看着杜夫人，杜夫人焦虑地看着老夫人，为什么还不倒？为什么还不病？这间出了什么差错？莫非时辰不够？他骤然察觉到蒋长阳的目光，无心假装，淡淡地瞥了蒋长阳一眼，紧紧盯着老夫人，眉头皱成一团。他暗自祈祷，诸天神佛在上，让老女人快点病吧，快点倒吧，早登极乐。只要蒋长阳当众气死了祖母，就永世不能翻身。蒋长阳突然望着老夫人笑了，大声道：祖母的教诲孙儿都记在心上了，您老人家安安心心的将养着吧。孙儿告辞啦，说着毕恭毕敬地朝老夫人行了一个大礼。众人的目光全都被吸引过去，老夫人无奈只好挤出一个慈祥的笑容来：乖孩子，你小心些，一定要办好差，也要注意身体。蒋长阳又对着众人团团作揖，大摇大摆的要走。杜夫人急了，忙3步并作2步上前拦住蒋长阳：大郎你不急吧，我和你祖母还有事儿问问你，就耽搁你一炷香的时间。蒋长阳为难地问乌三：什么时辰了？乌三也不答什么时辰，只躬身道：
回公子的话，适才孟都尉已然使人来问，到时都等着您了。杜夫人忙道：我就是担心你二弟，问问你君的一些事儿，耽搁不了多长时间。边说边可怜兮兮地看着老夫人，眼里全是哀求。老夫人本觉得他多事儿，要问这些，问什么人不知道。可见杜夫人那样子，仿佛又是有什么要紧事，似是想拉拢蒋长阳，或者是做点什么事的，便顺水推舟地道：大郎，你过来，耽搁不了你多少时候，我再问你两句。杜夫人紧张地看着蒋长阳，见蒋长阳沉默片刻，便点了头，心不由一松，跟着蒋长阳到了老夫人面前，破釜沉舟的小声道：大郎，你二弟的事儿我一直没机会和你说分明，他自己不成器，还总推到你身上去，说你几次三番害他，为的是想成绝。我和你祖母实在担忧，就怕你们兄弟相残。按他的想法，蒋长阳听到这种说法，怎么也该解释几句，只要拖住他，让药生作用，后面的事儿就好办了。蒋长阳断然一举手，打断他的话，冷冷地道：我来不及了。言罢转身就走，连解释都懒得解释。杜夫人大急，看着老夫人，老夫人忙道：大郎，你站住，你听好了，只要我活着一日，这种事情断然不许生。蒋长阳头也不回，大踏步而去。老夫人虽然生气，但仍然端坐在那里，没什么特别的反应，甚至再有客人看过来时，表面上还能维持微笑。杜夫人一颗心直落谷底，她冷厉地看向百香，百香一张脸清白，害怕而无辜地看着她。杜夫人深吸一口气，暗自握紧了拳头，使劲掐了自己几下，方将那股怒火按了下去。再抬起头来，又是笑得如同春花小月。众人虽然都注意到了这边有些不同寻常，可蒋家人的声音都压得很低，蒋家几个族老又意识的劝酒，加上杜夫人片刻后也如沐春风的含笑过来招呼众人，便没人再去刻意追究关心。反正就是做个见证，既然双方表面上都和好了，说过不再提往事，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杜夫人耐着性子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又耐着性子伺候老夫人歇下，好容易才回了自己的房间。才一进门，百香就跪了下去，拼命磕头：夫人饶命。杜夫人坐在榻上，淡淡的将手从右手看到左手，从大拇指看到小拇指，听到百香磕头的声音渐渐微弱下来，没有先前铿锵有力了，方轻轻道：怎么回事？百香抬起血肉模糊的额头来，惶恐地道：回夫人的话，奴婢都是按着您说的去做的，没有哪里错失一步，也不知道怎会生这样的事情。杜夫人温和地看着他一笑：这么说来，是我运气不好了，我辛苦了这一场，结果倒是白费功夫了。百香的嘴张了张，一任额头上淌下来的血落入口，满口的腥咸。杜夫人却一改往日的体贴，她冷漠地看着百香脸上的血污，灿烂的笑容里满是寒意。她不相信是她的谋算出了错，这其必然是百香不利，或者是百香做了手脚，背叛了她。看着杜夫人冷漠的眼神，百香不敢多话，继续拼命磕头。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百香觉得头昏眼花，耳朵嗡嗡作响，往下磕头的动作都变成机械无意识之时，外面突然有人喊道：夫人，夫人，老夫人犯老毛病了。百香松了一大口气，虽然迟了点，但好歹证明她真的做过了这件事。她不傻，老夫人死了后，下一个必然是她，所以她擅自调整了剂量，老夫人不至于会死，也不是她的错，是药量不够。杜夫人坐着不动，淡淡的看着百香：你起来吧。大约是药力不足。药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也许个体之间有差异，毕竟他也只是听人说，不曾有亲自试验的机会。假如还有机会，下一次一定要再多放一点。百香含泪看着他：奴婢是按着您说的放的，一点不敢多，一点不敢少，就生怕误了夫人的大事。杜夫人不置可否的起身：你下去歇着吧，这几日也莫要再出去晃了，就好生将养着，让人看到你的伤处反而不好。好好养养，我以后要依靠你的地方还多着呢。百香手脚利落地伺候他穿披风，低声献策：夫人，这个时候也还不晚，奴婢让人放出风声去，反正老夫人是日间被气着了。杜夫人淡淡地道：机会已经错过，这个时候再闹腾出去，就是画蛇添足，兴许人家还会说是我弄张弄巧，为着我自己的名声，累着了老夫人。看来这条路走不通，还得另外想法子。这一夜，杜夫人衣不解带，伺候老夫人一直到天明时分，方才得以睡下。才睡了2-3个时辰，又被管家吵醒，倒是萧尚书夫人上门来了。杜夫人只觉得头突突的跳着疼，鼻塞喉肿，强撑着起来应付萧尚书夫人，寒暄了一回，听到萧尚书夫人是为蒋长阳而来，不由气得倒仰，半点不敢表露出来，满脸堆笑的推说等朱国公回来又再说，好容易打走萧尚书夫人，
回到房一头栽倒，就再也爬不起来。桂子将书信递给牡丹，蒋公子说他昨日去寻潘世子，不曾寻着，此番却是来不及去寻了，只怕是得等他回来才行。牡丹微微沉吟道：让人收拾一下马匹，你也收拾一下，跟我走。本来蒋长阳出面是最方便的，但既然蒋长阳忙不过来，他便只有亲自去试一试了。桂子见牡丹与树儿皆都着了男装，不由有些担忧。娘子是要去哪里？牡丹道：我去找潘世子。桂子想了想，默不作声地上了马。几人到了楚州后府附近，牡丹停住马，将钱和名次一并递给桂子。你去门房上问问，若是潘世子在家，就将名次递进去；若是潘世子不在，便问去了哪里。少卿，桂子回来道：娘子说是好几日前就出去了的，大约在东市胡人酒肆，若是不在那里，便不知了。牡丹只一想，便猜着是去了哪里，当下拨转马头去了东市。到的马眼儿所在的酒肆，不见马眼儿坐在窗前，牡丹便使桂子去打听，倒是马眼儿在陪潘荣吃酒，此时马眼儿正在跳舞。那堂官儿见着牡丹等人，也不觉得稀罕，只道是哪家的小娘子贪玩，想来见识胡姬，便笑着道：这位小郎君，我们店子里还有其他精通技艺的胡姬，不如小人替您引荐。牡丹摇摇头，问清就是潘荣一人，便命桂子将自己的名次拿给那堂官，还请你拿去给潘二郎，就说我有事要找他，让他下楼来。那堂官扫了一眼，但见上面写着个何七郎，笑眯眯的应了一声，利索的往上去了少卿，下来带了几分为难地道：小郎君，潘世子说了，他此刻正忙着给美人奏箜篌凑星，您若是要找他办事儿，便上去凑个热闹，若是不行，您便走人。牡丹沉默片刻，撩起袍子大步往上。树儿轻轻拉了他一把，低声道：娘子，不妥吧？牡丹摇头，白夫人当初为了他的事情可以来回奔走，他为了白夫人走这一趟又算得什么？树儿与桂子赶紧跟上去，还未到门口，就听得箜篌声响。牡丹隔着珠帘望去，但见潘荣一身飞衣，盘膝坐在阴席上，怀抱胡箜篌，拨弄得正急，含笑望着面前正旋转如飞的马眼儿。树儿打起珠帘，牡丹也不入内，就静悄悄地立在门口看着，马眼儿旋转过来，望着他嫣然一笑，抛了个媚眼，继续旋转如飞。潘荣则是装作没瞧见他，径自弄得高兴。一曲终了，马眼儿方才一个急旋，停在潘荣面前，娇娇地举着一只手对着潘荣笑道：二郎，我跳得如何？潘荣伸手摸了他的脸颊一把，将一粒珠子放在他手心里，笑道：跳得真好。马眼儿笑道：可惜了，不能再跳呢，你有客人来了。潘荣斜瞟了牡丹一眼，指了指身边的座位，然后又回头看着马眼儿：不妨你继续跳。马眼儿道：不妥吧？潘荣道：他既然来这种地方找我，便是来欣赏歌舞喝酒的，你便该拿出拿手的来，让他见识见识你的才艺才是，否则才是真不妥。牡丹大步走过去，坐下来看着马眼儿，低声笑道：早就听闻芳名，今日总算得以一见。马眼儿抿唇一笑，回身起舞。潘荣挑衅的使劲拨着箜篌弦，打算等着牡丹开口，牡丹却不言语，只专注地看着马眼儿跳舞，然后鼓掌表示赞叹。马眼儿跳完，笑道：跳不动了，脚疼了，不如妾身为两位郎君斟酒，奏箜篌给二位听。言罢取了干净杯子，给牡丹斟满一杯龙膏酒。牡丹谢过马眼儿，捧杯在手。不知潘世子现在可有空了？潘荣见不惯他镇定自若的样子，冷冷一笑：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不认为你能有什么事儿找得上我，我看不惯你，你也看不惯我，何必呢？牡丹芳回头望着他道：世子是明知故问，不用提醒我也记得，我与你从来不对盘，若不是因为阿欣的缘故，我根本不会和你多说一句话。潘荣冷笑道：这样说来，我得感谢你赏脸来找我，和我说话了。你有这功夫，不如去给你的牡丹花泼点粪，省得你在牡丹花会上被人笑死。牡丹嫣然一笑：我觉得有时候人比花更需要泼粪。潘荣皱起眉头：你什么意思？牡丹瞪着他道：我问你，你可知道阿欣有了身孕？你可知道她非常不舒服，又伤心又难过？潘荣一惊，张大嘴愣怔片刻方道：你说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你这种做丈夫的吗？牡丹抬起手里的酒，往他脸上一泼，讽刺地道：我恨不得这是粪才好，可惜似你这样的人，泼再多的粪也不会长得更像样一点。潘荣大怒，狼狈地擦了一把脸，先看马眼儿，但见马眼儿抬眼望着窗外，轻轻拨弄着箜篌，低声吟唱，根本不曾看这边一眼。他强忍着怒气：
我警告你，我看在蒋大郎的份上不与你计较，但你也别得寸进尺。你无需管他，没有他我也会来寻你。牡丹冷笑，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只知似你这般实在是配不上阿欣的。你真的不配，你连他一根脚趾头都配不上。潘荣一双眼睛顿时变得血红，猛然起身死死瞪着牡丹。你再说一遍。牡丹推开柜子，望着他一字一顿地道，似你这般，你永远都配不上他，也别想得到他的尊敬，他迟早要被你害死。我回来啦，开始还债。去了一趟西安，触动非常非常大，实在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潘荣长这么大，还没人这样毫不容情地说过，而且一下就戳中了他最痛的地方。他死死地瞪着，握紧了拳头，牡丹毫不退缩，直视着他。半晌，潘荣紧绷的下颌终于放松了一点，哈！他怪笑一声，你这个泼妇，可真管得宽，自己的稀饭都吹不冷，还有闲心去管别人的私事。阿欣喜欢你，蒋大郎看中你，你还真就把自己当盘菜了。在我眼里，你可什么都不是。牡丹淡淡地道，你说的对，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没有权也没有势，不能强迫别人改变意志，甚至自己经常会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难，不得不求助于人。但是我一直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需要向人求助的事情越来越少。我真心对待我身边待我好的人，我不总记着他们的不好，我多记着他们待我的好，我尽力为他们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到现在，我能做到问心无愧，你能吗？潘荣一愣，默然无语，握紧的拳头渐渐放开了。马眼停住了手里的箜篌，朝二人行了个礼，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潘荣见马眼退了出去，方道，是他告诉你的。他本想问是不是白夫人让牡丹来寻他的，但他转一想又迅速否定了，白夫人怎会让人来寻他？他但肯低低头，服服软，他们又怎会落到这个地步？不是。牡丹见他的表情放松下来，语气也软和了一些。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外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你们自己清楚。阿欣是怎样的人，你和他相处多年，定然比我这个才认识不久的人更清楚。纵然已经成了这样，他仍然不肯和我细说，只是我是过过苦日的人，实在不忍心看他那样受尽煎熬，却无法解脱罢了。他那个时候在流，丝毫不爱流畅，仍然觉得备受煎熬，白夫人像这样，定然是比他还痛苦万分的。潘荣敏感地抓住了牡丹最后一句话，猛然拔高声音道，你别拿你和他比，你自己糊了，就见不得别人好过是不是？你要是敢和他出主意，我才不管你是谁，我定然不会叫你好过。他比我好过吗？我实在没看出来。牡丹望着他镇定地道，你也不用威胁我，阿欣他是有主意的人，不用我给他出任何主意，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办。我若起心不良，何必来找你？既然你不想和他和离，那便是想好好过日了。既然如此，两个人中总有一个要低低头，你也不肯，他也不肯，便是渐行渐远。潘荣不语，良久方苦笑一声，低声道，他站得高了，我仰着头才能看到他。他本就看不见我，我再低头，更是背到了尘埃里。你说的对，我连他一根脚趾头都配不上。他这样的人，本该配的是名士才，英雄豪杰，怎奈造化弄人，摊上我这样一个不无数之人，实在是大不幸。我知道他成亲时是不情愿，奉的是父母之命，成亲后是不甘心，看不起我这个高粱地。他扬起眉来望着牡丹轻佻的一笑，既然你这么关心我们夫妻间的事情，肯主动替他来劝我，为何你不肯替我劝劝他呢？你去问问他，我们自小认识，这些年来他眼里心中可曾有过我半分？那时候我哥还活着，他是他的，我也不说了，也没资格说。可成亲后，他眼里心中又有我几分？他的声音猛地拔高，我一个大活人难道还比不过一个死人吗？牡丹突然觉得潘荣很可怜，被人瞧不起不可怕，只要有一颗强大自信的心，那些就是浮云，怕的是自己先就瞧不起自己，先就虚了，总要从别人身上去找自信，还会有什么好日过？潘荣吼了一声之后，声音又低了下去，算了，死人是争不过的，更何况我现在的一切本就是偷来的。我是个胆小如鼠，敢做不敢当的小人，我一直觉得老天不公，为什么死的不是我？若是我当时死了，就谁都不用受苦了。牡丹实在忍不住，沉声道，你有没有问过阿欣到底是怎么想的？潘荣道，有些事情自己明白就好，何必再去听一遍假话，怄自己也怄别人。说到这里，他有些发怔，他怎会莫名其妙就和这个不相干的女人说这些事儿了？干他什么事？平白让他看他一回笑话。想到此，他的唇角挑起一个不怀好意的笑。
就像你和刘叔似的，当初你家死乞白赖的把你嫁给他，你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会对他示好，你会忍受他的不是，但你会去追着问他心里有没有你吗？他的行为就说明了一切，你再去问，就是自取其辱。牡丹微微一笑，你不必和我说从前的事情，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巴不得让我也跟着你一起难受。但实际上，你和我说这个，我真的半点都不难过，我只是越发替你难过，你连问他一声的勇气都没有，实在是可怜。你说的对，对方的行为就说明了一切。我不问刘畅，是因为他实在不值得，我没有任何期待，至于阿欣值不值得，他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自己比我有数。我也不会替你去问阿欣，你的所作所为就让他看了个够。潘荣眯起了眼，笑话，我可怜？你可怜我？我用不着你可怜，你有这闲心，不如多可怜可怜你自己。牡丹摊了摊手，道：我父母心疼我，兄长爱护我，朋友尊敬我，还有我看中的人也同样看重我，我可没你可怜。潘氏，是你自己在过日，不是我在过。阿欣，我没其他办法帮他，便多陪陪他解解闷罢。他起身看了看天色，天色不早，我该走了，就不耽搁你看歌舞了。你继续。牡丹一走到门口，潘荣突然叫住他：阿欣她真的有身孕了，她很不好吗？她身上瘦的全是骨头，一个人躲在别院里，想找人说话都找不到。牡丹严肃地看着他，他把所有人都赶出去，躲起来哭，而你却在这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你觉得他过得好不好？至于有没有身孕，你这个做丈夫的难道不该更清楚吗？你口口声声说着他高不可及，瞧不起你，实际上你无时无刻不在践踏他，把他踩到尘埃里。潘荣的脸色瞬息万变，抬眼看向面前的琉璃盏，沉默不语。阿欣也会这样吗？他不是无坚不摧的。长大以后，他只看到过他流过一次泪，就是潘瑞死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地流泪。那个时候，他恨不得将他拥入怀中温言安慰，但他知道最不配的人就是他，是他夺走了他的一切。他只敢远远地偷看他，偷看他的父母，甚至羞愧的不敢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从不曾想过会娶到她，成亲以后，他就没看见过他流泪。不管他做了什么，从不曾见过，他就坐在那里，淡淡地看着他，无悲无喜。他觉得是他看不起他，看不上自然不会伤心，也不会流泪。他曾经最渴望看到他流泪，可他终于流泪了，他却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牡丹见潘荣这个样，知道自己也就是能做到这个地步了，便朝桂和淑儿比了个手势，大步走了出去。走到楼梯口，但见马眼斜倚在扶手上，媚眼如丝地看着他笑，操着一口带了些怪腔调的官话道：奴家以为适才你该泼我酒才对。牡丹默了一默：我只泼该泼的人，泼你做什么？马眼笑道：的确不该泼奴家呀，该泼的是男人。他神色一肃，道：请问您可是开箱料铺的何家吗？奴家只听说何家有6位郎君，就不曾听说过有位何七郎。看到了才知道，原来是位美娇娘。淑儿觉着他的举止行为实在是过轻佻，也见不得他与牡丹搭话，便皱起眉头，拉拉牡丹的袖，示意赶紧走人。牡丹朝马眼点点头，抬步往下走。马眼跨前一步笑道：六郎出手可大方，他就在这后头呢。七郎你要不要奴家替您去教育射他？奴家也好讨几个赏钱做件衣裳穿。牡丹皱起眉头看着马眼儿，他那日把事情和岑夫人说过之后，二郎和五郎去悄悄查过铺，生意没有原来好事时，但金钱货物确实是没出什么大问题。六郎仿佛也是察觉到不对劲了，便不再经常外出，小心得很。二郎和五郎弄了一回，让人跟了几次，到底也没抓住他的现场，便只是旁敲侧击地说了一说，他不服气，还与二郎、五郎拌了几句嘴。杨氏守着岑夫人掉泪，大意是二郎和五郎趁着何志忠不在家，故意为难六郎，排挤六郎。二郎和五郎有些心寒，便想着反正铺里管得也严密，又有老掌柜盯着，幸不再管六郎，只小心提防不提。没成想今日倒让他给碰着了。马雅儿见牡丹皱眉看着自己，不由微微一笑，勾起指头指指楼梯下方的一道非常不显眼的小门，低声道：要不七郎您自己去换六郎。难怪的好几次有人跟着他进来，最后都跟丢了，原来是在那里藏着的。牡丹一笑，朝马眼儿抱了抱拳：不必了，我还有其他事儿。谢您了。谢道不必，有朝一日我若是求上了七郎，七郎可莫要翻脸无情。马眼儿将手抚上牡丹的肩头，含情脉脉的一笑，仿佛牡丹真是个俊俏的少年郎一般。牡丹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但只怕我能帮上的忙有限得很，会让您失望。
马眼笑道：“不会为难您的，只是讨个小人情而已。”他目送着牡丹下了楼，收起脸上的笑容，怔怔地看着牡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94门口。忽听身后脚步声响，他回头一看，但见潘荣急匆匆地走了出来，他也不留潘荣，朝潘荣挥了挥手绢：“二郎，你最好先回去换身衣服，洗漱一下再去哦，否则只怕是还会被再泼一盆凉水，这寒天冷地的，可不是耍处。”对于他这般的体贴与周到，潘荣见怪不怪，嗯了一声，快步下楼，急匆匆地叫人牵马出来，上马就狠狠抽了一鞭，将小厮扔在身后，径自去了。牡丹与桂、树儿从附近的房檐下走出来，牡丹领着树儿往何家香料铺的方向去，桂则转身又进了酒肆，要了一壶酒，几碟菜，就在楼梯附近坐下静等观望。牡丹去了铺里，六郎果然不在，他便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老掌柜的说闲话，得知六郎这段日心情好得很，时常春风满面的，近日请铺里的伙计们连着吃了好几次酒，那便是手气很好，赢得够多了。若是有人做套，那必然是先要让他赢个够本，叫他放心大胆的，手脚越放越开，之后才好猛地给他一击，一击必中，只怕难以翻身。牡丹忧心不已，只好再拜托老掌柜的多看着点儿。老掌柜的笑道：“娘您放心，没事儿，我时时都盯着的呢。冬天里天气黑得早，眼看着很快就要闭市，贵还迟迟不来。”牡丹幸辞过老掌柜的，起身领了树儿往外走，算先回家，等贵探听明白又再细说。主仆二人即将行到市场门口时，忽听有人在后脆生生地喊道：“前面的是何姐姐吗？”范丽儿穿着深簇新的桃红锦缎袄裙，笑眯眯地跑将过来。牡丹忙勒住马，笑道：“你又来帮张五哥算账？”范丽儿笑道：“是呀，不过如今天气冷了，斗鸡的人也走得早了些，早早就散了。那这是要回家了。张五哥呢？”牡丹往范丽儿身后张望，却不见张五郎的身影。范丽儿道：“别看了，他没来，他不要我跟着他一起回家呢，让我自己先走。”他瞟了瞟牡丹的马，眨眨眼道：“我没骑过马，您能带我走一截吗？天要黑了，带我走到房前，只怕快要闭门了呢。”牡丹见他一双眼睛转得叽里咕噜的，一边暗想这小丫头也不知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一边弯腰伸手给他拉他上马，道：“张五哥真是的，这会儿才让你一个小姑娘独自走，要让你回家也不知道早点儿。”范丽儿充耳不闻，只顾使劲儿拍着马脖，兴奋地笑：“呀，真好玩！那日我让五哥也买马来着，偏他不肯买，说是养我一个就够费钱的了，没地方养，还费钱。”牡丹笑道：“待你会了，爱骑便来我家里牵马去骑就是。”范丽儿回头望着他笑：“真的？”牡丹点点头：“当然是真的，随时来都可以。”范丽儿认真地看了他两眼：“你人还不错。”牡丹失笑：“让你骑马就不错了，那你也好收买了。”范丽儿垂下眼，沉默片刻，扬眉笑道：“何姐姐，外面都在传，明年春天会办牡丹花会，你有多少把握夺魁啊？”牡丹道：“我也不知道呢，你问这个做什么？”范丽儿朝他挤挤眼：“下注呗，你也可以买自己赢，只要你听我的，一定能好好赚上一笔。人家都说洛阳吕家一定能夺魁，但我想着你才该赢。这丫头真得快，这么快就从斗鸡开始向别的行业发展了，还真是一通通呢。”牡丹看向范丽儿那双灵活的眼睛，见她满脸的期待，不由起了逗她玩的心思。“那你倒是说说看，我该怎么办才好？你的计划是怎样的？”范丽儿认真的肃了神色，正要开口，忽听张五郎的声音炸雷似的响起来：“死丫头，这会儿还在这里溜达闲逛，不是中午时候就叫你回去了的吗？”范丽儿回头看了一眼，见张五郎的圆领袍领散着，斜斜的翻在胸前，面如锅底，眼似铜铃，端地好吓人，便抖了一抖，也不管马儿还在行走中，抓住马鞍就飞快地往下溜，唬得牡丹赶紧勒住马，腾出一只手去扶他慢点儿。范丽儿的脚还未落地，就又被张五郎一把提住衣领，抓得腾空而起。他拼命地踢着脚，看着牡丹大喊：“何姐姐救命！今日回去他定然会打我，不给我饭吃的。”一边说着，眼圈果然红了。牡丹虽然不信范丽儿所言，但见张五郎提着范丽儿，果然如同老鹰抓着小鸡子似的，便劝道：“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张五郎气得吹胡：“我能吓着他？你不知道他，我就没见过这种能来事儿的破孩。我要是稍微松活一点，他就能把我的胡拳拔光了。他又找你做什么？我一看他的样，就是不怀好意，你可别上了他的当。这死丫头，这些日越发不像话。”范丽儿大急，忙拼命朝牡丹挤眼睛，示意牡丹别把他刚才的话说给张五郎听。
他那样过滑稽，牡丹与舒儿都忍不住笑起来。牡丹故意道：也没说什么，就是和我亮怎么做生意，怎么发笔财罢了。范丽儿翻了个白眼，懒得看牡丹，将头歪到一边去了。张五郎或地道：做什么生意？发什么财？牡丹笑道：听说是牡丹花卉可以下注的，买我自己赢还可以赚钱。张五郎一怔，随即趴地一巴掌拍在范丽儿的头上，骂道：好的不坏的，年纪小小就弄这些歪门邪道，这是要做女赌棍了。范丽儿不服气的道：怎么了？我就跟你的，我不偷不抢，人家自愿的。又白牡丹：你不肯就算了，干嘛出卖我？话未说完，又挨了一巴掌。张五郎又气又笑：你能跟我？我这是没法的事情，你跟着我不好，将来怎么嫁个好人家？还出卖你了，这是为了你好，别人才懒得管你。范丽儿吼道：谁要他管啊？牡丹含笑看着范丽儿：你做的我就说得，反正你不偷不抢，都是自愿的，我说说又怎么了？范丽儿被他堵住，无话可说，低着头撅着嘴生闷气。张五郎望着牡丹笑道：你莫理他。言罢提着范丽儿大步去了。二人走了老远，牡丹还瞧见范丽儿不时抓扯张五郎一下，踢他一脚。张五郎怒了，又拍他一巴掌。如此在之后，范丽儿才算安生了。舒儿笑道：这范丽儿可真倔，奴婢先前见着张五郎的样，果然以为他会打他的，谁知会如此忍受。牡丹道：不是他惯的，这还便只会忙着求吃饱穿暖了，哪会这样大胆？这一日贵不曾归家，六郎也不曾归家，就只派了个小厮回家来说，他遇到往日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要与人家说说话，方门关闭前回不来。牡丹也不与岑夫人说，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第二日将近中午时分，贵才回来，一直都有人往那道门里面走，小的几次想混进去都没成。听说都是些背着家里人去的富家官家地，没有熟人领，根本不能进。里面不光斗鸡，也赌别的，赌注随意，但多数都很大，若是输了，轻易赖不得账。今日早上才瞧见六公出来了，也没见他身边跟着什么熟识的人。小的打听了一下，听说他手气好，10赌9赢，如今落入他手中的大概已经有了将近几万钱，卷不金银器也不少。单知昨日下午到夜里便到手上万钱。你确定属实？他的钱都在哪里存着的？牡丹倒抽了一口凉气，六郎可不是什么赌神，越看越像是个可怕的圈套。纵然铺里管得严密，律法也禁赌，可到底禁不住有心人算计，该了断时便该了断，莫到后面刹不住，拖累了一大家人。贵认真道：绝对属实，不会有错，钱都存在那里面呢，还可以钱生钱，将他就放印钱。适才小的又去了一趟张五郎那里，请他帮忙打听了一下，的确没错，知那里又不是他的地盘，轻易插不进手去。你随我来。牡丹赶紧起身，领了贵去见岑夫人。岑夫人大吃一惊，牡丹轻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岑夫人沉吟片刻，道：便依你所说，立即着手罢。